一道阴鸣惊醒了睡梦中的杨晨，他缓缓睁眼，黑色蕾丝的小衣服摆在面前，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浅灰色的包臀裙跟白色衬衫散落在地上，还有几块蕾丝碎片。杨晨目光微凝，昨晚的画面从脑海中浮现，他把绝色美女老板给睡了。忽的，一条白皙修长的美腿从后面压在了他的腰上，洁白的玉臂也攀上了的胸膛，似是察觉到了不对，轻轻摸索2下后便停顿了下来。啊！旋即一道惊惧的娇喊从耳畔袭来，饶是杨晨有所准备，仍旧被吓得汗毛竖起，一股力量袭来，他被那修长的美腿一脚踹到了地上。杨晨站起身来，只见那娇俏的倩影正用被子死死地捂着娇躯，一头乌黑的秀发略显凌乱，鹅蛋般的脸颊，杏眸樱唇，冰肌玉肤，完美的脸型和精致的五官如同出自上帝之手般无瑕。那张脸用倾国倾城来形容也毫不为过。苏总，我……杨晨张了张嘴，却不知能说些什么。苏雅看清了面容，绝美容颜上的惊惧瞬间凝固。杨晨，他呆住了，昨晚发生的种种这才浮现在脑海之中。公司面临困境，昨晚是很重要的一次商谈，只身赴宴，只有杨晨这个司机陪着他。酒过3巡，他身体越来越热，察觉到了不对，便借机跑到厕所，让杨晨上来送他离开。最后的记忆是他实在无法承受，让杨晨找了一家酒店。苏雅抿着嘴角，看着散落满地的衣衫，感受着身体的清凉，最后一丝希望毁了。他闭上了眼睛，粉拳紧攥着被子，愤怒、委屈，各种负面情绪糅杂在一起，袭上心头。杨晨表情复杂，低沉道：苏总，对不起，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自幼学医，本想解毒，但是苏雅上车的时候，药效已经完全发作了。虽说能解，但离开村子的时候，师傅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如何不可动用银针。他没办法违抗师命，只能一夜疯狂。苏雅深吸一口气，睁开眼眸，凌厉的目光死死凝视着杨晨，俏脸上瞬间满是沁人心脾的寒意。只是该恨他吗？他记得昨晚杨晨急速飙车赶往医院，百般推脱是他承受不住了。杨晨好像还一直拒绝来着。出去！他朱唇轻启，冷声道，倾城的容颜上冰冷的看不出一丝情感。现在他想静静。杨晨还想说些什么，目光却忽然瞥见洁白床单上那一抹刺眼的红，他目光微凝，身躯一颤。老板竟然还是他震惊的目光放到了苏雅的脸上，一股复杂的念头从心头浮现。苏总，我……滚出去！苏雅的情绪彻底崩溃了，一声冷厉的娇喝。杨晨咬紧牙关，穿好衣服，转身往外面走去，却在门口驻足。他凝望着床上那张满是绝望的容颜。苏总，我知道我没资格说什么负责之类的话，你也不屑，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不管什么事情，我义不容辞。他没留下来挨骂，转身离去。苏雅抬眸盯着杨晨离开的方向，咬着嘴唇，泪水决堤。她将脸埋在被子里面，痛哭流涕。杨晨站在空荡的走廊，背靠墙壁，那一抹醒目的红色仍旧在脑海中显现，刺激着他的神经。20分钟，房门开了，那娇俏的倩影从里面走了出来，浅灰的包臀裙搭配白衬衫，头发盘起，绝美的容颜上不施粉黛，仍旧美得沁人心脾。面色微寒，目光犀利，强大的气场无形散发着。走！他目不斜视，径直地从杨晨面前走过，带着一股香风扑面而来。杨晨迈步跟上，哪怕苏雅已经很注意了，可杨晨还是察觉到了那走路姿势的微微怪异。很快坐进车内，苏雅坐在后排，绝美的容颜上仍旧满是清冷。回别墅。是，苏总。不多时，奔驰停在了别墅外。昨晚的事情，你最好烂在肚子里面，如果你敢跟别人说，我不会放过你的。苏雅那冰冷的声音响起。杨晨轻轻点头。苏总放心。哼。苏雅冷哼一声，说道，先送瑶瑶去学校，8点20准时来这接我，晚1分钟我开除你。他知道这件事怪不得杨晨，但心中还是憋屈，守身如玉26年，却被这个司机给那股无名的火焰在心底燃烧。杨晨无奈的点头。是，苏总。苏雅推门下车，往别墅里面走去。唉。杨晨靠在车座上，默默叹息一声。本来在村子里逍遥自在，1个星期前师傅忽然接到了一封书信，便匆匆离开了隐居18年的村子，让他来宁江独自生存，并叮嘱他无论如何不可动用银针。本来他没当回事，可来到城市才发现这个地方没钱寸步难行，于是他便找了这个司机的工作，混口饭吃。没想到才任职没几天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关键这高冷女总裁竟是第一次。别墅门开了，杨晨收拢思绪。
只见一道活泼灵动的身影从别墅里面走了出来。她穿着黑色短裙，修长的美腿在黑丝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上面是一件时尚白色短袖，不盈一握的小蛮腰露出来一截。乌黑的秀发梳着2个马尾辫，标准的瓜子脸，高挺的鼻梁，樱桃小嘴，那迷人的美眸中闪烁着灵动的光芒。这是苏雅闺蜜的女儿楚瑶瑶。砰！车门关闭，楚瑶瑶带着一阵香风坐在了副驾驶上。杨晨刚想说话，忽的那双黑丝美腿便迅速抬起，搭在了仪表台上。杨晨瞳孔微微紧缩了一下，不自觉地瞥了一眼。楚瑶瑶察觉到了，她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双腿微微交叠。好看吗？她的声音甜甜的，清脆悦耳。杨晨幡然醒悟，急忙将视线挪开。不好意思，大小姐。楚瑶瑶凑近几分，坏笑着问道：“我问你好不好看？”那独特的香水味钻入鼻息，让杨晨乱了分寸。好看。他轻轻点头，如实回应。楚瑶瑶黛眉轻挑，美腿轻轻扭动，笑盈盈地问道：“那想不想摸一下？”可爱的脸蛋带着坏坏的笑容，又散发着魅惑的气息。杨晨闻言，心中一阵怪异，这丫头这么疯的，不敢。七，楚瑶瑶轻轻撇嘴，靠在车座上，有贼心没贼胆。开车。杨晨驱车前行，楚瑶瑶嘴角则是噙着玩味的笑容。苏雅的安排下，杨晨接送过她几次，长得英俊，老实本分，所以她很喜欢调戏杨晨来玩。在她眼中，杨晨这只小奶狗可比学校那群舔狗好玩多了。咔！火苗燃起，楚瑶瑶点燃了一根细支香烟，她扭过头，将烟雾轻轻吹向杨晨，玩心大起，将自己刚刚抽过的烟递了过去。你要不？她笑着问道。杨晨瞥了一眼烟嘴，轻轻摇头。我不会抽烟。楚瑶瑶黛眉微蹙，嘟囔道：“一个大男人怎么连烟都不抽？”杨晨有些汗颜，讪讪一笑。在村子里面没见过什么少女，更别说攻击性如此强的了，让思想传统的他有些招架不住了。楚瑶瑶那一双美眸默默打量着杨晨，他忽然发现这杨晨还挺帅气的，身材好像也不错。喂，你有腹肌没？那美眸之中满是惊奇的光芒。杨晨轻轻一笑，说道：“有呀。”楚瑶瑶眼睛顿时亮了：“几块呀？我摸摸。”话音落下，那白皙的小手迅速往杨晨肚子上伸了过去。不是。杨晨吓了一跳，本能闪避，晃动了一下方向盘，车身也剧烈摇晃了一下。哎，楚瑶瑶下意识抓紧扶手。你慌什么啊？你这个大男人怎么还会害羞的？她笑盈盈地问道，愈发觉得有趣了。见惯了学校里面那些脸都不要也想凑近的舔狗，觉得杨晨这种男生格外新奇。杨晨有些尴尬：“大小姐，男女授受不亲啊。”楚瑶瑶轻轻撇嘴：“大哥，大清早就灭亡了。”你……只是话还没等说完，脑海中瞬间出现了一种晕眩的感觉。哎呦，怎么这么晕啊？他捂着额头，轻轻靠在了车座上，表情略显痛苦。杨晨侧头仔细观察了一眼：“你是不是小肚子也有点酸胀的感觉啊？”他疑惑地问道。楚瑶瑶微微愣神，仔细感受，旋即那美眸之中瞬间满是惊讶的光芒。你怎么知道呀？杨晨笑着说道：“不用担心，你只是体虚而已。月事刚走，你自身本就有些贫血，这几天少抽烟，多吃点补血的食物就好了。”那风轻云淡的模样让楚瑶瑶都有些恍惚了。不对，你怎么知道我大姨妈刚走？你偷看什么了？她眉头瞬间蹙起，警惕地问道。杨晨嘴角微微抽扯几下，无奈地笑道：“大小姐，你这什么脑回路啊？我是学医的，这些都很容易看出来的呀。”哼！楚瑶瑶冷哼一声，说道：“你以为本小姐好骗呀？开什么玩笑？晚上我就告诉苏姨，还以为你是什么纯情大男生呢，原来这么闷骚。”说着，小脸蛋上瞬间满是嫌弃。杨晨无奈了：“麻烦你把手伸出来一下。”谈到医术，那他可就有自信了。干什么？楚瑶瑶警惕地问道。证明一下我的清白啊。杨晨回应。楚瑶瑶质疑地看了一眼，说道：“好，你要是证明不了，我就跟苏姨说你偷看我上厕所，开除你。”话音落下，便将那柔弱无骨的小手伸到了汽车档把的位置。杨晨瞥了一眼，便伸手按住了楚瑶瑶手腕处的一个穴位，轻轻按揉，入手处满是冰凉滑嫩的触感。楚瑶瑶仍旧质疑地看着，表情略显嫌弃。3分钟，是不是不晕了？杨晨收了手，从容地笑着。楚瑶瑶这才明白杨晨的意图，仔细感受，还真不晕了。她愣住了，那震惊的目光迅速放到了杨晨的脸上。不是，你真是中医啊？她惊了。
杨晨得意一笑，说道：“雕虫小技而已。”楚瑶瑶感觉脑袋有些转不过来了。不对啊，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还给我小姨当司机啊？你医术这么好，治病多赚钱啊？他好奇地追问道。杨晨摇头笑着，不能动用银针，治病的能力大打折扣。虽说不理解师傅为什么那么叮嘱，但肯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杨晨便不想从事跟医术相关的工作了。我喜欢开车，他随便找了个理由敷衍了过去。楚瑶瑶轻轻点头，这样呀。只是很快，那灼灼的目光便再次放到了杨晨的脸上。长得帅，有腹肌，还有这么好的医术，还是个纯情大暖男。他坏笑了起来，那个眼神让杨晨有些发毛。我好看不？好看啊。身材好不？当然。那灼灼的目光让杨晨心里没来由的紧张了起来。楚瑶瑶坏坏的笑着，凑近几分，抬起那白皙的小手，轻轻点了点杨晨那粗壮的手臂。喂，咱俩处对象呀？杨晨嘴角微微抽扯，饶是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却仍旧没想到楚瑶瑶的话如此雷人。大小姐，你别开玩笑，我就是个司机啊。他无奈的笑道。楚瑶瑶单手撑着下巴，笑道：我都不介意，你介意什么？没钱没关系，本小姐有。杨晨无语凝噎。你还小啊。他无奈的说道。本来苏雅就看不上他呢，这要是让苏雅知道，非扒了他的皮不可。楚瑶瑶蹙起眉头，挺直了腰板，迷人的饱满勾勒出傲人的弧度。哪小？谁小？杨晨瞥了一眼那醉人的圆润，一阵心跳加速。不是，我没说呢，我是说你还在上学呢，你年纪小啊。他连忙辩解。车子已经停了。楚瑶瑶撅了撅小嘴，轻轻挥手。哎，行了，本小姐已经成年了，知道不？一个大男人怎么婆婆妈妈的？追我的人能绕学校操场10圈，人家主动要做你女朋友，你有什么好犹豫的？今晚我要出去玩，等我放学，你过来接我。你要是不来，我就告诉小姨你偷看我上厕所的事情。说完，那脸蛋上满是威胁的小表情。杨晨瞪大了眼睛。不是，我什么时候偷看你上厕所了呀？刚才不都证明？他急忙的想要辩解，然而话还没等说完呢，楚瑶瑶便伸出那白皙的小手捏住了杨晨的嘴巴。手动闭麦。他歪着小脑袋得意的笑道。那些不重要，你猜小姨是信我还是信你？他挑衅的抬了一下眉毛。行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晚上见吧。说完，迅速推门下车，往大学校园里面走去。杨晨盯着那娇俏的背影，许久才缓过神来。他无奈的摇了摇头。从小在村子里面长大，跟女人说话的次数都有限，哪里能扛得住这小美女的挑逗？他倒也没当回事，只是认为楚瑶瑶在故意调戏他玩，毕竟岁数差着呢。不多时，回到别墅，苏雅已经换好了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裙，修长的美腿仍旧醒目，衬衫还是临近被撑爆的边缘，又美又性感。杨晨驱车前行，苏雅那冰冷的目光透过后视镜盯着杨晨，心头说不出的烦躁。这一路，车子里面的氛围达到了冰点。到公司了，杨晨伟随着苏雅进入公司大楼，便要往自己的休息室走去。我办公室的沙发不想要了，你去给我搬出去。丢了。忽的，苏雅那冰冷的声音响起。杨晨微微愣神，脑海中浮现出了办公室那巨大的实木沙发。我自己吗？他抬头对上了那冰冷的目光。苏雅俏脸上满是寒意，冷声道：不然呢？我帮你搬。杨晨也明白了，这女人就是在故意报复呢。是，苏总。尽管心知肚明，却也说不出什么。初夜莫名其妙的给了他宣泄情绪，倒也正常。主要是他身无分文，已经工作1个礼拜了，不能白干呀，还等着钱混日子呢。苏总，您终于来了。忽的，一道焦急的女人声响起。杨晨瞥了一眼，只见一个穿着灰色秘书装的女人踩着高跟鞋从办公室那边急匆匆地跑了过来。齐耳的短发，漂亮的五官，虽说跟苏雅这种倾城的美女没法相提并论，但在人群之中也算是顶尖的美女了。身材苗条，气质干练，那漂亮的脸蛋上尽是慌乱。怎么了？慌什么？苏雅黛眉微蹙，冷淡地问道。周莹莹停下脚步，抬手指向办公室号：浩海的人来要债了，保安被打了，我也拦不住，现在都在您办公室等您呢。他神色愤懑说道。苏雅背齿轻咬，俏脸上瞬间满是冰冷的寒意。这群混蛋！他大不留心的便往办公室走去。砰！苏雅推开办公室的门，目光犀利的走了进去。杨晨和周莹莹跟在后面。哟，苏总来了，好久不见啊，又漂亮了呢。一道猥琐的笑声响起。只见一个光头正仰躺在转椅上，双脚交叠放在办公桌上，抽着烟，肆无忌惮地打量着苏雅那性感的身材。
实木沙发上还有5个小混混模样的青年，姿态嚣张，冷笑不止。啪嗒，苏雅随手将包包丢在了办公桌上，抬手指向外面：“滚出去！”面色冰寒，目光犀利，气场全开。光头摇头晃脑的笑着说：“苏总，别这样嘛，我好怕怕啊！时代变了，你个欠债的怎么这么嚣张啊？”其他几个青年讥笑不止。苏雅眸中寒芒闪烁，冷声道：“合同上最迟还款时间还有2个月呢，急什么？滚回去告诉你们王董，欠他的钱1分不会差。”光头悠闲地吐了口眼圈，笑道：“不行啊，苏总，我们王董说了，你欠的钱太多，你把公司卖了也不值那么多钱呀。等到了合同上的时间，万一你还别人不还我们王董怎么办？本来有孙少做担保，我们王董是不着急的，怎么听说苏总你昨晚吃半道饭人跑了，把孙少给耍了？孙少不高兴啊，不担保了。我们王董也是没有办法，才让我们来催收一下的，理解一下，见谅。”苏雅粉拳紧握，心中寒意疯狂弥漫。孙有为就是昨晚给他下药的那个畜生，要不是因为孙有为，他也不会钱会还，但不是现在。滚出去，要不然我现在就报警了。苏雅眸中满是沁人心脾的冰冷，娇喝道：“哈哈哈！”光头发出了一阵嚣张的笑声，嘲弄道：“苏总啊，我们是专业催收的，怕你报警。你要是不还钱，我们是肯定不能走的。报警无所谓，我们进去蹲几天就出来了，我们不在，还会有别人过来的，何必呢？苏总，多耽误您工作呀。”杨晨眯起眼睛，心头泛起一丝冷意。苏雅咬紧牙关：“保安呢？让保卫鼓上来。”他转头面向周莹莹，一声低喝：“起！”光头摇头讥笑着。周莹莹面露为难，说道：“苏总，保安已经被他们打了，都起不来了。”苏雅粉拳紧握，饶是心中愤怒，面对这群混混也根本无计可施。那傲人的胸脯剧烈起伏，气坏了。光头猥琐一笑，说道：“哦，对了，我们王董说了，实在不行，苏总您去陪我们王董1晚上也行。我们王董的要求是你穿上女仆装，再配个黑丝就行。”他眉飞色舞，很是兴奋。其他几个青年也顿时猥琐地笑了起来，表情十分淫荡。杨晨眯着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了床单上那一抹刺眼的红润，心中的怒火顿时熊熊燃烧。这群畜生！苏雅同样愤恨异常，没等多说，便发现杨晨挡在了他的面前。本就怒火中烧，见到杨晨更是无比烦躁。“你过来捣什么乱？别在这碍眼，出去！”他一声冷喝。杨晨恍若未闻，冰冷的目光凝视着光头，怒焰升腾：“给你们个机会，滚出去！”办公室陷入短暂的宁静。苏雅诧异地看着，美眸中满是不解。“疯了！”光头也愣住了，扭头跟几个混混对视一眼：“哼呵呵，是我听错了，还是你小子他妈脑袋抽风了？你给我机会，让我滚出去！”苏总啊，难怪你们公司风生水起的，都特么是这人才，极品啊！啧啧。话音落下，那脸上的嘲弄浓郁到了极致。其他几个混混也摇头晃脑，冷笑不止。苏雅咬紧牙关，同样感觉脸上挂不住了。这个时候还装什么装？他那嫌弃的目光放到了杨晨身上，嘴唇微张。话没说呢，杨晨那清冷的声音便已经响起：“给你机会你不要，再想出去可就没那个简单了。”话音落下，眸中瞬间寒芒爆闪。苏雅黛眉紧蹙，尴尬的要死，对杨晨愈发的嫌弃了。光头同样不耐烦了：“不是，小逼崽子，你他妈给谁对话呢？我就躺着，你他妈动我一下！”他双脚搭在办公桌上轻轻抖动，眼神却格外犀利。只是话还没等说完呢，便见到杨晨忽然飞身而起，直接跳跃过了办公桌，一脚往他胸口踹来。光头目光微凝，话语戛然而止，思绪瞬间一片空白。砰！杨晨这一脚结结实实地踹在了光头的胸口上。啊！光头一声哀嚎，连带着椅子瞬间翻倒在地。这苏雅跟周莹莹俏脸上纷纷露出了错愕的表情，几个混混也懵了。光头捂着胸口，推搡着压在身上的椅子：“操！还他妈看！弄死他！”他一声怒吼，几个混混这才如梦方醒一样，做事便要起身。杨晨却已经冲向了他们，飞身而起，从茶几上一跃而过，双脚齐出，踹在了2个刚要起身的混混身上。砰砰！啊！2个混混瞬间从沙发靠背上翻了过去，狠狠地砸在地上。杨晨单手撑着茶几，翻转起身，他紧攥拳头，左右开弓，接连2拳砸在2个混混的脸上。啊！哀嚎声不断，2个混混掩面倒地。还有最后一个，他的拳头已经往杨晨头上抡了过来。杨晨转身躲避，并迅速贴近，右手抵住了混混的后脑勺，猛地用力按压。砰！
混混的头被杨晨强势地按在了实木的沙发扶手上，瞬间头破血流，哀嚎不止。杨晨又一脚将那混混掀飞，整套动作犀利狠辣，行云流水般，不到1分钟的时间，所有人都已经倒在地上，狼狈打滚，痛苦低吼。光头躺在地上，表情凝固。周莹莹捂着小嘴，那美眸之中满是震撼的光芒。苏雅那冰冷的容颜上，此刻都已经满是错愕。她惊了，无论如何，她也想不到自己这个专职司机战斗力竟如此之强。他怎么这么厉害？杨晨目光冰冷，抬腿跨过地上的混混，凝视着不远处的光头。咕咚，光头艰难地吞咽口水，顿感被一头野兽盯上了，冷汗瞬间冒了出来。别过来！你干什么？你别过来！他艰难地往后爬动，惊惧低喝。杨晨眯着眼睛，缓缓逼近，冷声道：“给你机会你不要，现在怕了，不嘲讽了，不嚣张了，那女仆装还他妈要不要了？”话音落下，一脚扬起，啊！光头瞬间发出惨烈的哀嚎，身体擦着地面平移出去4-5米，撞在墙壁，这才堪堪停下。那突如其来的爆发把苏雅跟周莹莹都吓了一跳。杨晨继续前行，逐渐逼近，那犀利的目光让光头心头狂惧，顾不上疼痛。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慌乱呼喊：“欠债的事情与我无关，你羞辱苏总就该死！”床单上的红润不断地刺激着他的神经，他又是一脚狠狠地踹了过去。苏雅粉拳轻轻握起，清冷的眸中闪过一抹复杂。他是因为我被羞辱才这么愤怒的。光头哀嚎不止，缩在角落，颤颤巍巍望着那如同猛虎般居高临下的杨晨，彻底乱了分寸。别打了，别打，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对不起苏总，我嘴贱，对不起苏总。他祈求的目光盯着苏雅，苦苦哀求。苏雅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这才恢复了那冰冷的模样。滚回去告诉你们王董，欠他的钱会在规定日期前1分不差的还上，要再敢来催债，我不保证你们还能走着出去。带着你的人滚！那冰冷的气场疯狂弥漫，可视线还是不自觉地瞥了杨晨一眼。这句话颇为心虚，极度惊惧中的光头却根本没有察觉，顿时如蒙大赦。谢谢苏总，多谢苏总。他急忙爬动着绕过了杨晨，跟其他几个混混一瘸一拐地冲向办公室外面。等一下！杨晨那冰冷的声音响起，光头几人如同被点穴了一样，瞬间定格，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苏雅疑惑地看着杨晨，怒火未消，但毕竟苏雅已经开口了，他抬手指向了沙发：“搬出去，丢了。”光头几人迷茫地看了一眼沙发，便迅速行动了起来。很快，在那一声声痛苦低音中，几个人抬着沙发离开了办公室。苏雅到现在也还没有清醒过来，一群来催债的变苦力了。杨晨调整了一下呼吸，默默将那个王董记在了心底。苏总，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他平复了情绪，缓缓说道。刚要转身，忽然苏雅那清冷悦耳的声音响起：“等下！”杨晨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苏总还有什么吩咐吗？沙发已经搬出去了，还要为难他？”苏雅没有回答，默默打量着杨晨，忽然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厌烦了。主要是这身手莹莹，你去工作吧。他淡淡的说道。周莹莹神色仍旧有些迟钝。啊，好，那我先走了，苏总。只是转身的时候，那一双美眸忍不住再次打量了杨晨一眼。刚才那犀利的身手把他惊到了。周莹莹走了，顺手关了门。杨晨默默等待回应。苏雅抱着肩膀盯着杨晨，缓步走向办公桌，本想坐下，却发现椅子烂了。椅子被你踹坏了，我怎么工作？苏雅冷淡地问道。杨晨懵了，嘴角顿时微微抽扯几下。苏总，这还让我赔啊？他迷茫地问道。没挣钱呢，先往里面搭钱了。苏雅同样有些无奈。不用，把那些文件搬到我休息室来。话音落下，便摇曳着那性感的身躯往办公室内部的小房间走去。杨晨松了口气，抱起桌上的一大堆文件跟上。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柜子内嵌着书桌，干净整洁，香味弥漫。杨晨把文件放到了书桌上，转过身便见到苏雅轻轻倚靠着床头，一双美眸仍旧在打量着他。这么厉害，从哪儿学的？他朱唇轻启，冷淡地问道。今天的事情多亏了杨晨，可想到昨晚的事情，感谢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杨晨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说道：“从小练的，我师父教我的。”苏雅轻轻点头，思绪繁杂。公司遇困境，本来孙有为是他们公司的希望，发生了那种事情，他自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继续合作，麻烦定会接踵而来，他的人身安全是个大问题。刚才杨晨那犀利的手段
他很心动。除了专职司机之外，兼职我的男秘书吧，以后在莹莹的办公室休息，负责保护我的安全和一些生活琐碎事务。有兴趣吗？他收回了目光，清冷地说道。想到昨晚跟着男人做了那种事情，心中说不出的别扭，可眼下也确实没有比杨晨更合适、更靠谱的选择了。男秘书，杨晨眼前一亮，问道：“涨工资不？”苏雅黛眉微蹙，这男人掉钱眼里了。昨晚刚睡了他，竟然还在这讲价。他冷冷地说道：“涨3000。”杨晨顿时欣喜了起来。好，没问题。苏雅冷冷地瞪了一眼，没出息，出去吧，我要工作了。话音落下，便要起身去书桌的位置。杨晨轻轻点头，是，苏总。苏雅刚起身，却猛地眼前一黑，天旋地转。他右手轻抚额头，身体却迅速倾倒，杨晨吓了一跳。苏总，他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伸手扶住了苏雅那倾倒的娇躯。好巧不巧的，他的右手正好按在了那性感的饱满之上。杨晨心头一荡，苏雅哪怕天旋地转，娇躯还是轻轻颤抖了一下。对不起苏总，我不是故意的。杨晨老脸一红，急忙更换手位，搀扶着苏雅缓缓坐下，靠在床头。苏雅心中羞怒，却也晕眩的无心理会。她坐稳了，这才逐渐恢复，抬眸狠狠地瞪了杨晨一眼。不是故意的，她冷冷地说道。杨晨委屈地说道：“苏总，真不是故意的，太远了，不赶紧出手您就摔了。”苏雅银牙紧咬，终究还是说不出什么来了。算了，人都被他睡了，这还算个什么？出去，他冷淡地说道。杨晨轻轻点头，走了2步之后，还是迟疑地转过身来。苏总，您最近太累了，今晚无论如何不能熬夜了，不然明天就危险了，随时会昏过去的。他有些担忧地叮嘱道。苏雅黛眉微蹙，冷声问道：“你这是诅咒我呢？”杨晨无奈：“我诅咒你干嘛啊？我只是从医学的角度分析的而已。你最近超负荷工作，心情焦虑，昨晚的那个药还在体内残留，影响身体机能，你还不好好吃饭，现在已经算病了。”他慢条斯理地解释道。苏雅微微愣神，抬眸凝视着杨晨。医学角度？你还懂医学？他惊讶地问道。本来以为杨晨只是个普通的司机，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多本事。杨晨笑着说道：“跟我师傅学的。”苏雅嫌弃地看了一眼，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江湖郎中罢了。出去吧，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不用你操心。他顿时没了兴趣，收回了目光。杨晨眉头微微皱起，有些不舒服。苏总，我再好心劝你，你瞧不起我可以，但不能瞧不起我的医术和我师傅。算了，爱听不听吧。他没好气儿地说道。话音落下，也懒得理会了，转身便要往外面走去。站住！苏雅抬起头来，杨晨的态度让他很不爽。你是村子里出来的吧？说你师傅是江湖郎中有什么不对吗？你想跟我说你和你师傅医术很厉害吗？那个眼神略显轻视。杨晨拳头握了握，猛地转过身来。苏总最近是不是总喝咖啡？是不是感觉胸闷气短，四肢无力？是不是每天中午都会浑身乏力？他的眼神犀利了几分，接连询问。苏雅目光微微一凝，真有。咱们公司高管谁不喝咖啡？高强度的工作下谁不乏力？就这？他那眸中泛起一抹嫌弃。杨晨咬了咬牙，顾不上许多了，医术的尊严可不能让步。苏总，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什么都说了。他淡淡的说到。苏雅不屑一顾，冷淡的说道：“说吧，我看你能说出什么来。”杨晨缓缓将目光放到了那性感的饱满之上。苏总最近是不是右侧的胸经常刺痛，有的时候甚至半夜疼醒？他淡淡的询问。此话一出，苏雅俏脸上那揶揄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下来。这他怎么知道？他惊讶了。然而还没等多想，杨晨那随意的声音再次响起：“还有，这1个月来，苏总晚上是不是经常用手？”字眼一出，苏雅瞳孔微缩，瞬间花容失色。闭嘴！她瞬间挺直了娇躯，轻咬着嘴唇，眸中满是羞怒的光芒。同时她也惊了，这件事情别人根本没有可能知道，那只能说明杨晨真的是看出来的。他医术真这么厉害？杨晨见状，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苏总，现在相信了吧？他随意道。苏雅缓过神来，她背齿轻咬，美眸之中满是羞臊的光芒。最近确实压力太大了，偶然间发现关键事，她怎么也想不到这种事情竟然还能被别人看出来啊！此刻面对杨晨那得意的目光，无比窘迫。出去！他收回了目光，冷冷地说道。杨晨得意地笑了起来。是，苏总。他转身往外面走去。苏雅那清冷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昨晚和刚才的事情只有你我知道，要是让我从别人嘴里听到什么风言风语，我饶不了你。尽管语气清冷，可杨晨还是从里面听出了不自然。好，放心吧，苏总。他没有回头，迈动脚步离开了办公室。呼，苏雅狠狠地松了口气，松软地躺在了床头上，那倾城的容颜也迅速红润了起来。可恶，怎么连这种事情都被他知道了？杨晨适应了一下新的办公室，不多时下班了。他早早的便将车子行驶到了公司门外。没过多久，一道性感迷人的身影便从公司里面走了出来，容貌倾城，气质卓绝。砰！苏雅带着一阵香风坐在了后排。回别墅。那冰冷悦耳的声音响起。杨晨应了一声，驱车前行。苏雅靠脸上满是冰冷，总是莫名的想要报复一下杨晨，可现在又找不到什么借口。这一路很是安静。没过多久，车子便停在了别墅外面了。苏雅冷冷地看了杨晨一眼。明天7点40准时在这里等我。那冰冷的声音响起。是，苏总。杨晨点头回应。苏雅被齿轻咬，这么走了有些不甘心，却又实在找不到理由教训杨晨。哼，他冷哼了一声，推门下车。杨晨感受到了，他瞥了一眼那曼妙的背影，无奈摇头，驱车离去。苏雅也在往别墅里面走着，脑海中不断的回荡着今天办公室里面发生的一切。羞愤之余，也很是惊讶杨晨的能力。他也没想到，只是招聘个司机，竟然捡到宝了。忽然电话响了，苏雅拿出手机瞥了一眼，接通了电话。怎么了，瑶瑶？他推门进入别墅，随意的问道。尽管语气还是清冷，但是对比跟杨晨说话的态度已经融化了许多。楚瑶瑶那乖巧甜美的声音响起。没怎么呀，你到家了没？苏雅轻轻点头。刚到。楚瑶瑶笑嘻嘻的问道。苏姨，你能把你那个司机的电话号码给我不？我找他有事。苏雅将包包放在沙发上，黛眉微蹙。你找他有什么事？他问道。楚瑶瑶早就想好了说辞，迅速回应道。我今天早上好像有个发卡落在车里了，我想让他给我送来。苏雅倒是也没怀疑。与此同时，杨晨正驱车往公司宿舍的方向行驶而去，他也在思考着苏雅的事情。忽的，电话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杨晨接通了电话。你好。只是话音刚落，一道不满的娇喝声便迅速响起。好你个大头鬼阿豪，不是说好了来接我放学的吗？人家才刚做你女朋友就放我鸽子，到手了就不珍惜了是吧？渣男。杨晨嘴角顿时狠狠地抽扯了几下。楚瑶瑶，啊，不好意思大小姐，我忘了，我都已经快到宿舍了，而且咱们也不是男女朋友吧？他有些头大，本以为楚瑶瑶只是开玩笑，没想到真让他去接呀。不是男女朋友呀，快到宿舍了呀。行，那你回去吧，小心点哈。楚瑶瑶嘴角勾起一抹坏坏的笑容。杨晨感受到了那语气中不同寻常的味道。我小心什么啊？楚瑶瑶坏笑了起来，悠闲地说道。我现在就去说你偷看我上厕所的事情，你说小心什么啊？小心被炒鱿鱼呗。这杨晨心脏顿时用力抽动了2下。楚大小姐，咱能不能别这么玩啊？哼！楚瑶瑶轻哼一声，傲娇地笑道。本小姐乐意，给你10分钟的时间，要是不到，后果自负。嘟！话音落下，电话便直接被挂断了。唉，杨晨收起手机，默默叹息了一声。惹不起啊，工作事小，大不了重新找。但他不想败坏自己在苏雅那边的印象，毕竟那是他第一个女人，他也是苏雅的第一个男人。岷江大学校外，楚瑶瑶单肩背着书包，左手掐着手机，右手抱着肩膀。当看到那急速行驶而来的奔驰之后，嘴角迅速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哼，跟本小姐斗。奔驰停在了面前，楚瑶瑶拉开车门，坐在了副驾驶。哈喽，男朋友，想没想我呀？她笑盈盈地问道。这个称呼让杨晨顿感体内窜过了一股电流。别乱叫啊，大小姐，让苏总知道他会撕了我的。杨晨无奈地说道。楚瑶瑶娇俏一笑，压低了声音道。那咱们偷偷的，不让别人知道。杨晨瞬间无语凝噎。楚瑶瑶见到杨晨那窘迫的模样，很是满意。好了好了，先不逗你了，开车去夜海夜总会，有人等我呢。他轻轻挥了挥手，笑盈盈地说道。夜总会？杨晨疑惑地看了楚瑶瑶一眼，总觉得没什么好事儿。他驱车前行。喂，男朋友，待会儿你跟我一起进去，你得好好配合我哈。楚瑶瑶仍旧笑眯眯地打量着杨晨的侧脸，悠悠说道。配合？杨晨心里面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不只是送去那么简单。配合什么啊？他问道。楚瑶瑶一双美眸之中闪烁着暗示的光芒。男女朋友吗？你说配合什么？
那绝美的容颜上保持着坏坏的笑容，又美又坏，迷人的气息疯狂发散着。杨晨被那坏坏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自在了，刚想回应放心，不会让你白白配合的，我的男朋友，我当然得好好宠着了。说着便抬起美腿，轻轻搭在了仪表台上。杨晨急忙将目光挪向别处，心头怪异。楚瑶瑶得意地笑着，待会儿好好配合呀，配合好了还有奖励。她笑盈盈地说道。话音落下，那美眸之中也闪烁着阵阵金光，愈发感觉这大男生好玩了。杨晨不敢多看，急忙驱车前行。好，那是不是配合完就用不上我了呀？他缓缓说道。他现在只想赶紧摆脱这位难缠的大小姐，要是让苏雅知道了，那完了。苏雅那冰冷的容颜浮现在脑海之中，会是什么后果？他根本不敢想。楚瑶瑶眉头微微蹙起，她忽然抬起那迷人的美腿，跨过档位，直接放到了杨晨的大腿上。吱！杨晨瞳孔骤然紧缩，一脚刹车闷了下去。不是他低头看着那美腿，彻底懵了。那种压迫的感觉让他心脏疯狂跳动。男朋友，你在想什么呀？本小姐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要什么有什么，怎么当你女朋友这么为难你啊？楚瑶瑶撅着小嘴不满地问道。作为宁大的校花，追求者众多，让她很是烦躁。正好昨天接到小道消息，有个她很讨厌的人要跟她表白了，所以这才准备拉杨晨去做这个挡箭牌。只是虽然是利用，但毕竟他没有暴露啊，没想到杨晨还这么不情愿，这让他心里尤为不爽。走到哪儿不是众星捧月，却在杨晨这个阴沟翻船了。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杨晨，美眸之中满是幽怨。杨晨根本不敢动。不为难啊，楚大小姐，是我配不上你，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很清楚的。他急忙找了个理由，笑着说道。哼，这还差不多。楚瑶瑶轻哼一声，心里面舒服了不少。男人嘛，得有追求，知道不？能不能配得上我，你说的不算，别人说的也不算，只有本小姐说的才算。话音落下，绝美的脸蛋上再次露出了娇俏的笑容。杨晨闻言又是一阵无奈，知道楚瑶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行了，先办正事去，做我男朋友的事情给你时间考虑，但是待会儿进去你得先装一下我的男朋友，听到了没？他盯着杨晨的脸嘱咐道。装男朋友杨晨心里面默默叹息一声。好，明白了，装总比真的好。他要是真成了楚瑶瑶的男朋友，他不敢想象苏雅会是什么心情。大小姐，你的腿。杨晨低头看着那仍旧搭在他大腿上的美腿，心脏古怪地跳动着。楚瑶瑶美眸之中流光婉转，本来只是见到杨晨帅气又老实，才让他来做这个挡箭牌的，现在却忽然发现这个大男生好像真的不太一样，至少这份自知之明很多人没有。他也愈发的喜欢挑逗杨晨了。我的腿怎么样，美不美？他坏坏的笑着，满脸的傲娇。杨晨嘴角微微抽扯几下，说道。当然美，咱们要出发了，是不是该拿下去了？楚瑶瑶气的撅了撅小嘴。他非但没有把腿拿下去，反而将另外一条腿也搭在了上面，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侧着身子靠在了车座上。拿下去做什么？你不享受吗？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男女朋友，所以别客气。开车。话音落下，不给杨晨反驳的机会，轻轻闭上了眼睛。杨晨见状，心中一阵无语凝噎。唉，造孽啊！杨晨默默叹息了一声，驱车前行。终于，他将车行驶到了夜海夜总会外面了。到了大小姐。杨晨将车停下，不自然地说道。楚瑶瑶一双美眸缓缓落在了杨晨那略显红润的脸上，嘴角勾起得意的弧度。二人下车了。楚瑶瑶上下打量了一眼，面容英俊，身材匀称，西装白衬修饰着那匀称的身材，虽说气质差了点，但也还不错。走了，男朋友。她满意的笑了起来，对着杨晨轻轻勾动手指。杨晨迈步上前，二人并肩往夜总会里面走了进去。男朋友，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好好配合。他嘴角噙着笑意，随意的说道。杨晨一阵无奈。好，配合。楚大小姐，那我好好配合，上厕所这事儿是不是就能过去了？楚瑶瑶掐着下巴沉吟了一下。行吧，好好配合，偷看我上厕所的事情就翻篇了。她娇俏的笑道。杨晨暗中狠狠地翻了个白眼，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情，被你说的好像真有这么回事似的。他也懒得理会，只想赶紧过去。不多时，楚瑶瑶便已经带着杨晨来到了包厢外面了。他侧头瞥了杨晨一眼，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他推开包厢门，走了进去。包厢里面7、8个青年男女已经正在嗨皮之中了，啤酒果盘，欢声笑语。楚瑶瑶的出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所有男生眼睛瞬间明亮了起来。
尤其是坐在沙发中间的那个穿着名牌西装的俊朗青年，脸上迅速露出了激动的表情，但是很快，他们眸中的光芒便暗淡了下去。楚瑶瑶是来了，但是怎么还带个男人进来的？这小子谁啊？几个青年皱起眉头，警惕地盯着。瑶瑶，你怎么才来啊？等你半天了，让你坐我车你不坐。有2个女生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迎了上去。杨晨瞥了一眼，其中一个长相一般，但是说话这个却漂亮得很。白皙的肌肤吹弹可破，高挺的鼻梁，诱人的红唇，标致的脸型，精致的五官，一双美眸中透着犀利的光芒。齐肩的短发显得她整个人英姿飒爽，身材不算苗条，但是那微微的肉感更显迷人，格外性感。她叫韩琪琪，是楚瑶瑶的闺蜜，哪怕比不上楚瑶瑶这般倾城绝世，但是在人群里面已经是顶级的美女了。楚瑶瑶娇俏一笑，说道：“有点事情耽搁了，不是说了不用等我吗？”她带着2女坐在了沙发上，其他几个男生却还在目光灼灼地盯着杨晨。韩琪琪瞥了杨晨一眼：“瑶瑶，怎么还把你的司机带进来了？”她疑惑地问道。那西装打领的青年顿时狠狠地松了口气，旋即眸中闪过一抹不屑的光芒。原来只是个司机。其他几个青年也放松了下来，瞬间没了兴趣，一道道灼灼的目光都放到了楚瑶瑶跟韩琪琪身上。楚瑶瑶知道瞒不住，以前韩琪琪见过杨晨，小姨怕我喝多，让她来盯着我的。来，坐吧。她解释了一句，便对杨晨招了招手。杨晨轻轻点头，坐在了最边缘的拐角位置，没当回事。瑶瑶啊，可算把你给盼来了，你来晚了，可得罚酒一杯，我给你倒上。那西装打领的青年站起身，攥着自己喝过的啤酒瓶便走了过来，笑盈盈地说道。其他几个男生对视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楚瑶瑶瞥了一眼，黛眉微蹙，俏脸上瞬间满是嫌弃的表情。杨建明，你脏不脏啊？用你喝过的酒瓶给我倒酒，恶心不恶心啊？他伸出白皙的小手捂着酒杯。杨建明愣在原地，脸上瞬间露出了尴尬的表情。啊，不好意思，我拿错了。拿错了。他只好重新打开了一瓶新的啤酒，准备给楚瑶瑶倒酒。楚瑶瑶仍旧蹙着眉头，她想找理由拒绝杨建明的酒，却又不想太直白。杨家家大业大，不好得罪，这也是他必须找挡箭牌的根本原因。他倒是无所畏惧，主要害怕给苏雅惹麻烦。忽然，另外一个酒瓶伸了过来，倒我的吧。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是韩琪琪。楚瑶瑶眼前一亮，迅速将酒杯端了过去。好。杨建明见状眉头皱起，有些怒意，只是倒酒的人是韩琪琪，他也没法多说。他只能将那啤酒瓶放在茶几上面，坐了回去。楚瑶瑶抬眸跟韩琪琪对视一眼，2女相视一笑。韩琪琪自然知道楚瑶瑶不喜欢杨建明的事情。很快聚会便彻底开始了，有人喝酒，有人唱歌，欢声笑语不断，唯有杨晨被晾在了一旁。他倒是也没当回事，用不上更好。转眼间楚瑶瑶3瓶啤酒下肚了，有些微醺，小脸蛋上满是醉人的红润，更显魅惑。其他人的目光时不时地看向杨建明，杨建明同样激动万分，憋着大招等着表白呢。酒过3巡，时机已经差不多了，他跟其他几人眼神交流了起来。始终默默观察的楚瑶瑶察觉到了异常，黛眉微蹙。本来杨晨是他逼不得已的手段，能不用就不用了，现在看来得用。琪琪，我去个卫生间。他站起身来，迈动那迷人的黑丝美腿，便要出去。只是还没等走出去几步呢，一阵晕眩的感觉便迅速从脑海中浮现。他抬起小手轻抚额头，娇躯微微晃动，有些站不稳了。韩琪琪眉头蹙起，杨建明手疾眼快，起身便往楚瑶瑶那边冲了过去。瑶瑶，他惊呼一声，伸手便要揽着那性感的娇躯，满脸担忧，实则激动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韩琪琪想要阻止，也已经来不及了。其他人脸上则是写满了兴奋，默默看戏，表情很是暧昧。楚瑶瑶恍惚间看到了冲过来的杨建明，她慌了，你别碰我！她娇喝一声，只是杨建明却没有丝毫的停顿。楚瑶瑶被齿轻咬，只能尽可能的往后躲闪，想要避开。那晕眩的感觉下，娇躯瞬间失去了平衡，往后面倒了下去。杨建明激动异常，瑶瑶别怕，我在呢。他低沉的一声低喝，很是帅气的从茶几上一跃而过，做事便要将楚瑶瑶搂住，上演一番英雄救美的大戏。楚瑶瑶焦急万分，却无计可施。千钧一发，忽然楚瑶瑶感觉自己倒下去的娇躯跌进了一双强有力的臂膀之中，她心头一颤，被杨建明抱住了。只是定睛看去，这才发现杨建明的身形已经戛然而止了，正站在身前不远处，脸上担忧的表情也已经凝固了下来。咦？楚瑶瑶有些惊疑，抬头望去，这才发现杨晨那俊朗的容颜就在面前。
他瞬间心头一喜，男朋友啊男朋友，手脚挺麻利吗？没事吧？杨晨嘴角噙着一抹浅浅的笑意，说道。楚瑶瑶脑海中那晕眩的感觉也已经消失了，用力摇了摇头，没事的，还好你反应快。她脸蛋上迅速露出了一抹娇俏的笑容。这周围众人见状纷纷愣神，韩琪琪跟另一个闺蜜脸上都露出了茫然的表情。什么情况？向来对男人不屑一顾的楚瑶瑶，竟然对这个小司机笑得这么甜。咯吱吱，杨建明站在原地，拳头紧握，表情已经阴沉了下来。这么好的英雄救美的机会，竟然被这个司机给破坏了。草杨晨轻轻用力将楚瑶瑶给扶了起来，楚瑶瑶若有深意地看了杨晨一眼，这才继续迈动脚步走向了卫生间。韩琪琪好奇地打量着杨晨，杨晨倒是没注意到，刚想回去，一道阴冷的声音忽然从身后响起：兄弟，反应挺快啊。赞赏的话却是无比沉重的语气。杨晨感受到了敌意，还行。他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意，坐在了沙发上。杨建明眯着眼睛，那随意的态度更是让他心中尤为不爽。一个小司机，没人叫你在外面工作要有点眼力吗？这种地方是你一个司机能进来的吗？没赶你出去是在给瑶瑶面子，明白吗？他阴冷凝视，目光犀利。杨晨摇头轻笑，你给我们大小姐面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反问道。韩琪琪闻言眉头一挑，美眸中闪过一抹惊讶的光芒。杨家地位不低，他没想到这小司机竟然敢这么跟杨建明说话。杨建明怒火疯狂升腾，你跟我说话呢？他眯着眼睛，眸中寒芒爆闪。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本来对装男朋友这件事情没什么兴趣的，既然杨建明这个态度，那他可有兴趣了。刚想回应杨少跟一个司机过不去做什么，这有点以大欺小了呀。忽然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是韩琪琪在给杨晨解围。哼！杨建明冷哼一声，狠声道：小子，以后长点眼睛，司机就该有司机的觉悟。话音落下，这才沉着脸走了回去。杨晨没有搭理他，倒是有些惊讶了起来。这杨建明明显地位很高，却这么听韩琪琪的，这韩琪琪好像不简单呀。他看了韩琪琪一眼，本想感谢一下，可惜韩琪琪却并没有看他，他也没当回事。不多时，楚瑶瑶从厕所里面出来了，不能喝了，已经醉了，头好疼。他揉着小脑袋，只是那眸中却已经开始金光闪烁了。杨建明要表白了，他只能开始计划了。韩琪琪拿起了一根香蕉递了过去，笑着说道：给，吃点吧，光喝酒了。楚瑶瑶接过香蕉坐了下来，右边是韩琪琪，左边不远处就是杨晨。杨建明提起一口气，准备行动了。其他人眼神之中也纷纷闪烁着金光，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起哄了。杨建明刚想起身移，好难吃呀，不甜。楚瑶瑶吃了一口香蕉，脸蛋上露出了嫌弃的表情。韩琪琪笑着说道：不好吃就扔了吧。楚瑶瑶那美眸中金光一闪，扔了多浪费啊，给你吃。说着便直接将手中的香蕉伸到了杨晨的面前。这个举动让包厢里面所有人的表情都瞬间凝固了下来。杨建明提起的那一口气瞬间卡住，其他人也纷纷瞪大了眼睛，一个个眼神之中尽是迷茫。韩琪琪跟另外一个闺蜜都捂着小嘴，满脸震惊。楚瑶瑶眼神暗示着杨晨瞥了杨建明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好，他应了一声，张开了嘴巴。楚瑶瑶见到杨晨配合，也顿时放松了下来，满面笑意的将香蕉塞进了杨晨的嘴巴里面。她还有点担心杨晨害怕杨建明的势力，不敢配合呢。现在放松了，杨晨大口的吃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楚瑶瑶吃过的缘故，这香蕉感觉格外香甜。咕咚，周围响起了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所有人都懵了，尤其是杨建明，脸上已经满是木讷的表情了。刚才他用自己喝过的啤酒瓶给楚瑶瑶倒酒，被那么嫌弃，现在楚瑶瑶自己吃过的香蕉就这么水灵灵的塞杨晨嘴里了，所有人大脑都短路了。楚瑶瑶歪着头娇俏的笑道：好吃不？杨晨轻轻点头，好吃。楚瑶瑶脸蛋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是吗？话音落下，便在众人那惊愕的眼神中张开了那樱桃小嘴，又吃了一口香蕉。不是所有人感觉小脑都要萎缩了，这尼玛韩琪琪那美眸之中都满是震惊的光芒了。咦，怎么你吃过之后就变甜了呢？楚瑶瑶丝毫没有理会，脸蛋上始终噙着那一抹迷人的笑意，悠悠说道。那迷恋的小表情，杨晨都有点扛不住了。迷人的小妖精啊，好吃就多吃点。杨晨笑着说道。楚瑶瑶乖巧的点头，好。哎呦，不行了，头好疼呀，你帮我按呗。
他撅起小嘴，眼巴巴地看着杨晨。这倒不是装的，是真的疼。杨晨笑着回应道：好啊。刚想上前，楚瑶瑶却直接转动身体，平躺在杨晨的大腿上面，轻轻闭上了眼睛，嘴角扬起一抹笑意。来吧，按吧。他甜甜地说道，很自然的模样。好。杨晨心头别扭，应了一声，抬起手在楚瑶瑶的小脑袋上开始轻轻按揉了起来。只是一下，楚瑶瑶顿时发出了享受的声音。杨晨心无旁骛，轻轻按揉着。咕咚，周围众人艰难地吞咽口水，神色迷茫。杨建明已经缓过神来，拳头紧握，阴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杨晨，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他想不明白，对男生向来百般疏远的楚瑶瑶为什么会躺在这个臭司机的大腿上，还吃了他吃过的香蕉。呼，他艰难地调整着呼吸，心中的烦躁根本无法控制。啪啪，他用力地拍动了2下巴掌。咔，包厢里面灯光熄灭，不少人迅速开始行动了起来。韩琪琪抱着肩膀坐在沙发上，摇头轻笑。都已经这样了，还要表白？楚瑶瑶黛眉微蹙，心中瞬间便开始厌恶了起来。咔，很快灯光亮起，并不是灯光，而是摆放在地面上的蜡烛，此刻摆成了心形，中间还摆放着一大堆的玫瑰花。摇摇，杨建明故意发出了磁性的声音，站在了心形中间，手捧玫瑰花，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为了今天，我已经准备很久了。我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话音落下，单膝跪地，同时将玫瑰花高高举起，那脸上满含深情。他早就摸清了楚瑶瑶的心态，知道她肯定没办法拒绝，但是没关系，只要同意，那他就有办法一点点将楚瑶瑶彻底拿下。本来还准备了很多深情的话，现在被杨晨给刺激的根本不想说了。在一起。那些早就准备好的几个青年激动地站起身来。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他们开始起哄。韩琪琪黛眉微蹙，却也没办法多说什么。杨建明深情的凝望，心头却冷笑不止。你能怎么拒绝？那一声声的起哄已然让杨建明的心脏动了起来。你们干什么呢？开灯，快开灯！楚瑶瑶那愤怒的呼喊声响起。起哄的众人见状微微愣神，刚才摆蜡烛的工作人员们开了灯，只见楚瑶瑶已经坐了起来，俏脸上带着怒意。韩琪琪那疑惑的目光也放到了楚瑶瑶的身上，她也好奇这局怎么解。怎么了瑶瑶？杨建明疑惑地问道，心中却没有任何的波澜。楚瑶瑶能说出来的所有理由，他都已经想好了如何回应。楚瑶瑶粉拳紧握，气得小脸通红。杨建明，你怎么这样呀？你太过分了吧！他指着杨建明娇喝道。周围众人都懵了。杨建明满脸不解，问道：啊，瑶瑶，我喜欢你啊，我太喜欢你了，所以才跟你表白，这有什么过分的啊？其他所有人那不解的目光都在盯着楚瑶瑶。楚瑶瑶紧咬着银牙，愤愤地说道：当着我男朋友的面跟我表白，杨建明，你把我男朋友当什么了呀？杨晨看着那气鼓鼓的小脸蛋，笑了起来，生气都这么可爱。然而此话一出，却让整个包厢内所有人的大脑都宕机了。韩琪琪捂着小嘴，美眸之中满是不可思议的光芒，惊呆了。咕咚，杨建明嘴角顿时狠狠地抽扯了起来。不是，这开什么玩笑？很快他脑海中便灵光一闪，瑶瑶，你开什么玩笑？刚才韩小姐都说了，这是你的司机啊，怎么变成男朋友了？杨建明站起身来，语气沉重地说道。他已经明白了，这杨晨绝对是楚瑶瑶找来的挡箭牌，这就合理了。楚瑶瑶蹙着眉头回应道：司机怎么啦？我喜欢呀，我又不搞什么门当户对那一套，我们前2天就已经在一起了呀。此话一出，众人那迷茫的目光齐刷刷地放到了杨晨的身上，这小子配当楚瑶瑶的男朋友？开玩笑！那几个青年的目光瞬间便仇视了起来，冷冷地看着杨晨，眯着眼睛。既如此，那就只能撕破脸面来硬刚了。瑶瑶，谁不知道你对男生向来疏远，学校里那么多优秀的男生追你，你都没有心动过，怎么可能会喜欢一个司机？即使你不喜欢我，也没必要找这么个货装男朋友来拒绝我吧？这是在作践你自己，多败坏你的名声啊！他阴冷地看了杨晨一眼，低沉地喝道。此话一出，众人思绪瞬间通畅。原来如此，合理，合理。他们纷纷冷笑了起来，眼神之中闪烁着戏谑的光芒。楚瑶瑶黛眉微蹙，什么装男朋友？他就是我男朋友啊，我喜欢他，这有什么作践我自己的？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不是一种享受吗？还有，什么叫这个货？杨建明，你尊重点，我男朋友好不好？他俏脸上带着怒容，冷声回应。
杨建明呼吸都急促了起来。瑶瑶，你当我们傻吗？明眼人谁看不出来，他就是被你拉来做挡箭牌的。你不喜欢我就直接拒绝我，何必找这么个理由来恶心我？他沉声喝道，脸上也故意露出了怒容。现在苏雅的雅运集团正是濒临倒闭的关键时刻，他坚信楚瑶瑶不敢惹怒他。楚瑶瑶抿着嘴角，无奈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脸上。亲爱的，他们不相信咱们是男女朋友怎么办？他悠悠说道。那个称呼让杨建明的心头一阵刺痛，对杨晨的恨意更加浓烈了。杨晨看着那幽怨的小脸蛋，一阵心动。这小丫头实在是有点太迷人了。他们爱信不信呗，咱们两个好好甜蜜不就行了？他笑着回应道。咯吱吱，杨建明嘴巴里面顿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声响，恨透了。其他人紧紧地盯着。楚瑶瑶轻轻白了一眼，嗔道：那怎么行？这么多人看着呢，我得证明我没有说谎呀。要不咱们证明一下。话音落下，那美眸之中金光闪烁着。杨晨愣了一下，怎么证明？楚瑶瑶俏脸微红，嗔道：就是平时咱们在车里做的那件事情，来一下。话音落下，俏脸上满是羞涩的小表情，格外迷人。车里这两个字落入众人的耳朵里面，瞬间浮想联翩。杨建明紧攥着拳头，强忍怒意。杨晨脸上都露出了错愕的表情。哪件呀？哼！楚瑶瑶娇哼一声，嗔道：讨厌，明知故问，坏蛋。那我来啦。杨晨还没缓过神来呢，便见到楚瑶瑶站起身来，直接迈开那迷人的美腿，坐在了杨晨的大腿上，白皙的小手捧着杨晨的下巴，近在咫尺，呼吸交织。周围众人见状，瞳孔顿时微微一缩，神色木讷。杨晨心脏也疯狂跳动。不是，来真的。未曾多想，便见到那绝美的容颜迅速逼近，那诱人的红唇带着一阵温热的呼吸触碰在他的嘴唇上。杨晨忍不住瞪大了眼睛，那股躁动瞬间从体内浮现，他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亲嘴，竟然直接亲嘴！轰！杨建明脑海中轰然炸响，呆愣在原地，眼珠子都已经快瞪出来了。他思绪一片空白。楚瑶瑶也没有办法，想堵住杨建明的嘴，只能一步到位。好在杨晨这个男人他并不反感，哪怕现在已经亲吻在一起了，心中也并没有出现什么嫌弃的感觉。二人嘴唇还在触碰着，他感受着杨晨那绷紧的身体跟火速升温的面庞，心里面忍不住轻哼了一声。本小姐的初吻，哎，便宜你了。韩琪琪跟另外一个闺蜜满脸震惊地盯着，眼神之中尽是不可思议的光芒。不是挡箭牌。整个包厢里面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楚瑶瑶抱着杨晨的身躯，嘴唇触碰，心形的蜡烛燃烧，衬托出温馨美妙的氛围。许久，唇分。楚瑶瑶俏脸微微红润，抬眸跟杨晨对视了一眼。杨晨仍旧凌乱着。杨建明现在相信了没？楚瑶瑶扭头问道，只是那娇躯却仍旧坐在杨晨的大腿上，上半身轻轻贴靠。杨晨已经懵了，还沉浸在那一吻当中。周围众人如梦方醒。咯吱吱，杨建明紧咬着后槽牙，身体都在高频颤抖。他狠厉的目光凝视着杨晨，万万没想到筹谋良久的表白竟然被一个臭司机给破坏了。是真是假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楚瑶瑶的吻啊，他恨透了。信，我信。他攥紧拳头，阴狠回应。楚瑶瑶闻言，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痕迹略重，但是不重要。他只需要将杨建明的这次表白应付过去就可以了。亲爱的，他信了，那咱们就不继续了。待会儿去车上咱们再。他那激动的小眼神放到了杨晨的脸上，话说一半便露出了不对劲的表情，话锋一转道：啊，没事，我什么都没说。他也迅速从杨晨的身上下来了，坐在一旁，那小脸蛋上满是羞涩。杨晨见状，心脏又是一阵疯狂跳动，脑海中不自觉的便浮现出各种醉人的画面。妖精啊，他努力的平复着自己的思绪。假的，都是假的。周围青年那一道道嫉恨的目光纷纷聚集到了杨晨的脸上。这个臭司机凭什么？呼哧呼哧，杨建明脑海中也有画面了，喘息粗重，眼睛都已经有些泛红了。他心心念念的女人啊！很快，那狠厉的目光便死死地盯着杨晨，心中怒意滔天。楚瑶瑶感受到了，眸中闪烁着得意的光芒。气死你！你那熊样也想追本小姐？做梦去吧！不行了，喝多了。亲爱的，要不咱们回家吧？我已经等不及啊，不是，我已经晕乎乎的了。楚瑶瑶抬手挽着杨晨的手臂，柔软的娇躯迅速贴靠了上去，扬起脸蛋悠悠说道：咯吱吱。周围再次响起了一片咬牙切齿的声音，那群青年要嫉恨炸了。杨晨被那撒娇般的小表情又惊艳了一下。好啊！
他忍着体内的躁动，浅笑着说道。楚瑶瑶拉着杨晨便要起身，杨建明心头一急，低沉道：瑶瑶，酒还没喝完呢，这什么急啊？咱们这关系，你的男朋友我们还得好好认识认识呢。那目光狠厉，演都不演了。楚瑶瑶黛眉微蹙，不满地说道：杨建明，你别乱说啊，咱们只是同学关系，还有，你能不能叫我全名啊？你这么叫我，我男朋友会吃醋的，他可难哄了。那撅着小嘴的模样，娇俏又可爱。当然，这份可爱是在杨晨的视角里面，杨建明已经要气炸了，只是他还偏偏挑不出什么理来。好，楚瑶瑶，这次行了吧？可以留下来让我们认识认识你男朋友了吗？他强忍着心中狂躁的怒火，低沉道。楚瑶瑶思索着如何拒绝，忽然杨晨那清朗的声音响起：认识的机会多的是，今天瑶瑶不能待了，我们苏总下了死命令了，让我看着瑶瑶不能喝多，她已经醉了，我只能带她回去了。下次，他嘴角噙着一抹浅浅的笑意，目光随意，从容不迫。楚瑶瑶有些惊讶，韩琪琪这才正眼打量了杨晨一下，嘴角勾起一抹轻微的弧度。这小司机挺勇呀。杨建明拳头紧握着，阴冷道：小司机只是让你留下来认识认识而已，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吗？对他来说，今天是奇耻大辱，自然不能让杨晨就这么轻易的离开。杨晨跟他对视着，这小子怎么看怎么不爽。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说道：作为瑶瑶男朋友的身份，你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但是我个人来说是很不想给你面子的。他隐隐能猜到楚瑶瑶的顾忌，所以自然要将楚瑶瑶给剥离出去。此话一出，众人纷纷愣神。楚瑶瑶诧异地看着，没想到杨晨会说出这种话来。韩琪琪美眸中满是惊奇，杨建明瞳孔微缩，怒火更甚，冷声质问道：你这是在嘲讽我吗？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嘲讽谈不上，只是纯粹的看不上你而已。如果不是碍于瑶瑶跟你的同学关系，我还真忍不了你这张驴脸。他脸上带着天真纯洁的笑容，如实说道。他明白杨建明不甘心放他走，索性就直接给杨建明一个理由。话音落下，众人惊了，不是这小子疯了？所有人眼神之中都满是迷茫跟不解，他怎么敢的？楚瑶瑶那美眸之中也满是错愕，计划里面也没有这部分内容啊，他干嘛呀？呵呵呵呵，杨建明怒极反笑，眼神之中瞬间满是凌厉的光芒。驴脸，你骂我呢？好，那今天这件事情跟瑶瑶没有关系，你骂我，我他妈也忍不了。他攥紧拳头，低沉一喝。楚瑶瑶懵了。杨晨笑盈盈地问道：确定跟瑶瑶没关系？你可别到时候把对我的不满牵扯到瑶瑶身上，你们这帮富二代说话我可信不着。杨建明阴狠地狞笑着。放心，打你我怎么会有不满呢？瑶瑶，这可是你这位男朋友说跟你没关系的，他骂我，那可不能怪我不给你面子了。韩小姐也在呢，正好给做主。今天晚上的事情跟瑶瑶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恩怨而已。小子，你他妈敢吗？话音落下，狠厉的目光死死地凝视着杨晨。楚瑶瑶贝齿轻咬，推搡了一下杨晨的手臂。亲爱的，你干嘛呀？你疯了啊？声音不大，但也清楚地传入了众人的耳朵里面。杨建明狞笑更甚了。杨晨笑盈盈地回应道：瑶瑶，没事的，当着我面跟我的女人表白，这纯粹是没把我当人啊，作为男人这怎么能忍？这楚瑶瑶迷茫地看着，彻底蒙圈了。杨晨想教训杨建明，他肯定没意见，但这不找死呢吗？这是人家的地盘啊。他朱唇轻启，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杨建明不想给机会，阴狠一笑，说道：韩小姐，能不能给做个公证人啊？杨晨眉头一挑，有些惊讶。他更确定了，这韩琪琪身份肯定不简单。韩琪琪黛眉微蹙，他疑惑地瞥了杨晨一眼，便将目光放到了楚瑶瑶的身上。楚瑶瑶不知所措，有些迷茫。杨晨笑着说道：瑶瑶，怎么不相信你的男朋友啊？放心吧。楚瑶瑶贝齿轻咬，虽然不解，但她感受到了杨晨的自信。她对韩琪琪轻轻点头。韩琪琪眸中金光一闪，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好，那我就做这个公证人。今天是你们两个之间的恩怨，跟瑶瑶无关。她淡淡的说道，话音清脆，很是干练。那几个青年瞬间激动了起来。杨建明内心狂喜，脸上尽是狠厉的笑容。好，小司机，你他妈不想忍我是吧？这回不用你忍了。骂我驴脸，很多年都没有人骂过我了，不教训教训你，本少的脸还他们往哪儿放？来人！他一声暴喝，中气十足。噔噔噔，话音刚落，外面便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只见6个西装大汉从外面冲了进来，一个个身强体壮，表情凶悍，让本就不大的包厢瞬间变得拥挤了起来。杨晨淡淡的说道：“还带叫人的？”楚瑶瑶跟韩琪琪都无语了起来。不然呢？周围众人纷纷醒悟，这脑残还以为单挑呢。他们脸上纷纷露出了嘲弄的笑容，满脸不屑。杨建明轻蔑一笑，疑惑地问道：“你傻逼，让我堂堂杨家少爷跟你一个底层的臭司机动手，你他妈配吗？”杨晨笑着摇头：“小司机，今天就他妈让你知道不长眼是什么下场。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司机要有司机的觉悟。给我打！”话音落下，那群壮汉迅速奔着杨晨围拢了过去。这楚瑶瑶焦急地看着，不知所措。韩琪琪无奈地看了杨晨一眼，心中有些嫌弃，伸手便将楚瑶瑶给拉扯了过来，懒得理会。杨建明站在原地，满脸狞笑。其他几个青年同样冷笑不止，眸中满是嘲弄的光芒。纯找死！顷刻间，2个壮汉便已经到了杨晨的面前。楚瑶瑶轻轻闭上了眼睛，有些不敢看了。杨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忍了半天了。他脚下发力，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拳头猛地挥起。那2个壮汉压根没想到杨晨还敢还手，有些愣神。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砰砰，那骨节分明的拳头从2人的脸上横扫而过。啊！2道痛苦的哀嚎声同时响起，瞬间倒地不起。杨晨跳跃而起，旋转身体一个勾脚，甩在了一个壮汉的脖颈上面。壮汉瞬间狠狠地趴在了地上，哀嚎不止。另外一个壮汉的拳头到了，杨晨眯起眼睛，侧身闪避，同时迅速贴靠，扬起手肘，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他脚踩茶几，飞身而起，一个回旋踢，脚尖从最后2个壮汉的头上一扫而过。砰砰！啊！那沉闷的撞击声跟痛苦的哀嚎声几乎同时响起。不到1分钟，6个壮汉纷纷倒地不起，一个个痛苦地扭动身躯，哀嚎不止。啪啪！杨晨轻轻拍打了一下手掌，看向杨建明，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静！整个包厢里面瞬间死一般的寂静。那群青年脸上不屑的表情已经凝固了下来，表情呆滞。杨建明那满脸的狞笑也已经石化了下来，嘴角微微抽扯，眼神之中满是木讷。不是，这玩呢？开什么玩笑呢？韩琪琪小嘴微张，那美眸之中同样满是震撼的光芒。他这么厉害，本来还觉得杨晨是自己找死，现在才明白原来人家是有底气啊。这司机不简单啊。楚瑶瑶轻咬着嘴唇，根本不敢看了，心中满是责怪。本来完美收场，这杨晨干嘛呀？未曾多想，还有人没人，我可打你了。忽的，杨晨那清朗的声音再次从包厢内响起。这楚瑶瑶微微愣神，旋即娇躯猛猛一颤。她豁然抬头，这才骇然地发现6个壮汉倒在地上痛苦哀嚎，反观杨晨却如同没事人一样站在原地，戏谑地笑着。一股电流迅速从楚瑶瑶体内窜过，她惊呆了。杨晨迈动脚步往杨建明那边走去。咕咚！杨建明艰难地吞咽口水，清醒了过来，迷茫地往后倒退着。你干什么？我是杨家的少爷，你敢打我？你啪！啊！杨建明那嚣张的话语被杨晨一个耳光给终结了。他捂着脸趴在了地上，嘴角一片血迹。杨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我管你杨家还是牛家的，看你不爽很久了知道吗？当我面跟我女朋友表白。杨建明是吧？记住了，再敢招惹我女朋友，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今天先浅浅的教训一下。话音落下，目光骤然狠厉，直接一脚狠狠地踹了过去。啊！哦！很快，包厢内便只剩下了杨建明那凄厉的哀嚎声。那群青年满脸畏惧，谁也不敢上前。5分钟，杨晨带着楚瑶瑶等人离开了包厢。杨建明倒在地上，脸上满是血迹，艰难喘息，狼狈至极。很快到了外面了。楚瑶瑶一双美眸默默打量着杨晨，心中仍旧满是惊喜的感觉。她怎么也没想到杨晨身手竟然这么好，好帅啊！可惜杨晨怎么把那群壮汉打趴下的他没看到，那得多帅啊！韩琪琪那清脆悦耳的声音拉回了他的思绪。瑶瑶，这真是你男朋友吗？这个问题让楚瑶瑶愣住了。本来就只是让杨晨来做一下挡箭牌而已，这件事情自然不会瞒着2个闺蜜。只是现在这么厉害的男朋友，太长脸了呀。她伸手轻轻抱住杨晨的手臂，娇俏一笑，说道：对啊，厉害吧？那绝美的脸蛋上满是得意的笑容。杨晨也没想到楚瑶瑶连闺蜜都骗，但也没有拆穿，手臂上那种柔软的触感让她有些心猿意马。这身材有料呀。
他们一行人缓步前行，往停车的位置走去。韩琪琪闻言诧异了起来，思索着。另外一个闺蜜李玲用力点头，激动地说道：“好厉害啊！刚才我都惊呆了。瑶瑶，你什么时候找的这么厉害的男朋友啊？竟然都不告诉我们。”楚瑶瑶得意地笑着：“刚在一起没几天吗？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呢。”韩琪琪若有所思地看着，刚才包厢里面楚瑶瑶的反应，可不像是知道杨晨很厉害的样子。是挺厉害，我爸爸那么多打手，我都没见过这么能打的。他没多问，笑着说道，美眸也再次打量了杨晨一眼。楚瑶瑶笑得更加开心了：“琪琪，你可不怎么夸人呀，看来我眼光还不错嘛。而且琪琪，我男朋友可不只是能打呀，他医术还很厉害呢。你不是腰疼总不好吗？找机会让我家晨晨给你看看，没准药到病除呢。”韩琪琪的夸奖让楚瑶瑶有些飘飘然了，无比享受。李玲惊讶地看着韩琪琪，那俏脸上同样露出了意外的表情。还会医术？她惊讶地问道。杨晨心中有些无奈，这么下去楚瑶瑶要怎么收场啊？楚瑶瑶却已经完全沉浸在那得意洋洋的情绪中了。当然啦，她医术可好了。韩琪琪再次深深地打量了杨晨一眼。好，再说吧，我腰疼的事情已经跑了很多个医院了，根本没效果，我已经不抱希望了。虽说惊讶，却也并没有当回事。杨晨太年轻了，即使医术好，又能好到哪里去？只是这个敷衍的话让楚瑶瑶很是失望，她还想炫耀呢。晨晨，琪琪她前几年出过一场车祸，从医院出来之后就有了腰疼的毛病，这种能治吗？她挽着杨晨的手臂，抬头询问。韩琪琪黛眉微蹙，却也没有多说什么。杨晨愈发的无奈了，只是楚瑶瑶都已经说话了，他也只能回应。骨头的问题吗？他随意的问道。韩琪琪沉吟了一下，没什么兴趣，却也不好不回答。不是，拍的片子显示骨头没问题。他散漫的说道。杨晨感受到了，同样也没什么兴趣。既然不是骨头，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他淡淡的说道。韩琪琪轻笑着摇了摇头，有些无奈。宁江中医协会的副会长都已经亲自给他诊断过了，没有效果。这杨晨既然说没什么大问题，哪来的自信？本来对杨晨印象还不错的，现在却有些嫌弃了。他鼻子里面发出了一道声音，没有回应。楚瑶瑶撅起小嘴，很是不爽。她轻轻晃动了两下杨晨的手臂，眼神暗示着。杨晨无奈地笑着，是不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会疼，其他时候没什么反应？他问道。楚瑶瑶瞬间期待了起来。韩琪琪轻轻摇头，不是。楚瑶瑶轻轻撅起小嘴，很是失落。杨晨继续前行，目视前方，随意地说道：“啊，那就明白了，是不是经常会半夜忽然刺痛一下，大概10分钟左右，疼痛消退，然后每次忽冷忽热的时候，腰部持续隐痛？”楚瑶瑶不敢抱太大希望了。然而此话一出，韩琪琪那前行的脚步瞬间停顿，错愕的目光迅速放到了杨晨的侧脸上。他惊了，本以为楚瑶瑶只是在吹嘘炫耀，毕竟始终都是这个性格，他没当回事。他没想到竟然真的被杨晨说中了。半夜疼醒的事情他可从来都没跟任何朋友说过，杨晨怎么知道？中医协会的副会长都看不出来，是他主动说的。这杨晨竟然能看出来。他呆愣地站在原地，美眸之中满是震撼的光芒。楚瑶瑶见状心头狂跳，说中了，杨晨真这么厉害？我去捡到宝了呀。对，那能治吗？他那眸中不知不觉便闪烁着灼灼的光芒，清脆的声音都柔软了几分。病痛太过折磨，他已经好几年没有睡过舒服的一整觉了，已经绝望了。杨晨的话却点燃了他心中已经熄灭的火光，他紧张又期待。杨晨轻笑一声说道：“能治呀，小问题。”这此话一出，韩琪琪娇躯都轻轻颤抖了一下。刚才他会认为是杨晨狂妄自大，可是现在他没有理由质疑。真能治好吗？他强忍着心中的波动，笑着说道：“好，那等有时间能帮我看看吗？”那个笑容，那个语气。楚瑶瑶轻轻咬着嘴唇，扬起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那叫一个得意啊。这次的态度，杨晨也还算满意好。他轻轻点了点头。楚瑶瑶又得意洋洋了几句，便将杨晨的电话号码给了韩琪琪。不多时，救护车来了，韩琪琪跟李玲都回去了，杨晨载着楚瑶瑶赶往别墅。楚瑶瑶窝在车座里面，目光灼灼地盯着杨晨，眸中满是惊奇的光芒。直到现在还很震惊，他怎么也没想到杨晨竟然有那么厉害的身手，尤其是想到韩琪琪刚才那惊呆了的模样，心里面说不出的开心。韩琪琪地位高，性格冷淡，能让他出现那种表情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本来只是挡箭牌，
可现在他忽然发现，让这小司机做男朋友好像也不错。这个念头让他心跳不自觉地加速。好玩，这么厉害的男朋友带出去多有面子。念头从心底浮现，他嘴角也勾起了坏坏的笑容。男朋友，你好厉害啊！没想到你今晚给本小姐这么大一个惊喜。他抬起那白皙的手指，轻轻捅了捅杨晨的手臂，那美眸之中流光婉转。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动作，让杨晨再次感觉身体里面窜过了一道电流，那种微妙的感觉不受控制。大小姐，不是已经配合完了吗？不用这么称呼了吧？他讪笑着说道。楚瑶瑶黛眉微蹙，不满地说道：当本小姐的男朋友很委屈你，是吗？杨晨闻言无奈了起来。不委屈啊，不是说了是我配不上你吗？我不够格。他笑盈盈地说道。主要是还有个苏雅呢，这要是让苏雅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呀。楚瑶瑶撅起小嘴，我也说了，能不能配得上别人说的不算，本小姐说的才算，知道不？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以后咱们就是男女朋友了。本小姐认为你配得上我。话音落下，绝美的脸蛋上满是傲娇的笑容。不是杨晨闻言嘴角微微抽扯了几下，他苦着脸，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能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楚瑶瑶已经察觉到了异常，她粉拳轻轻握起，悠悠说道：男朋友，你什么意思啊？哭丧着脸干嘛呀？我说了，在我眼里你配得上我啊。杨晨苦笑着，只是他还没法说什么。苏雅那边不能得罪，这小妖精同样不能得罪，要不然他不敢想楚瑶瑶会做什么疯狂的事情。嗨嗨，他轻轻咳嗽一声，笑道：那个楚大小姐，我现在还没什么谈恋爱的想法呢。那个，只是话还没等说完，楚瑶瑶便迅速坐直了身体。她蹙起眉头，疑惑地问道：男朋友，你有女朋友了？杨晨连忙摇了摇头：没有啊。楚瑶瑶眸中闪过一抹嗔怒，问道：那你到底看不上我什么呀？他抬起美腿：我腿不长。他挺直腰板：我身材不好。旋即又将那绝美的小脸蛋伸到了杨晨的面前，还是我长得不好看。话音落下，那小眼神都已经幽怨了几分。杨晨嘴角微微抽扯着，实在是搞不懂这丫头到底看上他什么了。主要是那一番展示，攻击力太强了。没有啊，大小姐，你哪儿都好啊。他张了张嘴，还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哼，楚瑶瑶轻哼一声，那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啊？你又没女朋友，20多岁的年纪不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要女朋友啊？他撅着小嘴，悠悠询问道。杨晨苦笑着：楚大小姐啊，我暂时真没什么谈恋爱的想法，你饶了我吧，好不好？你是优秀，没有男人不喜欢，但我还是比较在意爱这个字，这不是说有就有的呀。最终杨晨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楚瑶瑶撅起小嘴，嘟囔道：唉，非得在意吗？做不行吗？做。杨晨愣了一下，这才明白过来楚瑶瑶什么意思。这磨人的小妖精啊，大小姐，你就别逗我了好不好？杨晨苦笑着说道。楚瑶瑶粉拳轻轻握起，一双美眸紧紧地盯着杨晨那俊朗的面容。走到哪里都众星捧月的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挫败感。主动追他，被拒绝了。你个小司机到底在牛气什么？哼！他坐直了身体，冷哼一声说道：男朋友，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做不做我男朋友？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他抱着肩膀傲娇地凝视。杨晨默默叹息：如果我要是不做，那你会生气不？他试探地问道。本来现在跟苏雅之间的关系就很微妙，他可经不起楚瑶瑶的报复。楚瑶瑶银牙紧咬，美眸之中满是愤愤的光芒。杨晨，你当本小姐是没人要吗？是你该好好考虑，如果你拒绝我，那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跟本小姐交往了，知不知道？你一个小司机，除了我，你去哪儿找本小姐这么天生丽质的女孩子去？现在是本小姐在给你机会。我生什么气？我有什么好生气的？说着，那情绪也更加的激动了起来。杨晨看了一眼，啊，那不做。他迅速收回了目光，默默开车。你！楚瑶瑶瞬间瞪大了眼睛，一双美眸之中满是愤愤的光芒。他要气炸了，这个臭杨晨！他强忍着心里面的吐槽，急促的喘息着，紧紧的盯着杨晨。好，那你等着后悔吧。他气呼呼的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抱着肩膀坐着，脸蛋上满是气鼓鼓的表情。破杨晨，臭杨晨，你敢拒绝本小姐？你等着，早晚让你求着跟本小姐在一起。哼，哼哼。他脸蛋上满是气鼓鼓的表情，不再说话，但是那美眸已经开始快速转动了起来，很是灵动，策划着阴谋。
杨晨见状松了口气，他还担心这楚瑶瑶心生不满会报复他呢，现在看来好像还好。时间缓缓流逝，没过多久，车子便已经停在了别墅外面了。杨晨脸上带着标志性的笑容，说道：“大小姐，到了。”楚瑶瑶粉拳紧握，用力地瞪了杨晨一眼：“等着，早晚会让你来求我的。”从小没被人拒绝过的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气，放下了狠话。砰！他用力关上了车门，走向了别墅。杨晨摇头叹息一声，他也没想到被美女追求竟然也是一件头疼的事情。楚瑶瑶显然不会就这么结束，他根本想不出楚瑶瑶会想出什么鬼点子来，怎么应对呢？被美女追求竟然也会烦恼。不多时，杨晨便开车回到了公司的宿舍里面，洗漱一番之后便躺在了床上。他闭着眼睛思索着苏雅跟楚瑶瑶的事情，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别墅内，苏雅身着半透的睡裙，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唉，许久，一声长叹在房间内响起。他终于还是忍不住摸出了手机，从浏览器的搜索框里面输入了一个网址。只是很快，那按搜索的动作停顿了下来。他脑海中浮现出了今天在办公室里面被杨晨揭穿的事情，轻咬着嘴唇，一股羞耻的感觉瞬间袭上心头。要是那样，明天会不会还被杨晨发现？可恶的杨晨，他医术到底有多厉害，连这个都能看出来。苏雅沉吟片刻，愤愤地将手机扔在了床头，然而失眠的感觉又让他无比烦躁。混乱中，他脑海中便浮现出了那天被下药的事情。那天晚上到底什么样？他回忆着酒店的房间，不受控制的便脑补出来一大堆让人血脉喷张的画面，那小脸蛋也迅速红润了起来。苏雅啊苏雅，你到底在想什么呀？他始终隐忍着，没有再拿出手机，不知道熬了多久，这才艰难的睡着。第二天，杨晨早早的便将车子行驶到了别墅院子里面，默默等待着。这个时间，楚瑶瑶已经上学去了，这让他放松了不少。不多时，便见到一道妖娆的倩影从别墅里面走了出来。她仍旧穿着职业套裙，勾勒着那性感的身材，配上那倾城的容颜，视觉冲击感极强，高冷御姐的气息十分浓郁。杨晨默默注视，嘴角不自觉地便露出一抹笑容。还是苏总更有女人味。他推门下车，迅速打开了车门。苏雅那冰冷的目光早就已经放到了杨晨的身上，脸上满是寒意，可心中却格外杂乱。砰！车门关闭，杨晨小跑着回到了驾驶位。现在可不能给苏雅任何穿小鞋的由头。他驱车前行，往公司的方向行驶而去。苏雅冰冷地盯着杨晨的侧脸，想要找借口发泄一下情绪，却根本找不到。便宜他了。这一路谁也没有说话。进入公司，杨晨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换了岗位了，便恭敬地跟在苏雅的身后进入了电梯。封闭空间，那迷人的香味钻入杨晨的鼻息。苏雅没有说话，看都没看杨晨一眼，始终保持着那高冷的形象，踩着高跟鞋进入了办公室里面。呼，他走了，杨晨也松了口气，自由了。他继续迈动脚步往秘书办公室走去。很快推门进入，杨晨还没等走呢，便发现一道身影此刻正弯腰撅在办公桌的位置，正好对着他。那个圆润的弧度轻轻扭动着，包臀裙下显得格外醉人。这周莹莹，他还真没想到这周莹莹身材竟然也这么有料。嗨嗨，早啊周秘书。杨晨轻轻咳嗽了一声，笑着打了个招呼，这才往自己的位置走去。周莹莹吓了一跳，她迅速站直了身体，黛眉微蹙。当见到进来的是杨晨之后，这才想起来昨天的事情。啊，早啊杨秘书。他笑着打了个招呼。杨秘书。杨晨听得很是不自在，从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找什么呢？他随意的闲聊。周莹莹笑着说道，找一个文件。杨晨轻轻点头，没有多说。时间流逝着，转眼间便已经到了中午了。呼，周莹莹松了口气，终于把工作给忙碌完了。她抬起头，将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脑海中浮现出昨晚杨晨打架的场面，那眸中也开始金光闪烁。她来了兴趣。很快周莹莹便搬着椅子挪动到了杨晨的身边。杨晨，你打架好厉害啊，从哪儿学的呀？她轻轻趴在办公桌上，笑着问道。杨晨闲来无事，已经昏昏欲睡了，听到周莹莹的声音，这才迅速清醒了过来。他笑着说道，啊，从小跟我师父学的。周莹莹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说道，师父？那你师父肯定更厉害吧？太强了。他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杨晨笑着说道，防身的手段而已，没什么的。周莹莹见到杨晨的谦虚，忽然冒出来一个念头，杨秘书，那你可以教教我不？我最近经常会被人骚扰，正好想学点防身术呢，这东西能教吗？话音落下，心生期待。
杨晨笑着说道：“当然可以啊，等你不忙的时候教你。”周莹莹闻言顿时惊喜了起来：“真的啊！”她迅速坐直了身体，格外惊喜，却并没有察觉到这个动作之下有一颗扣子飞了。杨晨瞳孔微缩，这扣子还真能崩开。周莹莹却并未察觉。杨晨将目光挪向别处：“当然是真的，很简单的。”他笑着回应道。周莹莹兴奋了起来，说道：“那……”只是还没等多想呢，不远处的电话忽然响了。他心头一紧，急忙起身便要去接电话。那个电话是苏雅专属的，只是他本来穿的就是高跟鞋，心急之下一不小心崴了脚。呀！他疼得惊呼一声，没等起身呢，娇躯便已经倒了下去。杨晨眉头皱起，本能的便伸手去搀扶。小心！他的手穿过周莹莹的手臂，给予力量支撑。然而在按压下去的那一瞬间，指尖却传来了一阵令他心头狂跳的惊人触感。杨晨迅速收手：“不好意思啊，一着急没注意手放哪儿了。”“对不起。”他有些尴尬地说道。周莹莹双手放在膝盖上，俏脸同样满是红润，目光闪躲，很不自然。他知道杨晨肯定不是故意的。杨晨的直白让他心中非但没有厌恶，反而还出现了一丝好感。没关系，谢谢。他微微低头，不敢跟杨晨对视，直到现在那尴尬的位置仍旧残留着刚才的触感。电话没声音了，周莹莹沉浸在那尴尬的情绪中，早就将电话的事情忘在了脑后。他们默默坐在自己的位置，古怪的气息弥漫在办公室里。周莹莹有些恍惚，隐隐感觉自己好像是忘了什么事情，但是却又想不出来。关键现在二人挨着坐呢。那我先回去了。那种古怪的氛围之下，周莹莹实在是扛不住了，起身便要搬着椅子回到自己的工位。只是脚刚接触地面丝，那尖锐的疼痛瞬间从脚踝的位置袭来，她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娇俏的脸蛋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手臂撑着桌子，这才站稳。好疼！她轻咬着嘴唇，略显痛苦地说道：“你脚崴了吧？疼得厉害吗？要不我帮你看看啊？”杨晨眉头微皱，疑惑地问道。周莹莹也无心多想，重新坐回到了椅子上面，轻轻点头：“好。”她小心翼翼地将腿抬了起来。杨晨稳住思绪，脱掉了周莹莹的高跟鞋。周莹莹轻咬着嘴唇，疼痛跟羞涩融合到了一起，袭上心头。那娇嫩的小脸蛋格外红润。杨晨努力地将注意力放到了那脚踝之上，这才发现那已经明显的红肿了起来。他眉头微微皱起：“挺严重的，要是不赶紧处理一下，你3天之内怕是没办法正常走路了。”他正色了几分，略显凝重地说道。“3天？”周莹莹抬起头来，俏脸上露出了一抹焦急。“那我该怎么处理啊？”他疑惑地询问。他并不知道杨晨会医术的事情，但没有什么生活常识的他，面对这种问题根本不知所措。杨晨沉吟了一下：“我帮你按摩一下吧，能缓解过来的。”他抬起头来，缓缓说道：“啊，按摩。”周莹莹错愕地看着，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迷茫。按摩还能治病的？按照常理，他应该怀疑杨晨是不是为了占他便宜故意这么做的。只是不知为何，他跟杨晨对视着，那清澈干净的眼神让他根本兴不起一点怀疑的念头。“好啊。”他轻轻点头应道，只是那美眸中仍旧满是不解。杨晨轻轻点头：“你忍着点哈，会有点疼，很快就好。”他也没有犹豫，左手捏住了那白皙的小脚。周莹莹娇躯一颤，一股酥酥麻麻的感觉瞬间从脚心的位置侵袭全身，那脸蛋也更加的红润了起来。还是第一次有人捏她的脚，她做好了准备，很是疑惑杨晨到底要做什么。真不是占便宜。未曾多想，杨晨的手便已经开始按揉了起来，一股又酸又痛的感觉瞬间从受伤的部位袭来。哪怕周莹莹有所准备，但嘴巴里面还是发出了一道痛苦的闷哼声。杨晨深吸一口气，努力专注。不多时，周莹莹便感觉脚踝上那种疼痛的感觉已经消失不见了，关键是那红肿的位置都肉眼可见的消退了不少。竟然是真的，按摩真能治病。周莹莹小嘴微张，美眸之中满是错愕的光芒。她惊呆了，刚才还以为杨晨是占便宜呢，现在想想，心中瞬间满是愧疚的感觉。人家真是治病呢，关键是这医术有点太恐怖了吧？好多了吧？杨晨继续按揉着那白皙的小脚，抬头笑着问道。周莹莹用力点头：“已经不疼了，杨秘书。”“你是怎么？”只是话还没等说完呢，便被开门声给打断了。一道妖娆性感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杨晨动作一顿，周莹莹表情也微微一凝。进来的人是苏雅。“电话听不到吗？我等你。”
苏雅的话还没等说完呢，便见到了那2道纠缠的身影，话语戛然而止，目光也瞬间便凝固了。他愣住了，杨晨跟周莹莹也纷纷石化了一样。直至此时，周莹莹这才想起来，刚才忘记的是情是什么，是苏雅打来的电话。她慌了，只是还没等多想什么呢，苏雅那冰冷的低喝便随之响起：“你们在做什么呢？上班呢？你们2个在办公室做这种事情？”杨晨一个头2个大，懵了。直到现在，这才察觉到他跟周莹莹是什么场面。2人正对坐呢，他正揉着周莹莹的脚丫，周莹莹满面潮红，关键是领口还崩开了，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啊。杨晨心里面默默叹息一声，心已经凉了半截了。完了，本来就担心会被苏雅抓住什么小辫子报复，这回不用他抓了，自己给送上门了。苏雅拳头紧握，倾城的容颜上满是沁人心脾的冰冷，他心中怒焰滔天，那种感觉如同遭到了杨晨的背叛，他要气炸了。周莹莹微微愣神，旋即便反应了过来：“苏总，您听我解释，不是您想的那样呀。”他急忙收回了自己的腿，慌乱地说道。杨晨摸了摸鼻子，没有说话。这场合还是让周莹莹来解释比较好，她不适合开口。苏雅粉拳紧握，冰冷的目光死死地凝视着杨晨。不是哪样？那个声音冰冷至极。杨晨对视了一眼，便迅速收回了目光。哪怕理直气壮，但是这场面还是控制不住的心虚。周莹莹面红耳赤，急忙说道：“苏总，是我刚才听到电话响了，着急站起来要去接电话，一着急崴脚了，走不了路了。我疼了半天才缓过来，忘了电话的事情了。对不起苏总，这件事情是我的错，太疼了，疼忘了，然后我就找杨秘书帮我按一下，我怕明天走不了路影响工作。”杨晨闻言眉头一挑，惊讶地看了一眼，不愧是苏雅的秘书，那面红耳赤的明显已经乱了分寸了，却还是有条不紊地将事情表达了出来。苏雅眉头紧锁，她目光冰冷地扫视，发现周莹莹果然一只脚没穿鞋，刚才的姿势确实像是按摩。她的怒意舒缓了许多，只是想到杨晨给其他女人揉脚，一股说不出的情绪瞬间在心底开始发酵。她银牙紧咬，深吸了一口气，哼，强明集团的资料赶紧整理出来，刚约好的下午过去谈合作，坐在那整理就行，不用走。她冷哼一声，冰冷地说道。周莹莹急忙低下头去，应道：“是，苏总。”苏雅冷冷地看了一眼，转身要走，只是越想越气，她停下脚步，冰冷的目光凝视着杨晨：“你过来一趟。”那冰冷的声音回荡，人却已经转身离去了。唉，杨晨默默地叹息了一声，终究还是躲不过去啊。他无奈地站起身来：“周秘书，你的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少走路，回去热水泡脚，明天睡醒就好了。”他笑着说道。周莹莹微微愣神，没想到这种情况，杨晨竟然还在关心她的事情。好，我记住了。对不起啊，杨秘书，都是我不好，连累你了。他面带愧疚地说道。苏雅的性格他了解，杨晨去了，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跟你没关系，只是帮你治病而已，不怪你的。那我先过去了。他没多想什么，对着周莹莹招了招手，便往外面走去。很快，人走了。周莹莹看着办公室门口的方向，有些出神。前几天他对这个司机并没有什么关注，昨天知道要跟他在一个办公室，还有些排斥。没想到他人这么好。他尝试着活动了一下脚踝，惊奇地发现竟然真的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了。怎么做到的？好厉害啊！杨晨平复了一下情绪，抬手敲门。进。那冰冷的声音从办公室里面响起。杨晨无奈地叹息了一声，他推门进入，只见苏雅正半躺在桌椅上面，面向他的位置，那倾城的容颜上尽是冰冷。苏总，有什么事吗？杨晨讪讪一笑，这情况只能装傻充愣了。苏雅紧紧地盯着他，回想着那天晚上挠不出来的画面，回想着昨晚因为这个男人辗转反侧，结果这男人竟然在办公室里面给别的女人揉脚。越想越气，那傲人的胸脯也再次开始剧烈地起伏了起来。花钱雇你来工作，是让你来给女人揉脚的？他冷声质问，目光冰冷。杨晨早就猜到了会这么问。啊，我看他受伤了，怕他耽误苏总的工作，就顺带手帮着治疗了一下。他笑着说道。面对这个满脸冰冷的女人，他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很复杂，很混乱。你……苏雅眸中闪烁着寒意，只是杨晨的话却让他找不到什么理由反击了。哼，他冷哼一声说道。还真是小瞧你了，崴脚都会治。只是那冰冷的表情可不像是在夸奖。杨晨笑着挠了挠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苏雅粉拳暗中紧握，他找不到什么理由继续斥责了，可想到杨晨给周莹莹揉脚的模样，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那种古怪的情绪在心底作祟。吃醋吗？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吃他的醋？这个念头让苏雅心头一紧，迅速否定，同时也更加愤懑了起来。正好，我最近走路走多了，脚也难受得很。杨大医生，能不能帮我也看看？他俏脸微寒，目光冰冷地说道。啊！杨晨愣了一下，说道：好啊。苏雅冷冷地看了一眼，起身便往身后的小卧室里面走去。沙发还在路上，只有床上能躺。杨晨起身跟了上去。苏雅进入卧室，轻轻倚靠在床头上，两条美腿也顺势搭在了床边。杨晨倒是有些不好下手了。坐下。苏雅冷冷地说道。杨晨疑惑地看了一眼，坐在了床边，没等多想呢，那双腿便轻轻抬起，搭在了他的大腿上面。他抬手脱掉了高跟鞋，白嫩的小脚丫肌肤细腻，不但没有臭味，反而还散发着淡淡芳香。怎么脚都是香的？习惯了师傅的大臭脚，杨晨还真有些不适应。他没有迟疑，抬手便迅速在那白嫩的小脚丫上轻轻按揉了起来。刚用力，毫无防备的苏雅嘴巴里面瞬间便发出了一道闷哼，他察觉到了，迅速隐忍，哪怕表情仍旧冰冷，可心里面已经满是羞耻了。怎么这么大的反应？丢死人了！他那倾城的容颜愈发冰冷了，以此来掩饰心中的羞耻。杨晨认真按揉着，苏雅却已经沉浸在那种舒缓的感觉之中了。可恶，他怎么按得这么好？本想找机会报复，此刻却根本兴不起那个念头了。他一边享受一边气恼，尤其是想到刚才杨晨就这么给周莹莹按的，那种古怪的情绪就愈发强烈。这么舒服，竟然伺候别人。办公室里面安静了下来，苏雅靠在床头，沉浸在那舒服的感觉之中。长期失眠的她竟然有些昏昏欲睡了。怎么样，苏总，好些了没？杨晨那清朗的声音让苏雅从那朦胧的睡意中惊醒。她黛眉微蹙，怎么停了？她冷淡地问道。杨晨笑着说道：苏总，这不是普通的按摩，不能太久的，时间长了反而影响身体机能。这苏雅贝齿轻咬，虽然还没享受够，但是这个话题她根本没有反驳的能力。她冷冷地看了一眼，只是这一番操作下来，也成功的让她心中的怒火消退了。她一双美眸凝视着杨晨，记住了，以后这按摩只能给我按，在公司里面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给别人按，听到了吗？她目光清冷地盯着，语气仍旧有些沉重。杨晨有些无奈，这女人怎么这么霸道？好，听到了。他没有多想，点头应了下来。没办法，谁让你是我第一个女人呢？他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那倾城的容颜，又是一阵沉醉。太美了。苏雅瞪了杨晨一眼，见到杨晨这么乖巧，还没有多问，心里面的气也算是完全消失不见了。他瞥了一眼时间，1点半了。这么快？他蹙起眉头问道。杨晨笑着说道：对啊，刚才都给你按了半个小时了。这苏雅微微愣神，昏昏欲睡，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去把周秘书那的资料给我取来。他穿上了鞋子，做事便要起身，只是刚下地，脚下忽然一软，那娇躯瞬间失去了平衡。呀！他惊呼一声，只是身体还没倾倒呢，一只强有力的大手便已经按在了他的肩膀上面，很有分寸。苏总，你的脚需要适应一下的。杨晨柔和地笑着说道。苏雅本能的也扶住了杨晨的身体，这才缓缓站直。他瞥了杨晨一眼，不知为何，刚才那大手按住他肩膀的时候，竟然让他心底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种浓烈的安全感。好，他点头应了一声，道：扶我出去吧。这次的话语难得没了那刺骨的冰冷。他扶着杨晨的手臂，迈动脚步往外面走去，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杨晨也将文件给取过来了。苏总，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他笑着打了个招呼，便要离去。苏雅淡淡的说道：准备一下，1个小时后跟我出门。杨晨脚步一顿，但还是迅速应了下来。他本来就是司机，苏雅出门，他自然要跟着。转眼间2点半了。咚咚咚，杨晨抬手敲了敲办公室的门。进来。杨晨推门走了进去。苏雅疑惑地看着杨晨，问道：你来干什么？杨晨笑着说道：到时间了，苏总，你的脚应该还没完全恢复吧？我怕你自己走不方便。苏雅黛眉微蹙，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好，等我吧。强明集团。2点50分，杨晨将车停在了写字楼的外面。到了，苏总。杨晨笑着说道。苏雅粉拳轻轻握起，沉吟了一下。下车。你跟我上去。他淡淡的说了一句，这才推门下车。杨晨见状微微愣神，有些疑惑。谈合作，我一个司机上去做什么？虽然不解，但还是推门下车跟了上去。苏雅面无表情地往写字楼里面走去，
心中也出现了一丝紧张。上次的事情给他留下了阴影，他现在已经没办法相信任何人了，自然不敢只身前往。带人多了显得没有信任，带杨晨是最好的选择。很快，公司职员将他们安排到了待客厅。苏雅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大佬派头十足，气场极强。杨晨默默地站在身后，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打量着那曼妙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没想到他的第一个女人这么优秀。时间流逝，不多时，外面便响起了一阵脚步声，门开了，只见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大背头，气质过人。苏总，抱歉，刚刚临时开了个会，耽误了一会儿，怠慢你了。刘强明露出了歉意的笑容。苏雅缓缓起身，嘴角也露出一抹浅笑。没关系，我也刚到。杨晨见状也感受到了苏雅心里面那种无助的感觉了。苏总坐。他们二人对面而坐，中间隔着茶几。苏雅缓缓说道：刘董，我这边什么情况也心知肚明，我就不绕圈子了。上次咱们谈的投资的事情还能落实吗？话音落下，目光灼灼，这刘强明是他最后的一根稻草了，唯一的希望了。如果这样还是拉不来资金，那他的公司只有倒闭这一条路了。所以他很紧张。杨晨默默注视，只见那刘强明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低下头轻轻叹息了一声。苏雅心里咯噔一下，完了，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举动，却已经预示了结果。他绝望了。刘强明脸上仍旧带着歉意的笑容，抬起头来说道：苏总，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刚刚开的股东大会也正是这件事情，抱歉，是我要食言了，我们也实在是无能为力。苏雅粉拳暗中紧握，紧咬着牙关。为了这次的洽谈，他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想好了无数的措辞。然而刘强明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就这么结束了。他深吸一口气说道：刘董，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刘强明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心里同样很是过意不去。实在对不起苏总，如果是前几天，我说什么也会投入这笔资金，不说赚钱与否，光凭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关系也该投的。但是他抬起头来，脸上带着痛苦。孙少已经放出了消息，谁敢给你投资，就是跟孙家为敌。话音落下，那沧桑的脸上便也满是无可奈何的表情了。杨晨眉头皱起，眼神中泛起一丝冷意。又是那个孙少。苏雅背齿轻咬，饶是心中憋屈愤懑，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刘强明的话已经很直白了，如果帮了他，那强明集团注定会凄惨结尾，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会这么选的。苏雅深吸一口气，平复情绪。好，明白了。他朱唇轻启，淡淡的说道。刘强明心里也很是难受，只是根本没办法说些什么。对不起，苏总，我知道你现在急缺这笔资金，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如果给你投资了，孙家势必会对我展开报复，我一个强明集团承担不起的。他低着头，略显沉重的说道。苏雅没有回应，缓缓起身，心里面却已经满是绝望的感觉了。没了强明集团，等待他的唯有倒闭。走吧，他清冷的说道，心里面已经一片死灰。刘强明目光复杂的看着，饶是心有不忍，却也根本别无他法。苏雅心中默默叹息一声，便要离去。忽的，杨晨那无奈的笑声响起。刘董是吧？看得出来你确实很想帮我们苏总。苏雅眉头微微蹙起，疑惑的看着杨晨。刘强明打量了杨晨一眼。那是自然。杨晨笑着说道，都已经命不久矣了，又何必这么畏首畏尾的呢？这是怕给后代留下麻烦。然而此话一出，苏雅顿时色变。这叫什么话？杨晨，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他眉头紧锁，对着杨晨便是一声低喝。毕竟他能感受到刘强明确实很想帮他，只是迫于无奈而已。杨晨无奈地瞥了他一眼。苏雅略带歉意地说道，不好意思刘董，底下人不会说话。你别见。只是话还没等说完，刘强明便抬起了手臂，终止了苏雅的话。你说我命不久矣？刘强明死死地盯着杨晨，表情沉重。杨晨轻轻点头，想必你自己已经知道了吧？好像已经开始服药了，只是作用不大，而且你现在吃的这种药副作用很大，治不好不说，即使你不死，以后的副作用也不是你能承受的，到时候必然会生不如死。他盯着刘强明，笑盈盈地说道。苏雅眉头蹙起，实在是不明白杨晨为什么这么说话，然而此话一出，却让刘强明心头一震。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看出来已经开始服药了？你知道我什么病？刘强明本能的便站起身来，震惊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杨晨。苏雅微微愣神，病。旋即他便明悟了过来，这才知道
杨晨竟然是看穿了刘强明的病症，光看就能看出来。苏雅惊了，哪怕知道杨晨会医术，却也没想到杨晨的医术竟然如此恐怖。关键是刘强明的反应，显然杨晨说对了，你眼角泛灰，有气无力，主要是你的小拇指会不自觉的抽搐，呼吸声沙哑，这是典型的肺功能减退的症状。压力太大，休息不好，抽烟又太凶了吧。杨晨脸上始终保持着从容的笑意，慢条斯理地说道。苏雅俏脸上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刘强明确震惊了，他那眼神之中满是震撼的光芒。这些事情也是他找寻了许多名医之后才确诊的结果，没想到这杨晨竟然只是看2眼就看出来了，这怎么可能？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这消息？刘强明死死地凝视着杨晨，问道。他无法相信这些都是杨晨自己看出来的，毕竟杨晨太年轻了。苏雅心中再次泛起一丝震惊，说对了，他那一双美眸紧紧盯着杨晨，无法想象杨晨的医术到底有多强。杨晨心中无奈，不是说了很容易看出来吗？当然是我自己看出来的，他淡淡的说道。苏雅沉默了，震惊于杨晨医术的同时又好奇他的目的。咕咚，刘强明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激动的手都已经开始颤抖了起来。那这病您能治吗？他呼吸急促，目光灼灼。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说道，小病啊，很好治的。轰！刘强明闻言脑海中轰然炸响，身体颤抖的频次瞬间提升。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中医协会那边也是束手无策。他本来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却没想到这杨晨竟然说是小病，好治。这句话如同黑暗中的一缕曙光。他没有质疑，因为他生病的事情公司里面都没有人知道，没有外泄，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杨晨真的是自己看出来的。咕咚，他再次艰难地吞咽口水。先生，那您能给我治病吗？只要能治好，只要能让我不死，我花多少钱都可以。那表情满是恭敬，满含期待地凝视着。这苏雅小嘴微张，震惊地盯着杨晨。虽然早知道杨晨会医术，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现在看来，他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杨晨医术的恐怖。毕竟刘强明的身份，找个好中医肯定轻而易举的，却如此震惊。他那一双美眸都放到了杨晨的身上，他想赚外快。这个念头从脑海中浮现。杨晨笑着说道，小毛病，好治的，只是……他沉吟了起来，没继续说。这个举动让苏雅心中瞬间便有了一种直觉，这是要狮子大开口，多要钱了。刘强明拳头紧握，中医协会都束手无策的病，这青年竟然说好治。那一缕曙光变得明亮，只是什么？先生，您快说啊！他等不及了，催促道，声音都在颤抖着。杨晨瞥了苏雅一眼，笑着说道，只是我们苏总发话了，我给别人治病得经过他同意，所以刘董你还是问苏总吧。话音落下，笑盈盈地盯着苏雅。这此话一出，苏雅美眸之中瞬间闪过一抹错愕的光芒。她惊了，本以为杨晨这是要多要钱呢，却没想到竟然将话语权放到了他的这里。他的聪明才智瞬间便领悟到了，杨晨这是要用这件事情当做他谈判的筹码。可是为什么能让刘强明如此激动？说明病情严重。他感觉哪怕是100万的医疗费用，刘强明都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杨晨竟然把这好事让给他了，怎么可能？杨晨1个月的工资才不到1万呀！苏雅有些凌乱。刘强明闻言，那急迫的目光瞬间放到了苏雅的身上，没等说话，有了几分醒悟。他明白了，先生，您这是想让我用投资来换治疗？他眉头微微皱起，视线落在了杨晨身上。苏雅面无表情，可是心中已经溅起了阵阵波澜。这投资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杨晨笑着点头，对啊，想让我们苏总松口，那你肯定要继续投资了。刘董不用想太多，交易而已。如果你不愿意，那就随便，钱我们可以去别处找，但是你的命只有一条。他脸上带着从容的笑意，缓缓说道。苏雅的心跳得很快，只是现在的场面已然没有他插嘴的余地了。刘强明眉头紧皱，说道，那如果先生治不好我的病呢？我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杨晨笑着摇头，我说能治好，肯定能治好。刘强明已经开始质疑了，然而还没等多想呢，便见到杨晨走了过来。刘董，帮你按2个穴位。杨晨将手伸向了刘强明肩膀上的一处穴位。刘强明没有反抗，皱眉打量。不多时，杨晨收了手，笑着说道，有没有感觉呼吸通畅了许多？刘强明微微愣神，旋即这才仔细感受。他用力喘息几下，这才震惊地发现呼吸竟然真的顺畅了，甚至连那种沙哑的喘息声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仅仅只是按了几下啊。他心头狂震，惊骇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杨晨，心中的震惊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苏雅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刘强明的表情仍旧让他娇躯里面窜过了一股电流，那已经死灰的心忽然出现了一丝希冀。您真的能治？刘强明的声音在狠狠颤抖。杨晨笑着摇头说道，是不是有中医跟你说你的病太古怪，找不到病灶，还说你最多活不过2个月？刘强明用力点头，这句话跟中医协会副会长的说法一模一样。杨晨笑着说道，一群庸医而已，分不清功能减退跟功能衰退的区别。不废话了，我能治，十足把握。至于能不能给你治病，那就得看我们苏总的了。话音落下，便笑盈盈地看向了苏雅。苏雅粉拳暗中紧握，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事情会发生如此惊人的转变。下一刻，刘强明那灼灼的目光已然放到了他的身上，眼神中满是对求生的渴望。杨晨那一手让他没了任何质疑。苏总，对不起，我收回我的话，我愿意投资，为了表达我对您的歉意，我愿意追加2000万的投资，分红你随便定，只要能治好我的病。话音落下，眼眶都已经泛红了，灼灼的目光甚至出现了一丝哀求。苏雅娇躯狠狠一颤，原本的3000万投资如果能到位，便足以让他熬过难关了，却没想到杨晨几句话直接追加了2000万，分红他定，还是上赶着的态度。突如其来的巨变让他都有些缓不过神来。啊，好啊，他不假思索，本能的便答应了下来。刘强明瞬间亢奋了起来，激动的说道，来，合同，快！苏总您带了吗？您没带的话，我现在让人去准备。苏雅都有些懵了，她侧头看了杨晨一眼，这才拿出了文件夹。准。话没说完，便被刘强明一把抢过，他刷刷点点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盖上了公章。苏总，利润您随便改。他恭敬地将文件递了回去，目光灼灼。苏雅迟疑地点了点头。啊，好。哪怕见过无数大风大浪，此刻也已经缓不过神来了。刘强明根本无心理会，那激动的目光瞬间便放到了杨晨的身上。小神医，您看。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刘董真是性情中人，那我也不啰嗦，拿纸。咔哧，刘强明直接撕下来一页纸，双手放到了杨晨的面前。杨晨提笔龙飞凤舞的在上面写下来一个药方，随手甩了过去。按照这个抓药，剂量都在上面。1个月后，我给你换另外一副药，再吃1个月必定痊愈。3天没效果，随时找我。他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刘强明激动地接过纸张，认真打量，视若珍宝。多谢小神医，多谢小神医。神医您放心，我们强明集团这辈子都是苏总的忠实伙伴，永不背叛。苏雅攥着合同，表情低迷地坐进了奔驰里面。杨晨坐在主驾驶，驱车前行。刚完成了一个大事，他心里面也不免有些小得意，嘴角噙着笑容。苏雅再次看了合同一眼，又偷偷地掐了自己一下，强烈的痛感告诉他这不是做梦。他那复杂的目光发到了杨晨的侧脸上，直到现在仍旧满腔的迷茫。你给他治病，治疗费用最起码100万起步，为什么这么做？他忍不住了，出声询问。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说道，我要钱没用，还是帮你我比较开心。这话很真诚了。他只是听师傅的话才来这宁江谋生，钱对他来说只是数字而已。苏雅眉头蹙起，问道，那你为什么打工？杨晨无奈地笑道，因为没钱吃饭了呀，兜里比脸都干净。苏雅再次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收回了目光，只是他心中满是迷茫。真有不在乎钱的人。1个小时之前他说什么都不会相信，然而刚才杨晨却用实际行动打破了他的质疑。那么多钱啊，他真不要。你为什么这么帮我？他问出了心中压制不住的问题，美眸也顺势放到了杨晨的侧脸上。杨晨默默开车，目视前方。因为你是我的女人啊。那个回应理所应当。苏雅闻言娇躯一颤，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瞬间侵袭全身。杨晨也察觉到了不对。嗨，他轻轻咳嗽一声，改口道，啊，不是苏总，我的意思是，因为你是我第一个女人，我这个人比较传统，苏总不必在意哈。苏雅迅速收回目光，可脸蛋也泛起了一丝红润。他好真诚。苏雅低着头，内心凌乱着，回想自己这2天对杨晨的刁难，心中忽然出现了一种羞愧的感觉。他因为那一夜春情疯狂报复，杨晨却因为那一夜全力呵护。他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杨晨的话却不停地在他脑海中回荡着，让他很是复杂。不多时，回到了公司，苏雅收拾情绪，开始忙碌着投资注入的事情。周莹莹也在忙，
杨晨则是躲在办公室里面享清福。帮了苏雅，他很开心。从村子里面长大的他，对钱也确实没太大的概念，吃饱穿暖就足够了。时间流逝，转眼间临近下班了。苏雅已经将所有的事宜全部安排妥当，交给周莹莹安排了下去。她自己靠在躺椅上，回想着杨晨的话：“我是他第一个女人。”这个念头让苏雅的脸蛋有些隐隐发烫，但是却让她莫名的开心了不少。哪怕再次回想那一晚，也不会有什么恼怒，反而还有些庆幸。无论如何，把自己给了杨晨，也比被孙有为阴谋得逞要好得多。更何况，他忽然发现杨晨这男人好像也不是很差。今天的事情，如果不是杨晨，那这投资就不可能到位，等待他的结果只有公司倒闭。投工已经无法形容杨晨的所作所为了，是不是该奖励一下？只是怎么奖励呢？他迟疑了。转眼间下班了，杨晨早早的便坐在了奔驰里面，默默等待着。不多时，那性感妖娆的身影从公司正门里面走了出来，身着职业套装，气场全开，表情冰冷，那种高冷御姐的气息十分浓郁。砰！苏雅带着一阵香风坐进了车子里面，那美眸也顺势放到了杨晨的侧脸上，那种复杂的思绪再次浮上心头。原本每次见到这个男人，心里都会没来由的生气，但是现在没那种感觉了。杨晨也没说话，驱车驶向别墅。苏雅稳住了思绪，她瞥了一眼前面的路口，朱唇轻启，清冷地说道：“前面左转。”杨晨眉头一挑，右转才是去别墅的路啊。虽然不解，却也没有询问，老老实实的便到左转。不多时，杨晨便按照苏雅的吩咐，将车子停在了一个停车场里面。这里他没来过，很陌生。下车吧，跟我来。苏雅淡淡的说了一句，推门下了车。杨晨满心疑惑，很快他便跟着苏雅进入了一家高档的中餐厅里面。这个时间正是饭点，生意火爆，人满为患。很快，苏雅带着杨晨来到了2楼一个靠窗的位置。坐吧。他坐下之后，淡淡的说道，尽管语气仍旧清冷，但是跟以前相比，也已经温柔了许多。杨晨愣住了，他左右扫视一圈，然后伸出手指指向自己。我妈？苏雅瞥了他一眼，心头有些好笑。不然呢？杨晨迷茫了一下，这才缓过神来。强明集团的事情。他坐了下来，跟苏雅对面而坐，心里面始终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苏雅点了菜，服务员走了，杨晨都有点不知道怎么做了。苏总的身份他无所谓，关键是第一个女人的身份让他很是紧张。苏雅感受到了，她心里面也出现了一阵无奈的感觉。我这么漂亮，很吓人吗？还是太威严了？今天的事情多亏你了，如果不是你，我的公司只有倒闭的下场了。他语气平缓地说道，虽然面无表情，可心中却仍旧在激动着。杨晨咧嘴一笑，苏总不用在意，我不是说了吗？虽然你看不上，但是你的事情我义不容辞。应该的。那眼神之中仍旧满是清澈的光芒，话语真诚，表情从容。苏雅闻言娇躯一颤，她想到了那天酒店里面分别的场景，当时只感觉杨晨这句话很可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受益于这句话，还是天大的好处。她轻轻点头。作为女强人，她不善感激，向来都是凭自己的能力，更不用说面对这个夺走了自己第一次的男人，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气氛有些尴尬。杨晨倒是早就习惯了。不多时，上菜了。杨晨见到苏雅动筷了，这才拿起筷子吃了起来。他饿了，狼吞虎咽的。苏雅有点承受不住那种尴尬的氛围了，思索着话题。你兜里怎么一点钱都没有？怎么不跟爸妈要？他一边吃着，一边问道。杨晨把嘴巴里面的饭菜吞咽了下去，这才笑着说道，我没爸妈，从小就没见过，不知道在哪儿。说着继续吃了起来。然而苏雅吃饭的动作却为之一顿，迅速抬眸看了杨晨一眼。没爸妈？这个问题很不礼貌。我不知道这件事。他缓缓说道，眼神带着一丝歉意。杨晨笑着摆手说道，正常，没关系的，不用当回事。苏雅静静地看着杨晨那谈笑风生的模样，却让他心里面出现了一股没来由的心疼。这个话题都如此随意，他经历过什么？他继续吃着，想要岔开话题，脑海中情不自禁的便浮现出了杨晨刚才说的那句话，她是杨晨的第一个女人。新的话题不自觉的便出现在脑海之中，又不自觉的询问出口，你以前没交过女朋友？只是说出来之后，苏雅就有些后悔了。怎么聊到这来了？她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模样，继续吃着。杨晨倒是没多想什么，没有呀，我在村子里面长大的，女孩子都没见过几个，都是大姨。她笑盈盈的回应道。
苏雅闻言，黛眉轻轻一挑，嘴角轻轻抿动了一下。刘强明的病，你真有把握啊？他岔开了话题。杨晨的回应让他很是满意。当然，那自信的模样，苏雅都有些恍惚了。他的医术到底多厉害？不多时，饭吃完了，杨晨靠在椅子上面饱餐一顿，格外舒爽。苏雅看着杨晨面前摆放的3个空了的饭碗，心中满是无奈。真能吃。刚想起身，苏总好兴致啊，您将多少青年才俊穷尽心思都想跟你共进一餐，你却在这跟一个小司机吃饭，果然与众不同。忽的一道清冷的声音从不远处响起，言语之中略显嘲弄。杨晨眉头微微皱起。苏雅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娇躯一颤，冰冷的怒意瞬间从心底升起。只见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英俊青年从楼梯口走了上来，双手插兜，嘴角噙着一抹冷笑，发型精致，油头粉面，气质不凡。他的身后还跟着6个西装大汉，一个个目光严肃，气场凶悍。周围不少客人都被这边的动静吸引来了目光。苏雅目光冰冷地凝视着，俏脸上满是刺骨的寒意。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给他下药的那个孙家少爷孙有为，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跟你有关系，他冰冷地说道。杨晨察觉到了苏雅情绪的变化，目光也冷了几分，只是他不认识眼前这个青年。孙有为双手插兜地停在桌子侧面，眼睛肆无忌惮地打量着苏雅那倾城的容颜。苏总，别这个态度嘛，我可是专门来看你的。他笑盈盈地说道，很是猥琐。苏雅眸中寒芒闪烁，冰冷道：孙有为，你还敢来见我？唰！此话一出，杨晨幡然醒悟，眼神中瞬间闪过一抹冷厉的寒芒。是他。孙有为轻笑着摇了摇头，轻轻勾动手指，其中一个庄哈拉过来，一把椅子放到了他的身后。他顺势坐下，翘起了2郎腿。他抱着肩膀，嘴角泛起一抹冷笑。苏总，我有什么不敢见你的？你的雅运集团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现在只是我一句话的事儿。我见你，你不应该高兴吗？话音落下，那眼神之中满是玩味。苏雅眸中寒芒更盛，卑鄙！饶是心中怒火燃烧，却根本无可奈何。哪怕是全盛时期的雅运集团，也根本无法和孙氏家族相提并论。孙有为邪笑了起来。苏总，没听过一句话吗？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暗示般的眨了眨眼。苏雅粉拳紧握，怒火升腾，心中满是恨意。哦，对了，苏总，那天晚上偷偷跑了之后去医院了。哪家医院啊？那种药都能解？孙有为好奇地问道。苏雅迟疑了一下，旋即嘴角便勾起一抹冷笑。你猜我为什么跟着司机吃饭？他那美眸之中闪烁着若有深意的光芒。那难道？孙有为疑惑地瞥了杨晨一眼，眉头微皱。3秒钟，他瞳孔骤然紧缩，身体都坐直了几分。你们那天晚上他把你接走的，你们去哪儿了？孙有为瞬间绷不住了，目光灼灼，情绪激动。苏雅见状，心里很是痛快，冷笑不止，随意地说道：当然是去我家了，不然呢？我都那么难受了，自然要解决一下。杨晨诧异地看了苏雅一眼，不是说好的不让任何人知道的吗？怎么他自己说出来了？苏雅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实在忍受不住那种憋屈又压抑的感觉，只想赶紧好好出口恶气。显然这一点能刺激孙有为。咯吱吱，孙有为拳头紧握，后槽牙都已经快咬碎了，那狠厉的目光死死凝视着杨晨。他本以为苏雅即使跑了也会第一时间去医院，却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跟这个司机吵。苏雅嘴角噙着冷笑说道：还要多谢孙少爷了，原本想单身一辈子来着，是你的药让我明白了原来做女人那么快乐。话音落下，那暧昧的目光放到了杨晨俊朗的面容上，那小表情如痴如醉。杨晨都被那娇媚的小表情电了一下。砰！孙有为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站起身来，拳头紧握，脖颈青筋暴起。他目光狠厉至极，他缠苏雅的身子太久了，早就把苏雅认定成是自己的女人了。然而辛辛苦苦谋划一切，却给这司机做了嫁衣。苏雅，这么刺激，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他阴冷地看了杨晨一眼，这才沉声说道。苏雅毫不在意，也没什么坏处，还能坏到哪里去？孙有为，我已经有男人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哪怕我的雅运集团倒闭了，我也不会看上你的。他眸中闪烁着寒意，冷淡地说道。呼哧呼哧，孙有为喘息粗重，胸口剧烈起伏，眼睛都已经有些泛红了。苏雅顿感心中舒畅，发生了那种事情，他跟孙有为之间已然是水火不容的状态了。好，有男人了是吧？没关系，我会让你这个男人消失的。话音落下，那眸中满是狠意。苏雅闻言，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凝，下意识看了一眼那几个壮汉。他光顾着考虑商业斗争，
却忘了这种手段了。他担忧了起来。孙有为死死凝视，眸中仍旧闪烁着冷厉的寒意。苏雅，既然你已经是个被人玩过的贱货了，那本少爷他妈懒得跟你废话了。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今天晚上凯华酒店808，识相的话自己滚到本少的床上来，不然明天你的雅运集团除名。咱们晚上见。那个语气沉重异常，冰冷的眼神中透着强大的自信。他阴冷的目光盯着苏雅，抬手一指杨晨，来啊，那这个臭司机给我带走。他看一眼杨晨的兴趣都没有，轻蔑至极。苏雅黛眉微蹙，眸中闪过一丝焦急。你敢？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他站起身来，冷声低喝。孙有为更是怒不可遏，阴冷的笑道：哟，这么关心你的男人啊，我好羡慕啊。你报啊，告诉你，本少就他妈人多，多的是人给我顶罪。你看看是警察先来，还是你的狗男人先死？这一番话让苏雅僵在原地，她背齿轻咬，心中出现了一丝悔意。刚才太上头了，习惯了商业斗争的她完全忽略了这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担忧的目光迅速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有些乱了分寸。其中2个壮汉迈步走向杨晨，气势汹汹。孙有为狞笑着，满含威胁地说道：苏总不配合我有的是办法弄你，知道吗？苏雅银牙紧咬，恨透了又很无助，绝对实力面前谈什么都是虚无。砰砰啊！很快那沉闷的撞击声响起，伴随着痛苦的哀嚎。孙有为狞笑更甚，刚想说话，却发现苏雅抬手捂着小嘴，美眸之中满是震惊的光芒。他微微愣神，孙少小心啊！几个壮汉焦急呼喊。这孙有为心里顿时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未曾多想，那冰冷的声音便在耳后响起：当着我的面让我的女人主动去酒店找你，小逼崽子，你他妈把我当人了！孙有为懵了，他猛地回头，这才骇然地发现杨晨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的身侧。刚才那2个西装大汉已经倒在了地上，满地打滚，哀嚎不止。他瞪大了眼睛，瞬间懵逼了。这司机这么能打？你骂我？你他妈！只是话还没等说完呢，杨晨便抬手抓住了他的头发，往下一拉。啊！孙有为的话戛然而止，哀嚎一声。杨晨顺势提膝，直接狠狠地顶在了孙有为的肚子上面。孙有为瞬间发出了一道痛苦的闷哼，脸色瞬间涨红，眼珠子都已经快瞪出来了。杨晨倒退一步，眸中寒芒爆闪，他扬起手臂，直接一耳光狠狠抽在了孙有为的脸上。啪！那清脆的声音无比响亮。孙有为一声哀嚎，瞬间往侧面飞了出去，狠狠地拍在了地上。等他抬起头的时候，嘴角满是鲜血，狼狈不堪。嘶！周围响起了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众人惊了。苏雅捂着小嘴，美眸之中满是震撼。他这才想起来杨晨很能打的事情，却没想到杨晨竟然连孙有为都敢打。给他出气呢吗？他看着杨晨那满面冰冷的模样，忽然感觉有些陌生，但是却安全感十足。孙有为抬起头，眼神之中的怒火已经快喷出来了。还他妈看！弄死他！给我弄死他！他指着杨晨一声怒吼。那几个西装大汉这才如梦方醒似的，迅速迈动脚步冲向了杨晨。苏雅的心也再次提了起来，粉拳不自觉握起。杨晨心中怒火升腾，直接冲入人群，拳头挥舞，拳拳到肉。砰砰砰！啊！沉闷的撞击声伴随着痛苦的哀嚎声同时响起。转瞬间，4个大汉便被杨晨放倒在地，他们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捂着身体翻来滚去，低嚎不止。咕咚！周围众人艰难地吞咽口水，神色木讷。苏雅美眸中满是震惊，哪怕知道杨晨能打，却也没想到竟然这么能打呀！那可是专业保镖啊，1个打6个，秒杀！这到底是什么实力？那种被安全感包围的感觉愈发强烈，他盯着杨晨的背影，忽然感觉很是安心。孙有为呆愣地坐在地上，表情同样凝固了。他懵了，怎么也想不到苏雅的一个司机竟然这么能打。未曾多想刷，杨晨那冰冷的目光便放到了他的脸上，那冷厉的寒芒让他心中瞬间便出现了一种惊惧的感觉，压迫感十足。你，他张了张嘴，想要威慑，却根本说不出话来。杨晨冰冷凝视，缓步前行。孙有为是吧？你商业上用什么手段跟我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苏雅是我的女人，你要是再敢对我的女人动半点心思，我要你命，听到了吗？他目光狠厉，一声低喝，中气十足。孙有为被吓得身体狠狠颤抖了一下，下意识点头，听到了。只是说完之后，又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竟然被一个司机给吓到了。
苏雅目光复杂的看着，那挺拔的身姿，俊朗的面容，不知不觉便刻在了他的脑海当中。只是，谁是你的女人？他抿了抿嘴角，轻轻瞪了杨晨一眼。杨晨冷冷的说道：“记住了就好，这次先给你个教训，再有下次，你死定了。”话音落下，那眼神中再次闪过一抹狠意。孙有为心里咯噔一下，你刚想说话，便骇然的发现杨晨的脚已经在眼睛里面不断放大了。啪，这一脚结结实实。啊！孙有为又是一声哀嚎，瞬间倾倒，嘴巴里面甩出来牙齿跟血水的混合物。杨晨冷冷的看了一眼，这才将目光放到了苏雅的身上。苏总，咱们走吧。他语气柔和了几分。苏雅再次复杂的看了杨晨一眼，轻轻点头。好。他瞥了一眼地上掩面哀嚎的孙有为，心里面说不出的痛快。他迈动长腿，起身离去。杨晨跟在后面。孙有为强忍着疼痛，阴狠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苏雅的背影，心中的恨意浓郁到了极致。畜生，贱人，你们给我等着！奔驰行驶在车流之内，苏雅清冷的目光悠悠打量着杨晨，心里面说不出的感觉。杨晨从后视镜看了苏雅一眼。苏总，解气了没？他笑着问道。苏雅美眸中闪过一抹金光，太解气了。只是他脸上却并没有表露出来，淡淡的说道：“我是你的女人。”话音落下，若有深意的跟杨晨从后视镜里对视上了。而杨晨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下来。苏总，刚才不是你先说我是你的男人的吗？我是在配合你啊。再说，我不是为了给你出气吗？要不然哪有理由揍他啊，对吧？苏雅看着杨晨脸上的慌乱，根本无法和刚才那冷峻的模样联系到一起。他抿着嘴角，忍着笑意，忽然发现这小男人还挺好玩的。他板着脸，冷淡地说道：“你打过瘾了？”杨晨微微愣神，点了点头。苏雅面无表情，继续说道：“他是孙家的少爷，你打过瘾了，我怎么办？公司本来就朝不保夕，被你打了，他肯定会疯狂报复，你让我怎么解决？”他清冷地凝视着。啊，苏总，你不也？杨晨张了张嘴，满脸迷茫。刚才苏雅故意刺激孙有为的时候，可没顾虑这个吧？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苏雅自然没当回事，反正孙有为无论如何都会对他发难的，只是程度的问题而已。他只是想故意逗逗杨晨。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杨晨这凌乱的样子，他很开心。更何况这也是借口，我可以那么说，但是我让你那么说了，谁让你说我是你女人的？他目光冰冷，质问道。杨晨嘴角微微抽扯两下，沉默了。女人心海底针啊！唉，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苏雅嘴角轻轻扯动，那声叹息让他差点笑出来。他仍旧板着脸。现在孙有为已经被你打了，他的性格肯定会报复我的，你说怎么办？那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杨晨不屑地撇了撇嘴，说道：“报复我就再打他呗。”声音不大，语气弱弱的，却很是不服气。好，这可是你说的。苏雅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神秘的弧度，冷淡地说道：“那从今天开始，你不用住员工宿舍了，住我家里，贴身保护我的安全。”哈！杨晨闻言，眼神中瞬间闪过一抹错愕的光芒。住他家？他心里面瞬间便浮现出一丝古怪的情绪。苏雅继续说道：“麻烦是你惹的，话也是你说的，所以工资不涨，没问题吧？”那个语气丝毫没有任何商量的意思。刚才杨晨打倒几个壮汉的时候，他就已经打定这个主意了，他势必不会向孙有为低头，那么孙有为也必定会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这一点他不得不防。既然要防，那么就没有比杨晨更合适的人选了。单纯善良、听话懂事又靠谱，不但会医术，还那么能打，贴身保镖天选之人。杨晨缓过神来，仍旧有些不敢相信。让他住家里？没问题是没问题，就是苏总，你是让我住你家里是吗？他不确定地询问道。苏雅黛眉微蹙，问道：“我说话很不清楚吗？”杨晨讪讪一笑：“没清楚。”那行啊，苏总不介意就行。他心里面不知道是个什么感觉，要跟他人生中第一个女人朝夕相处了。哼！苏雅鼻子里面发出了一声轻哼，瞪了一眼。人都已经被你睡了，还介意什么？这话他自然说不出口。杨晨同意了，他悬着的心变也放松了下来。有杨晨在，至少安全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保障。主要是杨晨在，他很安心。直到现在，苏雅还清楚地记得刚才那种被强烈的安全感包围的感觉，那是他从未体会过的感觉。杨晨默默开车，苏雅一双美眸忍不住打量着那俊朗的侧脸，心里面说不出什么感觉。总之，看到这张脸没那么厌烦了。
时间流逝，不多时，杨晨便将车子行驶到了别墅大院里面。苏雅看了一眼时间，现在5点40，给你时间回宿舍收拾你的东西，加上你的自由时间，晚上9点之前回来，有问题吗？他清冷地问道。杨晨眉头一挑，有些惊讶，还有自由时间？别说，还挺人性化的。没问题，他应了一声。苏雅没有说话，推门下车，迈动那修长的美腿往别墅里面走去。杨晨目送着那曼妙的背影进入别墅，这才驱车离去。他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只有公司发的那套洗漱用品需要带着。6点整，杨晨驱车离开了员工宿舍。还有3个小时，杨晨却根本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吃饱喝足是他唯一的需求了。现在就过去。想到自己要跟苏雅朝夕相处了，他心里隐隐的还有些紧张，更多的似乎是期待。抛开苏雅的优秀不谈，对这个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女人，他心里面始终存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忽然手机响了，杨晨掏出来他的老古董手机，瞥了一眼，发现上面是个陌生号码。他接通了电话。你好，找谁？手机里面响起了一道悦耳清脆的声音。当然是找你了。杨晨皱眉思索，声音很耳熟，但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你是？他疑惑地问道。那女人的声音中透着无奈，说道，昨晚不是刚见过面，这么快就把我忘了？昨晚，杨晨回忆了一下，这才幡然醒悟，是楚瑶瑶的闺蜜，那个英姿飒爽的小美女韩琪琪。啊，韩小姐，不好意思，我记性不好。她笑得有些尴尬。韩琪琪忍不住白了一眼，你是第一个把我给忘了的人。美丽的容颜，性感的身材，还有那恐怖的背景，她在学校的地位可不比楚瑶瑶低。没想到这杨晨竟然把她忘了。韩琪琪也并未在意，迅速将话题扯到了正事上。那个杨晨，你现在有时间吗？他询问道，语气隐隐有些紧张。杨晨笑着说道，有时间啊，怎么了？啊，给你治病是吧？韩琪琪俏脸上再次露出了一抹无奈的表情，记性是真不好。对，你现在能帮我看看吗？他没有多说，继续询问，呼吸都屏住了。如果不是担心太冒昧，昨晚他就忍不住要拉着杨晨去治病了。今天说什么也等不下去了。杨晨笑着说道，能啊，正好现在闲着呢。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此话一出，韩琪琪的小心脏顿时狂热地跳动了起来。太好了，我在家呢，来我家治的话方便吗？他急忙问道。说完之后，又担心杨晨多想，又补充了一句，我家里就我自己，没别人的。话音刚落，他便察觉到不对劲儿了。我说了什么？这话是不是有点太暧昧了？他脸蛋上不自觉的便浮上一抹红润，有些尴尬。然而单纯的杨晨压根没有多想。行，地址发我吧。电话挂断了，杨晨改换路线，驱车前行。他倒是没多想什么，毕竟已经答应楚瑶瑶了，而且他对这韩琪琪的印象也还不错。江南华府，这里是宁江的顶级富人区，别墅林立，依山傍水，能在这里居住的人都是宁江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韩琪琪早就安排好了，杨晨没有被保安拦截，直接将车子行驶到了别墅的院子里面。他刚下车就被别墅的豪华给惊了一下，没等多看呢，杨晨。很快，那激动的呼喊声响起，杨晨循声望去，这才发现别墅门口正站着一道身姿曼妙的少女，赫然便是韩琪琪。杨晨摆了摆手，迈步走了过去。凑近之后，这才发现韩琪琪身上穿着一件长款睡裙，很单薄，很性感。进来吧。韩琪琪那娇俏的脸蛋上带着激动的笑容。杨晨轻轻点头。他走在前面，进入别墅，换了拖鞋，又被别墅里面的豪华程度给惊了一下。现代风格却尽显奢华，本就觉得这韩琪琪身份不一般，现在也更加确定了。到底多有钱？杨晨跟在后面疑惑地问道。你爸妈都不在家啊？韩琪琪笑着说道。我爸妈不住这，我自己住。杨晨闻言心里面瞬间出现了一阵无奈的感觉。有钱人的快乐啊。韩琪琪却根本无心多想，迅速将话题扯到了治病的事情上。那个，咱们在哪儿治方便啊？客厅还是卧室？他激动地问道。只是说完之后，感觉这句话好像也很有歧义，他也无心理会了，治病要紧。杨晨缓缓说道。方便的话就去卧室吧。韩琪琪面色微红，轻轻点头。好，那跟我来吧。他激动又紧张，心中五味杂陈。杨晨起身跟随。啊，对了，我昨天是不是没跟你说怎么治病啊？他忽然想到了治病的事情，连忙问道。韩琪琪微微愣神，说道：没啊，怎么了？他不自觉地紧张了起来，
很担心会有意外。杨晨笑着说道：“你这个病需要喝药搭配推拿来治，光吃药的话不一定能治好。这个看你，如果接受不了推拿，那就给你检查一下之后开药，你自己决定就行。”推拿，韩琪琪对这个词也很是陌生，心里面瞬间出现了一阵怪异的感觉。只是杨晨那干净的笑容让他又生不起质疑的念头。好，那先看看病。他疑惑地问道。杨晨轻轻点头。好，走吧。治疗方式提前说好了，他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懂中医的，避免误会，有苏雅在，他的名声可经不起折腾。很快进入卧室，一股淡淡的茉莉清香扑面而来。杨晨却意外地发现这房间布置得很是温馨，粉白色调，没想到这英姿飒爽的外表下竟然还有一颗少女心。韩琪琪站在床边愈发紧张，担心杨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病到底能不能治。咱们怎么治呀？他疑惑地问道。向来雷厉风行的他初次露出了这般娇柔的姿态，他太紧张了。杨晨笑着说道。你坐下，把腰露出来。啊，裙子啊，那我先出去，你换一件衣服吧。这句话让韩琪琪对杨晨的防备减退了许多。虽说对杨晨印象不错，但毕竟是刚刚认识，防备之心还是有的。啊，不用的，我穿了安全裤的，没事的。只是说完之后，脸蛋不自觉地红润了起来。明明是治病，怎么这么别扭？杨晨倒是并未在意，笑着说道：好，你不介意就好。那你趴下吧，腰露出来就行，我给你检查一下。韩琪琪抿着嘴轻轻点头。好。他坐在了床边，很是羞耻地掀开了裙摆。杨晨将目光挪向别处，打量着房间的装修。好了。那紧张的声音响起。韩琪琪趴在床上，裙摆已经拉到了腰间往上的位置了，根本不敢看杨晨，面颊红润，那种羞耻的感觉无法形容。杨晨转过身来。好。当见到眼前一幕，杨晨目光微凝，哪怕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还是被眼前一幕给狠狠地惊艳了一下。唉，杨晨默默地叹息了一声。治病好难，怎么样？严重吗？能治吗？韩琪琪迫不及待地问道。现在其他的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能不能治才是最重要的。杨晨笑着回应。还没检查完，我再看看。韩琪琪轻咬着嘴唇，轻轻点头，心都已经提到嗓子眼了。杨晨仔细观察一番，说道：我用手按2下啊。韩琪琪用力点头。好。他现在已经没有心思羞耻了，完全沉浸在紧张的情绪中。杨晨缓缓伸出手指，按压在泛青的位置。韩琪琪轻咬着嘴唇，忍着微微疼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杨晨努力地稳住思绪，将注意力放到那泛青的位置。然而尽管如此，思绪还是被那白皙的肌肤给分走了一些。杨晨再次轻按几下，询问道：这里疼吗？韩琪琪粉拳紧握，背齿轻咬。刺痛。他应了一声。关键是那种触碰的感觉让他心中满是怪异。杨晨再次观察了一番，这才伸手将那裙摆给拉扯了下来。好了，他缓缓说道，心里有数了。韩琪琪目光微凝，无心羞耻，顾不上裙摆的事情，迅速坐直了身体。怎么样，能治吗？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杨晨，粉拳紧握，心率瞬间提升到了极致。杨晨笑着说道：能治呀，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肯定能治的，只是好治不好治的区别。这韩琪琪闻言，心脏顿时狠狠地抽动了一下，狂喜的感觉袭上脑海。真能治吗？那好治吗？他激动地抬手抓住了杨晨的手臂，眼神急迫，情绪激动。杨晨瞥了一眼那白皙的小手。当然是真的，你的不算太严重，即使光吃药，我感觉也应该能好。如果推拿不方便的话，吃药也没问题的。他脸上带着干净的笑容。韩琪琪心脏狂跳，那种惊喜的感觉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推拿方便的，我想推。他不假思索，急忙应道，情绪仍旧激动异常。杨晨有些尴尬，笑着说道：其实吃药也行的，应该能好，到时候实在不好再推拿也来得及的。主要是他不想啊。韩琪琪闻言心中一紧，攥着杨晨手臂的小手都下意识用力了几分。为什么啊？现在不能推吗？他焦急地问道。杨晨沉吟了起来，这怎么解释？韩琪琪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一丝明悟，失落地问道：啊，是因为瑶瑶吗？毕竟杨晨是楚瑶瑶的男朋友，怕瑶瑶吃醋。杨晨摇了摇头，笑道：跟他没关系，是因为……算了，没事了，那就推吧。他也实在是没办法解释了，把手臂抽了回来，脱掉了西装，解开了手腕上衬衫的扣子。韩琪琪有些愣神，不是因为瑶瑶，
那是因为什么？他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杨晨的裤子，发现了异常，那小脸蛋也瞬间红润了几分。他顿悟了，本来的失落也再次变成了羞耻，只是好像杨晨看起来更害羞似的。这个男生奇奇怪怪的，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能力又如此含蓄的青年呢。知道了缘由，他便也不再犹豫，迅速提起了自己的裙摆，再次趴在了床上。只是想到自己刚才看到的画面，莫名的更加羞耻了。韩琪琪啊，韩琪琪，治病啊！你羞什么羞呀？是他在害羞呢。他红着脸，稳住情绪，心里面暗自腹诽。杨晨脱掉了鞋子，坐在了床边，开始推拿了。韩琪琪认真感受，满心期待。本来对杨晨的那些防备心，也在见到杨晨羞涩模样的时候，彻底消失不见了。这么单纯的大男生，能做什么坏事？如此想来，他心中羞耻的感觉反而也同样消失不见了。杨晨稳住情绪，集中注意，认真按摩。韩琪琪的心放松了，思绪也开始胡乱飘了。他想到了昨天自己怀疑的事情，莫名的开始好奇了起来。你的手好热呀，这么害羞吗？不是说你们医生眼里没有性别之分吗？他趴在那里，下巴枕在手臂上，嘴角不自觉的便勾起了一抹笑意。最紧张的事情解决了，他恢复了往日的自信。杨晨闻言，心中一阵无奈，他笑着说道：不那么说的话，还有几个女患者去找男医生治病了。韩琪琪眉头一挑，这话真直白。他愈发好奇了，笑着问道：你是不是有点太激动了？没给瑶瑶按过吗？话音落下，侧耳倾听，那美眸中闪烁着灵动的光芒。杨晨苦笑着摇头，这话题怎么就聊到这来了？他没什么病呀，啊对，按过脚。韩琪琪眼珠轻轻转动了一下，这样呀。他应了一声，没有多说，可是眸中那金光更盛了。他很好奇。不多时，杨晨结束了按摩，呼，好了。他迅速下床穿鞋，笑着说道。韩琪琪仔细感受一番，腰间只有舒服跟温热，没有其他的感觉。现在没有并发，他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效果，但是他对杨晨还是很相信的。我给你开个方子，你按照上面抓药煎服就行了。看你恢复程度，如果3天内没疼，那这吃药就够了，如果还疼，3天后再给你按一次。给我找纸笔，我给你开药。杨晨迅速穿上了自己的西服，缓缓说道。韩琪琪微微愣神，3天，3天内不疼，3天就能不疼了。他那美眸之中满是迷茫。啊，好。他愣了半天，这才反应过来，迅速找来了纸和笔。杨晨开始写药方。韩琪琪仍旧有些没缓过劲儿来，满心的震撼。3天内不疼，他那惊奇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侧脸上。这男人好厉害啊！本来昨晚还在好奇为什么楚瑶瑶真的亲上了杨晨，但是现在他明白了，杨晨确实好优秀。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刚才那个惊奇的感觉也再次袭上心头。药方开完了，杨晨放下了纸笔，说道：好了，你按照上面抓药吃就行了，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话音落下，便迅速迈动脚步想要离去。韩琪琪急忙迈动脚步拦在了杨晨面前，张开了双臂。哎，杨晨这么着急走干嘛啊？杨晨疑惑地问道。还有什么事儿吗？他的目光也落在了韩琪琪的娇躯上，很性感，那种美感不同于楚瑶瑶那种火辣，算不上微胖，但就是那种肉肉的感觉更加迷人。多一两则多，少一两则少。韩琪琪嘴角噙着一抹浅浅的笑容，说道：没事啦，但是我还没给钱呢，你着急走什么啊？给钱？杨晨笑着说道。给什么钱啊？你是楚大小姐的闺蜜，她让我帮你治的，不用给钱的，小事而已。这韩琪琪闻言又是一震，心中满是恍惚的感觉。她的观念被杨晨打得粉碎。之前托关系找医生的钱就已经不计其数了，加上各种治疗的费用，到现在花费足足已经大几十万了，关键是还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到杨晨这不要钱，小事一桩。他对这杨晨忽然出现了一种浓厚的兴趣，没有来由。出众的能力跟含蓄的性格，真诚直白，还有那俊朗的面容，造就了杨晨独特的人格魅力。不对韩琪琪那美眸中金光闪烁，笑着问道：楚大小姐，男女朋友有这么称呼的？杨晨愣了一下。啊，我是说瑶瑶，以前叫大小姐叫习惯了。他笑着说道。虽说已经配合完楚瑶瑶了，但是这谎言还是不能说漏了的。韩琪琪放下手臂，歪头笑着。是吗？那一双美眸若有深意地打量着，笑得神秘，带着一股迷人的气息。杨晨面对那眼神，顿时显得有些不自然了起来。是啊，他讪笑着。韩琪琪打量片刻，轻轻点头。他展颜一笑，说道：
等以后相处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我不是喜欢啰嗦的人，既然你不要钱，那就算了。杨晨，这人情我记下了，只要我的病能治好，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说，要钱也好，其他事情也罢，只要能做到，我绝对不会推辞。话音落下，那美眸中满是深意。杨晨感受到了韩琪琪的真诚，有些惊讶，没想到这美女竟然是个性情中人。她摆了摆手，笑着说道：“不用的，韩小姐，你要谢就谢楚，谢瑶瑶就好了。”韩琪琪轻轻白了杨晨一眼：“我谢她什么啊？瑶瑶是不是都不敢打包票你能给我治好？治病的是你，跟她有什么关系？那丫头无非就是想在我面前炫耀一下她男朋友多厉害而已。”说着，小脸蛋上露出了一抹嫌弃的表情。杨晨愣住了，倒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韩琪琪察觉到了不对，她笑着说道：“杨晨，别误会哈，我没别的意思，我们关系很好的，就算是瑶瑶站在我面前，我也会这么说的。”杨晨笑着摇了摇头，感受到了，他倒是没多想什么，毕竟楚瑶瑶也确实是为了炫耀。韩琪琪继续说道：“所以这人情还是欠你的，谢谢你，杨晨，要不是你，这病恐怕要折磨我一辈子了。”这句话说得很认真。杨晨跟韩琪琪对视了一眼：“不用客气，遇到就是缘分，或许你这病注定要被我治好的。”他笑着说道，那个表情从容又随意，对能否治好病的事情只字未提。他这么自信吗？韩琪琪心里面已经开始期待了起来。杨晨，你吃饭了没？他迅速转移了话题，询问道，心里还隐隐的有些小期待，主要是他太多好奇。杨晨笑着说道，吃过了。韩琪琪有些失落，那去楼下喝杯茶可以不？你帮了我这么大的事情还不要钱，你让我说点什么也好呀，要不然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他再次提议，期待着回应。杨晨有些头大，但是客厅还好，至少不像是卧室里面这么别扭。喝茶行，我喜欢喝茶。他笑着说道。韩琪琪一双美眸都亮了几分。走，爱喝什么茶？我去给你泡。滇红。杨晨坐在沙发上，不多时，韩琪琪便端着茶盘走了过来。正好家里有，还是我爸爸上次给我拿过来的，应该挺好，你尝尝。他弯腰将茶杯推到了杨晨的面前，领口宽松，这个姿势自然不太对劲。杨晨老脸一红，急忙将目光挪向了别处。韩琪琪察觉到了，他嘴角轻轻扯出一抹弧度，心里竟然没有嫌弃，反而还很好奇，脸都红了。这纯情大男生好好玩，难怪瑶瑶会把初吻都贡献出去。杨晨的紧张让他愈发的放松了，他装作无事发生，快尝尝。说罢便在杨晨对面坐了下来，二人中间隔着茶几。杨晨稳住情绪，端起茶杯，好。他轻轻闻了一下，眼睛顿时亮了，熟悉的味道。他顾不上烫嘴，迅速品了一口，脸上露出了享受的表情。哇，好喝。他迫不及待的又喝了一口。韩琪琪翘起二郎腿，雪白的玉臂撑着下巴，笑着问道，那么好喝吗？我怎么喝不出来？杨晨笑着说道，其实我也喝不出来茶好不好，我只是喜欢这个味道，从小就在村子里面跟着师傅喝红茶，习惯了，半个多月没喝了，好想这个味道，终于喝上了。那脸上露出了满足的表情。韩琪琪疑惑地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喝呀？杨晨缓缓说道，从村子里面出来的时候没带茶叶啊，喝不到。韩琪琪蹙起眉头，满是不解，那你怎么不买啊？杨晨理所当然地回应道，没钱啊。哈，此话一出，韩琪琪瞬间愣住了，没钱？这么厉害的医术竟然没钱，关键是没钱给他钱还不要，这大男生好奇怪啊。忽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一个让他激动的想法袭上心头。你很缺钱吗？他好奇地问道。杨晨喝了口茶，笑着说道，我兜里1分钱都没有，公司管吃管住，要不然我都活不下去。韩琪琪顿时来了兴趣，你们苏总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呀？他急忙问道。杨晨算了一下，8000。韩琪琪嘴角微微抽扯几下，这么能打又有这么厉害的医术，一个月8000块钱，这太屈才了吧。杨晨，要不我给你找个工作呀？凭你的能力，一个月10万块肯定没问题，怎么样？他脸蛋上再次露出了期待的表情，笑盈盈地问道。10万块？杨晨也微微惊讶了一下，倒也没有犹豫，笑着说道，谢谢韩小姐好意，心领了，我要钱没用，能吃饱喝足就行了。苏总对我还不错，不好换工作的，他才不会为了这点钱离开他的女人呢。韩琪琪有些失落，他愈发感觉这个男人与众不同了，如果是别人说要钱没用，他只会不屑一顾，但是杨晨说这话，他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不行，这么厉害的人才，说什么也得挖过来啊。他眼珠轻轻转动，有了决策。只是现在杨晨态度坚定，多说无益，只能从长计议了。他将这件事情压在心底。叫什么韩小姐，这么生分？你是瑶瑶的男朋友，我是瑶瑶最好的闺蜜，你叫我琪琪就行了。他轻轻瞪了杨晨一眼，嗔道：啊！杨晨喝茶的动作一顿，心中满是怪异。韩琪琪黛眉蹙起，悠悠说道：怎么看我没瑶瑶漂亮，瞧不上我啊？杨晨笑着摇头：怎么会？那好吧，韩小姐不介意就行。韩琪琪不满地看着还韩小姐。杨晨尴尬一笑，很是不自然地说道：啊，琪琪。韩琪琪闻言同样一阵别扭，感觉这称呼很肉麻，除了家人和闺蜜，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她呢，还是个男生。但是她还挺高兴。她撑着下巴凑近了几分，笑着说道：小陈，问你个问题呗。杨晨别扭了一下：什么问题啊？他笑着问道。韩琪琪那美眸之中金光闪烁，拿起茶壶给杨晨的杯子倒满茶水。小陈，咱们也算朋友了吧？他笑着问道。杨晨微微愣神，只是治个病而已，怎么就朋友了？啊，算。他看着韩琪琪的笑容，心里面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这问题应该很尖锐。韩琪琪放下茶壶，继续撑着下巴，悠闲地笑道：既然是朋友，你又那么真诚单纯，我问你问题，你肯定不会骗我的吧？杨晨迟疑了一下，轻轻点头：不会啊。韩琪琪露出了得逞的笑容，娇躯微微前倾，小声问道：那我问了，你跟瑶瑶真是男女朋友吗？话音落下，目光灼灼地盯着，昨晚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却没有什么兴趣，可是现在兴趣浓厚，好想知道。杨晨嘴角微微抽扯几下，人都骂了，怎么问这个？嗨嗨。他轻轻咳嗽一声，视线不自然地挪向别处。自幼在村子里面长大的他，性格单纯，还真不太擅长说谎。对啊，真是。他只能硬着头皮回应，至少不能把楚瑶瑶给卖了呀。哼。话音刚落，韩琪琪便轻哼了一声，坐直了身体，俏脸上带着不满的表情。还朋友呢，不是说好不骗我的吗？瑶瑶是我最好的闺蜜，你以为她会不跟我说？我就是试探试探你而已，没想到你还真骗我。说完之后，俏脸上带着一抹幽怨，可是那小眼神还是在紧紧地盯着，等待着回应。杨晨嘴角顿时用力地抽搐了一下，无奈至极。城市套路深啊。他无奈地笑道：韩小姐啊，楚大小姐都跟你说了，你还逗我干嘛啊？我是不想骗你，但我也不能出卖楚大小姐啊。此话一出，韩琪琪娇躯都轻轻颤抖了一下，默认了，他们果然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猜对了，小陈呀，小陈，你也太好骗了吧，果然单纯。他抿着嘴角，忍着笑意。好吧，原谅你了，毕竟咱们刚认识，肯定没你跟瑶瑶的关系好，对吧？他悠悠地瞪了杨晨一眼，只是低下头去的那一瞬间，眸中满是笑意，很是惊喜的感觉。不是男女朋友，那瑶瑶竟然真的亲了杨晨。杨晨举起茶杯，一饮而尽。不能待了。他刚想起身告辞，韩琪琪那白皙的小手便端着茶壶凑了过来。爱喝就多喝点，他笑着说道。杨晨刚抬起来的屁股只好又落下，笑道：好，够了，喝饱了，喝完这杯我也该回去了。韩琪琪感受到了杨晨的一系列小动作，心中一阵好笑。这么着急走干什么？我这点魅力都没有吗？他笑着说道。小陈，既然瑶瑶不是你女朋友，你刚才给我按摩的时候那么紧张干什么呀？你有别的女朋友啊？杨晨嘴角微微抽扯几下。什么叫别的女朋友？他笑着说道。你那么好看，身材又那么好，我一个大男人当然紧张。韩琪琪眼眸一亮，好真诚。虽然这些赞美的话已经听了无数遍了，但是从杨晨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却让他格外开心。没有女朋友，他盯着茶几上的茶杯，心里面开始酝酿着一个小小的阴谋。但是还有一点不能确定，他的病到底有没有治好？杨晨的手法到底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厉害？如果真的治好了，韩琪琪激动了起来，嘴角也缓缓勾起一抹坏笑。杨晨见状愈发不安了，坏坏的笑容透着别样的魅力，但是他总是感觉有什么阴谋似的。他举起茶杯一饮而尽。一会儿还有工作，那我就先走了啊。他迅速起身笑着说道。韩琪琪虽然还没聊够，却也没有什么理由挽留了。好吧，那我送你。他起身送了出去，一双美眸盯着杨晨上车的背影。小陈，3天后得再按摩一次对吧？他笑着问道。杨晨开门的动作一顿，如果不疼了就不用按了，还疼的话再按。韩琪琪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好，
知道了，慢点开，注意安全。他轻轻摆手。杨晨走了，韩琪琪抱着肩膀，默默凝视着奔驰离去的方向。微风拂过，吹动的那轻薄的睡裙紧紧贴在娇躯上，勾勒出那曼妙性感的身姿。她那美眸之中带着若有深意的光芒。要是真把我治好了。8点多了，杨晨驱车往别墅的方向行驶而去，心中仍旧一阵古怪，怎么感觉这韩琪琪坏坏的？手机震动了2下，杨晨瞥了一眼，是苏雅发过来的短信，密码541888，入户门密码吗？他回了一条短信，收到。卧室内，苏雅将手机随意地丢在沙发上，俏脸上带着清冷的表情。还知道回消息，让你9点回来，你还打算卡点回来？他靠在沙发边缘，倾城的容颜上带着一抹忧愁。杨晨不来，他连洗澡都不敢了，时刻保持着警惕。外面的黑暗让他感觉处处都蕴藏着危险。不多时，车声响起，奔驰驶入院子。呼，苏雅顿时狠狠地松了口气，坐直了身体，抱着肩膀，小表情也迅速清冷了下来。咔，房门开了，杨晨探头走了进来。虽说这别墅不如韩琪琪家里那般奢华，却也是富丽堂皇了。他还是第一次进来，只是还没等走几步呢，那清冷悦耳的声音便缓缓响起。鬼鬼祟祟的做什么呢？杨晨这才发现坐在沙发上的苏雅。苏总，第一次进来，不知道往哪儿走。他笑着说道，说话的间隙也打量了苏雅一眼。她穿着淡蓝色的长款睡裙，材质也不单薄，虽说看不到什么，但是那性感的身材仍旧十分亮眼，端庄大气的感觉。换鞋。苏雅冷淡地说道。杨晨找了半天，这才换上了拖鞋。苏雅心中愤愤，自己在家实在是太没有安全感了，出于人性又得给杨晨留一些自由的时间，可他又希望杨晨早点来，所以很矛盾。杨晨穿着拖鞋站在茶几前面，不知道该做什么。苏雅冷淡地说道，孙有为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晚上警惕一些，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睡2楼左手第一个房间。杨晨轻轻点头，好。苏雅上下打量了杨晨一眼，说道，我睡觉了，明天早点回来。这句话终于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杨晨笑着说道，好的，苏总。苏雅背齿轻咬，不知为何，杨晨那笑盈盈的表情让他有一种气不打一处来的感觉，偏偏还说不了什么。他轻轻瞪了杨晨一眼，转身上楼。杨晨挠了挠脑袋，有些莫名其妙的，我又咋了？客厅里没人，杨晨打量了一圈，便也迈动脚步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楼梯口正对着观影厅，左右手各2间卧室，左手走廊的尽头是卫生间。杨晨熟悉了一下格局，进入房间。刚进去，一股新房间的气息扑面而来，似乎还没有人住过。床上摆放着被褥，还有各种生活用品。杨晨翻看着各种用品一应俱全，早知道就不回宿舍了。他简单收拾了一下，9点了，洗澡睡觉。杨晨起身离开了房间，迈动脚步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只是走着走着，他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了，那里面亮着灯呢。他有些疑惑，苏雅不是在右手边的卧室吗？只是还没等多想呢，卫生间的门便已经开了，一道曼妙的倩影哼着小曲儿从卫生间里面走了出来。一眼就一眼，杨晨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他幡然醒悟，这别墅里面可不只是苏雅一个人啊。那走出来的人赫然便是楚瑶瑶。她头发湿漉漉的，哼着小曲儿，一蹦一跳的走了出来，浴巾擦拭着乌黑的秀发。楚瑶瑶察觉到了有人，笑着说道，咦，还没睡？只是话还没等说完，她那蹦跳的身形便戛然而止了，瞬间僵在原地，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下来，那美眸之中满是错愕。小陈，他失声呢喃。杨晨抬眸跟楚瑶瑶对视着，思绪混乱。啊，他本能的应了一声。楚瑶瑶看了看杨晨，又看了看自己。啊，5秒钟，那尖叫的声音这才在走廊里面炸响。杨晨吓得一个机灵，只见楚瑶瑶用浴巾捂着娇躯，头也不回的冲进了卧室里面。砰，房门被用力关上了。杨晨清醒了，呆愣的站在原地。唉，许久，杨晨沉重的叹息了一声。没等多想呢，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怎么了？刚才是瑶瑶在喊吗？杨晨转过身，只见苏雅从房间里面探头出来，蹙着眉头，眸中带着担忧。她稳住情绪，很是心虚。啊，是，我把大小姐吓到了。她讪笑着说道。苏雅那紧绷的心这才放松了下来。哦，我忘了跟瑶瑶说你来的事情了，没事就行。她没当回事，又回到了房间。唉，杨晨站在走廊中间，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完了，完蛋了，他没了洗澡的念头了，
回到了房间，失神地趴在床上，等待着审判的降临。不多时，那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里面响起，愈发清晰，每一脚仿佛都踩在杨晨的心头。这叫什么事儿啊？杨晨欲哭无泪。门开了，楚瑶瑶穿着粉色的长袖睡衣从外面走了进来，用力地关上房门。她面色红润，绝美的脸蛋上满是羞怒。杨晨无力地坐起身来，楚瑶瑶大步流星地来到了床边，抱着肩膀，抿着小嘴，呼吸急促，傲人的胸脯剧烈起伏着。她也不说话，那犀利的小眼神就这么紧紧盯着杨晨。杨晨根本不敢对视那犀利的小眼神，不知所措。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不？他无奈地说道。楚瑶瑶咬着银牙，脸蛋上那气鼓鼓的表情更加明显了。是不是故意的重要吗？本小姐守身如玉18年了，哎，连手都没被其他男生碰过，今天就这么被你给看光了。你，他那胸脯起伏的弧度愈发的明显了，哪怕是穿着很保守的长袖睡衣，那迷人的魅力都在疯狂的发散着。杨晨闻言顿时一个头两个大，关键是楚瑶瑶这性格竟然连男生的手都没牵过，真的假的？他再次默默叹息了一声，对不起大小姐，我真不知道你在里面。他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了。楚瑶瑶粉拳紧攥，娇喝道，对不起有什么用？杨晨苦笑着说道，那现在什么有用啊？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现在做些什么你能开心点呀？楚瑶瑶仍旧抱着肩膀，目光清冷地凝视着，那气鼓鼓的模样未曾减退，只是听闻此言，美眸之中瞬间闪过一抹金光。简单。她朱唇轻启，冷淡地说道，我已经被你看光了，没法嫁人了，所以你负责吧。话音落下，那嘴角也迅速扬起了一抹不着痕迹的弧度。刚发现的时候确实很羞怒，但是回到房间之后便已经平息下来了。他发现虽然被杨晨看光了，却并不是很排斥，尤其是想到杨晨那火热的目光，心里还隐隐的有些小得意。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改变，那他自然要让这件事情变得有价值。只是此话一出，杨晨脸上苦笑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下来，他严重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他不确定地询问道，聚精会神地默默倾听。楚瑶瑶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淡淡地说道，我说你负责呀，娶了我就行了。话音落下，那眸中兴奋的光芒也掩饰不住了。杨晨嘴角顿时狠狠地抽搐了一番。不是，我说大小姐，你这有点太扯淡了吧？我就是看了，又不是上，嗨。他一激动，差点直接把话给吐露了出来，察觉之后急忙隐忍了下去。楚瑶瑶黛眉轻挑，又不是，这么说只要是，哼。他收拢思绪，眉头蹙起，问道，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看光了，还不想负责是吧？我已经被你看了，我还怎么嫁人呀？杨晨脑海中忽然浮现出楚瑶瑶说过的一句话，那个大清不是亡了吗？他讪笑着说道。楚瑶瑶瞳孔微微紧缩了一下，旋即银牙紧咬，杨晨，你混蛋，你不负责任，你没责任心，你都把我看光了，你不说你思想传统吗？你就这么传统的？他愤愤地说道，胸脯也再次开始起伏。不管，反正你要是不负责，我就去跟小姨说，你不但偷看我上厕所，还偷看我洗澡，我还被你看光了。说着，小眼神中满是威胁的光芒。杨晨心中那种无奈的感觉瞬间变强烈到了极致了，无语凝噎。大小姐，你别祸害我了行不？你条件那么好，又那么优秀，怎么盯上我了呀？你又不是嫁不出去。他脸上尽是无奈的表情，缓缓说道。楚瑶瑶愣住了，他轻咬着嘴唇，顿时感觉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杨晨，是本小姐在给你机会，你真以为你是什么稀罕货呀？除了本小姐，你上哪儿找我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去？谁嫁不出去？学校里面追我的人能绕操场3圈，你这个小司机，现在是你的天上在掉馅饼，你知不知道？他呼吸急促，愤愤地说道。这次是真急了。杨晨眼前一亮，这个角度似乎不错。知道，但是我已经说了，我比较在意爱啊，我不爱你啊，大小姐。强扭的瓜不甜吗？对不对？你就别逼着我跟你在一起了好不好？那么多追求你的人，肯定有比我优秀的，对吧？他找好用词，笑着回应道。为了刺激楚瑶瑶，特意说的重了一些。楚瑶瑶瞪大了美眸，我逼着你跟我在一起，我说了，我是在给你机会。他想否认，只是想想自己的行为确实是在逼迫，只能硬生生的寻找借口。杨晨故意接连点头，对，是在给我机会，是我用词不当哈。只是那个笑容显得很是敷衍。这楚瑶瑶更加焦急了起来，
感觉自尊受到了重创。你不信？信，当然信。杨晨那回应的态度让楚瑶瑶愈发的憋屈。好，给你机会你不要，你就等着后悔吧。杨晨，今天本小姐把话撂这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求着我跟我在一起的。她抬起那白皙的手指，神色坚定。杨晨强忍着心中笑意，解决了。好，我记住了，我一定记住。他连连点头。只是那个反应让楚瑶瑶更加气恼，同时心中也更加坚定。臭杨晨，你等着，到时候你求我在一起，我也不给你机会。他暗暗发誓，必须出气。楚瑶瑶气呼呼地站在原地，犀利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杨晨。杨晨笑着说道：“那个大小姐，时间不早了，要不你也回去休息。”哼！楚瑶瑶心中有了决断，冷哼一声：“被你看光的事情还没聊呢，这就要把我打发回去？想得美！”他娇喝道。啊！杨晨嘴角微微抽扯几下，心头无奈。那你想怎么解决啊？他试探地问道，心中也缓缓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楚瑶瑶没有着急回应，灵动的眼眸轻轻转动。很快，他脑海中灵光一闪，毕竟要出这口气，自然给杨晨机会多跟他接触，然后好好感受一下他的魅力。既如此，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坏坏的笑容。咕咚！杨晨对这个笑容太熟悉了，吞咽了下口水，心里面浮现出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楚瑶瑶收回手臂，轻轻抱着肩膀。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以后只要是你空闲的时间，我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你就得什么时候过来，用这个当做对我的补偿，行了吧？他那美眸之中闪烁着若有深意的光芒。杨晨有些错愕，这个要求倒是没有太过分，只是找我干嘛啊？他疑惑地问道。楚瑶瑶黛眉微蹙，淡淡地说道：“我经常被人欺负，你打架厉害，有问题吗？已经饶了你了，你别在这讨价还价了，行不行？一句话，你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去找小姨了。”大男人怎么这么磨叽呢？话音落下，小脸蛋上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杨晨又是一阵无奈，虽然感觉不像是什么好事，但毕竟要求不过分，这要是楚瑶瑶跟苏雅说了，哪怕是误会，他也都不敢想象会有什么后果。行，他无奈地叹息了一声，应道。楚瑶瑶嘴角迅速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哼，记住本小姐的话，我一定会让你求着跟我在一起的。话音落下，傲娇地扬起下巴，转身便往房间外面走去。很快到了走廊，楚瑶瑶忍不住了，嘴角迅速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哼，杨晨，等着，本小姐的魅力迷不死你，等到时候你求着想跟我在一起的，我就不同意，我就吊着你。哼，他已经想到那时候的画面了，已然开始迫不及待了。他迈动长腿往卧室走去，只是刚走2步，这才察觉到自己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杨晨怎么会在这？算了，不管。房门关闭，杨晨长舒一口气，躺在了床上，心中无奈的感觉浓烈到了极致。这一天天的都叫什么事儿啊？他脑海中仍旧回荡着刚才那性感的画面，却已经没有半点邪恶的心思了。楚瑶瑶到底在酝酿什么阴谋？这个问题让他头大。他闭着眼睛，混乱的思绪中根本无法进入梦乡。睡不着的不只是他。卧室内，苏雅仍旧在床上辗转反侧，那种心中烦躁的感觉无法压制。尤其是想到跟杨晨就隔着一个观影厅，那晚脑补的画面便时不时地出现在脑海之中，让他体内出现了一种莫名的躁动。任凭他如何努力，那画面也根本挥之不去。不知不觉，他娇躯都已经开始温热了起来，感觉身体里面仿佛有虫子在爬。那小手不断地伸向手机又收回，羞耻跟痛苦之间反复横跳。他那倾城的容颜上满是痛苦。时间流逝着，转眼间到了深夜，杨晨迷迷糊糊的已经进入了梦乡，苏雅却还沉浸在那种暧昧的氛围当中，无法自拔。他脑海中的画面已经跟隔壁的杨晨重合了，那股躁动愈发强烈。毕竟很长时间的习惯根本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戒除的。未曾多想，外面忽然响起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就在门外。苏雅表情微微一凝，心中疑惑，这个时间楚瑶瑶肯定已经睡着了，难道是杨晨？刚才那些画面在脑海中开始了疯狂的闪烁。他盯着黑漆漆的门口，虽然知道杨晨应该不会来，可心里面已经开始想入非非了。羞耻又抗拒，期待又不期待，那矛盾的思绪中，门把手被缓缓按压了下去。这苏雅心脏顿时用力地跳动了2下，似是心里面已经认定外面是杨晨了，竟然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恐慌，反而满是紧张。真的是杨晨，他怎么来了？他也忍不住了，怎么办？要不要呵斥出去？还是10数个问题瞬间出现在脑海之中。
他那修长的手指紧紧地攥着被子的一角，内心疯狂纠结中。很快，一道黑影进入房间，扑通扑通，苏雅的心脏顿时开始快速地跳动了起来，愈发紧张了，还没有想好到底应该如何应对。他的思路在尊严跟冲动之间来回拉扯，犹豫不决之际，忽然又是一道黑影从外面跟了进来。苏雅思绪瞬间凝固，两个人，不是杨晨，那他瞳孔骤然紧缩，一股寒意顷刻间便席卷全身。啊，杨晨，杨晨！他无心多想，对着房间外面便是一阵呼喊：操！咋他妈醒了？上，带走！其中一道黑影发出了一声低喝，直接往苏雅这边冲了过来。与此同时，外面再次冲进来2名大汉，4道身影快速逼近，让苏雅瞬间绝望，用被子捂住自己的娇躯，下床缩到了墙角，他人都已经有些麻木了，无从反抗。其中一道黑影一个箭步冲上了床，飞身而起，直接往他这边扑了过来。苏雅见状心都凉了，她极力的想要稳住心神，却根本无法承受着突如其来的噩耗。她本能的便将杯子甩向了那道黑影，迈步想跑。只是房间毕竟不大，刚跑出去2步，前面的路便已经被另外一道黑影给遮挡住了。哼，苏总，哪里跑啊？来，我抱你走。话音落下，猥琐的笑着，张开双臂便直接往苏雅的身上扑了过来。苏雅快速后退，只是还没等走几步呢，后背便已经撞击到了墙壁上，无路可退了。他心中瞬间满是绝望的死灰，紧咬着嘴唇，无法应对。下一刻，那黑影到了面前，模糊间能够看到那糙汉脸上猥琐的笑容，深深的厌恶跟无力袭上心头。杨晨，你怎么还没来啊？绝望之际，杨晨的容颜出现在脑海之中，千钧一发，找死！忽的一道低沉的喝声在房间之内炸响，苏雅还没缓过神来呢，便见到一只脚从壮汉后面甩了过来，直接狠狠地踢在了壮汉的右脸上。啊！那壮汉根本没有防备，瞬间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砰！他的头也狠狠撞击在左侧的墙壁上，头破血流，捂着脑袋倒在了地上。苏雅定睛看去，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正站在面前，看不清面容，但是他已经被那股浓烈的安全感给团团围住了。是杨晨。他粉拳握起，倾城的容颜上瞬间便流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笑容。果然，他没让我失望。与此同时，另外3个壮汉缓过神来，有人，弄死他！床上站着的那个壮汉怒吼一声，直接一脚往杨晨胸口踹了过来。杨晨眼神中寒芒一闪，伸手抓住他的腿，同时右腿横扫而去。壮汉失去了左腿的支撑，瞬间腾空。杨晨左手按住壮汉的脑袋，猛地下压，直接狠狠按在了地上。砰！楼房都跟着震动。那壮汉发出一声闷哼，呼喊的能力都没有，脑海中满是嗡鸣，极致的痛苦来袭。另外2个壮汉冲过来了，杨晨猛地上前，飞身而起，提膝便狠狠撞击在前面壮汉的胸口，同时右腿横扫而出，在另外一个壮汉脸上扫过。啊！2道痛苦的哀嚎声同时响起，壮汉狼狈倒地。4个壮汉瞬息间解决。杨晨稳稳地站在地上，快步往苏雅的位置走去。房间里面只剩下了4个壮汉那痛苦的哀嚎声。苏总，没事吧？杨晨快步冲到了苏雅的面前，担忧地问道。他听到声音，第一时间便飞奔了过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苏雅本能的便抬手抓住了杨晨的手臂。没事。他那清冷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杨晨感受到了。苏雅吓坏了，他拳头紧握，眼神之中瞬间满是狠厉的光芒，一股冰冷的气息破体而出。那股气息让苏雅都为之一震。没事了，苏总放心，我来处理。杨晨留下了一句话，便转身往几个壮汉那边走了过去。咔！灯光亮起，几个壮汉被灯光刺得睁不开眼睛，仍旧哀嚎着。尤其是为首的那个壮汉，脑海中仍旧嗡嗡作响，只是还没等睁开眼睛呢，便感觉自己的衣领已经被人攥住了，身体失重，腾空而起。他慌了，刚睁开眼睛，便对上了杨晨那冰冷的眼眸。他心头狂颤，那个眼神让他感觉自己好像是被什么洪水猛兽给盯上了一样。关键是他被杨晨给举起来了。谁派你们来的？杨晨眯着眼睛沉声问道。苏雅静静地看着杨晨的侧脸，那冰冷的表情跟冷峻的气息让他熟悉又陌生。咕咚，那壮汉艰难地吞咽口水，惊惧万分。没人啊，他心虚的回应。杨晨眼神中寒芒爆闪。好，他不由分说，手中用力，直接将那壮汉往房门的位置甩飞了过去。砰！啊！他倒在地上，发出了凄厉的哀嚎。
痛苦到极致。杨晨冰冷的目光放到了脚下的那个壮汉的脸上，冷声问道：“那你知道吗？”壮汉吓得连疼痛都已经顾不上了。不知道啊。他颤颤巍巍回应。只见杨晨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弧度。很好。他抬起右脚，猛地往壮汉头上踹了过去。砰！啊！壮汉瞬间发出了穿透九霄的凄厉哀嚎，被杨晨一脚重击之后，又狠狠地撞在了墙壁上面，血液溅得2米高。苏雅陌生地盯着，满脸错愕。杨晨给他的印象可是听话老实，还有点小憨憨，现在怎么另外2个壮汉见状妈了，顾不上呼喊了？未曾多想，杨晨那冰冷的目光便已经投递了过来。你们2个也不知道吧？他冷声质问。咕咚，2个壮汉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瞥了一眼另外2个痛苦至极的壮汉。知道，我知道。其中一个壮汉承受不住那惊惧的压力了，急忙说道：“是孙少。”是孙少让我们来的。另外一个壮汉急了：“孙少是孙有为，孙有为让我们来的。”他急忙补充道。苏雅这才从杨晨的事情中清醒了过来，眼神之中瞬间闪烁着冰冷的寒意。果然是他。杨晨眯着眼睛，心中的怒火疯狂的升腾。上次打轻了他。好，知道了。他淡淡的说道。那2个壮汉顿时狠狠的松了口气，只是还没等多想，杨晨的脚便已经甩在了他们的脸上。啊！2道痛苦到极致的哀嚎声再次响起。苏雅也顾不上孙有为的事情了，那复杂的目光盯着杨晨，仍旧沉浸在那种陌生的感觉之中。他是因为我才这么生气的，这个念头不知不觉的便出现在心中。苏总，用报警吗？杨晨的声音响起。苏雅愣了一下，旋即轻轻摇头。不用。杨晨没有说话，从苏雅身边走过，打开了2楼的窗户。这苏雅愕然地看着，没等多想呢，便见到杨晨抓起一个壮汉，如同小鸡子一般直接丢了出去。他捂着小嘴，迷茫地看着。不会死人吗？那落地的声音跟哀嚎的声音不断响起。啪啪！很快4个人都丢出去了。杨晨关上了窗户，轻轻拍打掉手上的灰尘。苏雅那一双美眸始终紧紧地盯着杨晨，直到现在也没有从刚才那复杂的思绪中清醒过来，心情如同坐过山车一样。关键是杨晨的气质让他很是不解。好了，苏总，解决了。杨晨将目光放到了苏雅的脸上，嘴角这才露出一抹笑容。苏雅也放松了不少，那种熟悉的气质回来了。他轻轻点头。好，你辛苦了。他沉吟了片刻，还是缓缓说了一句，那语气也不再清冷了，反而带着一丝复杂。杨晨也有些意外，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那倾城的容颜，笑着说道：“我的工作吗？”尽管笑着，可是心中已经在发狠了。孙有为过分，只是这件事情他不想跟苏雅说了，他想自己解决。3番5次地对付他的女人，他忍无可忍。苏雅那美眸之中仍旧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思绪还没有完全清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忽的一阵缓慢的脚步声从外面响起，苏雅心头一颤，不假思索，本能的便迈动脚步凑到了杨晨的身后，小手下意识抓住了杨晨的手臂。杨晨同样蹙起眉头，警惕地盯着，一道曼妙的倩影映入眼帘，是楚瑶瑶。她穿着睡衣，整睡眼惺忪地揉着眼睛。呼，苏雅放松了下来，这才察觉到自己抓着杨晨的手臂呢，如同触电一般，急忙收回了小手。她心里面怪怪的，怎么了？刚才什么声音？楚瑶瑶刚想询问，却猛然发现杨晨竟然也在。关键是杨晨全身上下只有一条黑色的平角内裤，赤膊着上半身呢。楚瑶瑶瞬间便愣在原地，俏脸上满是迷茫。你们？她伸出手指，木讷呢喃，那略显呆滞的目光也放到了杨晨的平角裤上。苏雅微微愣神，刚才完全沉浸在那复杂的情绪中，根本没有察觉，现在这才发现杨晨竟然没穿。他那清冷的容颜上都浮上了一层浅浅的红润。杨晨一阵无语。啊，没什么。苏雅稳住情绪，淡淡的说道。有人要绑架我，杨晨把他们打走了。啊，绑架。楚瑶瑶懵了，这才发现墙壁上的鲜血，惊到了，捂着小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苏雅抬手整理了一下凌乱的秀发。瑶瑶，最近不安全，你小心一些，我也是因为这个才让杨晨住家里的，过几天我看看，不行你就先回你妈妈那住吧，我怕连累到你。他缓缓说道，虽然语气平静，可是目光还是忍不住往杨晨的身上瞥去，那匀称的身材和8块腹肌散发着莫名的吸引力。楚瑶瑶缓过神来，不用，没事的，我小心一些就行了。他急忙笑道，在他心里赶紧迷倒杨晨才是重中之重。
现在杨晨住家里了，他自然不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苏雅沉吟了一下，先看看再说吧。孙有为那个畜生不一定能做出什么事情来。行了，先回去睡吧。他没有多说什么，主要是他也很迷茫。习惯了商业斗争的他，见惯了商圈里面那些下作的手段，却并未经历过这种黑暗手段。楚瑶瑶轻轻点头，啊，好，那我回去睡觉了，晚安。他转身之前，小眼神再次瞥了一眼杨晨的平角裤，嘴角轻轻扬起一抹弧度。他走了。杨晨趴在窗台扫视了一圈，当确定没有什么异常之后，这才转过身来，那我也先回去了，苏总，今晚应该安全了。他嘴角噙着一抹浅浅的笑容，说道。主要是现在的着装让他也很别扭，刚才没机会穿衣服，现在却莫名的有些羞耻了。苏雅粉拳轻轻握起，欲言又止。终究他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来。杨晨转身离去，房门关闭，苏雅站在床尾，看着刚才打斗的痕迹，还有床上的鲜血，心里很是不安。这怎么睡？杨晨回到房间，钻进被窝，脸上也已经满是冰冷的寒意。孙有为如果不是苏雅聪明，让他今晚住家了，他根本不敢想会是什么后果。畜生，等着！他心中那冰冷的恨意开始升腾。不知不觉，困意来袭，刚要进入梦乡，一阵轻缓的脚步声忽然从门外响起。杨晨陡然睁开眼眸，撑起身体凝视，又来人了。房门推开，杨晨身体瞬间紧绷，眸中寒芒爆闪。刚想起身，忽然一道曼妙的倩影走了进来。杨晨愣住了。走廊亮着微弱灯光，那曼妙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苏雅，杨晨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下来，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他怎么来了？只见苏雅手里面拿着枕头跟被子，迈动长腿便走了过来。没睡着呢。那清冷又随意的声音在卧室内回荡着。杨晨还没等缓过神来呢，便见到苏雅已经将枕头跟被子丢在床上了，那随意的态度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一样。没呢。苏雅轻轻点头。哦。她尽管装得很是随意，实则心里极其不自然。她实在是不敢自己在那睡了，关键是杨晨刚才的形象总会出现在脑海之中，本就失眠，那身影让她愈发躁动。所以他来了。我房间都是血腥味，今晚在这睡了，你睡地上吧。他朱唇轻启，淡淡的说道。杨晨嘴角顿时狠狠地抽搐了一番，无语凝噎的感觉从心头浮现。睡地上，不愧是苏总。他坐直了身体，笑着说道。啊，没事，那苏总你在这睡，我去你房间睡吧。话音落下，便要起身。不行。苏雅想也没想，急忙一声低喝。他做了半天心理斗争，这才决定过来的。杨晨去他房间，那他不是白来了。杨晨起身的动作一顿。怎么了，苏总？他疑惑地问道。本来就是担心苏雅不方便才提议的，没想到苏雅拒绝的这么果断。苏雅轻咬着嘴唇。那是我的床，嫌你脏。他胡乱地找了个理由，拒绝得很彻底。杨晨愣住了，他摇着头苦笑一声，心中满是无奈。他没说话，默默起身将被子铺在了地上，然后躺了下去。没办法，谁让这是他的女人呢？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苏雅粉拳轻轻握起，以前说这种话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想法，可是现在看到杨晨的沉默，忽然有点后悔了，是不是话说太重了？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心里清楚自己就是想过来找杨晨，但是高傲的自尊不允许他承认这件事情。今晚的杀手只是让他有了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而已。杨晨躺下了，他也躺下了。房间里面一片漆黑，二人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都毫无睡意。苏雅有些愧疚，他把跟杨晨之间的事情从头捋了一遍。杨晨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他不甘心自己的身体被杨晨得到了，一直在报复。杨晨救了他，他却还说那么重的话。他的芳心有些凌乱，那种复杂的思绪揉成一团，剪不断，理还乱。杨晨心里面也不太舒服。睡着了吗？不多时，苏雅那清冷悦耳的声音从房间内响起。还没。苏雅轻咬着嘴唇，有些迟疑，道歉的话说不出口。还好今晚让你来了，要不然我就彻底完了。你好厉害啊！杨晨眉头一挑，苏雅的性格能说出这种话，已经算是莫大的赞赏了。苏总更厉害，猜得准。他缓缓说道。苏雅悠悠翻了个白眼，想继续聊，又不知道该聊什么话题。今晚辛苦了。杨晨盯着天花板，笑着应道。我的工作，真的只是工作吗？第二次听到这个回应，苏雅心里面出现了不一样的想法。现在的杨晨跟刚才打架的杨晨仿佛不是一个人。不知为何，脑海中忽然蹦出来杨晨说过的他会负责的话，一股奇妙的念头从心底浮现。这大男生长得帅，
会医术，又能打，听话又懂事，单纯又善良，好像哪儿都不错。关键是他们还已经睡过了。苏雅心底的冲动愈发强烈，却被自尊死死压制，两个念头打得有来有回。她转移了话题：“对了，你医术是不是很厉害啊？”那个语气仍旧带着清冷，跟平时相比却已经缓和了许多。杨晨笑着回应道：“还行。”苏雅好奇地问道：“那失眠会治吗？”她已经被失眠的问题折磨了太久了，正因此才染上了那种不好的习惯。会啊，好治。杨晨浅笑着回应道。苏雅态度好了，她心里面也舒服多了。她躺在地上，苏雅躺在床上，这般聊天对她来说莫名的舒服。苏雅有些惊喜：“怎么治呀？”杨晨缓缓说道：“我留意过了，苏总就是因为压力太大，太过焦虑。明天我给你开点药，你吃几天就能管用了。”苏雅闻言有些失落：“那么久啊？”“行吧。”杨晨笑着回应道：“现在让你睡着的办法也有，就是得推拿。”“推拿”这两个字让苏雅心头一颤，顷刻间那股冲动便占据了上风，将尊严给稍稍压制了下去。“推拿呀？”他的声音都有些不自然了。杨晨没当回事，笑道：“我只是说也有立刻生效的办法，但是治标不治本，还是得靠药和你自身来掉的。”对于这个女人，他有一种莫名的情愫，谈不上爱，但还是不想败坏自己在他心中的印象。苏雅背齿轻咬，他心中的斗争愈发激烈了，对杨晨说的按摩有一种莫名的渴望。他沉默了，默默斗争。杨晨倒是没当回事，以为苏雅要睡了，轻轻闭上了眼睛。2分钟，杨晨迷迷糊糊的，已经快睡着了。忽然，苏雅那略显不自然的声音在卧室内响起：“我睡不着，你帮我推一下。”声音不大，但是卧室格外安静。杨晨清醒了过来，微微愣神，却也并没有多想什么。“好，那我去床上。”“苏雅抿着嘴回应。杨晨上了床，苏雅看着那挪动的身影，娇躯不自觉的紧绷，莫名的紧张。很快，杨晨坐在了苏雅的身边。“苏总，我来了哈。”苏雅粉拳紧握，这句话让她心里瞬间便出现了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她轻轻闭上了眼睛，心中满是羞耻。话音刚落，杨晨的手指便已经按在了她头顶的位置，一股电流迅速从她的娇躯里面胡乱窜动。苏雅也瞬间便开始享受了起来，本来杂乱的心也安静了。时间流逝着，那种舒服的感觉让苏雅无比享受，不知不觉便来了困意，在那煎熬的等待着，睡着了。杨晨感受到了那匀称的呼吸，松了口气，终于睡着了。他缓缓停手，等待片刻，苏雅并没有任何的反应。他盯着那模糊的倩影，目光复杂。这女人对他来说很特别。杨晨下了床，回到了地上，平躺了下来，平复了半天，这才将那股躁动的感觉给压制了下去。这次轮到他辗转反侧了，他还是在思考苏雅的事情，明明那么讨厌她，为什么这样？女人心，海底针啊！搞不懂，不知道过了多久，杨晨这才进入梦乡。转眼间天亮了，刺眼的阳光让苏雅从熟睡中醒来，她轻轻眨巴眨巴眼睛，看着天花板，思绪还有些混沌。她嘴巴里面发出了一道轻吟，伸出那雪白的手臂，抻了个懒腰。这声音让睡梦中的杨晨惊醒，刚睁开眼睛，便见到一道白皙的倩影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思绪还没恢复呢，眼睛便已经直了，脑海中满是空白，完全沉浸在眼前那绝妙的美景之中了。苏雅思绪也还没清醒，轻轻摇晃了一下小脑袋，挪动身体准备下床。他这才发现不是自己的卧室，昨晚的种种浮现在脑海之中。他被杨晨按得睡着了，这是杨晨的房间。那他娇躯瞬间僵硬了下来，视线迅速挪动到了地面上，正好对上了杨晨那睡眼惺忪的目光。他有些恍惚，睡醒之后就看到男人，让他很不适应。只是昨晚怎么按着按着就睡着了，还以为他抿了抿嘴，我魅力不够吗？他竟然什么都没做，还真有这么老实的男人。他心里面浮现出一阵古怪的小情绪。杨晨缓过神来说道：“苏总早啊。”他心头也满是怪异，同时也已经开始防备了起来，很担心这苏雅又找什么借口报复他。这个角度，苏雅本来端庄的睡裙也显得很是性感。早，昨晚都做什么了？他朱唇轻启，淡淡的说道。做什么了？杨晨连忙坐直了身体说道：没做什么啊，我按着按着你就睡着了，然后我就睡觉了。苏雅悠悠地看了杨晨一眼，冷淡道：睡我那天都没见你这么紧张，这你紧张什么？只是话音落下，他都要疯了，怎么说这种话了？杨晨同样一阵错愕，嘴角抽扯，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苏雅也受不了那尴尬的氛围了，起床上班了。他冷淡地说了一句，
便迈动脚步往房间外面走去，背影从容，脚步却很快。杨晨默默地盯着那曼妙的背影，心中一阵茫然。苏雅转过身的一瞬间，脸蛋便迅速红润了起来，那羞耻的感觉让她无地自容。苏雅啊苏雅，你有点出息，你馋男人了。只是刚出门便见到楚瑶瑶正好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她脚步瞬间停顿，思绪再次乱了。楚瑶瑶那娇俏的脸蛋上露出了迷人的笑容，说道：早呀，今天。只是话还没等说完，便察觉到了异常，她表情凝固了。苏雅怎么是从杨晨房间里面出来的？苏雅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早，我来叫杨晨起床。她故作从容，顺手将房门关闭，生怕楚瑶瑶看到地上睡觉的杨晨。楚瑶瑶这才恍然，啊，这样呀。她没怀疑什么，毕竟苏雅那性冷淡的风格对男人可是非常不屑的。走吧，吃饭去。她不放心，索性直接把楚瑶瑶给带了下去。不多时，早餐吃完了，杨晨坐在奔驰里面默默等待，直到现在心中仍旧满是茫然。很快，苏雅从别墅里面走了出来。今天苏雅并没有穿职业套装，而是换上了一身深灰色的包臀长裙和一件黑色外搭，那曼妙的身材被包臀裙凸显得淋漓尽致。苏雅隔着挡风玻璃察觉到了杨晨那惊艳的眼神，嘴角不自觉的便勾起一抹弧度。傻眼了，看来不是我的魅力不够啊。她带着一阵香风坐进了奔驰里面。去公司。那清冷的声音响起，倾城的容颜上没有表情，仿佛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杨晨轻轻点头，驱车前行。苏雅静静地打量着杨晨的侧脸，美眸之中闪烁着金光。那种情况都能忍，是不是男人赞赏杨晨间定意志力的同时又有些嫌弃？只是那帅气的侧脸更那股熟悉的安全感，让他心中那股冲动愈发强烈了。可惜放不下颜面。与此同时，江南华府的豪华别墅内，韩琪琪的美梦被闹铃声给吵醒了。她闭着眼睛摸索手机，关闭了闹钟，继续躺在床上回神。漂亮的脸蛋被几缕凌乱的秀发遮挡，带着朦胧的美感。10秒钟，韩琪琪陡然睁开了眼睛，迅速坐直了身体。我一觉睡了一整晚，没疼。顷刻间，一股电流从她的身体里面窜过，旋即狂喜。真的不疼了，竟然真的被杨晨的按摩给治好了。杨晨没骗人，医术通天。他脸上带着惊喜的笑容，粉拳紧攥，激动的左顾右盼的想要跟别人分享这份喜悦，却才反应过来别墅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好了，竟然真的好了。他激动的脸蛋上满是涨红，对杨晨的质疑彻底消失得一干二净。即使杨晨治不好他，昨晚的按摩也已经说明了杨晨医术的恐怖，更何况他现在对杨晨充满了信心。他好厉害啊。韩琪琪激动地抄起手机，做事便要给杨晨打个电话，只是号码都已经找到了，又被他硬生生地给隐忍了下来。不对，要是被他知道我不疼了，后天岂不是不会来按摩了？他关闭了屏幕，攥着手机，小眼珠轻轻转动着，那嘴角也迅速勾起一抹神秘的弧度。不是男女朋友，这么厉害的人才。他笑了起来，脸蛋上满是阴谋的感觉。不多时，到公司了，苏雅回到办公室便开始忙碌公司的事情。强明集团的投资已经到位了，他有的忙了。杨晨也回到了办公室里面，周莹莹仍旧穿着那套职业装，坐在自己的位置，并没有忙碌，而是用手撑着下巴，漂亮的脸蛋上带着一抹忧愁。早啊，周秘书。杨晨嘴角带着笑意打了个招呼。他对这周莹莹印象还不错，但是最深的印象还是那性感的身材。周莹莹这才从思绪中清醒过来。早，杨秘书。他挤出一抹笑容，有气无力地坐直了身体。杨晨坐在自己的位置。怎么了？心情不好啊？他疑惑地问道。周莹莹两只小手轻轻纠结了一下，这才摇头笑道：啊，没事，没睡好。杨晨察觉到了他情绪的异常，只是他不说，便也没有多问什么。不多时，周莹莹便也开始忙碌了起来。只是这一天的时间，情绪都不高涨，做事情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纰漏，被苏雅给训斥了一番。苏雅在公司里面一天没出去，可把杨晨给憋坏了。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了，又来事儿了。雅运集团最近困难重重，濒临倒闭，搞得公司成员人心惶惶。如今强明集团的投资注入，雅运集团也算是稳住了，出现了扭转局势的机会。苏雅自然要第一时间稳住军心，所以他组织了一个庆祝酒宴。杨晨坐在奔驰里面，默默等待着苏雅的出现。忽然电话响了，刚接通，那悦耳的声音便从电话里面响起：小陈，把我小姨送回去了没？没事了吧？过来接我一趟。那个语气傲娇又得意。杨晨瞥了一眼外面，说道：不行啊，还没忙完。哼。楚瑶瑶轻哼一声说道：
昨晚怎么答应我的，忘了是吧？不是说好了，忙完正事儿就随叫随到吗？在我眼里，只有你苏总的事儿才是正事儿，其他事儿不算。他迈动那长腿往学校外面走着，撅着小嘴，脸蛋上带着不满的情绪。韩琪琪跟在他的身边，虽然什么都听不到，可心底却满含期待。昨晚睡了一整晚，没有被病痛折磨，他今天高兴了一整天，情绪大好。关键是他现在很想见见这个成功把他治好了的男人。楚瑶瑶倒是没有察觉到韩琪琪的异常，脸蛋上气鼓鼓的。杨晨的手搭在车窗上，笑道：就是苏总的事儿啊，苏总今晚要开个酒宴，我得跟着他。这楚瑶瑶瞬间语塞，轻轻跺了跺脚，脸蛋上满是愤愤的小表情。什么嘛，什么时候开宴会不好，现在开什么宴会啊？我都等一天了。昨晚之后，那种想要赶紧用魅力征服杨晨的冲动已经遏制不住了。行吧，那等你忙完了，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听到了没？他撅着小嘴，愤愤地说道。韩琪琪闻言抿了抿嘴，心里面也顿时失望了起来。杨晨无奈地摇了摇头。好，他答应了下来，一阵头大。昨天本以为是小事儿呢，脑袋一热就答应下来了，今天才发现原来这件事很麻烦。只是已经答应了，他也没办法反悔了。电话挂断了，正好穿着性感包臀裙的苏雅也从公司里面走了过来。倾城的容颜，性感的身姿，哪怕已经坦诚相见过了，杨晨仍旧被第一眼给狠狠地惊艳了一下。太美了，这女人怎么长的？很快香风扑面而来，杨晨默默驱车前行，往酒店的方向行驶而去。呼，苏雅长舒了一口气，轻轻靠在了座椅上。这一天太累了，她那一双美眸也不自觉地便放到了杨晨的侧脸上。忙碌一天没看到杨晨，似乎还有点想看这张脸了。苏雅，你到底是怎么了？春天到了吗？她嫌弃这样的自己，但是那眼神还是控制不住，似乎有一股魔力一样。今晚我要喝酒，你好好盯着，别离开我身边。她朱唇轻启，冷淡地说道。杨晨瞥了一眼，点头回应。是，苏总。苏雅轻轻瞪了他一眼。苏总就知道苏总，人都被你睡了，还天天苏总呢。只是转念一想，杨晨似乎也没有理由叫别的称呼。哼，他冷哼了一声，这声音让杨晨瞬间懵了。不是又怎么了？他偷偷从后视镜里面瞄了一眼，当察觉到苏雅正盯着他呢，又闪电般的收回了目光。这女人怎么奇奇怪怪的？杨晨满心不解，谨慎了起来，可不想给苏雅抓到什么理由报复她了。时间流逝，不多时，杨晨便将车停在了酒店外面了。宴会6点准时开始，时间还早，苏雅需要提前过来安排，公司的员工也都还没有到位呢。杨晨也始终都跟在苏雅的身后，保持警惕，防备着有人暗算的同时，还要防备着苏雅那古怪的情绪。5点半了，安排完了。苏雅也第一时间便带着杨晨来到了酒店包厢里面休息。杨晨顺手将包厢门关闭，刚回头便见到苏雅整个人直接倒在了沙发上面，美腿翘起的那一瞬间，裙下风光一闪而过。今天苏雅忙坏了，此刻她也完全顾不上自己的形象了，只想赶紧好好休息一会儿。更何况在这男人面前有什么好注意的？知根知底的。杨晨上前2步，默默站着。苏雅那一双美眸放到了杨晨的身上，眼前灵光一闪。好嘞，给我安安。他朱唇轻启，淡淡的问道。昨晚那种舒服的感觉让他很是迷恋。啊，好。杨晨应了一声，迈步上前，心里面却忍不住一阵嘀咕，怎么还上瘾了？苏雅面容清冷，心里却满是期待。她趴在了沙发上面，杨晨蹲在身边，开始按揉了起来。苏雅无比享受，沉醉其中。很快按完了，苏雅仔细感受，不错，你这按摩的手法确实厉害。她坐直了身体，赞赏道，那种疲惫的感觉确实已经缓解了太多。苏总喜欢，以后就多按。她笑着说道。苏雅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杨晨，嘴角缓缓扬起一抹弧度。走吧，时间到了，天快黑了。等杨晨跟着苏雅来到宴会大厅的时候，已经人满为患了。尽管都是公司成员，但是对杨晨来说也都是陌生的面孔。公司里除了周莹莹跟苏雅，他谁也不认识。然而苏雅的出现瞬间点燃了公司员工们的热情，一个个目光如炬，视线紧紧追随。苏雅面色清冷，气场全开。杨晨故意拉开了一些距离，并没有跟得太近。苏雅站上了舞台，她那清冷的目光扫视了一圈，嘴角这才缓缓勾起一抹弧度。坐吧。所有人瞬间落座，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光灼灼地盯着苏雅。杨晨站在舞台边缘，心中不免一阵感叹，好强的号召力。这女人虽然有些时候强势了点，但是这能力确实没得说。
感谢各位的努力，让咱们雅运集团在种种危机之下度过了难关。雅运集团屹立不倒，是所有人的功劳。我这个人不喜欢废话，为了感谢诸位的努力，也为了咱们以后能继续齐心协力的奋斗，今日在场所有人薪资都上涨10%。那清冷的声音在大厅内回荡着，冰冷的语气却瞬间激发了所有员工心中的火热。哇，苏总威武，果然跟着苏总就不会错，苏总太好了，10%啊，感谢苏总。整个大厅瞬间满是激动的议论声，一个个兴奋到了极致。杨晨默默打量，暗暗佩服。一个简简单单的操作激发了所有员工的斗志。只是还没等多想呢，便见到人群中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中年男人站起身来，他举着酒杯环视四周。各位，苏总为了这次的难关可是付出了太多，如今难过熬过，第一时间想的却是给咱们涨工资。来，咱们共同举杯，敬苏总一杯。他威严的脸上带着笑容，朗声道，旋即便将酒杯举向了苏雅的方向，歪头笑着，眼神示意。杨晨见状，心里瞬间出现了一股不爽的感觉。这小子谁啊？周围众人见状纷纷举杯附和，脸上带着激动的笑容。苏雅瞥了男人一眼，好，来。他跟众人举杯同意。男人一饮而尽，手中的空酒杯对着苏雅示意了一下，嘴角扬起一抹笑容。杨晨看得愈发不爽了，笑得这么猥琐。虽说苏雅肯定不承认，但是他心里面已经把苏雅当成自己的女人了，至少现在是。苏雅倒是没当回事，继续宴会的流程，将强明集团的刘强明也给请上台了。作为投资方，待遇自然会高一些。很快，讲话的流程结束了，宴会也彻底开始了。众人推杯换盏，气氛欢乐。苏雅在台上的三言两语，让所有员工的心都已经沸腾了起来。刘强明跟苏雅站在宴会厅中心的位置，聊着发展方向。杨晨默默站在不远处，毕竟刘强明给雅运集团投资，跟孙家那边势必会闹掰了，自然要竭尽全力的帮助苏雅，这是唯一的出路。杨晨不懂商业，对他们聊的内容不感兴趣。忽然，一道身影举着酒杯，迈步走向了苏雅的位置。杨晨眉头皱起，眼神中闪过一抹不爽。又是他，刘董、苏总，这几天你们都太辛苦了，我敬你们一杯。那男人脸上带着客气的笑容，轻轻扬头。他身后的一个服务员迅速端着托盘来到了苏雅跟刘强明的身边，端起其中一杯酒递给了刘强明。男人也举起了酒杯，倒是很客气。苏雅缓缓说道，刘董，这是我们雅运集团市场部总监张瑶，我的得力助手，从我公司刚创建的时候就跟着我了。刘强明接过酒杯，打量了张瑶一眼。苏总手下人才辈出啊，他客气的笑道。苏雅也顺势拿起了托盘上的另外一杯酒，回应道，刘董过奖了。张瑶举起酒杯，笑着说道，可不敢当啊，刘董，当着您和我们苏总的面，我算什么人才啊？来，为了预祝咱们未来合作顺利，干一杯。话音落下，那视线便迅速落在了苏雅的脸上，那眼神中明显闪过一抹亢奋的光芒。咦，杨晨察觉到了，眉头微微蹙起，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好，干杯。刘强明笑着举起了酒杯，苏雅同样抬起了那纤纤玉手。张瑶的表情明显激动了起来，抬手的那一瞬间，嘴角勾起了一抹阴险的弧度，虽然很隐晦，但还是被一直盯着他的杨晨察觉到了。不对劲啊！苏雅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异常，酒杯已经触碰到那香醇的边缘了。张瑶斜眼看着，心脏都已经要跳出来了。成了！他强行压制住心中的兴奋，做事便要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苏总，等下！忽然，那低喝的声音从不远处响起，三人动作停顿。张瑶眉头紧锁，眸中闪过一抹冷意。谁坏他好事？定睛看去，只见杨晨正皱着眉头快步走来。苏雅黛眉微蹙，疑惑地看着，酒杯也顺势放了下来。怎么了？他朱唇轻启，淡淡的询问。张瑶眉头紧锁，冰冷的目光死死凝视着杨晨。杨晨感受到了，虽然还没检查，但他已经确定这酒杯绝对有问题了。只是这场面，杨晨扫视了一圈，刚才那一嗓子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今天好像不太适合出什么变故吧。他抬头跟苏雅对视着，笑道，苏总，你已经很累了，要不这杯酒我帮你喝吧。你别喝了。话音落下，递过去一个若有深意的眼神。苏雅眉头微微蹙起，感受到了。什么意思？他缓缓将目光放到了酒杯里面，美眸中闪过一抹若有所思的光芒。酒有问题。只是还没等多想呢，一道低喝的声音响起。你谁啊？谁让你过来的？苏总的事情需要你来操心，下去，别在刘董面前丢人现眼。是张瑶。他面色冰冷，威严的气息弥漫着。苏雅淡淡的瞥了张瑶一眼，没有说话，
默默观察。杨晨笑容收敛，他抬眸跟张瑶对视着，冷淡地说道：“我是苏总的秘书，操心这种事情有什么问题吗？我碍着你事儿了。”最后一句话若有深意，他担心苏雅领会不到，所以故意强调了一句。张瑶瞳孔微缩，有些慌了神。苏雅察觉到了，眯了眯眼睛，眸中泛起一抹冷意。砰！张瑶一拍桌子，低喝道：“在这胡说八道什么？没看到苏总在陪刘董了吗？你算什么东西？这场合是你这个秘书该来的吗？耽误了刘董的好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给我滚出去！”他气焰嚣张，趾高气扬。周围众人很是无语地看着杨晨，心中满是嫌弃。不长眼的，这要是得罪了刘强明，在场所有人都会被连累的。苏雅黛眉微蹙，她那看向张瑶的目光瞬间便闪过一抹冷意。不知为何，见到杨晨被如此辱骂，她心中很是不痛快。杨晨眸中寒芒闪烁，刚想说话，忽然刘强明上前一步：“杨先生，怎么这个小总监这么跟您说话的？脑袋进水了吗？杨先生，这钱还有必要继续投吗？我随时可以收回款项的，只是付一笔违约金的就好了，您一句话的事儿。”他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姿态谦卑，只是那满含怒意的眼神却在斜视着张瑶。此话一出，张瑶脸上的表情骤然凝固。嘶！周围也瞬间响起了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所有人那震惊的目光都放到了杨晨的身上，一个个眼神之中尽是迷茫的光芒。不是，什么情况？这小子不是苏总的司机吗？不是刚刚上任苏总的秘书吗？刘强明对他竟然如此恭敬啊！众人惊呆了，木讷地看着。张瑶嘴角也在狠狠地抽搐着，思绪一阵迷茫。最关键的是，苏雅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显然是默认了。这司机这么屌的？苏雅若有深意地打量了杨晨一眼，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神秘的弧度。他知道杨晨是碍于场合没有说破，这小男人还挺细心。那我只能将计就计了。他眼珠轻轻转动一下，已然有了计策。既然酒有问题，那就肯定还是上次的那种问题了。行了，他恢复了表情管理，冷淡开口。张瑶还在凌乱，视线落在了苏雅的身上，心里面没来由的开始紧张了起来。他很心虚。苏雅抬眸瞥了杨晨一眼，那难道你先下去吧，我喝完这杯就不喝了，还没敬刘董一杯呢。张瑶心中狂喜，没察觉。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嘲弄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杨晨眉头皱起，苏总，你现在的身体不适合喝酒，还是别喝了。他眼神暗示着有些焦急。张瑶看向他的眼神更加阴冷了起来，眸中寒芒闪烁。苏雅黛眉微蹙，我自己有分寸，你先下去吧。他冷淡地说道。张瑶冷笑更甚。杨晨拳头微微握起，上前一步，低沉地说道：“苏总，这酒不适合你，你别喝了。”他就差直接说出来了。张瑶紧咬着后槽牙，恨意弥漫。他很不理解杨晨这小子是怎么知道的。苏雅看着杨晨那焦急的样子，心中一阵好笑。他没有表露出来。杨晨，我说话你都不听了，还想让我说几遍？下去。他俏脸微寒，低沉地说道。刘强明眉头皱起，很是不满，但是杨晨还没说什么，他也没法多说，只能等着杨晨的命令。杨晨眉头紧锁，眼神暗示着。苏雅强忍着心中笑意，莫名觉得有趣，脸上保持着冰冷。听不到吗？他再次冷漠地开口。杨晨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要死你得了，傻女人。他狠狠地瞪了苏雅一眼，懒得管了，转身大步流星的便往远处走去。苏雅见状微微愣神，别走太远。他还真担心自己把杨晨给气跑了，如果酒里真有什么东西，他还得等着杨晨救场呢。杨晨本来真想一走了之的，只是想了又想，算了，自己的女人自己宠着吧。他没有回应，停下脚步，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那气呼呼的背影让苏雅抿了抿嘴角。来，刘董，感谢你的投资，咱们干杯。他举起了酒杯。刘强明瞥了杨晨一眼，终究还是没有多说什么。好，他轻轻点头。张瑶的情绪再次激动了起来，举杯的手都有些轻轻颤抖。他阴冷地看了杨晨一眼，冷笑不止。小畜生，等着，干杯！棒！酒杯碰撞发出了清脆的声响，三人抬头将酒水一饮而尽。张瑶激动地想要呼喊，成了！杨晨看到了这一幕，气不打一处来。蠢女人，服了！苏雅其实想假装喝一下的，却又担心万一待会儿被杨晨救下之后被发现，索性直接喝了。反正有杨晨，事情成功，张瑶便也不再理会，等待着药效发作就好。他打了个招呼，转身离去，只是那阴冷的目光还是狠狠地瞪了杨晨一眼。
苏雅也继续跟刘强明聊了起来。宴会继续，只是杨晨却已经成了众人们热议的话题，有人震惊，有人嘲讽。苏雅仔细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时不时地看杨晨一眼。她可害怕杨晨跑了。不多时，一股温热的感觉便已经在体内浮现。苏雅黛眉微蹙，果然，她蹙着眉头，冰冷的目光打量了远处的张瑶一眼。杨晨还在，她也没担心，反而心里面还隐隐的有些期待。这个念头让她无比羞耻。张瑶虽然在那边闲聊着，可是眼睛却始终都盯着苏雅这边呢。为了防止杨晨捣乱，特意把保安都叫来了。今晚不能出现任何意外。他看着苏雅那微微摇晃的身躯，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笑容。苏总，今晚你是我的了。很快，那眼神之中便已经满是狂热的光芒了。不多时，苏雅脸蛋开始温热，那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开始从身体里面浮现，晕眩的感觉袭来。苏雅抬手轻抚额头，娇躯轻轻晃动了2下。刘强明担忧地问道：苏总，怎么了？苏雅闭着眼眸，轻轻摆手：没事。张瑶眼神中瞬间金光爆闪，激动的身体都开始颤抖了起来。药效发作了，这么快？好药啊，果然是好药啊。他没着急，继续等待，同时那警惕的目光也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杨晨自然察觉到了，他白了苏雅一眼，没有理会。这女人该教训教训。苏雅轻咬着嘴唇，倾城的面容上满是醉人的红润，身体也已经开始站不稳了。差不多了。张瑶表情狂热，急忙冲了过去。苏总，您怎么了？喝醉了吗？来人，快扶着苏总下去休息。他脸上满是担忧，挥手呼喊，把2个早就安排好了的公司女员工喊了过来。杨晨冷冷地看了张瑶一眼，看着他那拙劣的演技，好在他没上手，要不是为了给苏雅一个教训，他才不会忍到现在。苏雅被2个女员工搀扶着离开了。张瑶装模作样的没有着急离开，留在这里控场，让宴会继续。杨晨默默地坐在那里，就当没发现。不多时，张瑶悄然退场。杨晨见状，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笑容。等不及了，那你惨了。他盯着张瑶的身影，起身跟了上去。房间内，2个女员工将满面红润的苏雅轻轻放到了床上，他们对视一眼，快步离去。人走了。苏雅缓缓睁开了眼睛，嘴角轻轻勾起一抹弧度。药效还没完全发作，她是装的，但是那种火热的感觉也已经在身体里面弥漫开来，那股被压制许久的冲动开始升腾。她喘息微微急促，一双美眸盯着门外。她有些紧张，只是并不是面对张瑶的紧张，而是面对杨晨的紧张。她坚信杨晨肯定不会出错，所以即将发生的事情已经在脑海中浮现，那股羞耻感也随之而来。她竟然用这样的手段做这种事，咦，不对啊！她脑海中忽然冒出来一个问题，现在又被下药了，那待会儿岂不是还要失去意识？那她表情微凝，瞬间懵了，光顾着想杨晨的事情了，怎么把这回事给忘记了？这怎么办？苏雅被齿轻咬，有些焦急，只是未曾多想，刷门卡的声音响起，门把手被人按下了。来了。苏雅被齿轻咬，轻轻闭上了眼睛，装出一副药效已经完全发作的模样。张瑶蹑手蹑脚地关上了房门，他的视线落在了苏雅那曼妙的娇躯上，傲人的身材轻轻勾勒，面色红润，呼吸急促。轰！张瑶瞬间炸锅了，那躁动的感觉顷刻间便侵袭全身，交感神经极度兴奋。苏总，你怎么样了？张瑶迈步上前，试探性地问道，脸上的笑容却已经猥琐到了极致。苏雅将眼睛睁开了一道缝隙，见到这一幕，心底瞬间满是厌恶。杨晨呢？怎么还没来？他没回应。张瑶也已经到了床边了，兴奋的搓手，身体都在狠狠地颤抖着。那猥琐的目光也从苏雅的玉足缓缓往上挪动，那凹凸有致的身材让他的情绪亢奋到了极致。药效发作了，他不装了，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苏雅，跟你4年了，这一天我也足足盼了4年了，终于让我等来了机会。宝贝，别怪我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女人了。现在公司资源得有1小半在我手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除了认命还能怎么样呢？放心，我会对你好的，今天我也会很温柔的，宝贝，我来了。他自顾自的呢喃，话音落下，脸上猥琐的笑容便已经浓郁到了极致了。他颤抖着手，一件件地脱掉了自己的衣服，丢在地上，转瞬间便成为了一道光影。苏雅黛眉微蹙，将眼睛缓缓睁开了一道缝隙，当见到眼前一幕的时候，心头一颤，瞬间被恶心到了。杨晨呢？怎么还不来？不是让他盯着吗？苏雅粉拳轻轻握起，心头有些焦急，
之所以有这个计划，完全是出于对杨晨的100%信任呀。药效还没完全发作，他能反抗。但如果杨晨还不来，那戏可就演不下去了，不是白折腾了吗？这个臭杨晨做什么去了？他防备着。张瑶喉咙不停地滚动着，情绪亢奋到了极致。苏总，我来了哈！话音落下，缓缓靠近。苏雅心中那叫一个厌恶，臭杨晨，死哪儿去了？他银牙紧咬，心中愤愤，但是说什么也不能让这恶心男碰到。他紧绷着娇躯，右手蓄力做事，便要抡过去。咚咚咚！忽然敲门声从外面响起，苏雅止住动作。张瑶完全沉静，本就紧张又刺激呢，那突如其来的声音给他吓得魂儿都飞了。啊！他惊叫一声，旋即身体轻轻抖了几下。他瞳孔地震了，缓缓低头，这才发现妈的！啊！张瑶情绪瞬间狂暴，双眼泛红，脖梗青筋暴起，他要气炸了。他猛地回头，阴狠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房门的方向。谁啊？他一声怒吼，这美妙的如梦境般的事情竟然被人破坏了。很快，外面响起了一道平静的男人声：“我来看看苏总，你怎么在这？”杨晨。张瑶听出了这声音的主人，心头怒火狂暴到了极致。你他妈给我滚！那愤怒的吼声突破天际。苏雅那微睁的眼眸轻轻闭上，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算你懂事。那紧绷的娇躯也松软了下来，躺在床上默默等待。杨晨站在门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不好意思，保护苏总是我的职责。出来吧，别等我进去请你。他冷淡地说道，同时那眼眸中也开始闪烁着冰冷的寒芒。张瑶怒不可遏，你他妈一个小小的秘书装你妈，咱俩的账慢慢算，老子今天没他妈时间搭理你，不滚是吧？我找人送你滚。话音落下，直接冲下床想要去拿手机喊人。杨晨自然猜到了，现在主动开门，我能轻点打你，等我自己进去，那后果可就不一样了。他倒退2步，随意地说道。张瑶气笑了，他妈的傻逼，你进来，来，你他妈进来啊！房门已经反锁了，我看你怎么进来，等死吧你！反正这事情肯定瞒不住苏雅，他也不打算遮掩。话音落下，脸上满是不屑的笑容。他也找到了号码，刚想按下光，忽的那刺耳的撞击声响起，房门被杨晨一脚踹开了。苏雅被吓到了，花枝乱颤，将眼睛睁开一道缝隙，正好见到杨晨面无表情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嘴角扬起一抹微妙的弧度，那种安全感瞬间便奔涌而来，将他团团包围。他已经开始享受这种感觉了。张瑶蹲在地上攥着手机，满面迷茫地抬起头来，正好对上了杨晨那冰冷的目光。他思绪瞬间空白，嘴角疯狂抽扯。谁让你进来的？他神色木讷地说道。那么厚的门啊，说踹开就踹开了。他懵了。杨晨瞥了一眼床上的苏雅，又是忍不住瞪了他一眼。蠢女人。他缓步前行，笑着说道。我说了，我进来，那你惨了。张瑶如梦方醒。你想做什么？我立马叫人上来弄死你，信不信？他扬起手机，手指做事便要按下拨通键。杨晨眸中寒芒一闪，他顺手抄起桌上的烟灰缸，奋力一甩，啪！啊！张瑶捂着手腕，发出了一声嚎叫，手机也瞬间被烟灰缸击飞了。他瞪大了眼睛盯着杨晨。你！他张开嘴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慌了。苏雅被杨晨这一手惊艳了一下，她美眸半睁，视线追随着杨晨的身影，心中一阵感叹，他真的好厉害。同时那股冲动的感觉在心头也愈发的强烈了。很快，张瑶撞在了后面的墙壁上，无路可退了，眼神中带着惊惧的光芒。杨晨停下脚步，眸中寒芒爆闪，这种下作的手段本就该死，用这种手段对付我的女人更他妈该死。他眼神陡然犀利，那股冰冷的气息瞬间变得狂躁。这张瑶闻言瞳孔微缩，脑海中瞬间便满是迷茫的感觉。他的女人。然而还没等多想，便看到杨晨脸上露出了一抹狠色，旋即那拳头便不断的在眼中放大。砰！这一拳结结实实。啊！张瑶瞬间发出了一道惊天的哀嚎，被击中的同时，后脑海狠狠撞击在了墙壁上。他软趴趴的倒在了地上，捂着脸，鲜血顺着指缝流淌而出，哀嚎不止。一拳，张瑶的意识已经模糊了。杨晨却没想就此放过，他抬腿便是一顿猛踹，撞击声跟哀嚎声回荡在房间内。苏雅默默地看着，杨晨的话在他的脑海中回荡着，我是你的女人。再次听到这句话，让苏雅心里面出现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尤其是那种强烈安全感包裹之下，那股感觉十分明显。作为女强人，
向来自立自强，只是他也会累，只是并未表现出来而已。他也渴望着一个安全坚实的港湾来为他遮风挡雨。他本以为这辈子都找不到了，但是这杨晨，他无心理会张瑶的痛苦哀嚎，一双美眸紧紧地盯着杨晨那冷峻的面容。不知不觉，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他是港湾吗？不多时，张瑶那哀嚎的声音便已经开始衰退，喊不动了，鲜血溅射的满身都是。但是杨晨下手很有分寸，不会致命。他也累了，最后一脚直奔张瑶双腿之间那特殊的位置。这一下暴击，哦！本来已经没有力气呼喊的张瑶，瞬间便发出了一道穿透九霄的哀嚎。呼！杨晨倒退2步，呼了口气。他盯着地上抽搐不止的张瑶，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小东西，打你一顿太便宜你了，不如带你见见世面。他迈步上前，抓住张瑶的一条腿，拖着便往房间外面走去。苏雅见状微微愣神，怎么走了？他本想起身观望，但是手臂却已经软绵无力了，娇躯轻轻跌倒在床上，思绪不集中了，便迅速被那股躁动占领。他轻咬着嘴唇，杨晨，你干什么去了？快回来啊，一会儿没意识了。宴会厅，众人还推杯换盏，欢声笑语不断。叮！忽然电梯门开了，本来无人察觉，但是附近的几个人还是被余光里的光影给吸引了。啊！其中一个女生发出了一声惊叫。顷刻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放到了电梯里面那蜷缩的光影身上。张总监。杨晨将张瑶放在电梯，便迅速回到了房间里面。苏雅急忙闭上眼睛，回来了，还好，意识还在。她本来还在回想该怎么演出药效发作的状态的，只是刚闭上眼睛，便察觉到根本不用演了。那种微妙的感觉已经在体内弥漫开来。她喘息急促，气息炙热，娇躯也在不受控制地轻轻扭动着。杨晨凑到了床边，仔细观察。苏雅的思绪在药效跟羞耻之间不断徘徊，紧张又期待。蠢女人，气死！让你别喝非得喝，又中招了吧？你这智商是怎么做起了你这么大公司的？杨晨忍不住嘟囔着。这苏雅轻咬着牙齿，默默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你懂什么？这叫聪明的猎手以猎物的身份出现。你才蠢，到现在都看不出来。杨晨也无心多想了，脱鞋上了床。还好，这次还没完全发作。他坐在了苏雅的身边，抬着苏雅的脖颈，便将外搭给脱了下来。苏雅的小心脏剧烈的跳动着。哼，还以为你多正经多能忍呢，这就不行了。你有借口了。他心里面默默嫌弃，但情绪也开始激动了起来。终于要开始了。隐隐的，他心里面出现了一种阴谋得逞的感觉，羞耻伴随着刺激。他准备好了，只是还没等多想呢，便发现杨晨并没有继续脱他的衣服，而是伸出双手按在了他身体的2个穴位上，轻轻按揉了起来。这苏雅愣了，这是解毒呢？他懵了。杨晨强忍着内心的躁动，默默按揉。要是能用银针，就需要这么麻烦了。他也不确定这能不能解毒。苏雅也确定了，真在解毒？不是，你是不是男人啊？这样了，你还解毒？苏雅内心一片茫然，小粉拳不自觉的紧握，满是幽怨。关键是，伴随着杨晨的按揉，他真的感觉身体里面那股蚂蚁啃噬般的酥麻得到了缓解，还真管用了。什么破医术啊，这么厉害？杨晨眉头紧皱，认真解毒。他自然知道，现在哪怕真的做了什么，也肯定没关系。但是他不想对不起自己的心，他并不想趁人之危。时间流逝着，苏雅却愈发的焦急了起来，那种感觉真的在逐渐消退。这么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就要解毒了。蠢男人，气死了！他心中满是幽怨，知道不能继续这么下去了。不行，哪怕心中羞耻，但他实在是忍不住了。这种名正言顺的机会不能错过。呼呼，他剧烈的喘息着，娇躯轻轻扭动，小手也开始胡乱的摆动了起来。已经2次了，有经验了。杨晨见状微微愣神，脸上露出了一抹疑惑的表情。什么情况？他急忙抓住了苏雅那乱动的小手，将手指搭在了她的脉搏上。怎么回事？明明缓解了呀！杨晨懵了，这句话让苏雅更加焦急了起来。这是医术还是仙术？怎么什么都能看出来啊？这么下去岂不是要败露了？不能等了。苏雅银牙紧咬，本来羞耻的心瞬间坚定了下来。不能给他机会。好难受。苏雅露出痛苦的表情，呢喃一声，直接甩开了杨晨按揉穴道的手。杨晨微微愣神，然而还没等多想呢，便见到苏雅猛然坐直了身体，那倾城的容颜不断靠近。杨晨见状瞪大了眼睛，
本来就没有什么防备，身体也没有力量支撑。那娇躯扑过来的一瞬间，迷人的香气跟温热的呼吸齐刷刷地扑面而来，他思绪都微微混乱了几分。他看着那满是红润的倾城面容，心中一片茫然。什么情况？怎么这样了？苏雅眼神迷离，激动的情绪跟药物的结合，让他瞬间便没了考虑羞耻感的心思。他轻咬着嘴唇，眸中闪过一抹坚定，全当是药效发作了吧。他不再犹豫，按住杨晨的手臂便直接吻了上去。杨晨脑海中轰然炸响，思绪瞬间混乱了。苏雅完全动情，尊严顾不上了，反正有药物在替他遮掩。那几个晚上积攒下来的情绪，在这一刻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一样。杨晨最后的意识也瞬间便被那种无尽的冲动给淹没了。他沦陷了。顷刻间，房间内便只剩下了醉人的气息。宴会散了，人走了，夜深了。房间内的战斗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杨晨累了，苏雅倦了，闭上眼睛便缓缓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天色蒙蒙亮，苏雅从睡梦中悠悠转醒，睁开了美眸，轻轻眨巴了几下。她盯着酒店的天花板，昨晚的记忆袭上心头，那本来模糊的思绪瞬间清醒了。她抬眸观察一番，这才发现自己赫然正躺在杨晨的臂弯中呢，脸贴靠在那宽阔的胸膛上面，很是温热。昨晚药效始终没有彻底发作，他也全程保持清醒。杨晨还在熟睡当中，他抬眸瞥了一眼那俊朗的面容，心里面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便宜你了。很快，脸蛋再次贴靠在了杨晨的胸膛上，没着急动，而是默默思索着待会儿杨晨睡醒了该怎么说。毕竟尊严还是要的。想着想着，那嘴角便缓缓露出了一抹坏坏的笑容。这男人好像哪里都不错。既如此，他眼珠轻轻转动，打定了主意，心里面也再次开始期待了起来以后的生活，似乎多了一些乐趣。转眼间，太阳升起了。杨晨还没睡醒，苏雅已经躺了很久了，却莫名的贪恋这种靠在杨晨臂弯之中的感觉。他极度享受这种被安全感团团包围的感觉。他再次打量了一眼那俊朗的面容，心中一动，旋即便小心翼翼地抬起那白皙的玉手，轻轻打在了杨晨的身上。只是还没等感受呢，忽然杨晨的身体轻轻颤抖了一下，睁开了眼睛。苏雅吓了一跳，她急忙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闭上了眼睛装睡。杨晨刚睁眼便看到了怀中的鲛人，他轻轻叹息了一声，不知所措。苏雅轻咬着嘴唇，听到杨晨叹息的那一刻，差点笑出来。有意思的小男人。其他男人想方设法费尽心机的想要睡他，可这个男人还得他用小阴谋才能睡上。但他心里面暖暖的，他能感受到杨晨内心对他的尊重，那种感觉让他很舒服。因为这说明了杨晨很在意他，并不是为了他的身体。杨晨默默地盯着天花板，脑海中组织着语言，默默等苏雅睡醒。一个头，两个大。他甚至已经想到了苏雅那满面冰冷的模样了。只是明明是苏雅不听劝，跟他有毛关系？他救了苏雅。如此想来，他表情坚定，再敢凶绝对不能惯着。虽然是他的女人得宠着，但是也得讲理啊。他冷静了下来。苏雅还在装睡，手搭在杨晨的身上，让他很享受。只是时间不早了。他嘴巴里面发出了一声低吟，装作悠悠转醒的模样。杨晨身体一紧，哪怕已经组织好了语言，可心里面还是莫名的一阵紧张。他身体僵硬，默默等待。苏雅缓缓抬起了脑袋，小手也顺势在杨晨身上划过，那感觉酥酥麻麻的。杨晨无心享受，默默地盯着那倾城的面容，秀发微微凌乱，几缕发丝遮挡着容颜，平添了几分慵懒的美感。四目相对了，杨晨莫名心虚。苏总，我昨晚劝你别喝了啊，是你自己非要喝的。他急忙说道，身体紧绷，满眼警惕。他不知道这次苏雅会不会直接一个巴掌甩过来。苏雅心中好笑，脸上却没有任何的表情。他忽然发现很喜欢看杨晨这窘迫的模样，玩心大起。他板着脸，没错，是我自己非要喝的，但是我让你睡我了。这如此清奇的回复角度让杨晨瞬间愣住了。苏雅冷冷地盯着他那白皙的玉手，轻轻捂着身上的被子，并没有任何动的意思，甚至二人的身体还在紧紧贴靠着。杨晨已经没有心思注意这些了，大脑疯狂运转。不这样的话你就没命了呀。他缓过神来，连忙说道。那清冷目光如此近距离地凝视着，让杨晨心中隐隐有些没底。苏雅黛眉微蹙，冷淡地说道，你医术那么厉害，这毒你就解不了，你到底是解不了，还是故意想占我便宜？这句话说出来，那清冷的容颜也泛起一抹浅浅的红晕。只是慌乱中的杨晨根本没有注意到，关键是
这句话直接问到了杨晨最心虚的点上了。昨晚的情况确实能解读。苏雅冷淡地盯着，可心中却出现了一丝好奇。这个问题杨晨会怎么回答？昨晚他亲身体验，如果不是他忍不住扑了上去，那毒应该会被杨晨解掉。咕咚，杨晨情不自禁地吞咽了一下口水，无奈地说道：确实能解，但是还没等我解完呢，你就已经扑上来了。我也没办法呀。话音落下，也有些不敢跟苏雅对视了。确实是他没忍住，只是这个回应让苏雅再次眼前一亮。她若有深意地打量着杨晨，实在是无法想象着世界上竟然真的有如此单纯的男人。这随便说个谎就扯过去了，他竟然承认了。苏雅淡淡地说道：你身手那么好，打5、6个壮汉都不在话下，我扑过去你就没办法了。他继续追问，默默观察着杨晨。杨晨无奈至极：苏总，我是个男人啊，你不知道药效发作之后多迷人吧？真没法忍着呀。最终他还是坦白了，他不想欺骗这个女人什么，总觉得心中会亏欠。苏雅愣住了，饶是知道杨晨已经很坦诚了，却没想到坦诚到这种地步。关键是这个理由让他莫名的还有点开心。很迷人吗？所以不还是你的问题吗？他稳住情绪，脸上没有半点表露，冷淡地问道。这杨晨嘴角微微抽扯了几下，语塞了。对，我的问题。他低下头去，很是郁闷。明明准备了很多说辞，刚才想法也很坚定的，怎么都没用上呢？苏雅压根就没给他机会往那边扯。果然说话是个学问。苏雅看到杨晨那沮丧的模样，嘴角扬了又扬，实在是忍不住那种笑意。怎么感觉这小男人还挺可爱的？杨晨心里面默默叹息一声，做好了迎接那冰冷怒火的准备。出去。苏雅那冰冷的声音响起。杨晨无奈地摇了摇头，出去再算账。好。他轻轻点头应了一声，掀开了被子，默默将自己的大小衣服全部套在了身上。他也很尴尬。殊不知苏雅躺在后面看得津津有味，双眸中金光闪烁，身材不错。杨晨瞥了一眼地上的包臀裙跟性感小衣服，这才起身往房间外面走去。你干什么去？只是还没等走出去几步呢，苏雅那清冷的声音便再次响起。杨晨脚步停顿。你不是让我出去吗？他疑惑地问道。苏雅嘴角扬起一抹轻微的弧度，冷淡地说道：我让你从被窝里面出去，谁让你去房间外面了？那杨晨嘴角微微抽扯几下，被窝这2个字从苏雅的嘴巴里面说出来，让他很是别扭。衣服给我拿过来。那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啊，好。杨晨应了一声，心中满是疑惑，本以为苏雅肯定会马上发飙了，但是这语气怎么感觉不像是生气的样子。他捡起了地上的包臀裙，当他捡起那条小裤子的时候，心跳还是不受控制的加速了一番。他转身往床上走去，苏雅半躺在那里，右臂撑着上半身，左手拉着被子遮挡着那性感的娇躯，但是那白皙的锁骨跟香肩仍旧显得十分迷人。杨晨没敢多看。给苏总。他把衣服放到了苏雅能拿到的位置，便站直了身体，等待着回应。苏雅轻轻歪了歪头，蹙起眉头。你是打算看我穿衣服？他清冷质问。杨晨愣了一下。啊。他转过身，背对着苏雅的位置，思绪已经隐隐的有些混乱了。面对这个女人，始终无法冷静。苏雅见状，嘴角的笑容也终于抑制不住了，坐直了身体，伸出那洁白的玉臂拿过衣服。哪怕此刻那性感的娇躯没有任何的遮挡，她也没有什么担忧。她坚信杨晨不会回头，更何况已经2次了，回头又怎么样？还有什么她没见过的吗？她一边穿衣服，一边默默打量着杨晨的背影，忽然发现以前对这小男人的那种厌烦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心里面没有丝毫的嫌弃，反而愈发感兴趣了。杨晨肃然而立，听到身后那种悉悉索索的声响，心里面痒痒的。这场面肯定很好看吧？不多时，衣服穿好了。苏雅站直了身体，抱着肩膀上下打量了杨晨一眼，她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杨晨还紧张的等待呢，苏雅却径直的从他身边走过，走向了卫生间的方向。还不发火？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杨晨无奈的摇了摇头，心里面还在纳闷呢，明明理直气壮的，怎么就又成了他的问题呢？奇奇怪怪。很快苏雅便已经收拾好了，从卫生间里面走了出来。她淡淡的瞥了杨晨一眼。走吧，我饿了。话音落下，便摇曳着那性感的娇躯往房间外面走了出去。杨晨不解的看着，怎么既吃饭去了？这事呢？不处理了。直到苏雅的身影消失，他这才迈动脚步跟了上去。很快到了楼下，苏雅点好了早餐，优雅的坐在椅子上面。杨晨走了过去，不太自然，到现在也没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萌萌的那小表情让苏雅愈发想笑了。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身手跟医术都那么厉害的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如此蠢萌，还挺可爱。这小男人苏雅那美眸之中流光婉转，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了昨晚那疯狂的感觉，回味无穷。他不着痕迹地抿嘴一笑，收回了目光。坐，吃饭。他冷淡地说道。杨晨迷茫地看着，愈发不解了，不发火，还带他吃饭。他没说话，坐了下来。虽说苏雅还没有生气，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时刻保持着警惕。女人心，猜不得。苏雅没有理会，用手机给楚瑶瑶打了个电话，确定楚瑶瑶那边一切正常之后，这才放松了下来。孙有为的手段他深有体会，很担心楚瑶瑶那边会有危险。瑶瑶那边怎么处理呢？早餐送来了。苏雅将这件事情记在心底，开始吃了起来。杨晨试探性的伸手，当看到苏雅并没有任何的反应之后，这才吃了起来。他可饿坏了，昨晚本就没吃饭，又运动了那么长时间，早就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他的举动，苏雅都在观察着。小可爱，尤其是想到杨晨维护他时候的那个冷峻的模样，就更是感觉现在可爱异常。他嘴角扬起一抹微妙的弧度，继续吃。昨晚张瑶是不是进我房间了？都发生什么了？那随意的声音响起。杨晨缓缓说道，是进去了，想占你便宜，我给打了一顿，然后放电梯里了。苏雅黛眉微蹙，有些疑惑。放电梯里？做什么？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说道，让那小东西见见世面。2楼人多。苏雅微微愣神，有些不解。她皱眉思索，迅速便反应了过来。2楼是他们的宴会厅，她记得昨晚张瑶可是脱得一丝不挂，小东西见见世面。她轻轻抿了抿嘴，本想回怼一下，但是仔细一想，杨晨确实有资格说张瑶是小东西。本来是想装听不懂的，但是那倾城的脸蛋已经控制不住的红润了起来。他低头吃着，没有说话。然而那脑海中已经满是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了。好在杨晨没有察觉。早餐吃完，回到公司，杨晨始终都在防备着。然而这一路苏雅对昨晚的事情只字未提，这让杨晨很是迷茫。苏雅开始忙了，张瑶没来上班，他也没有当回事。昨晚就已经打定了主意了，不管张瑶会不会撕破脸皮，他肯定不会放过张瑶。但现在是公司的关键时刻，内部的矛盾尽可能等公司彻底平稳之后再去处理。主要是张瑶手中握着不少资源，这矛盾爆发之前，他必须将张瑶手中的那些资源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杨晨推门进入了办公室，刚进去便见到周莹莹正趴在办公桌上，似是睡着了的模样。咔！杨晨轻轻地关闭了房门，发出了轻微的声响。周莹莹还是被惊醒了，她抬起头来，刘海被压得有些弯曲，漂亮的脸蛋上满是疲倦，主要是那表情很紧张。杨秘书，你来啦。当发现是杨晨，周莹莹这才放松了不少，挤出来一抹笑容。杨晨认真地打量了一眼，一晚上没睡啊？你身体状态挺差的，不能这么熬了。他往自己的位置走去，缓缓说道。毕竟昨天问了，周莹莹没说，今天他便也没有多问什么。周莹莹脸蛋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这都能看出来。好，知道了。他脸上仍旧是那勉强的笑容，点头回应。杨晨轻轻点头，没有多说。周莹莹揉了揉自己的脸，努力的让自己清醒了几分，只是那脸蛋上仍旧愁容满面。唉，那不受控制的叹息声不断的在办公室里面响起。杨晨好奇的看着，到底什么事情让这小丫头愁成这样了？只是周莹莹不说，他也没办法。时间流逝着，没过多久，周莹莹便开始处理苏雅安排的任务了。临近中午，她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了回来。刚坐下，手机响了。周莹莹瞥了一眼号码，粉拳紧握，紧咬着嘴唇，脸上瞬间露出了绝望的表情。杨晨疑惑地看着他，深吸一口气，接通了电话。一道男人冷笑着的声音响起：莹莹啊，考虑的怎么样了？到底做不做我女朋友啊？周莹莹咬紧牙关，她的情绪很激动，顾不上杨晨还在，焦急地说道：李总，能换其他的要求吗？我真没办法答应这个要求啊。那个表情满是无助。杨晨眉头一挑，李总冷笑着的声音响起：莹莹啊，我知道你不太喜欢我，但是没关系，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嘛。更何况你母亲病得那么严重，你如果不跟我在一起，我也没理由继续让她留在特护病房，还得帮你支付那昂贵的治疗费用啊，对吧？最后2句话略显威胁。这周莹莹银牙紧咬，双眸瞬间水润了起来。母亲病重，她花光了积蓄也支撑不起那高昂的治疗费用，只能去财务那边申请工资预支。这件事情被张瑶知道了，是张瑶给牵线，让周莹莹认识了这位李总。
刚开始还以为是遇到了贵人，可是慢慢的，李总暗藏的心机便开始显露。想得到他用尽了浑身解数，已经将这件事情拖延了足足1周了。现在实在没理由拖延了，他的泪水疯狂奔涌，绝望又无助。如果同意，他的这辈子就彻底毁了；可如果不同意，他母亲的治疗费用就没有着落了。杨晨眉头微微皱起，虽说听不到电话里面说了什么，但是这周莹莹的反应明显不太对。呼，周莹莹艰难地调整呼吸，说道：“李总，我真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我不能做你女朋友，对不起，李总。母亲已经脱离危险了，他可以想办法去筹钱支付后续费用，但是没办法毁掉自己的一生。”李总沉吟了片刻，行吧，看你这小丫头也挺可怜的，那就不为难你了。这样吧，我今天心情不好，想去唱歌，待会儿你陪我喝2杯酒吧。你母亲那边的费用我继续支付，毕竟感情也不能勉强，对吧？他笑盈盈地说道。周莹莹愣住了，喝酒？能成为苏雅的秘书，她自然不傻，这里面肯定有鬼。只是母亲那边继续治疗费用，让她出现了一丝侥幸心理。好，那什么时候啊？他咬着牙应了下来。李总笑了起来，那就一会儿吧，正好你中午休息，不能耽误你工作呀。周莹莹攥着粉拳应了下来。电话挂断了，她呆坐在自己的位置，愁容满面，纠结万分，可终究还是敌不过那一丝侥幸心理。杨晨看在眼里，也明白了个大概。周莹莹怕是危险了。周秘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他抬起头来笑着问道。他对这周莹莹印象还算不错，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她跳进火海。周莹莹吓了一跳，这才想起来杨晨还在，她急忙抬起小手擦拭掉眼泪。没事的，小事情，不用帮的。他脸上挤出来一抹笑容，轻轻摇了摇头。他知道杨晨肯定看出来了，但是他不想把杨晨给牵扯到这件事情里面，会连累杨晨的。杨晨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行，有事就说。他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周莹莹粉拳紧握，有那一瞬间疯狂心动。只是如果是母亲的病，她肯定会找杨晨试试，但现在病已经好了，剩下的是后续治疗费用。好。他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多说。杨晨收回了目光，周莹莹也默默地调整状态，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李总有一丝良知上。更何况大不了跑路，怕什么？如此想来，周莹莹思绪通畅了。还没下班呢，忽然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苏雅走了进来。周莹莹急忙稳住情绪，站起身来，笑道：“苏总。”苏雅轻轻点头，她瞥了杨晨一眼，把文件放到了办公桌上。这个文件下午看一下，明天用。她淡淡的说道。周莹莹连忙接过文件，说道：“好的，苏总，我过去取就行的。”您怎么还亲自送来了？苏雅悠悠看了杨晨一眼，昨晚累了，中午得休息一下，怕你影响我睡觉。她淡淡的说道。话是这么说，实则她是过来查岗的。周莹莹笑着说道。啊，好。苏雅转身走向外面，有事下午说，中午不用找我了。周莹莹连忙应了一声。杨晨心里面出现了一种古怪的感觉，昨晚累到了。你躺在那有什么累的？当然这话只能在心里面想想。很快到了休息的时间，杨幂说：“我出去办点事儿哈，先走了。”周莹莹站起身来，笑着说道。杨晨打量了一眼，好。周莹莹没有多想什么，起身便往办公室外面走去。她已经彻底放松了，能成最好，实在不行还能跑呢，怕什么？杨晨默默地盯着周莹莹的背影，有些纠结。昨晚刚经历了张瑶的事情，周莹莹这边不用想也知道会经历什么，要不要管呢？他皱眉思索了片刻，终究还是有些于心不忍。反正苏雅睡觉安全，看看去吧。他跟了出去，开着奔驰出来的时候，正好见到周莹莹坐进了出租车里面，还挺巧，天意。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驱车跟了上去。不多时，出租车停在了一家夜总会外面，周莹莹下车之后便直接走了进去。这个时间，夜总会也才刚开门，还没什么客人呢。周莹莹来到了约定的包厢外面，她调整了一下呼吸，稳住情绪，这才抬起小手轻轻敲了敲门。进来。一个低沉的男人声从房间里面响起，赫然便是刚才的李总。周莹莹推门走了进去，偌大的包厢里面，一个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正端坐在沙发中间，头发花白，笑容满面。李总您好。周莹莹微微欠身，脸上带着客气的笑容，那强大的气场跟犀利的目光，还是让她心里出现了一丝紧张的情绪。李天德上下打量了周莹莹一眼，眼睛都亮了。他笑着点头，莹莹啊，几天不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
那激动的目光也开始盯着那傲人的饱满，喉咙轻轻滚动了一下。周莹莹察觉到了，粉拳轻轻握起，好像不太对劲，只是毕竟已经来了，仍旧抱着那一丝侥幸心理。谢谢李总夸奖，他强笑着说道。李总招了招手，笑道：来，过来坐吧。他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周莹莹笑着点头，好。他走了过去，并没有坐在李天德身边，而是保持了一段距离。李天德已经无心理会了，心思都放到了那曼妙的身材上。本就长得漂亮，职业套装凸显着那傲人的身材，2条白皙的美腿显得格外扎眼。他喉咙滚动了一下，已然迫不及待了。来，陪我喝2杯。他将酒杯推送到了周莹莹面前，笑着说道。周莹莹看了一眼酒杯，本来觉得没什么，但是李天德的表情让他心中很是不安。这酒会不会有问题？那种不好的预感在他的心中悄然浮现。李总，那个我生病了，来的路上才想起来刚吃了头孢，不能喝酒的。这样吧，我以茶代酒敬您可以吗？他紧张地笑着询问道。李天德笑容微凝，眯了眯眼睛，笑着说道：喝茶自然是没问题，只是你答应我的可是喝酒，到这却变成喝茶了，这不是戏耍我呢吗？话音落下，便略显不满地盯着周莹莹。这周莹莹有些慌，强笑着说道：李总，是我不好，才想起来确实是我的错，您大人大量，肯定不会跟我这个小女生一般见识的，实在不好意思李总。哼！李天德盯着那并拢的美腿，心里面如同猫抓一样，等不及了。他轻哼了一声说道：莹莹啊，如果我说你必须陪我喝酒呢？那表情显得意味深长。周莹莹心头一颤，她感受到了那种不安的感觉，也瞬间变强烈到了极致。她背齿轻咬：李总，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喝酒，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有个重要的事情，我得先去处理一下，我下次再来陪您喝酒，我先走了。李天德的表情击溃了他的侥幸心理，他必须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只是刚起身，李天德那冷笑着的声音便缓缓响起：莹莹啊，来都来了，你怎么还想走呢？话音刚落，包厢门便被人推开了，4个奇装异服的小青年出现在包厢门口的位置，抱着肩膀，靠着门框，脸上尽是冷笑。这周莹莹脚步瞬间停顿，瞳孔微缩，她懵了，本想着大不了跑路，却没想到李天德竟然用这种手段。他疯了，不怕报警吗？李总，您这是？周莹莹转过身来，努力镇定，强笑着说道。李天德靠在沙发上，翘起2郎腿，冷笑着说道：莹莹啊，你母亲那边我已经垫付了差不多30万了，你知道我的心思，我只是想让你做我的女人而已，我给你体面的机会，你不珍惜啊？没办法，我太喜欢你了，我想要你，所以不得已出此下策。他摊了摊手，满脸无奈。如此直白的话让周莹莹彻底慌了，这跟他想的不一样。李总，你这样的话可报警了。他倒退半步，急忙说道。李天德摇头笑着说道：莹莹啊，你想好，你要是得罪了我，那你母亲可就不只是后续费用没人垫付的事情了，闹不好你母亲那边或许会出现什么医疗事故的，你明白吗？他十指交叉，眼神中尽是玩味的光芒。周莹莹瞳孔骤然紧缩，他人都骂了，直到现在他才知道自己那个大不了就跑路的想法有多么可笑。他凌乱了，不知所措。李天德笑盈盈地说道：所以你要不要主动一些？周莹莹粉拳紧握，紧咬着牙关，双眸也再次水润了起来，绝望、无助，各种负面情绪瞬间齐聚心头。李总，你这样会遭天谴的。他乱了分寸，情绪崩溃，指着李天德便是一声娇喝，那个哭腔让人十分心疼。哈哈！李天德张狂地大笑了起来，呢喃道：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呀，更何况天谴只会谴你们这些穷人。他脱掉了西装，起身往周莹莹那边走去。莹莹啊，看来你是不想主动了，不过没关系，这样更好，更刺激。那表情瞬间猥琐了起来。几个小混混对视一眼，识相地退出了包厢。砰！那关门的声音如同一把千斤重锤砸在了周莹莹的心口。李天德脱掉了衬衫，赤膊着上身。小宝贝儿，我来了哈，我太猛，你忍忍。话音落下，一个箭步便直接往周莹莹的位置扑了过去。周莹莹瞬间慌了神，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她惊呼着，抓住桌上的烟灰缸便要往李天德身上拍过去，只是那纤细的手腕却被李天德一把抓住。果然刺激，好刺激！你叫吧，你大声叫呀，你越叫我越兴奋，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管你的。哈哈哈，美人儿，我来了，我来了！
李天德激动的要炸了，他右手按住了周莹莹的后脑勺，撅着大嘴便直接凑了过去。周莹莹用尽了浑身解数，也根本无力反抗，泪水奔涌。他看着那不断逼近的大嘴，心中一片死灰，绝望、悔恨，各种情绪齐聚心头。他瞬间没了活下去的念头。那大嘴近在咫尺了，他的心也彻底凉了。千钧一发，啪！酒瓶炸裂的声音在包厢内回响，酒水四溅。啊！那痛苦到极致的哀嚎声紧随而至。周莹莹被那声音吓了一跳，思绪没等清醒呢，便见到李天德满脸痛苦地倒在了地上，抱着脑袋不断打滚。这他愣住了，这才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就站在李天德的身后。杨晨。周莹莹娇躯狠狠的一阵战栗，内心狂喜，他竟然跟来了。杨晨随手丢掉了剩余的酒瓶部分，瞥了周莹莹一眼，吓到了吧？没事了。他嘴角露出一抹柔和的笑容，安慰道：这一趟果然没白来。周莹莹抿着嘴，豆大的泪珠疯狂滚落，从地狱到天堂的心情让她根本说不出话来。她的眼里只剩下了杨晨那柔和的笑容。你妈的，你他妈谁啊？敢打我？信不信我他妈弄死你？李天德坐在地上，右手捂着脑袋，左手撑着沙发，眼神之中的怒火已经快喷出来了。杨晨冷淡地瞥了李天德一眼，这么大岁数了，还用这种手段动人家小姑娘呢，老杂种，脸都不要了。他眼神中满是嫌弃。周莹莹缓过神来，不自觉地便往杨晨身后挪动了几步。李天德捂着鲜血流淌的脑袋，怒目而视：你他妈找死！人呢？都他妈怎么看的门？人怎么放进来的？人呢？来人！他对着门外便是一声怒吼。周莹莹粉拳紧握，瞬间紧张了起来。半敞着的门没有动静，却响起了一道痛苦的声音：李总，在这呢。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李天德脸上露出了茫然的表情。他站起身，这才发现一个小混混正趴在地上，露出个脑袋，鼻青脸肿的，艰难的举手呢。这他嘴角顿时狠狠地抽搐了一番，懵了。周莹莹捂着小嘴，美眸之中同样满是震撼的光芒。什么时候打的？他那复杂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背影上，思绪仍旧满是复杂。咕咚！李天德缓过神来，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你……他盯着杨晨，张了张嘴。杨晨眼神冷了几分，冷淡地说道：怎么，李总没人了？就这么几个小混混啊？李天德咬紧牙关，沉重地说道：告诉你，我人多的是，只是今天没带那么多。敢惹我，晚上我带人堵你家门口，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信不信？气势十足，表情狠厉。他只希望能用这个震慑住杨晨。不信。杨晨淡淡地说了一句，打碎了李天德的幻想。他瞬间满面焦急。你怎么不信啊？你得信啊！杨晨眼神中闪烁着冷厉的光芒，笑着说道，动作挺麻利啊，衣服都脱了，那裤子还留着做什么呀？此话一出，李天德懵了。什么意思？没等多想，便见到杨晨的目光狠厉了起来。最烦你们这种手段卑劣的畜生。很猛是吧？让我看看你多猛。那沉重的话音落下，抬腿一脚便直接往李天德的脸上甩了过去。啊！李天德又是一声哀嚎，倒地不起。杨晨想到了昨晚那个张瑶，对这种畜生的厌恶浓烈到了极致。他欺势而上，一顿猛踹。周莹莹面色复杂地盯着，包厢里面只剩下了李天德那痛苦的哀嚎。几个混混躺在走廊，颤抖不止。太吓人了！许久，李天德的哀嚎声停了。几个混混对视一眼，承受不住那种恐惧的感觉，艰难地爬行，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外面的，滚进来！忽的，杨晨那清冷的声音响起。几个混混吓得妈了，哭丧着脸，想到刚才杨晨那犀利的手段，终究还是没敢跑。他们艰难起身进入包厢，当见到李天德满脸鲜血地倒在地上，呼吸微弱，更是吓得麻爪了。他们乖乖站好，大气都不敢喘。周莹莹粉拳轻轻握起，刚才还横行霸道的几个人，这么大一会儿就乖得如同小学生一样了。那一双美眸落在了杨晨的身影上，他好厉害！杨晨心中的怒火也宣泄了不少，扬起下巴，把他裤子脱了。他淡淡的说道：哈！几个混混闻言，嘴角顿时狠狠地抽搐了一番，满腔迷茫。什么爱好？虽然不解，却根本不敢违抗，只能上前将李天德的裤子连同内裤都扒了下来。周莹莹好奇地看了一眼，急忙将目光挪向一旁，那小脸蛋微微红润了几分。李天德痛苦万分，却只能发出低微的呻吟。杨晨打量了一眼，不屑一笑，很猛。他那清冷的目光放到了几个混混的身上，吩咐道：你们的秋总受伤了，愣着做什么？
抬去医院啊？邱总，几个混混愣了一下，旋即反应了过来，急忙上前。周莹莹红着脸清啐了一口：什么邱总？作为宅女，这些事情还是知道不少的。几个混混将李天德抬了起来，往外面走去，脚步很是迅速。杨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记得就这么抬着去，我会盯着你们的，要是不听话，你们也得去医院，听到了吗？他目光冰冷地说道。几个混混闻言顿时惊惧了起来。听到了。有人回应，毫不犹豫地冲出了包厢，快步离去。很快到了外面，他们硬着头皮往医院走去，根本不敢违抗杨晨的命令。李天德成功做到了回头率100%，路过的狗都得看几眼。包厢内，杨晨将视线放到了周莹莹的身上，笑着说道：没事了，放心吧。周莹莹攥着粉拳，神色复杂。杨秘书，谢谢你，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他认真的说道，眸中尽是感激跟真诚。都是同事，不用客气，以后小心一些，这群人恶心得很。杨晨没当回事，笑着回应。周莹莹用力点头，我再也不相信他们的话了。那小脸蛋露出了气鼓鼓的表情，很是坚定。行了，走吧。奔驰内，周莹莹坐在副驾驶，感受着周围的车流跟人海，这才彻底从刚才那惊惧的情绪中走了出来。还好有杨晨，他忍不住侧头看了杨晨一眼，思绪复杂。杨晨救了他的命，他刚才却只是简单的感谢了几句，总是觉得不够。杨晨疑惑地问道：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险？周莹莹贝齿轻咬：我妈妈前段时间病了，已经治好了，但是需要在医院恢复的费用太高了，我实在没那么多钱了。所以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杨晨恍然，难怪，本来他对周莹莹的印象就不错，没想到她还这么孝顺。他沉吟了一下，要是信得过我的话，找时间我帮阿姨看看吧。病都治好了，恢复不需要那么多钱的。他脸上带着从容的笑意，缓缓说道。这周莹莹闻言，眼睛顿时一亮。不知为何，他现在对杨晨很是信任。杨晨这么说，他莫名的觉得杨晨肯定有办法。好啊，那是不是太麻烦你了？他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又有些迟疑。杨晨瞥了他一眼，笑道：会有今天更麻烦吗？你早点跟我说，不就不至于这么危险了。周莹莹心虚的低下头去，她沉吟片刻，说道：我知道来了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怕连累你，所以就没敢说。怕连累？这女人倒是也很善良。她知道周莹莹之所以不说，肯定有不相信她的成分在里面。不过不重要。没过多久，回到公司了。杨晨答应了周莹莹，抽时间过去给她母亲看看。这一路闲聊让周莹莹彻底平静了。关键是杨晨那自信的模样，让她忽然感觉有了希望，情绪都没那么沉重了。午休时间还没过呢，二人有说有笑的出了电梯，往办公室走去。周莹莹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只是还没等进去呢，脸上的笑容便已经凝固了下来，脚步瞬间停顿，杨晨差点撞在周莹莹的身上。怎么？他话还没等问完，便发现苏雅正面无表情地坐在办公桌后，抱着肩膀，翘着二郎腿，正目光冰冷地盯着他呢。杨晨微微愣神，关键是对上那犀利的目光，心里莫名的便冒出了一股心虚的感觉。你们两个去哪儿了？他凝视着杨晨，冷声问道。虽然刚才已经查岗了，可刚才躺在床上还是老想着杨晨的事情，所以又来了。进来的时候，杨晨跟周莹莹果然都不在了。他犹豫了半天，想着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还没想好呢，两个人就已经回来了。关键还是一起回来的，这让他心里面瞬间爆发出一股酸溜溜的感觉。他清楚地感受到了那股酸溜溜的感觉是吃醋，他吃醋了。周莹莹连忙说道：苏总，是我有点事情，麻烦杨秘书帮我办了一下。他担心苏雅会怪罪，急忙表态。杨晨没有说话，昨晚的事情苏雅还没有发火呢，现在这个表情可是惹不起的状态。办事？他帮你办事？苏雅黛眉微蹙，冷声询问。周莹莹大脑飞速运转，急忙说道：是我有点事情着急办，怕来不及，让杨秘书送了我一趟。我知道苏总在睡觉，本来打算回来再跟苏总说明的，对不起苏总，是我的错。苏雅皱眉打量了周莹莹一眼，毕竟本来就是午休的时间，自由活动，她没法管周莹莹，即使说下去也只是能怪罪一下周莹莹擅自动用她的车。只是周莹莹向来任劳任怨，她说不出口。但是苏雅自然感受到了周莹莹那揽责任的态度，那股酸溜溜的感觉也更加强烈了起来，完全控制不住的感觉。这个杨晨昨晚刚快活完，今天就开始沾花惹草了是吧？
他压着心中的火气，送你一趟而已，这点小事不用跟我说，我就是来找个文件。他俏脸上仍旧没有任何的表情，淡淡的说道。周莹莹很是紧张，谢谢苏总。苏雅站起身来，给你的文件好好看，很重要，明天务必开始安排下去。周莹莹急忙回应，是，苏总。苏雅踩着高跟鞋往办公室外面走去，周莹莹跟杨晨连忙让开位置。杨晨低着头，没敢跟苏雅对视，同样很是心虚，不知为何，只要见到这女人就心虚可惜，还是没躲过去。杨晨，跟我来一趟。那曼妙的倩影消失了，留下了清冷的话语。唉，杨晨默默地叹息了一声，只能迈动脚步跟上去。这周莹莹见状，粉拳紧握，心里面也开始焦急了起来。她很担心苏雅会怪罪杨晨，迈步上前，本想跟着过去再好好解释，却被杨晨摆手给拦住了。杨晨调整了一下呼吸，跟进了办公室，只见苏雅没有任何的停留，直奔那间小卧室而去。杨晨挠了挠头，跟了上去，只是到了门外，他却有些犹豫了。苏雅没说话，他要不要跟进去？进来啊，愣着做什么呢？那清冷的声音响起，杨晨这才迅速推门走了进去。只见苏雅坐在床头的位置，目光清冷地凝视着他，眼神略带几分犀利。杨晨乖乖站好。苏总，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他笑了笑，问道。还笑？哼！苏雅心里面又是一阵火气蹿升。刚才你们两个做什么去了？他的语气再次冷了几分。杨晨也已经猜到苏雅会这么问了，他尴尬地笑了笑，说道：那个，苏总，我不想骗你，但是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好不好？苏雅黛眉微蹙，你是我的贴身保镖，现在还跟我讲条件，不跟别人说，你们两个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去了？他愈发火大，冷冷询问。杨晨嘴角顿时轻轻抽扯了几下，我们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只是，那是人家周秘书的隐私，我也不太好泄露出去的。他笑着说道。隐私？苏雅粉攥紧粉拳，那股醋意更加浓烈了起来。你们两个关系进展得很快啊，隐私都知道了。他面色不改，可语气更重了几分。杨晨闻言，心中一阵无奈，这女人的关注点怎么总是奇奇怪怪的？没有啊，苏总，我也是意外才发现的，我们两个都没说过几句话啊。他有些头大，笑着说道。没说过几句话？这话让苏雅心中大发的醋意消退了一些。哼！他冷哼一声，问道：到底做什么去了？杨晨不再犹豫，连忙将刚才的事情给复述了一遍。他可不想让这苏雅抓到什么把柄，如实交代是最好的办法。苏雅始终认真听着，当得知周莹莹差点被李天德给下药之后，瞬间感同身受，愤怒了起来。李总？哪个李总？他蹙起眉头，询问道。杨晨轻摇了摇头，我不认识啊。哼！苏雅冷哼一声，冷声道：这群人渣。然后呢？你怎么教训的？得知具体事情经过之后，他的胡乱猜测被否定了，吃醋的感觉再次减退了许多。他现在更关心李天德的事情，一双美眸灼灼地盯着杨晨。杨晨咧嘴一笑，我暴揍了他一顿，然后扒光了，让那几个混混就那么抬着送去医院了。到现在他也非常满意自己的处理方式，至少很出气。苏雅美眸一亮，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他上下打量了杨晨一番，淡淡的说道：看不出来你还挺热心肠啊，挺爱帮美女的忙是吧？杨晨笑盈盈的说道。那当然了，我是。只是话还没等说完呢，便察觉到这话不对了。苏雅的眼神也再次犀利了起来。不是，我是热心肠，爱帮忙。我可不是爱帮美女的忙啊，谁的忙我都帮。他急忙改口，心中满是无奈。苏雅仍旧冷冷地盯着。杨晨心中一动，笑着说道：再说了，有苏总在呢，哪个女人在你面前能成为美女啊？对吧？此话一出，苏雅眼眸亮了又亮，那冰冷的感觉迅速便消退了不少，嘴角都轻轻抿动了一下，面不改色，却心花怒放。哼！他轻哼了一声，冷淡地说道：行了，念在你是为了帮同事解决困难的份上，饶了你失职的错误了。杨晨惊喜了起来。过去了。原来苏雅爱听这种调调。他咧嘴笑了起来，说道：好，谢谢苏总。苏雅瞪了他一眼，这种阿谀奉承的话早些年听到现在了，早就已经免疫了。只是他免疫的是这些话，却并不是杨晨。这句话从杨晨的嘴巴里面说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他淡淡的瞥了一眼满面笑容的杨晨，高兴那么早做什么？只是饶了你而已，但是该罚的还是得罚。而杨晨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下来。还罚？苏雅冷淡的说道。废话，你的任务是保护我，你这是严重失职。
万一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被人抓走了呢？杨晨苦笑一声，苏总，你在公司里面没人敢把你抓走的。我知道你睡觉才跟着去的呀。那个语气满是委屈。苏雅黛眉轻挑，本以为杨晨对她不管不顾，直接走了呢，没想到早考虑过了。算你有点良心。她心中最后的不满也随之消失，只是自然不能这么放过。她抱着肩膀，淡淡的问道：失职没失职？杨晨瞬间语塞，说不出话来了。失职。他低下头去，无奈地说道。苏雅见状，轻轻翻了个白眼，万种风情，可惜杨晨却并没有看到。认罚吗？认。苏雅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微妙的弧度。认就行，帮我把鞋脱了。他缓缓抬起那修长的美腿，将脚放到了杨晨的面前。哈！杨晨错愕地抬起头来，不解地盯着。脱鞋。苏雅黛眉微蹙，问道。不会。杨晨嘴角微微抽扯。会。虽然不解，但还是照办了。他左手抓住了苏雅的脚踝，右手轻轻脱下了高跟鞋，那精致的玉足映入眼帘。杨晨的心却用力地跳动了2下。又来了黑丝。苏雅见状，嘴角再次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傻眼了吧？没白穿。看什么呢？他板着脸冷声问道。杨晨吓了一跳，急忙将另外一只高跟鞋也脱了下来。好了，苏总。他站直了身体，缓缓说道，语气带着一丝不自然。现在苏雅正侧躺在那里，忍着心头笑意，仍旧板着脸。累了，腿酸，给我按按腿吧，当给你的惩罚了。他平躺了下来，冷淡地说道。杨晨目光微凝，眼神之中满是茫然的光芒了。按腿。他的目光迅速放到了那黑丝美腿上，思绪都有些混乱了。不是，这叫惩罚。不愿意。苏雅嘴角噙着神秘的弧度，淡淡地问道。杨晨缓过神来。没不愿意。这有什么不愿意的？他凑到了床边，缓缓将手伸向苏雅。苏雅一双美眸盯着满脸不自然的杨晨，默默享受，嘴角仍旧带着那微妙的弧度。别光按小腿，按按上面。他淡淡的呢喃。杨晨将目光放到了那黑丝跟包臀裙衔接的位置，将手挪动了过去。苏雅那美眸中再次闪过一抹金光。把你迷倒了，看你出去还有没有心思勾搭别的女人。他的心跳同样加速了几分，很快便抬起那白皙的小手，轻轻勾住了裙摆。杨晨目光微凝，他要做什么？没等多想呢，便见到苏雅已经将那裙摆给提了上去。砰砰！杨晨目光凝固，有些呆住。苏雅心中暗暗得意，虽然有些羞耻，但毕竟已经那样2次了，这还算得了什么？隔着裙子不舒服。她俏脸上仍旧是那清冷的表情，冷淡的呢喃，只是那白皙的肌肤之下染上了一圈红润。好，20分钟，杨晨面红耳赤地结束了按摩。苏雅格外享受，浑身轻松。好了，苏总。杨晨清了清嗓子，站直了身体，不自然地说道。苏雅缓缓坐直了身体，伸了个懒腰。杨晨无奈避开眼神，这女人妖精啊。技术不错。苏雅嘴巴里面发出来一道醉人的声调，舒舒服服地站起身来。看在你伺候的这么好的份上，今天的事情翻篇了，下次注意。他若有深意地瞥了杨晨一眼，冷淡呢喃，旋即便从杨晨身边径直走过，离开了卧室。杨晨嘴角微微抽扯了几下，技术不错。伺候，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这苏雅到底在想什么？好迷啊！心思单纯的杨晨根本看不出来苏雅对他到底是怎么个看法。唉，女人心海底针啊！杨晨摇头叹息，跟了出去。苏雅开始工作了，展示出了女强人的一面。杨晨没敢打扰，灰溜溜地走了。刚到办公室，周莹莹便冲过来询问，生怕杨晨被苏雅训斥。杨晨含糊了过去，没有多聊。周莹莹放松了不少，闲聊几句，她也开始工作了，只是那目光却时不时地看向趴在那里睡觉的杨晨，那一双美眸之中闪烁着异色。面对这个刚刚救了她一命的男人，心里面说不出的感觉，主要是她该怎么好好感谢一下杨晨呢？这个问题难道他了？转眼间下班了，周莹莹着急去医院看母亲，处理完工作便匆匆离开了杨晨，一如既往的将奔驰开到了公司正门。不多时，苏雅便摇曳着那性感的身姿从公司里面走了出来。杨晨默默盯着，脑海中闪现出中午的一幕，他心头又是一阵火热。这女人要是做老婆得多过瘾，夜夜笙歌。只是杨晨并没有将这个想法当回事，他知道苏雅看不上他。苏雅上车了，杨晨驱车往别墅的方向行驶而去。不多时，停车了。苏雅瞥了杨晨一眼，冷淡地说道。
你下班了，晚上9点之前回来，早点回来。他留下一句话，便往别墅里面走去。杨晨盯着那迷人的背影，心头一阵无奈，到底是9点之前还是早点啊？他沉吟了片刻，驱车行驶出了别墅，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去了。他也想进别墅休息，只是苏雅没开口，他不知道自己现在该不该进去。这女人惹不得，以前下班之后就躺在宿舍舒舒服服的休息，现在连躺着的地方都没有了。他将车停靠在路边，趴在了方向盘上。咦，楚瑶瑶今天竟然没给他打电话。他掏出了手机，没有未接显示，这让他惊奇了起来。这丫头终于玩够了，只是还没来得及高兴呢，手机便响了起来。杨晨一阵无奈，刚想接通，却发现这电话不是楚瑶瑶打来的，而是韩琪琪。杨晨有些疑惑，韩小姐怎么了？他接通了电话，笑着问道。韩琪琪那略显幽怨的声音响起，怎么咱们不是朋友了啊？杨晨愣了一下，是啊，虽然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朋友，但这话肯定没法否定。韩七七嗔道，上次不是说了别叫韩小姐了吗？你还叫？杨晨摇头轻笑，心中一阵无奈，不好意思，忘了。怎么了七七？这个称呼让杨晨莫名的有些羞耻，从小到大还从来没这么亲昵的称呼过女生呢，有点肉麻。韩琪琪这才笑了起来，这才对嘛，好听多了。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问你瑶瑶到家了没。他只是随便找了个话题给杨晨打电话聊聊天而已，不知为何2天没见，总是不自觉的去想这个男人的事情。杨晨缓缓说道，我也不知道啊。韩琪琪莫名的有些窃喜，至少这足以证明杨晨跟楚瑶瑶不仅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甚至连朋友都算不上。瑶瑶这么好的小男生竟然不珍惜了。他抿着嘴，美眸中流光婉转。啊，今天本来约好一起出去玩的，放学就找不到人了，打电话也没打通，就想着问问你。他笑着说道。至于楚瑶瑶的事情，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担忧，他被楚瑶瑶放鸽子已经不是1次2次了，早就习以为常了。杨晨眉头微微皱起，这段时间本就特殊，孙有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为了报复苏雅，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得出来。还有那个杨建明，杨晨的情绪莫名有些凝重。我给苏总打电话问一下啊。他缓缓说道。韩琪琪带着担忧的语气说道，好，有结果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哈，我还挺担心的。杨晨应下，他挂断了电话，直接拨通了楚瑶瑶的电话。等了半天无人接听，杨晨眉头皱起，愈发感觉不对劲了，急忙给苏雅打了过去。苏雅刚换好睡衣躺在沙发上，看到手机上面的备注是杨晨，顿时愣住了。印象里这是杨晨第一次给他打电话，这小男人做什么？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接通了电话。什么事？虽然在笑着，但是声音却很是清冷。杨晨连忙问道，苏总，大小姐在家没？瑶瑶。苏雅黛眉微蹙说道，没回来呢，你问她做什么？她不自觉的便开始警惕了起来。自从看到杨晨给周莹莹按脚，她对杨晨身边的女人格外敏感。杨晨闻言心中一沉，刚才大小姐的同学给我打电话了，说大小姐放学就消失不见了，让我问问。我给大小姐打电话了，没人接。她语气有些沉重。苏雅微微愣神，旋即便想到了孙有为的事情，她迅速站直了身体。我知道了，你赶紧回别墅来。她的语气同样凝重了起来，眸中满是担忧的光芒。电话挂断，杨晨也没有犹豫，迅速驱车往别墅的方向折返。他下了车，冲向别墅。刚到门口，别墅门便已经被打开了。苏雅穿着睡衣，俏脸上满是焦急的表情。我打电话也没接，我已经让人去查学校监控了。他急忙说道。杨晨轻轻点头说道，苏总你先别着急，可能大小姐只是手机静音了。苏雅轻咬着嘴唇点了点头，只是概率太小，本就是这个关键的节点，孙有为报复他不成，自然有可能将目标放在楚瑶瑶的身上。他心中悔恨，早知如此，昨天就应该把瑶瑶送到他妈妈那里去。二人进入客厅等待着消息。苏雅又给楚瑶瑶打了好几遍电话，始终都是无人接听的状态。他愈发担忧，根本坐不住，心已经乱了。楚瑶瑶对他来说跟亲生女儿没有什么两样，怎么办？杨晨心里面也是一阵焦急。苏总，你别着急，先冷静下来，有我在呢，不会有事的。他安慰道。苏雅闻言顿感心中的急躁熄灭了很多。对，有杨晨呢。那股对杨晨的信任再次升起。好，他轻轻点头回应。这么长时间以来，苏雅还是第一次露出乖巧的一面。终于电话响了，苏雅激动地拿起手机，却发现不是楚瑶瑶打来的。
他大失所望，接通了电话。苏总，监控我已经查过了，瑶瑶小姐离开学校之后被抓上了一辆黑色面包车。那焦急的声音从手机里面响起。苏雅如早晴天霹雳，她粉拳紧攥，俏脸上瞬间满是无尽的冰冷。孙有为，一定是他。车牌号发过来。他低沉的喝道，挂断了电话。他心脏在剧烈的跳动着，已经彻底乱了分寸了。放下手机，第一时间将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瑶瑶被人抓走了，他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加上乱了分寸，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杨晨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杨晨听到了，他急忙问道：苏总，能查到这辆车的位置吗？苏雅背齿轻咬：能查，但是资源有限，需要时间，我马上让人去查。车牌号已经发过来了，他迅速打电话安排了起来。这一刻心乱如麻，杨晨眉头紧锁，心中同样满是沉重的感觉。这种事情苏雅肯定不擅长，怎么办呢？杨晨眉头紧皱，思绪飞速运转，却根本不认识什么大势力的人。忽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对了，韩琪琪。虽然不知道韩琪琪家里是做什么的，但上次聚会的时候杨建明对韩琪琪好像都很客气的样子。苏总，车牌号是多少？他急忙对着不远处打电话的苏雅问道。苏雅的话说到一半，听到杨晨的声音，根本没有任何犹豫，脱口而出：您 A12580。杨晨没有犹豫，迅速掏出手机拨通了韩琪琪的电话。苏雅也继续安排。电话接通，韩琪琪的笑声响起：怎么样，瑶瑶到家了没？杨晨情绪沉重地说道：韩小姐，楚瑶瑶在学校门外被人抓走了，我这有车牌号，你能帮我找一下这辆车在哪儿吗？此话一出，韩琪琪表情瞬间凝固了下来。抓走了？他本以为是楚瑶瑶自己开溜回家了，怎么也没想到竟然真的被人抓走了。他短暂凌乱，表情迅速严肃了起来。车牌号，您 A12580。好，我马上让人去查，你等我电话。韩琪琪没了笑意。电话挂断了。杨晨攥着手机，心情仍旧很是沉重。谁抓的？孙有为还是杨建明？这群畜生！他心中的怒火已经控制不住的开始升腾了起来，眸中满是寒意。苏雅也已经安排完了，他急忙将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说道：我找朋友帮忙查的，那边说最快也得1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怎么办呀？他已经无法冷静了，宁愿被抓走的是自己，此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杨晨的身上。杨晨安慰道：苏总别急，我也找人帮忙去查了，应该会快一些。而且既然抓走瑶瑶小姐，肯定是有目的的，到现在都还没人联系你呢，时间很多的，肯定没事的。苏雅粉拳紧握，轻轻点头。杨晨坐在沙发上默默等待，苏雅急得在客厅里面来回踱步。随着时间流逝，愈发的担忧和不安了。10分钟过去了，终于杨晨的手机响了，韩琪琪打来的。苏雅急忙冲了过来。杨晨接通电话，韩琪琪那清脆干练的声音响起：小陈，我查到了，那辆车现在停在市北的一个废弃工厂里面，我把地址发你。杨晨狂喜，苏雅那俏脸上也瞬间满是激动的表情。找到了？这么快？好。他无心多想，迅速挂断了电话。苏总，我现在就赶过去，如果是奔着你来的，待会儿肯定会有人给你打电话，你记住，一定要尽量拖延时间，其他的交给我，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放心，瑶瑶小姐不会出事的。他面色沉重地叮嘱道。苏雅背齿轻咬，用力点头。好。他想也没想便应了下来，这已经不是他能处理的事情了。杨晨转身便往别墅外面冲去，这苏雅粉拳紧握，呼喊道：你也小心点。杨晨冲出了房间。放心。苏雅冲到了窗口，目光复杂地盯着驱车离去的杨晨。一定不能出事啊，都不能出事。只是还没等多想呢，手机忽然震动了几下。他掏出手机，是一条视频。视频里只见楚瑶瑶被五花大绑，嘴巴里面还塞着一条毛巾，泪眼朦胧，美眸之中满是惊惧的光芒。这苏雅紧攥着粉拳，指甲都已经陷入掌心了，她的心都在滴血。来电话了。苏雅深吸一口气，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做事便要接通。忽然她想到了杨晨的话，拖延时间。她闭上了眼睛，紧攥着手机，默默隐忍。第二遍电话打来了，直到响铃的末尾，苏雅这才接通了电话。苏总，怎么你的外甥女丢了你一点也不着急呢？这么半天才接。一道笑盈盈的声音从手机里面响起。孙有为。苏雅那美眸之中瞬间满是沁人心脾的寒意。她强忍着，我外甥女儿丢了。孙有为，你什么意思？她装作还不知道这件事情，跟孙有为周旋。
与此同时，杨晨按照韩琪琪发来的地址往市北的方向疾驰而去。电话响了，韩琪琪打来的。小陈，我已经带人往那边赶了，你别太着急，那边车不止一辆，人不少。韩琪琪那焦急的声音响起。杨晨回应道：好，放心。这韩琪琪倒是很讲义气，只是多1秒钟，楚瑶瑶就多1分危险。10分钟，杨晨便将车驶出了市区，距离那废弃工厂还有5分钟的路程。电话又响了，苏雅打来的。他急忙接通：有人给你打电话了。苏雅银牙紧咬，满含恨意地说道：是孙有为，他给我20分钟的时间，让我到凯悦酒店去找他，不然就让人侮辱瑶瑶。说到最后，那声音都在狠狠颤抖着。20分钟，杨晨那紧张的情绪缓解了许多。好，我马上到了，你别担心，肯定不会出事的，等我好消息。放心，有我呢。他感受到了苏雅那急躁的情绪，出声安慰。苏雅忽然鼻头一酸，有我呢？没人知道这3个字带给他的冲击力，关键这句话不是虚话，杨晨有这个能力。好，你小心点。他语气都柔和了几分。放心。杨晨无心感受，挂断了电话。宽敞的马路，直接将油门踩到底。5分钟，杨晨便已经孤身一人来到了工厂外面了。太阳下山了，天色昏暗。杨晨站在坍塌的围墙外面扫视了一眼，这才发现有2辆车停在工厂里面，一辆黑色面包车，一辆奥迪。院子很大，杂草丛生，两侧是几个废旧仓库，中间是主楼，一共4层，墙皮脱落，窗户不见了踪影。大楼里面一片黑暗。杨晨眉头皱起，将手机静音之后，便顺着后面的围墙翻身而入，快速进入了大楼内部。他还剩下12分钟，虽然不知道这栋楼里面有多少人，但是时间紧迫，根本无心多想。他顺着楼梯上逐步寻找。4楼的一个房间内，楚瑶瑶跟刚才视频里面一样，被五花大绑着，缩在角落里面，那俏脸上满是惊惧，泪流不止。4个壮汉正站在窗口的位置，抽着烟闲聊天。光哥，这妞太正了，好他妈性感啊，这玩起来得多爽啊，咱们不能玩玩？其中一个寸头青年笑盈盈地问道，猥琐的目光不断地打量着楚瑶瑶那性感的娇躯。楚瑶瑶美眸圆瞪，泪水奔涌得更快了。虽然在学校完全就是小太妹的性格，但毕竟没人敢惹她，只是偶尔会打打群架而已。什么时候见到过这种场面？她彻底慌了。那正吞云吐雾的光头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操，就特么你急？你以为老子不急？孙少说了，如果到时间那个苏总还没进他房间，他就过来玩这小妞，等他玩完了随便咱们爽。还10来分钟了，急特么什么急？话音落下，那猥琐的目光同样放到了楚瑶瑶那绝美的脸蛋上面，笑得很是淫荡。楚瑶瑶如遭雷击。10来分钟，那寸头青年皱起眉头，惆怅道：啊，那万一那个苏总去找孙少了，咱们就没得玩了。光头笑得更加淫荡了起来。孙少说了，如果那苏总真去了，这小妞就是咱们的了。哈哈哈哈！他猥琐地大笑了起来。其他几个青年闻言瞬间狂喜，那看向楚瑶瑶的眼神都泛起绿光了。他们一个个搓着手，吞咽着口水，激昂澎湃。关键是外面的走廊里面同样响起了一片激动的欢呼声。楚瑶瑶的娇躯靠在墙壁上，双眸呆滞，豆大的泪珠疯狂滚落，内心一片死寂。与此同时，杨晨也已经发现了人群所在之处，4楼走廊里面站着6个壮汉，同样满脸猥琐地议论着楚瑶瑶的美貌。这个布局很明显，楚瑶瑶就在走廊尽头的房间里面，只是他看不到。如果贸然出去，里面的人很有可能用楚瑶瑶做要挟，那楚瑶瑶就多了几分危险。这局怎么破？杨晨眉头紧锁，心头十分沉重。还8分钟呢，擦，这时间咋这么难熬啊？我已经等不及了啊！那房间里面响起了寸头青年饥渴难耐的呼喊声。楚瑶瑶神色呆滞，毫无反应，他已经彻底绝望了。杨晨确定了思路，必须先保证楚瑶瑶的安全。他贴着楼梯的墙壁，顺势进入了4楼右侧的房间里面。好在楼内昏暗，杨晨也没发出任何的声音，根本无人察觉。杨晨冲到了窗口观望，楼顶能上。他激动了起来，站在窗口奋力跳跃而起，双手紧紧地攀住了楼顶的边缘，腰腹用力，一个翻身便来到了楼顶。时间越来越少了，他根本无心多想，迅速往楚瑶瑶那个房间上方走去，步伐急促却悄无声息。只是难题又来了，他能锁定那几个人就在南侧的窗口站着，却无法确定楚瑶瑶在什么位置。他侧耳倾听，想要确定楚瑶瑶的位置，可楚瑶瑶的心中已经一片死寂，根本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时间越来越少了，杨晨心跳加速。救人容易，
但要保证楚瑶瑶不受伤很难。2分钟了，还2分钟了！寸头青年那激动的呼喊声响起，杨晨眉头紧锁，实在不行，只能硬拼了。犹豫间，余光忽然注意到远处的道路上闪过一抹灯光，转瞬即逝，显然跟他一样将车藏起来了。韩琪琪到了，杨晨脑海中灵光一闪，他迅速掏出手机，直接给韩琪琪编辑了一条短信，直接带人开车过来，快！韩琪琪刚准备带人下车，便接到了这条短信。他黛眉微蹙，本来担心打草惊蛇的，但也只是犹豫了那么1秒钟，便选择了相信杨晨。开车，直接冲过去！他迅速下达了命令，车队迅速调转车头，直接往工厂的方向行驶了过去。杨晨选择了东边的窗口，等待时机。不到1分钟了，光哥，马上了，马上了！寸头那兴奋的呼喊声响起，其他人的情绪也瞬间亢奋了起来，都在等待着孙有为的好消息。楚瑶瑶那呆滞的眸中恢复了一抹光亮，那眼神扫过几道模糊的身影，脆弱的心坚定了起来。他宁愿死。很快，他的目光便定格在东侧的窗口上，粉拳紧握，哪怕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舍，却也没有的迟疑。他的脑海中浮现来到这个世界的种种，妈妈、苏怡，只是最后浮现出来的那张脸，让楚瑶瑶都很意外。是杨晨，是那无奈的表情，还有客气的笑容。楚瑶瑶哭得更厉害了。他本以为自己只是想调教杨晨，让他臣服，却未曾想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最后1分钟，想起来的人竟是他喜欢他了吗？可是，好像都不重要了。时间到了，那群青年都在盯着光哥，光哥正攥着手机，等待着通知。现在是寻死的好机会。楚瑶瑶蹲在地上，双腿蓄力，那盯着窗口的眸中闪过一抹决绝。再见了妈妈，再见了苏怡，再见了这个世界，再见了杨晨。他深吸一口气，鼓起了最后的勇气，做事便要冲向那窗口。只是刚起身，忽然一阵明亮的车灯照射了过来。操！光哥，那边有车队来了！寸头大惊失色，呼喊道。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瞬间放到了工厂外的街道上，果然有几辆轿车正急速行驶而来。楚瑶瑶思绪凝固，来人救了，可是还能来得及吗？她思绪疯狂挣扎，要不要死？如果没人能救她，那她可能会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苏怡斗不过孙家，怎么会有救她的能力？万千思绪转瞬间从脑海中浮现，她那绝望的目光凝视着窗口，做最后的抉择。犹豫之际，只见一道身影忽然从东侧窗口翻越了进来，那身影是那么熟悉。楚瑶瑶娇躯狂颤，是杨晨。一股猛烈的电流从他娇躯内撺掇而过，他呆愣在原地，震撼的根本说不出话来。是梦吗？是他人生最后阶段的幻觉吗？那脑海中的身影映射到了现实，让他分不清到底是真实还是幻想。杨晨却没有丝毫犹豫，大步流星的便冲向了楚瑶瑶的方向，顺手掏出从客厅带出来的水果刀，割断了绳索，又取出了他嘴巴里面塞着的东西。他双手按着楚瑶瑶的臂膀，仔细观瞧。好在没事。楚瑶瑶小嘴仍旧张着，一双美眸痴痴地凝望着面前的杨晨，他还是没有清醒。妈的，走，带那个小妞换地方。光哥攥紧拳头，一声低喝，只是刚转身，便发现楚瑶瑶身边竟然多出了一道身影。他眉头紧锁，呵斥道：谁啊？谁他妈让你着急上手的？老子还他妈没碰呢，轮到你了。乌漆嘛黑，看不清面容，以为是自己人。杨晨抓着楚瑶瑶的手腕，将她拉到了身后。对不起，没忍住。他没了任何后顾之忧了，对他来说，这人已经救完了。然而楚瑶瑶娇躯又是一阵狂震，那不可思议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面前的背影，那股熟悉的安全感将他团团包围。关键是手中那清晰的触感让他知道了，这不是幻觉，而是真的。杨晨来救他了。他抿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可娇躯却在不停地颤抖，泪水彻底决堤了。刚才所有的恐惧跟绝望在这一刻疯狂的宣泄。妈的，真特么没出息！带着小妞赶紧走！光哥怒骂了一声，便迅速带人顺着走廊往外面走去。其他几人也纷纷跟随，步伐急促。杨晨见状，嘴角微微抽扯几下，心中满是无奈的感觉。他都已经做好打仗的准备了，人走了，这也行。他倒是也没当回事，能不打最好，反正韩琪琪的人马上来了。跟我走，没事了，有我在呢，安全了，不用害怕。他转头对着楚瑶瑶安慰道。楚瑶瑶咬着嘴唇，那激动的情绪之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死死地凝视着杨晨的脸，用力点头。杨晨还抓着楚瑶瑶的手腕呢，能感受到她娇躯的颤抖。他也很是心疼，一个才刚刚成年的小姑娘，却面临了这种恐惧。
但是现在不是安慰的时候。他迈动脚步跟了上去，保持着安全距离。楚瑶瑶感受着杨晨掌心的温度，哪怕10来个人就在面前，却根本没有半点恐惧，只有惊喜，只有激动。他得救了，还是那个在他脑海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人来救的他？那种幸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噔噔噔，一群人下楼，发出了急促又杂乱的脚步声。杨晨瞥了一眼，韩琪琪他们没有这么快过来，到了外面恐怕还是要暴露。这10来个人他没放在眼里，但打起架来就不方便保护楚瑶瑶了。找机会开溜，他带着楚瑶瑶在最后，很快便来到了1楼了。光哥带着一群人风风火火地往外面的车子里面冲去，想要在韩琪琪他们到来之前转移。杨晨瞥了一眼后门的方向，脚步停顿。这边走。他趁着那群人不注意，拉着楚瑶瑶便往后面冲了出去。楚瑶瑶没有心思去感受杨晨说了什么，他只知道听杨晨的就对了。光哥也已经带人冲出了大楼，外面光线稍微亮了一些。那小妞跟我……操！小妞呢？人呢？在里面干他妈什么呢？还不赶紧出来！他转身对着楼房里面一声怒喝。直至此时，那寸头男这才发现不对，说道：光哥，刚才那小子谁啊？咱们兄弟都在这啊！光哥愣神，操！一群傻逼，都他妈瞎了吗？混进来一个人都不知道，还不赶紧追！他怒骂一声，带着人又急忙冲进了大楼里面。刚进去，便透过后门见到了正往围墙处奔跑的2道黑影。光哥在那边，他们迅速追赶了过去。杨晨眉头紧皱，带着楚瑶瑶冲到了围墙下面。围墙足有4米高，你先出去。杨晨表情沉重，沉声喝道：啊！楚瑶瑶闻言，美眸之中露出了错愕的光芒。我怎么出去？只是还没等多想呢，便见到杨晨已经蹲在了他的身侧，左手按住了他的小腹，右手直接推在了那迷人的挺翘之上。那软弹到极致的触感让杨晨心头一荡。只是这关键时刻，他也无心考虑那么多，轻轻用力，便直接将楚瑶瑶给举了起来。楚瑶瑶那绝美的脸蛋也瞬间浮上了一抹红润，但是他也迅速反应了过来，伸出小脚踩着杨晨的肩膀，旋即用力一跃，便翻上了墙头。杨晨见状松了口气。楚瑶瑶稳住身体，刚回头便见到那群壮汉已经冲到了杨晨的身后了。小心！他急忙一声娇喝，满脸担忧。杨晨本想过去的，但已经来不及了。刚转身便见到那个寸头青年满面怒容的将拳头抡了过来。妈的，去死吧你！杨晨眯着眼睛，眸中瞬间闪过一抹冰冷的寒芒。他侧身闪避，抓住了男人手臂的同时，直接提膝顶了过去。寸头男嘴巴里面瞬间发出了一道痛苦的闷哼，捂着肚子弯腰下去。杨晨一记摆拳抡在了他的脸上。啊！那寸头男瞬间被掀飞了。这其他几个壮汉见状瞬间懵了，瞪大了眼睛，眼神之中满是木讷的光芒。这么狠！光哥眉头紧锁，怒喝道：都特么愣着干什么？咱们这么多人怕他，给我打！去2个，把那小妞给我抓回来！他迅速开始安排布局。几个壮汉咬紧牙关冲向了杨晨，另外2个壮汉则是倒退2步，蓄力准备上墙去抓楚瑶瑶。楚瑶瑶银牙紧咬，杨晨眯着眼睛，没办法耽误时间，一个箭步直接冲进了人群中。他动作大开大合，疯狂进攻，同时也始终都在观察着楚瑶瑶那边。2个壮汉上墙失败，他们凑到了一起，一个人蹲在墙脚下，另外一个人踩着他的手便开始往上攀登。杨晨眉头紧皱，他放倒一个壮汉的同时，那边的壮汉已经成功地抓住了墙头的边缘，开始攀登了。不行！杨晨眉头紧锁，刚想甩掉身边的几个壮汉冲过去，忽然发现楚瑶瑶竟然站起身走过去了。他咬紧牙关，抬腿便狠狠地踩在了那攀着墙壁的双手上。啊！那壮汉也瞬间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瞬间往后倾倒，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杨晨眉头一挑，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不愧是小太妹。他放松了下来，再次将注意力放到了几个壮汉的身上。砰砰！啊！那沉闷的撞击声跟痛苦的哀嚎声不断响起。楚瑶瑶站在墙头，本来担忧的眼眸此刻已经被震惊给填满了。杨晨到底多能打？这么多人竟然也完全不是杨晨的对手，他真的好厉害！人不断倒下，光哥站在不远处都看傻眼了，嘴角不断的抽搐着，眼神之中尽是木讷的光芒。他盯着那人群之中宛若游龙般的杨晨，思绪都混乱了。这还是人？然而还没等多想呢，便听到后面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他心头一颤，循声望去，只见10多个人从大楼里面冲了出来。他瞬间傻眼了，完了，
这下别说抓楚瑶瑶了，他都已经在劫难逃了。韩琪琪冲在首位，他黛眉微蹙，一双美眸之中尽是担忧。定睛看去，正好见到杨晨一拳头甩在了最后一个壮汉的脸上。啊！那壮汉一声哀嚎，瞬间翻倒在地，捂着脸在地上打滚。这韩琪琪微微愣神，那群跟在后面的壮汉脸上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只见杨晨肃然而立，10来个壮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那场面，韩琪琪捂着小嘴，担忧消失不见，眸中满是震惊的光芒。好能打！上次就知道杨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了，只是没想到这杨晨的实力比他预想的还要恐怖。10来个人啊，一个人解决了。他缓过神来，黛眉微蹙，冰冷地看了一眼还站在中间的光哥。拿下！他一声娇喝，那群壮汉没有犹豫，迅速往光哥的位置奔涌而去。光哥麻着了，不知所措。韩琪琪迈动长腿冲向了杨晨的位置，一双美眸仍旧默默打量着。他心中的想法更加强烈了，这样的人才太少见了。关键是他发现自己对这个男人的兴趣已经愈发的浓厚了。小陈，你没事吧？他跑到了杨晨的身边，上下打量，脸上满是担忧的表情。杨晨拍打掉手中的灰尘，笑着说道：没事。这韩琪琪见状又是一阵迷茫，打10个人也就算了，关键是杨晨竟然没受伤，好恐怖的实力。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他彻底放松了下来，轻轻点头，却也被震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光哥已经被人按在了地上，痛苦哀嚎着。韩琪琪皱眉思索，来干什么的来着？他的思绪已经被杨晨的实力给冲击乱了。没等多想，便见到杨晨往围墙的方向走去。韩琪琪定睛看去，他无语了，看到墙头上的楚瑶瑶，这才想起来是来救他的他有些汗颜，迈步跟上。楚瑶瑶面色复杂地盯着杨晨，思绪还没有平缓过来。韩琪琪跟在杨晨身边呢，他却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只知道被杨晨救了。韩琪琪见到楚瑶瑶没受伤，悬着的心这才彻底放松了下来。杨晨抬头看着，说道：好了，安全了，下来吧。楚瑶瑶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他点头应道。只是刚说完便傻眼了，4米高的墙壁，刚才情绪紧张都完全没有注意，现在安全了，他瞬间懵了。好高啊，我怎么下去啊？他背齿轻咬，迷茫地问道。杨晨左右扫视了一圈，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工具。没事儿，你跳吧，我接着你。他张开了双臂，缓缓说道。韩琪琪闻言轻轻抿了抿嘴，没有多说什么，反正他接不住。楚瑶瑶闻言美眸一亮，对高度的恐惧瞬间便消失得一干二净，甚至还有点兴奋。好，那我跳了哈。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犹豫，迅速坐在了墙头上面，那种复杂的情绪都消失了，脸蛋上也露出了一抹笑容。韩琪琪忍不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瞧把你美的。他心里隐隐有些忧愁，本来以为2人关系很一般的，但是现在看来不对啊，怎么感觉瑶瑶这丫头很喜欢杨晨似的？那为什么关系一般？难道瑶瑶喜欢杨晨，杨晨不喜欢瑶瑶？不能吧，竟然能有男人不喜欢瑶瑶。好，跳吧。杨晨那清朗的声音响起，韩琪琪只能将这件事情放在心里，等回去慢慢研究。楚瑶瑶看着那张开双臂的杨晨，心跳都不自觉地开始加速了起来，满怀兴奋。她没有任何犹豫，轻轻挪动娇躯，整个人便往杨晨怀里扑了过去。杨晨张开双臂等着，那种距离越来越近的感觉让楚瑶瑶莫名的一阵激动。杨晨上前2步，左手推着她的手臂，右手顺势揽住了她的娇躯，缓慢降落的同时给予楚瑶瑶一个缓冲的空间。下一刻，那迷人的香味扑面而来，楚瑶瑶整个娇躯直接扑在了杨晨的怀里面，温香软玉入怀。杨晨心头同样一阵激动，主要是乌漆麻黑的，杨晨也不知道自己的手放到了哪里，指尖却满是惊人的柔软。落入怀中的那一瞬间，楚瑶瑶也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嘤咛，那小脸蛋也红了起来。虽说稍微有些疼痛，但是这种感觉她十分享受。韩琪琪用力地扁了扁嘴，轻轻瞪了一眼。杨晨没有多想，顺势将楚瑶瑶的身体放到了地上。没事吧？他笑着问道，同时也松开了搀扶着楚瑶瑶肩膀的手。楚瑶瑶莫名的有些失落。没事。他轻轻摇了摇头，语气有些不自然，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没缓过劲儿还是害羞。杨晨轻轻点头，彻底放松了下来。成功营救，回去能交差了。韩琪琪上前2步，担忧地问道：瑶瑶怎么样？有人欺负你了没？没事吧？楚瑶瑶微微愣神，诧异的目光放到了韩琪琪的脸上。琪琪，你怎么在这啊？
杨晨无奈摇头，韩琪琪瞬间无语。不是瑶瑶，你眼睛里是不是只有小陈了？我来半天了。韩琪琪用力地瞪了楚瑶瑶一眼，不满地说道。啊！楚瑶瑶愣了一下，这才想起来自己眼睛里面好像只有杨晨。哼！她张了张小嘴，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终只能轻哼了一声。韩琪琪又是一阵无奈，你还哼上了？天已经彻底黑了。行了，咱们回去吧。这不安全。杨晨缓缓说道，转身便往工厂外面走去。已经过了一会儿了，他不确定孙有为那边还会不会派人过来，赶紧回去才安全。小陈，我害怕。楚瑶瑶见状急忙凑了过去，抬起小手便挽住了杨晨的手臂。韩琪琪无奈地盯着楚瑶瑶的背影，杨晨也没拒绝。不用害怕，已经安全了，放心吧。他安慰道，继续前行。这么个小丫头刚经历这种事情，害怕很正常。楚瑶瑶用力地抱着杨晨的手臂，享受着那种极致的安全感，那个声调乖巧极了。韩琪琪撇了撇嘴，怎么忽然感觉这瑶瑶茶里茶气的？杨晨倒是没有多想，虽然在迈步前行，保持警惕，可心思还是被手臂上那种被柔软紧紧包裹的感觉给分走了一半。那个触感，他脑海中情不自禁的便浮现出了那天浴室外面的画面。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性感？怎么长的呢？瑶瑶，来坐这辆车吧。韩琪琪指向了中间的黑色轿车，缓缓说道。楚瑶瑶没说话，而是抬眸将目光放到了杨晨的侧脸上，等待着答案。韩琪琪又是一个大大的白眼，好气，塑料闺蜜，哼！杨晨的车藏起来了，还挺远呢。好，走吧。他没多想什么，带着楚瑶瑶便往轿车的位置走去。好了，上车吧。杨晨打开了车门，做事便要把手抽出来，毕竟有司机，韩琪琪就跟在后面呢，他自然要去坐副驾驶的位置。不行，我害怕，你跟我一起坐吗？楚瑶瑶摇头晃脑，撅着小嘴哼唧着，抱着杨晨手臂的力道都大了几分。韩琪琪气鼓鼓地盯着，侦查，那撒娇的小姿态，他都感觉一阵肉麻。杨晨见状，心跳也不自觉地加速了一下，那撅着小嘴撒娇的小模样，对男人的杀伤力太强了。他张了张嘴，一时之间倒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韩琪琪轻轻白了一眼，那你们两个坐后面吧，我去副驾驶。他迈动长腿走向了副驾驶的位置，虽说也能挤一挤坐在后排，但感觉不太好。他想跟杨晨多聊聊，只是今天明显不是时候。楚瑶瑶推搡着杨晨坐进了后排，他那脸蛋上也露出了一抹浅浅的笑意，安全感满满。车队驶出了工厂，杨晨倒是没多想什么，还在思索着刚才的事情。楚瑶瑶则是还在回忆着刚才见到杨晨的时候，心情从地狱到天堂的那种感觉。那一刻，杨晨就是他的英雄。他始终没有松开杨晨的手臂，嘴角情不自禁的便勾勒出一抹笑容来。关键是今天的事情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了杨晨在他心里的地位，原来他已经喜欢上杨晨了。如果是几个小时之前，楚瑶瑶打死也不会承认这件事情，他还想用魅力勾引杨晨来报复呢。但是现在他反而因为这件事情而激动，那是他的英雄。前面靠边停就行了，我车在树林里面呢。杨晨确定了位置，缓缓说道。韩琪琪这才想起来杨晨也是开车来的，心里面隐隐的还有些失落，但很快便释然了。反正今天不会有什么跟杨晨聊天的机会了，更何况晚上还能打电话呢。好，他点头应下。想到晚上打电话的事情，心里面还隐隐的有些期待，这不是名正言顺了。很快车停下了，杨晨缓缓说道，你坐韩小姐的车回去吧，更安全点。韩琪琪看向楚瑶瑶，楚瑶瑶却撅着小嘴用力摇头，不要，我跟你走。她毫不犹豫地说道，那一双美眸眼巴巴地盯着杨晨，紧紧地抱着他的手臂，生怕他会跑的样子。韩琪琪瞪了一眼，嗔道，破瑶瑶，你也太重色轻友了吧。楚瑶瑶抿了抿嘴，我害怕吗？韩琪琪撇了撇嘴，只是今天楚瑶瑶毕竟吓到了，她也没有多说什么。车停了，韩小姐，那我们先走了哈，辛苦你们了。杨晨推开了车门，笑道，还韩小姐。韩琪琪悠悠瞪了杨晨一眼，点了点头。好，楚瑶瑶在呢，她也没法多说，但是待会儿可不能饶了你。哼！想到待会儿的电话，他莫名兴奋，主要是今天再次见识了杨晨的实力，那种激动的感觉已经按捺不住了。这要是挖过来，杨晨缓慢挪动身体下了车，因为楚瑶瑶始终都在紧紧抱着他的手臂，下车的过程中都没有松开。他们往奔驰的方向走去，韩琪琪没有着急走，当杨晨已经开始倒车了，他们的车队这才缓缓前行。杨晨将车驶入公路，
往别墅的方向赶去。他也彻底放松了下来。韩琪琪的车队就在前面不远处，这路上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了。结束了。他侧头瞥了一眼，楚瑶瑶正乖巧地坐在副驾驶上，距离太远，挽不了手臂，但是那白皙的小手却还是搭在他的手臂上。那绝美的小脸蛋上没有什么表情，美眸却在盯着他。楚瑶瑶心中思绪万千。杨晨笑着说道：“看我干什么？好点了没？今天吓到了吧？”楚瑶瑶嘴角缓缓露出了迷人的笑容。她轻轻摇头：“是吓到了，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不怕了。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哪怕心里面已经坚定了，但是这话还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了，拿下杨晨。本就对这大男生很满意，今天又当了他的英雄。他实在没理由把这么好的男生让给其他女人。只是杨晨为什么不喜欢他呢？他不好看吗？不性感吗？到底差在哪里了呢？这个问题楚瑶瑶百思不得其解。杨晨笑着点头：“那就好。”他本来还有点担心这次的事情会给楚瑶瑶留下什么阴影呢，现在看来好像不会了。他掏出了手机给苏雅拨通了电话。秒接通。怎么样了杨晨？瑶瑶呢？苏雅那焦急的声音响起，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抖。他真的慌了。楚瑶瑶同样感受到了苏雅那急躁的情绪，鼻头一酸。杨晨笑着说道：“苏总，人已经安全了，放心。”说着便将手机送到了楚瑶瑶面前。楚瑶瑶哽咽地说道：“小姨，我没事，不用担心了小姨，我们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手机里面没有回应，只有如释重负的喘息。苏雅终于坐在了沙发上面，粉拳紧握，用力地咬紧牙关。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她的声音也在颤抖。楚瑶瑶报了平安之后便挂断了电话。苏雅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她全程都在家里面，只能承受着那无比巨大的压力，现在终于释然了。不多时进入市区，韩琪琪担心会有危险，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在前面开路。楚瑶瑶平复了情绪，她侧头看着杨晨，嘴角噙着浅浅的笑意，那美眸之中终于恢复了一抹往日的灵动，惊惧跟绝望的情绪彻底消失不见了。杨晨也被看得有些不自然了。看我干什么啊？他笑着说道。楚瑶瑶伸出右手撑着下巴，悠悠说道：“看你好看呀。”这个回应让杨晨心中瞬间满是无奈的感觉。他确定了，这楚瑶瑶说什么都不会留下阴影的，这恢复的也太快了。这就开始不正经了。谢谢你啊，杨晨没好气儿地说道。楚瑶瑶抿嘴一笑，没有说话，继续看着。他很想知道杨晨到底是怎么救的他，他在强忍着，这可是晚上的谈资，因为他早就已经有了决定。不多时，到了别墅外了。韩琪琪的车队没有停留，径直离去。杨晨将车停在了院子里面，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偌大的院子里面只有黄色的路灯照耀。走吧，下车了。杨晨缓缓说道。楚瑶瑶这才注意到已经到家了，笑着点头。好，那个语调很是乖巧。杨晨瞥了楚瑶瑶一眼，推门下了车。瑶瑶刚站稳，面前便响起了苏雅那焦急的呼喊声。只见苏雅穿着那身职业装从别墅里面冲了出来，往楚瑶瑶的方向跑了过去。楚瑶瑶脸蛋上的笑容凝固，那崩溃的呼喊声让她的思绪瞬间便回到了大楼里面。小姨，她鼻子酸楚，双眸瞬间水润，张开双臂便往苏雅的位置冲了过去。在她心中，苏雅跟杨晨完全是两个感觉。面对亲人，情绪控制不住的开始释放，二女紧紧相拥。杨晨站在一旁默默的看着，嘴角也情不自禁的便露出了一抹笑容。还好，没事。如果楚瑶瑶出了什么事情，他不敢想象这苏雅会有多绝望。他没想到他们两个关系这么好，亲生的也就如此了。许久，苏雅这才站直了身体，双手捧着楚瑶瑶的脑袋，紧张的上下打量。瑶瑶，你怎么样？受伤了没？有人欺负你没？她的声音仍旧在颤抖着。楚瑶瑶用力摇头，没受伤，没人欺负我，小陈来得及时，要不然我就要跳楼自尽了，我宁愿死也不能被他们侮辱。她倾诉着自己当时的绝望，泪流满面。苏雅顿感自己的心狠狠地刺痛了一下，她用力地捧着那满是泪水的脸蛋，咬紧牙关。傻丫头，对不起，都怪小姨，是小姨连累了你。对不起瑶瑶。女强人的她此刻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泪水奔涌而出。杨晨看得动容，苏雅再怎么强势，说到底也是个女人。楚瑶瑶用力摇头，小姨，跟你没关系，你别这么想呀，都怪孙尤为那个禽兽。不怪你的，她哭泣着说道。苏雅银牙紧咬，再次将楚瑶瑶紧紧地搂抱在怀中，
双手轻轻拍打着楚瑶瑶的后背。没事了，瑶瑶，没事了，你放心，小姨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第二次了，绝对不会。话音落下，那满是泪水的眸中也瞬间闪过阵阵冰冷的寒意。孙有为，太过分了。杨晨眯了眯眼睛，心中同样无限冷意。孙有为本来师父只是让他在宁江生活一段时间的，无所事事，可是现在他有事情做了。自从酒店那晚开始，他就已经把苏雅当成自己的女人了。孙有为的行为触及到了他的底线了，这个后患不能留。很快，他那眸中便开始闪烁着冰冷的寒芒，周遭的温度都随之降低了几分。二女仍旧紧紧相拥。杨晨笑着说道：好了，苏总，进屋聊吧，外面没房间安全。别墅两侧是树林，漆黑一片，让杨晨没什么安全感。苏雅这才站直了身体，她那一双美眸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轻轻点头。好。他拉着楚瑶瑶的小手往房间里面走去，楚瑶瑶擦了擦眼泪，眼眸也迅速落在了杨晨的身上。杨晨迈步跟上，他这才收回了目光。苏雅拉着楚瑶瑶坐在了沙发上，抬眸看了杨晨一眼，心中很是复杂。杨晨也体会不到苏雅是什么意思。苏总，你们聊，我先回去了。他笑着说道。毕竟刚回来，二女肯定有很多话想说。苏雅沉吟了一下，轻轻点头。好。杨晨没有多想什么，迈步上楼了。只是二女的目光都在紧紧地盯着杨晨的背影，一个满是复杂，一个满怀激动。杨晨消失，苏雅这才抓着楚瑶瑶的手开始聊了起来。进入房间，杨晨躺在床上休息了起来，打了一架，他也累坏了。好在有惊无险，他脑海中迅速浮现出了孙尤为的模样，心中再次泛起一丝狠意。这个畜生是真该死。只是还没等做什么计划呢，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是韩琪琪打来的。杨晨愣了一下，有些疑惑，这么快到家了？他倒是也没多想什么，接通了电话。毕竟今天如果不是韩琪琪，肯定没办法这么顺利的救出楚瑶瑶的，欠人情了啊。韩小姐，这么快到家了？他笑着说道。韩琪琪悠悠说道，刚才瑶瑶在，我都没理你，你还这样，我不高兴了啊。杨晨眉头微皱，有些愣神。啊，琪琪到家了。他稍微思索，这才幡然醒悟，尴尬的笑道：哼。韩琪琪轻哼了一声，这才露出了笑容。到家了，刚下车。他实在是等不及了，猜测着这会儿楚瑶瑶肯定跟苏雅相拥而泣呢，便迫不及待地给杨晨打来了电话。话音落下，推门进入了别墅。他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窝在了沙发里面。瑶瑶怎么样了？没什么事吧？他嘴角噙着一抹笑意，问道。杨晨思索了一下，没事的，回来就好多了。韩琪琪自然知道楚瑶瑶肯定没事，那个茶里茶气的劲儿，能有什么事儿？那就好。怎么样，今天我的消息给的及时吧？他嘴角情不自禁的便勾起了一抹得意的弧度，说道。杨晨赞叹道：太及时了，我都没想到那么快，再晚2分钟，今天就危险了。韩琪琪闻言一阵得意，他眼珠轻轻转动。你的事情结束了，我可要麻烦了。他抿嘴笑着，悠悠说道。杨晨疑惑的问道：什么麻烦啊？韩琪琪无奈的说道：今天我带人去了，孙有为肯定会知道这件事情的，肯定会报复的。话音落下，那眸中金光闪烁。他自然不是邀功，跟杨晨治好了他的病相比，这点事情根本不值一提。他就是想让杨晨知道他的付出而已，如此才方便搭上杨晨这条线。杨晨眉头微微皱起，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没事的，韩琪琪，有什么麻烦跟我说，我来解决。他笑着说道。只是说完之后，心中满是怪异的感觉。救的是楚瑶瑶，帮的是苏雅，怎么最后欠人情的是他奇奇怪怪的？韩琪琪笑着说道。哎呀，不用的，一个孙家而已，对我们来说算不上麻烦。最后一句话若有深意。杨晨体会到了，心中也好奇了起来。韩琪琪到底什么身份？连孙家都不放在眼里，果然财大气粗。好，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帮了我大忙了，以后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好。他笑着说道。韩琪琪撅着小嘴，悠悠说道：你忘了，咱们是朋友了。你治好了我的病，我都没这么感谢你，我只是帮了你一点小忙而已，这么些什么呀？你不把我当朋友呀？话音落下，笑得有点坏坏的感觉。他心里面忽然蹦出来一种调戏纯情小男孩的感觉。杨晨笑着说道：怎么会呢？只是今天确实多亏你了，要不然我还真找不到楚瑶瑶在哪，自然就没办法救人了。楚瑶瑶这个称呼，韩琪琪抿嘴笑着，心里面出现了一种窃喜的感觉。他印证了自己的猜测，楚瑶瑶喜欢杨晨已经很明显了，
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个称呼也让他确定了杨晨对楚瑶瑶似乎没什么想法，至少现在关系很一般。他很好奇，楚瑶瑶这么优秀的女生，杨晨为什么不心动呢？但无论如何，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儿。他沉吟了一下，笑道：反正咱们是朋友，我也不需要你感谢。这样吧，你要是实在感觉心里面过意不去的话，那就请我吃顿饭吧。怎么样？他都忍不住佩服自己，合理，名正言顺。然而他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杨晨尴尬地笑了笑，说道：那个，请你吃饭肯定没问题，就是我还没发工资呢，得下个月请你了。韩琪琪脸蛋上的笑容凝固了下来，忘了杨晨分文没有的事情了。他轻轻咳嗽一声，说道：哎呀，咱们两个还谈什么请不请的呀？又不把我当朋友了。那就明天吧，你请我吃饭，我掏钱，可以吧？话都已经这么说了，杨晨没理由拒绝。那也行。韩琪琪闻言，脸蛋上恢复了笑容，美眸中金光闪烁。明天请吃饭，后天让你按摩，2天还拿不下你。他现在对杨晨只是很感兴趣而已，但是他非常想把杨晨挖到他这边来，尤其是今天见识到了杨晨的实力之后，那股冲动遏制不住。好，那就这么定了。闲聊几句，韩琪琪也没理由继续聊下去了。电话挂断了，杨晨放下了手机，靠在床头，心里面满是无奈，莫名其妙的欠了人情。他知道韩琪琪肯定不会在意，但是他的性格就是如此，不喜欢欠别人的。赶紧把他的病治好吧。杨晨伸了个懒腰，困意来袭，起身往外面走去。冲了个澡，浑身舒畅。他将卫生间门拉开了一道缝隙，确定走廊没人之后，这才穿着浴巾走向了自己的房间。上次楚瑶瑶的事情让他有些阴影了，每次上厕所都担心开门之后里面蹦出来一个光影。他瞥了一眼，楚瑶瑶跟苏雅的门缝下面都亮着灯，显然人已经回来了。他没有多想，推门便进入了房间，将衣服挂了起来，余光却猛然发现床上竟然坐着一道倩影。他倒退半步，身体瞬间紧绷。是我，慌什么？那清冷又悦耳的声音响起。只见苏雅已经换回了睡裙，整靠着床头坐好，面无表情，高冷御姐范十分强烈。然而那眸中却满是复杂的光芒，吓我一跳。苏总你怎么来了？杨晨放松了下来，问道。苏雅轻轻扬起下巴，说道：坐。杨晨整理了一下浴巾，这才坐在了床尾的位置，抬头跟苏雅对视着。苏雅背齿轻咬，她看着杨晨那俊朗的面容，心中不免再次杂乱了起来。今天谢谢你，瑶瑶都跟我说了，如果不是你，不仅我危险了，瑶瑶也会被。她要是出点什么事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她那眸中满是感激。如果不是杨晨，他毁了，楚瑶瑶也毁了。杨晨不止救了楚瑶瑶，也救了他，而且已经不止一次的救了他了。这话让杨晨有些恍惚。这么长时间，苏雅好像还是第一次这么跟他说话。他笑了笑，没当回事。我的工作吗？可心中却是另外一个答案。你是我的女人，我怎么会不护着？苏雅背齿轻咬。这个答案他已经从杨晨的嘴巴里面听到好几次了。杨晨每次都不会邀功，每次都会用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理由给含糊过去。可是真那么简单吗？救他2次，救了瑶瑶1次，又岂是一句工作就能包含的？这个思绪让他对杨晨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人如此不贪名图利吗？那图什么？他相信，如果他不说，杨晨这辈子都不会主动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他粉拳轻轻握起。杨晨，你到底为了什么？他盯着杨晨的眼眸问道。从不邀功，不畏艰险，对钱的事情从来也是只字不提。那他心中有一个答案，却不敢相信。杨晨感受到了苏雅的复杂情绪，笑着说道：苏总，工作嘛，这有什么为什么的？这个回答毫无作用。苏雅抿着嘴，你是为了我吗？他终于还是将心里面那个答案问了出来。直觉告诉他，如果他不说，杨晨是肯定不会说出来的。他只想在杨晨嘴巴里面听到一个准确的答案。杨晨闻言表情微凝，他摇头笑了笑，说道：那天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我知道你不需要，但是我做过的事情我会负责，你的事情我在所不辞的。他跟苏雅对视着，目光平静，毫无波澜，这话说的也很是随意。然而苏雅却看到了眼底深处的那一抹苦涩，不知为何她娇躯一颤。顷刻间，一股难以形容的情绪瞬间便袭上心头。果然是为了他。最开始这句话他只是当笑话听的，甚至还可笑地认为杨晨想凭这一点粘上他呢，未曾想杨晨是认真的，并且还是那种不会给他任何负担的负责。这男人苏雅银牙紧咬，
感受着杨晨眼底的苦涩，猛地出现了一种想直接扑进杨晨怀抱的冲动。他强忍着，哪怕他知道自己的情绪，尊严也根本不允许他那么做。他深深地凝视着。杨晨缓过神来，笑着说道：“好了，苏总，不用当回事的，真是我应该做的。大小姐没事就好，你放心了，我也放心了，赶紧回去睡吧。”那句话说出来，他心里面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很失落，他现在只想一个人好好安静一下。苏雅粉拳紧握着，逐客令已经下了，饶是心中万语千言也根本说不出口。但是她铭记于心，她只是个女人，是生活将她硬生生地逼成了女强人。她没受过什么恩惠，所以杨晨的所作所为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贪恋她美色的男人，她见多了那些人是为了得到她的身体，不择手段。然而杨晨却是因为得到了她的身体，才如此这般舍弃了一切。高下立见。他抿着嘴轻轻点头。好，你辛苦了，早点休息。他站起身来并未多说，可那眼神中却包含了万语千言。这个话语让杨晨尤为不适。好，苏总也早点休息，不用担心，有我在，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他笑着说道，那个眼神清澈又干净。苏雅又是深深地看了一眼，心中思绪万千。别的男人只想睡她，唯有杨晨在担心她会不会睡好。好，他轻轻点头，嘴角也勾勒出一抹几乎察觉不到的弧度。他走了，房门关闭，杨晨却还盯着苏雅离开的方向。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却感受到了苏雅的不一样之处。只是有什么用呢？杨晨摇头轻笑，顺手扯掉了浴巾丢在一旁，刚想爬上床榻，忽然门又开了。对了，杨晨，你……苏雅探头进来，本想说话，却猛然发现了杨晨撅着准备上床的一幕，目光微凝，话语也戛然而止了。杨晨嘴角狠狠地抽扯了几下，扭头对视着，不是怎么又回来了？四目相对，杨晨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尴尬的氛围瞬间弥漫开来。10秒钟，苏雅那脸蛋已经有了些许的红润。咕咚，杨晨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承受不住那尴尬的氛围，刚想询问，砰，房门关闭，苏雅消失了。杨晨坐在床上，默默地叹息了一声，别别扭扭。苏雅背靠房间的墙壁，面红心跳。关键是看到杨晨的那一刻，她连自己想说什么事情都忘记了。想说什么来着？她仔细思索，可脑海中浮现的满是杨晨那撅着的画面。最终她快步走向房间，想不起来了，明明已经睡过2次了，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她不理解，却压制不住。杨晨关了灯，躺在床上，月亮挂在半空，很是明亮。他看得出神，脑海中空空如也。今天的种种如同幻灯片一般在脑海中浮现，他那复杂的思绪却根本抓不住重点。时间流逝，不多时，杨晨终于出现了一丝困意。朦胧之际，咔，忽然那清脆的开门声响起，杨晨心脏用力一跳，睡意全无，陡然睁开了眼睛，身体也随之紧绷了起来。月光照耀，房间内微微明亮，那犀利的目光瞬间便放到了那蹑手蹑脚进来的倩影上。咦？杨晨想起身的动作停顿了下来，有些茫然，因为进来的是楚瑶瑶。她穿着睡衣，缓步往床边靠近，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那模样很怕将杨晨惊醒似的。杨晨不解地看着，这大半夜的，她来做什么？杨晨没动，默默地盯着，心中却泛起了一丝紧张的感觉。这要是被苏雅发现，那可热闹了。不多时，楚瑶瑶便来到了床边，绝美的脸蛋上带着激动的笑容，双眼都在放光。本来回来的路上就已经没什么恐惧了，刚才跟苏雅又敞开心扉地聊了一番，刚才的事情已经彻底过去了。此刻满怀激动，他打量着杨晨的同时，杨晨也在打量着他。月光照耀，尽管穿着睡衣，也根本遮挡不住那傲人的曲线，主要是脸蛋上那一抹笑容，让杨晨心里没底。他背对着窗户侧躺着，月光照不到脸上，所以楚瑶瑶根本看不清杨晨的面容。见到杨晨没动，还以为杨晨还在熟睡之中呢。没醒，更好。他调整了一下呼吸，心里扑通扑通的小鹿乱撞。杨晨稳不住了，他刚想询问，便见到楚瑶瑶再次上前。杨晨目光微凝，不是，咋还上来了？什么情况？思虑间伴随着一阵清香扑面，楚瑶瑶已然躺在了他的身边了。杨晨的睡意已经彻底消失不见了。他侧过脸，本想好好看一下杨晨熟睡的模样，只是这个距离已然能看清了。这一眼正好跟杨晨那迷茫的目光对视上了，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下来。醒了。他感觉自己的思绪都空白了一下。什么时候醒的？
他想到自己刚才那鬼鬼祟祟的模样，心中顿时出现了一阵羞臊的感觉。杨晨静静地盯着，主要是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楚瑶瑶稳住情绪，只是短暂失神，并未慌乱，毕竟早就已经做好杨晨被惊醒的准备了。那脸蛋上再次绽放出一抹迷人的笑意。晚上好，晨晨。小表情美美的，小声音甜甜的。杨晨又是一阵错愕。晚上好。他轻轻点头，回应了一句。楚瑶瑶深深地看了一眼这张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容颜，笑着说道：好了，不早了，快睡觉吧。话音落下，便面带笑容地闭上了眼睛。杨晨嘴角一阵抽搐。睡觉？你在这睡？他迷茫地问道。楚瑶瑶早就想好了说辞，他睁开美眸，不解地看着，理所当然地说道：对呀，怎么了？杨晨看了3秒钟。你梦游呢？楚瑶瑶嘴角抿了一下，差点没笑出来。我被吓到了，害怕，不敢睡啊。在你这我能睡着。再说了，这是我家哎，我想睡哪儿就睡哪儿呀。我又没碍着你事儿。他撅起小嘴，不满地说道。杨晨眼睛瞪得溜圆，感觉自己的思维逻辑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城里这么会玩吗？我是男人啊。他急忙说道。楚瑶瑶闻言，那美眸瞬间亮了一下，坏坏地笑道：是吗？我验证一下。话音落下，便要出击。验证？卧槽！感受着楚瑶瑶要伸手的动作，杨晨腾的一下便往后闪避，坐直了身体。咯咯咯！楚瑶瑶见状捂着小嘴，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杨晨这才发现自己被耍了，他嘴角轻轻抽扯，心中无奈至极。昨晚是苏雅，今晚是楚瑶瑶，这是真不让他睡个好觉啊！他无奈地说道。我说楚大小姐，别闹了行不行？你看你哪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啊？赶紧回去睡觉吧，明天还得上学呢。楚瑶瑶撅着小嘴，悠悠说道。明天周末？杨晨沉默了。楚瑶瑶继续说道。再说了，我只是在你面前才不害怕啊，我自己睡会做噩梦的。杨晨眸中金光一闪，笑道：那你去找苏总睡啊。楚瑶瑶悠悠说道。2个女人睡在一起，万一你误会怎么办？杨晨瞬间呆住了。啊！楚瑶瑶美眸中闪烁着灵动的光芒，扁着嘴嗔道：哎呀，晨晨，你就让我在这睡一晚上吗？我真的好害怕的，他又保护不了我，在你这我才有安全感呀。求了吗？他眼巴巴地盯着杨晨，那软软的小声调让杨晨身体里面一阵酥麻。女人撒娇，他真扛不住，更何况还是楚瑶瑶那可怜巴巴的小表情，他心都快融化了。可是这要是让苏雅看到，他不死也得脱层皮呀。只是这话他没法说。你不怕苏总看到啊？他改变策略，询问道。楚瑶瑶自然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笑着说道：放心，我明天早早的就溜回去，肯定不会被发现的。杨晨闻言又是一阵无奈的叹息。没等多想，楚瑶瑶忽然蹙起眉头，问道：晨晨，你是不是喜欢他？他狐疑地盯着，这几天总在疑惑自己到底是哪里不好，吸引不到杨晨，还真没往苏雅这想过。现在想想，很有可能啊。杨晨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关键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睡觉的事情。胡说什么呢？他想也没想，当机立断地给否定了。苏雅是绝对不会允许楚瑶瑶知道他跟杨晨睡过的事情，自然不能让楚瑶瑶往这边猜。楚瑶瑶眉头蹙起，那你有其他喜欢的女生？他继续追问道。杨晨轻轻摇了摇头，没有啊。楚瑶瑶趁热打铁，直接询问，那你怎么不喜欢我？那一双美眸悠悠地盯着杨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表情。杨晨又是一阵无语，喜欢是靠感觉的呀，这又不是买菜。他无奈地说道。楚瑶瑶撅起小嘴，问道：我有钱有颜值还有身材，我哪儿不够好啊？我哪儿比不上其他女生呀？还是我让你来不了感觉？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来感觉？话音落下，那小手迅速伸向了领口的扣子。杨晨见状，心脏差点直接跳出来，急忙伸手抓住了那纤细的手腕。大小姐，你别闹啊！他失声道。楚瑶瑶嘴角勾起了得意的笑容，问道：怕了？你不说没感觉吗？杨晨一阵无语凝噎。我说的不是这个感觉啊！面对这女人，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哼！楚瑶瑶轻哼一声，嘟囔道：流氓！杨晨瞪大了眼睛，谁啊？楚瑶瑶抬眸凝视，悠悠说道：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想坏事了？杨晨瞪大了眼睛看着，什么叫恶人先告状？他张了张嘴，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楚瑶瑶脸蛋上露出了坏坏的笑容，起身凑近了几分，一双美眸之中若有深意。让我在这睡吗？我真的好害怕的。你让我在这睡好不好？
杨晨被电到了，身体轻轻颤抖了一下，心跳都不自觉地开始加速了起来。主要是他搞不懂楚瑶瑶到底在想什么。按照之前楚瑶瑶的表现，很明显就是要报复他，应该谈不上喜欢吧？这是在逗他呢。杨晨深吸一口气，说道：“大小姐，你赶紧回去睡觉吧，好不好？别逗我了，你明天不上学，我还得上班呢。”楚瑶瑶撅着小嘴，悠悠说道：“谁逗你了呀？人家认真的。你不信呀？那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话音落下，索性也不解开扣子了，抓住睡衣的衣摆做事便要掀开。杨晨手疾眼快，一把按住。“不用。”他急忙说道，心跳的也更加快速了。楚瑶瑶小脸蛋红扑扑的，嗔道：“哼，不用就不用，你占人家便宜干嘛？”杨晨微微愣神，旋即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按着的位置很是尴尬，那种温热的触感也让杨晨的心率直飙180。他要疯了，闪电般的收手。楚瑶瑶娇俏的笑着，脸蛋上满是得意的表情。杨晨那慌乱的模样让他莫名兴奋，只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是真把这大男生吓坏了，可就得不偿失了。得温水煮青蛙，慢慢来。那今天我可以在这睡了吗？楚瑶瑶歪着头，笑盈盈地问道。唉，杨晨一声长叹，刚想说话，杨晨。忽然，外面响起了苏雅娜略显惊慌的呼喊声，有危险！杨晨表情骤然凝固，楚瑶瑶美眸之中浮现出一抹慌乱，本能的便坐直了身体。杨晨无心多想，一个箭步从楚瑶瑶身上飞跃了过去，迅速冲出了房间。楚瑶瑶也急忙起身来到了走廊里面，只是并没有看到人影啊。杨晨已经进去了，并没有听到什么打斗的动静，不是来敌人了。楚瑶瑶确定安全之后，扁了扁嘴，迈着小碎步便快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哼，好事竟然被小姨给耽误了，讨厌！与此同时，杨晨也已经冲进了苏雅的房间。杨晨，苏雅那无力的呼喊声再次响起。杨晨身体紧绷，皱眉凝视，房间里面并没有其他人，唯有苏雅正失魂落魄地坐在房间，急促地喘息着。杨晨无心欣赏，怎么了，苏总？他放松了警惕，冲到了床边，询问到了近处，这才发现苏雅那倾城的面容上满是汗水，喘息急促，那个眼神很是呆滞。瑶瑶呢？瑶瑶就回来了吧？见到杨晨，苏雅终于有了一丝力气，挪动娇躯上前，便紧紧地攥住了杨晨的手臂，那个眼神很是迫切。杨晨恍然，他反手抓住了苏雅那纤细的手臂，笑着说道：“苏总，做噩梦了吧？大小姐已经就回来了，正在房间睡觉呢。”他差点说在他房间，同时他也开始庆幸了起来，好在苏雅做噩梦了，要不然这一晚上真不知道怎么过了。呼，苏雅顿时狠狠地放松了一下。那就好，那就好。他失魂落魄的呢喃，刚才的噩梦太真实了，真实的让他哪怕惊醒了都无法心安。没事的，苏总，做梦而已，放心吧，有我呢，这里肯定安全的。杨晨抓着那纤细的手臂，轻轻用力，给予力量，笑着安慰道。苏雅抬眸认真地看了杨晨一眼，他睡醒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喊杨晨。杨晨出现的那一瞬间，他心里面所有的不安也都奇迹般的消失不见了，那浓烈的安全感将他团团包围。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苏雅已经察觉到了，他似乎已经有些依赖这个男人了。他轻轻点了点头，没有多说，松开了抓着杨晨手臂的手。杨晨也将手收回，房间里面安静了下来，倒是让杨晨有些别扭了。只有微弱月光看不清房间的颜色，但是房间里面却弥漫着一股跟苏雅身上香味很是类似的香气。杨晨笑着说道：“苏总，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刚要转身，苏雅抬手喊住了他。杨晨转过身来问道：“还有事吗，苏总？”苏雅背齿轻咬，刚才噩梦中的场景让他心有余悸，很想让杨晨留下来，只是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我今天晚上安全吗？苏雅沉吟了一下，转移了话题，询问道。杨晨轻轻点头：“安全的，苏总不用担心，上一批人已经失败了，孙有为没有绝对的把握不会跑到这浪费时间的。”他笑着说道。苏雅点了点头，粉拳轻轻握起，不想让杨晨走，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直接留下吧，心里面又很羞耻。他轻咬着嘴唇，沉浸在已经倾斜的心理斗争当中。明明已经睡过2次了，羞耻什么？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刚才吓得出了一身的汗，不舒服，我想去洗个澡。你在这等我吧，我有点害怕。他故作平静，缓缓说道。身为女强人，她的字典里面就没有我害怕这3个字，这么多年都没有说过。本以为自己说出来会很羞耻，只是
他发现跟杨晨说出来之后，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甚至还觉得理所应当。杨晨愣了一下，啊，好啊，他笑着点头，并没有多想什么。这几天苏雅确实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又做了噩梦，害怕也是人之常情。苏雅点了点头，挪动娇躯下了床，往主卧的独立卫生间里面走去。从杨晨身边经过，带着一阵香风。他没看杨晨，但是人已经沉浸在那种被安全感包围的感受当中了。关门那一瞬间，他看了杨晨一眼，他自己都没想到这辈子竟然会对一个男人产生依赖感，还是一个小司机。咔，卫生间门关闭，不多时，里面便传出来水声阵阵。杨晨倒退2步，坐在了床边，看着卫生间的方向，心中的怒火也逐渐攀升。孙有为，一切都是他害的。等着，时间流逝着，楚瑶瑶在房间里面侧耳倾听，本来打算等杨晨回去之后再去的，只是等了半天，始终没有动静，倒是把他给等困了。他睡着了，杨晨坐在床上也来了困意，主要是没想到苏雅洗澡时间这么长，这洗完了还能睡着。他忍着困意，起身来到了窗口的位置扫视着，外面漆黑一片，很是安静。咔，终于身后响起了卫生间门的声音。杨晨转过身来，卫生间的灯光已经关闭了，那娇俏的倩影正围着浴巾往床边走来。苏雅心里面也有些紧张，睡衣都没穿，围着浴巾就这么站在一个男人的面前。关键是刚才她都没有心思注意，现在冷静了，这才发现杨晨身上竟然只有一条平角底裤，他那细嫩的脸蛋上透出一抹浅浅的红润。他坐在了床边，那一双美眸不自觉的便放到了杨晨那匀称的身材上面，思绪乱飞，倒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杨晨笑着说道：苏总，那你休息吧，我回去了。他迈动脚步往房间外面走去。苏雅被齿轻咬，有些焦急，强忍着那种羞耻的感觉。杨晨，今晚你睡这吧，我还是有点害怕。他故作冷淡地说道。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次倒是说得顺畅多了。杨晨停下脚步，有些错愕，他还真没想到苏雅说的竟然如此直白。啊，好，那我去拿被子打地铺。说着便要再次迈步。苏雅目光复杂地看着他，都没提打地铺的事情，他主动打地铺，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不用了，上床睡吧，我床够大。他再次出言拦住了杨晨，只是说完之后，他感觉自己的脸蛋都已经温热了几分。杨晨嘴角顿时抽扯了一番，满心迷茫。上床睡，这苏雅竟然主动让他上床睡，被噩梦刺激到了。杨晨看着床上那娇俏的倩影，十分疑惑。苏雅也有点承受不住杨晨的目光了，心中羞耻，缓慢挪动娇躯回到了床上。他躺在了靠窗那边的位置，将剩余部分留给了杨晨。等什么呢？他朱唇轻启，冷淡道。杨晨这才如梦方醒。啊，好。他将心头怪异给压了下去，迈动脚步躺在了床边2.3米的大床，二人间隔1米多，还真是够大。有枕头，但是没被子啊。杨晨平躺着盯着天花板，本来已经困了，可现在家人在侧，哪里还有半点困意了。唉，他心里面默默叹息一声，本以为逃过了楚瑶瑶那边，却没想到又掉进苏雅这里了。好在跟他睡没有心理压力。杨晨心里面也困惑了起来，明明都是万里挑一的大美女，跟他们一起睡觉可是求都求不来的事儿啊，他怎么还这么抗拒呢？思索片刻，他找到了原因，能做点什么才是好事儿，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看着，有点折磨人啊。苏雅本以为这次如此清醒的状态下，身边躺着个男人肯定睡不着了呢，没想到困意来得很快，不多时他便舒舒服服地进入了梦乡，呼吸匀称，格外香甜。杨晨还是瞪着大眼睛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始终都被那股迷人的香气勾得思绪乱飞。最终他将思绪沉浸在报复孙有为的事情上，这才冷静了下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进入了梦乡。翌日，苏雅睡到了自然醒，轻轻睁开眼眸，天色大亮，她翻了个身，余光注意到了身边躺着的杨晨，娇躯瞬间紧绷。只是当见到杨晨的脸之后，心中防备瞬间全无，昨晚发生的种种浮上脑海，他那性感的阴唇混混勾起一抹微妙的弧度。杨晨在，他果然睡得很香。他侧着身体，将手放在头下，默默地打量着杨晨。以前没仔细观察过，现在杨晨熟睡，正是好机会。打量之下，这才惊奇地发现杨晨长得很帅，剑眉星目，鼻梁高挺，面庞棱角分明，皮肤不算白皙，但也不黑，胸肌腹肌都很有美感，并不是那种夸张的肌肉块，线条匀称。再往下，苏雅嘴角的笑容微微一凝，旋即脸蛋上便浮现出一抹红润，
迅速将目光移向了别处，他的心跳都开始加速了起来。但是很快，那视线便再次挪动了回去，面红心跳，却目光灼灼。他嘴角也迅速露出了一抹勾人心弦的笑容，冷中透着坏。时间流逝着，杨晨被刺眼的阳光给晃醒了，睁开眼扫视一圈，才想起来自己在苏雅的房间。苏雅没在，他很高兴不用面对睡醒的尴尬。杨晨回到了房间，洗漱一番，换好衣服，这才下楼。刚到拐角，便见到苏雅正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手里面啃着一个苹果。苏总，早啊！杨晨笑着摆了摆手。苏雅侧头看了一眼，面容清冷，可那美眸中却泛着不自然的光芒。他应了一声。杨晨扫视一圈，疑惑地问道：大小姐呢？还没起呢啊？苏雅啃苹果的动作一顿，起床了，我让人把她送到她妈妈那里去了，去那过周末，这几天不安全。苏雅继续吃了起来，缓缓说道。杨晨轻轻点头，挺好。他面无表情，可心中却喜出望外，这小妖精终于走了。早餐准备好了，吃完上班。苏雅扬起下巴，淡淡的说道。杨晨走向餐桌，坐下便开始吃了起来。只是他却并没有发现苏雅的目光已经不在电视上了，而是在默默地盯着他。到公司了，杨晨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刚进去便见到周莹莹正埋头在一大堆文件当中。杨秘书，早呀！见到杨晨，周莹莹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挥了挥手。杨晨笑着点头回应：早。那人没在找你吧？他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问道。周莹莹摇了摇头：没有，现在应该还在医院呢吧？他那看向杨晨的眸中满是感激，如果不是杨晨，他无法想象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那就好，要是再找你麻烦你就给我打电话。杨晨嘴角保持着笑容说道。周莹莹用力点头：好，谢谢你，杨秘书。他那美眸之中满是真诚，情绪激动。杨晨笑了笑：都是同事，客气什么，又不是什么大事。他倒是没当回事，主要是他对周莹莹的印象还不错，本本分分的，他喜欢跟这种人相处。周莹莹闻言粉拳紧握。对了，杨秘书，那个上次你不是说可以帮我妈妈看看的吗？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话音落下，他也已经开始紧张了起来。现在已经没钱继续支付那高昂的费用了，他妈妈的后续恢复是个问题。杨晨笑着说道。我都行，休息时间就可以。周莹莹美眸亮了。那今天中午可以吗？可以啊。这句话让周莹莹瞬间便开始激动了起来。太好了。闲聊几句，他便再次沉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杨晨倒是十分清闲，无所事事，他也很想帮忙，只是对这些商业的事情他一窍不通，这些字他都未必都能认全。转眼间中午了，周莹莹正好处理完了手头上的工作，站起身来笑道：杨秘书，那咱们出发。杨晨上午睡了一觉，现在精神充沛，走吧。他起身跟周莹莹一起走了出去，思来想去，还是跟保安队长说了一声，如果有什么人闯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安排妥当，这才跟周莹莹打车赶往医院。等他们进入病房的时候，周莹莹妈妈正吃午饭呢。周莹莹给互相介绍了一下，杨晨便开始检查了起来。很快检查完了，周莹莹没敢当着她妈妈的面聊，迫不及待的便拉着杨晨来到了走廊里面。杨秘书，怎么样？我妈妈现在身体到底什么情况呀？她紧张的抓着杨晨的手臂，压低了声音询问，那一双美眸紧紧的盯着杨晨的脸。杨晨笑着说道：不用担心，阿姨恢复得很好，肿瘤已经切除了，只是伤了元气，气血双虚，这些只要安心休养就可以了，不是非要在这住特护病房的。这周莹莹闻言，美眸都瞪大了几分，俏脸上瞬间露出了惊喜的表情。真的啊？那为什么主治医生跟我们说必须在这住院，不然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呀？他疑惑地问道。杨晨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你猜？周莹莹微微愣神，旋即便反应了过来，粉拳紧握。这群人渣太可恶了，他愤愤地说道。杨晨笑着问道：这么相信我，就不怕是我诊断错了？周莹莹闻言稍稍迟疑了一下。当然相信你啊。他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杨晨说了他才反应过来，只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本能的便感觉杨晨的话比主治医生还权威。杨晨眉头一挑，笑着点头。行。他没多说什么，医术这方面他还是很自信的。周莹莹没有多想，急忙问道：对了，杨秘书，今天下午还有个项目要做，也是有助恢复的。那还用做吗？钱已经交了，李天德支付的费用是到明天。杨晨思索了一下，做也行，反正已经有人给掏钱了，没坏处的。
他笑着说道。周莹莹闻言，眼睛顿时亮了几分，笑着说道：“好，那今天下午做完，明天就给我妈妈安排出院。”那个笑容很是灿烂。杨晨的话让他从那压抑的情绪中彻底挣脱了出来。他要留下来陪陪他母亲，聊一下出院的事情。他也担心他妈妈会多想，会认为他舍不得花钱治病了。简单聊了几句，他便回去病房了。杨晨往电梯的方向走去。这一层都是特护病房，费用昂贵，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支撑得起的，所以除了护士之外，基本看不到什么人。很快，电梯门开了。杨晨刚想进去，便发现里面走出来3个壮汉，一个个面容凶悍。他站在一旁，没当回事，只是让路的同时，忽然发现为首的壮汉后腰的位置竟然露出来一截明晃晃的刀片，另外2个壮汉腰间同样也是鼓鼓囊囊的。杨晨眉头微皱，疑惑地看着。3个壮汉到了拐角，便左右扫视了起来，目光犀利。这可不像是来看望的。杨晨沉吟片刻，终究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跟了上去。刚打完李天德，他担心是来报复周莹莹的。那3个壮汉走的方向，正好就是周莹莹母亲所在病房的方向。他跟在后面，心中防备。然而还没等多想呢，便见到3个壮汉在一个病房门外停下了脚步。他们看了一眼号牌，对视了一眼，整齐点头。杨晨有些错愕，因为这间病房就在周莹莹母亲病房的隔壁，不是报复周莹莹的。砰！下一刻，那刺耳的撞击声猛然响起。只见那为首的壮汉一脚踹开了病房的房门，抽出腰间藏着的砍刀，便直接冲了进去。杨晨都惊呆了，城里这么乱，医院里就这么直接砍人的？你们是什么人？很快，那病房里面响起了一道低沉的怒喝。杨晨挪动脚步观望了一下，只见3个壮汉已经跟病房里面的另外几个大汉打在了一起，砍刀乱甩，惨叫声不止。让杨晨意外的是，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个白发老人，他半靠着床头，目光平静地看着战斗的人群，脸上毫无波澜。这老头病这么厉害，他凑近了几分，有些纠结要不要管这闲事儿。病房的几个大汉也很专业，可惜没武器。啊！伴随着一道哀嚎的声音，已经有一个壮汉倒在了地上了，胸口被砍了一刀，鲜血奔涌而出。不少护士被这边的动静吸引了，开始叫保安，只是似乎已经来不及了。另外2个壮汉也已经落入下风，桌椅都撞翻不少了。然而那老者却还是泰然自若，苍老的面容上噙着一抹笑容。老东西，去死吧！那个刚打赢的壮汉挥起砍刀，目光狠厉，迈动脚步便冲向了老者的位置，砍刀高高举起，猛然挥下。杨晨眉头微皱，那老者脸上的笑容显得很有城府的模样，不像是傻的。然而面对那迎面挥下来的砍刀，还是面色不改，极其淡定。不怕死的畜生！其中一个大汉怒吼一声，飞奔而去，直接护在了老者的身前。那砍刀砍进了他的臂膀之内。啊！他仰天长啸，痛苦至极。杨晨眉头微皱，见状也情不自禁的有些动容。滚！持刀壮汉抓着大汉的领口，将他甩了出去，同时再次将砍刀挥起，奔着老者脑袋上边砍了下去。动作极其狠辣，转瞬间，那砍刀便已经到了老者的头顶了。可那老者还是目光冷淡地看着，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千钧一发，忽的一把砍刀从下而上接住了壮汉的刀。棒！那清脆的声音响起，火星乍现。那壮汉眉头瞬间紧锁，定睛看去，那持刀之人赫然便是杨晨。去死！壮汉怒极，再次挥起砍刀直奔杨晨胸口。老者表情终于出现了一丝变动，眉头微皱，好奇地看着杨晨。杨晨眯着眼睛侧身闪避，同时迅速欺身而上，挥刀被躲避的同时，直接提膝狠狠地顶撞在壮汉的胸口上。壮汉吃痛，身形瞬间暴退，撞在了后面的墙壁上。刚想前冲刷，忽的杨晨手中的砍刀直接往他这边甩了过来，正好刺入他耳边的墙壁之内。刀柄在晃动，发出阵阵嗡鸣。壮汉瞬间傻眼了，吓得身体狠狠一颤，三角眼瞪圆了。啪啪！杨晨拍打掉手中的灰尘，笑着说道：“好嚣张啊，医院就砍人！”咕咚！壮汉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这才发现另外2个同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放倒在地上了，显然杨晨所为。你什么人？他眯着眼睛阴冷地问道。老者仍旧半躺在床头，苍老的眼眸也在打量着杨晨，略显好奇。杨晨笑着说道：“我是好人。”壮汉紧攥着砍刀，没等多想，外面便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保安来了！他没有丝毫的犹豫，转身便往病房外面冲了出去。杨晨也没阻拦。地上那2个壮汉刚爬出去，便被保安按在了地上。
杨晨静静地看着，那2个守在病房里面被砍了的大汉也被医生给抬走了。老者面带笑意打量着杨晨，杨晨瞥了一眼，刚想告辞，忽的外面冲进来一个身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表情严肃，眼神激动。太叔，您没事吧？他急忙问道。他身后还跟进来几个同样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女，这人显然地位不低。韩泰这才缓缓将目光从杨晨的身上挪开。没事，这小伙子救了我。他随意地笑着说道。呼，那中年男人猛猛地松了口气，激动地握住了杨晨的手。年轻人，谢谢你啊。他极为沉重地说道。如果韩泰在他的医院出了什么事情，那毁了啊。杨晨感受到了男人的激动。小事，不客气。他没有在意，浅笑着回应道。房门被人堵住了，他也出不去了。男人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没等说话呢，赵院长，这些人竟然带刀进来了，你们医院怎么查的？韩泰那仍旧很是随意的声音响起。杨晨眉头一挑，他没想到这个中年男人竟然是医院的院长，这老头不一般啊。但是转念一想，便也释然了，一般人谁会躺在医院里面被人砍的？他收了手，默默等待。虽然韩泰说的很随意，可赵天朗额头上还是瞬间冒出来了豆大的汗珠。泰叔，这肯定是有人在搞鬼，我严查，一定严查。他情绪激动地说道。韩泰收回了目光，说道，给我换一间吧，这太脏了。赵天朗急忙应道，好，不用安排，泰叔您直接来就行。要担架吗？他擦拭着额头的冷汗，不停地吞咽着口水，直到现在还惊魂未定。韩泰轻轻摇头说道，不用，还没病到不能走呢。他挪动沉重的双腿便要下床，赵天朗手足无措，犹豫着要不要上前搀扶。韩泰抬头看向杨晨，笑道，小伙子，扶我一下。杨晨跟韩泰对视了一眼，好。他没多想什么，抬手扶着韩泰的手臂，缓缓往外面走去。很快进入另外一个病房，赵天朗他们都走了，仅剩的那个大汉守在门外。杨晨扶着韩泰，让他靠在了床上。行了，那我走了，老爷子好好休养吧。他招了招手便要离去。此话一出，饶是见多识广的韩泰心底也不免升起一丝错愕，这就走了。等等，他抬起手来缓缓说道。杨晨转过身来笑道，还有事儿吗？韩泰打量着杨晨的细微表情，早就成了人精的他看得出来杨晨并不是装的，而是真要走。莫非这小伙子不认识他？他笑着说道，你救了老夫一命，还没来得及多谢你呢，怎么就走了？杨晨笑着说道，举手之劳而已，用不上感谢。韩泰苍老的眸中闪过一抹异色，他确定了，这杨晨肯定不认识他。你的举手之劳可是救了老夫一命啊，不感谢怎么行呢？他笑着说道。杨晨转过身来打量了一眼，老爷子，你好像并不是很需要我救你啊，你也不怕啊？他有些好奇，从小到大还真没看过不怕死的人呢。韩泰眉头一挑，笑着摇头，怕呀，哪有人不怕死的，只是麻木了而已。老了，病了，我只是早就做好了死的准备而已，与其这样每天受罪，倒不如一死了之了。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话音落下，无奈地笑着，那眼神中道不尽的生活阅历与沧桑。杨晨已经打量许久了，加上刚才搀扶时候的感受，对他的病已经了然于胸了。他笑着说道，老爷子，你看起来挺有钱的，放平心态会好起来的。韩泰苦笑着摇头，小伙子啊，你还年轻，你不懂，钱不是万能的。那个表情颇显惆怅。我不懂。杨晨心里面有些无奈，笑着说道，老爷子，我是学医的，这方面我还是比你要懂一些的。韩泰闻言有些惊讶，他若有所思地看着，笑道，年轻人要谦虚啊，我已经病了半辈子了，久病成医，没人比我更了解我的身体了。杨晨笑着摇了摇头，如果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杨晨怎么也不会说这么多，但医术这方面他才是专业的。老爷子，是你太自信了。他笑着反驳道。韩泰轻轻瞪了杨晨一眼，摇了摇头，你们这帮学医的轴啊。他笑骂道。杨晨不以为然，说道，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除非你找的人不专业。韩泰抬起头来笑着问道，您江中医协会会长够专业吗？小伙子，杨晨眉头一挑，这老头果然不一般，只是不应该啊。他笑着说道，没见过，不清楚啊。韩泰若有深意地看了杨晨一眼，笑着说道，你这小伙子傲气得很啊。杨晨笑着回应道，不是啊，是自信，医术方面不能让步。
韩泰笑着摇头，本以为杨晨谦逊有礼呢，没想到看走眼了。年轻人啊，多大的自信能让你在连我是什么病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说这种话呢？他抬起头笑着问道。杨晨跟他对视了一眼，迟疑了一下，他可没有给治病的意思，不是什么大病，他笑着说道。韩泰收回了目光，对杨晨的兴趣瞬间减退了许多。不是大病，是多大？他缓缓说道。杨晨感受到了，并未在意，只是不想在医术上让步而已。出门在外，不能丢师傅的脸面。他沉吟片刻，笑道：连西贤花毒都能扛过来的人，怎么会被一个小小的肝脏衰竭给难住呢？韩泰眉头微微一蹙，旋即脑海中轰然炸响。他豁然抬头，苍老的眸中金光乍现，满脸震撼地凝视着杨晨，身躯狂震。杨晨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傻了吧？咕咚。韩泰艰难地吞咽口水，震惊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西贤花这个毒鲜为人知，关键是这都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杨晨竟然能看出来。他惊了，他甚至已经开始怀疑杨晨是不是别人派过来的了。只是没理由，杨晨刚才已经救了他一命了。他死死地凝视着，目光灼灼，等待着回应。杨晨波澜不惊，笑道：一个学中医的而已。学中医的岂会如此简单？当年那个毒，韩泰耗资数十亿，请来了国内所有顶尖的中医泰斗，费了9牛2虎之力，这才堪堪确定了是这个西贤花之毒，又经过漫长治疗，这才康复。这杨晨连一句话都没问过，竟然看出这毒，他没办法淡定。那个表情，杨晨心满意足。行了，老爷子，放平心态，好好治疗，肯定能恢复的。主要是你不该躺在医院。我走了。他笑了笑，便要离去。等等。韩泰直接坐直了身体，再次拦住了杨晨，这次的声音都因为激动而颤抖。杨晨转过头来问道：还有事儿吗？韩泰表情都已经凝重了起来，眼神中金光闪烁。你小伙子，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他急忙问道，同时那早就已经绝望透了的心忽然燃起了希望。因为杨晨说了这病能治，那多年波澜不惊的心也在此刻开始剧烈的跳动了起来。杨晨笑着说道：你耳朵上面有个印记，是西贤花毒有的，至于你肝脏衰竭就更容易看出来了。这韩泰身躯一颤，就是耳朵上面这个印记是他花了几10个亿才确定的结果，杨晨竟然一眼就看出来了。他顿感脊背生寒，兴奋跟激动的情绪涌入脑海。神医，这是神医啊！如果不是杨晨提前知道，那这就是纯纯的神医啊！杨晨没道理提前知道的。韩泰呼吸情不自禁的便开始急促了起来，双眼放光，对生存的渴望瞬间便强烈到了极致。小伙，小神医，那我现在的病你能治吗？他声音颤抖，虚抬的手也在颤抖。杨晨闻言颇有些无奈，笑道：老爷子，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给你治病的，你这病没那么难，找个好中医都能治的。他生活稳定了，不缺钱了，主要是他没办法用针灸，治病周期会很长，他不想浪费那个时间。韩泰拳头不自觉地紧握。小神医，能否拜托你帮我治病？费用都好说，不瞒你说，中医我能找，但是找不到我能信的。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话音落下，那眸中便已经满是迫切的光芒了，格外紧张，生怕杨晨会不同意。杨晨闻言眉头一挑，这老头看来很有故事啊，只是治病他有些迟疑。韩泰见状牙关紧咬，苍老的眸中闪过一抹坚定的光芒。豁出去了，小神医，只要你愿意出手，除了给你治疗费用之外，在这宁江内不管你提什么要求，我都会尽力去给你办。话音落下，苍老的眼眸更加炙热了几分。杨晨惊讶地瞥了一眼，敢说这话，说明这老头的身份比他想象之中的还要高一些。这么厉害，找不到一个好中医。他沉吟着，之所以不愿意治病，时间是一方面原因，主要是不用针灸的话，治疗周期势必会被延长，若日后身份暴露，会影响他师傅的名望。可老者那迫切的表情让他有些心软。更重要一点，苏雅的雅运集团虽然刚刚渡过难关，但是有孙家为敌，不一定什么时候又会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这老头是不是能帮上忙？这个念头让他愈发的动摇了。小神医，韩泰拳头紧握，目光迫切。杨晨有了决定。好吧，老爷子，能救你也算有缘分，那就再帮你一次。他笑着说道。韩泰闻言瞳孔微缩，瞬间狂喜。多谢小神医，多谢小神医。他双眼放光，已经有些松弛的面庞都在狠狠颤抖着。杨晨笑着问道：这么相信我能给你治好？你不是久病成医吗？这韩泰有些汗颜，
苦笑着说道。小神医说笑了，这话只是说那些庸医而已，跟你这种真正的神医自然比不了。那态度不自觉的便已经恭敬了许多。杨晨轻轻点头，很满意。他沉吟着，怎么能治病又不影响师傅的名声呢？韩泰见状有些紧张了，试探的询问道：小神医有什么难题吗？杨晨抬头对视，没什么难题，就是出于一些原因，我不能用阴针，只能用药给你慢慢治了。他最终还是决定实话实说。韩泰微微愣神，旋即便急忙说道：没问题没问题，只要能治好，怎么治都行。那目光也再次炙热了起来。杨晨轻笑着摇了摇头，本以为韩泰不怕死，原来只是对生失去了希望。好，有纸笔没？他不再啰嗦，问道。韩泰抬手指向外面，手臂仍旧在剧烈颤抖。来人，拿纸笔。噔噔噔，不多时，刚才那个没受伤的大汉便送来了纸笔。杨晨伸手接过，那大汉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眼神之中尽是复杂的光芒。如果不是杨晨，他完了，韩泰也完了。杨晨将纸张放在床头柜上，提笔刷刷点点便写下了一个药方。韩泰伸着脑袋张望着，目光如炬。你按照这个药方吃药就好了，里面有几味名贵药材，但是你的财力买到应该不难。3天见效，大概1个月左右能康复，3个月痊愈。等我有时间了再找你，后续会根据你的恢复情况调整药方的。杨晨将药方递了过去，说道：1个月康复，3个月痊愈。韩泰抬起双手，颤颤巍巍地接过药方，眼球都在震颤。谢小神医，多谢小神医。那情绪格外沉重。杨晨笑着说道：这么激动，就不怕吃完不见效会失望？韩泰抬起头来，眼神中满是真诚和感激。不怕，我相信小神医，如果不见效，那只能说明老夫气数已尽。他的语气很是坚定。杨晨对这老头的态度倒是很满意。行了，吃吧，我电话号码在上面，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杨晨笑着说道。算起来，这老头是他出村之后的第1个病人了。韩泰目光炙热的点头。好。他从怀中掏出来一张银行卡，递了过去。小神医，这是给您的治疗费用，密码是6个0。我现在能力有限，您别嫌少，如果老夫能侥幸活下来，必定好好报答。他的双手仍旧在颤抖，目光却极其坚定。杨晨瞥了一眼银行卡，好，那我就收下了。他也没问多少钱，对他来说也不重要。韩泰松了口气，说道：小神医，我答应了您一件事情，有什么我能做的吗？您只管开口。杨晨见状有些诧异，还真是没想到这老头能这么相信他。就因为看出了西咸花毒，现在的中医已经没落到这种地步了吗？暂时还没什么事，以后如果有需要帮忙的，我再找你吧。他笑着说道。现在苏雅还没那么难，他有一种预感，这个人情绝对有大用。韩泰激动地说道：好，好，没问题，小神医随时开口。不多时，杨晨走了。韩泰靠着床头，盯着手中的药方，那苍老的眼眸中竟隐隐地出现了一抹水润。天不亡我啊！砰！病房的门被人猛地推开了，一个寸头青年从外面冲了进来。他呼吸急促，目光狠厉，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犀利的气息。太叔，您没事吧？他叫陈小刀，韩泰手下猛将，保护张泰的人是他安排的。听到张泰遇刺消息，他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韩泰放下了药方，摇了摇头，没事。那激动的情绪被他很好地隐藏了下去。陈小刀双膝跪地，低下头去。太叔，是我失职。韩泰淡淡地说道。起来吧，你安排的没问题，是他们太心急了。话音落下，那苍老的眸中瞬间便闪烁着凌厉的寒芒。上位者气息疯狂流露。陈小刀愧疚起身说道：太叔，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救了你。韩泰闻言，那浓烈的气势要悄然消退。对，那年轻人不只救了我一命，还能看我的病。他若有深意地说道。陈小刀闻言，瞳孔骤然紧缩，旋即脸上瞬间露出了狂喜的神色。真的吗，太叔？他对韩泰看人的眼神自然不会有丝毫的质疑。韩泰轻轻点头，安排一些人过来接我出院。你去查一下医院的监控，查一下刚才那个年轻人的身份。有了希望，浑身都轻松了许多。陈小刀恭敬点头。是。韩泰抬起手中的药方，盯着那龙飞凤舞的字体，深深打量。如果他真能治我的病，那……他捏着药方的手指不自觉地开始紧攥。雅运集团还没到下午上班的时间，杨晨回来后便坐在椅子上修剪着指甲。周莹莹也还没回来。咔！忽然门开了，杨晨刚抬头便见到一张倾城的面孔正探头往里面观瞧呢。苏总好。
他摆了摆手，咧嘴笑道。苏雅见状，这才急忙站稳身形推门走了进来，俏脸上带着清冷，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周秘书呢？他朱唇轻启，淡淡的问道。杨晨笑着说道，去医院了。苏雅轻轻点头，哦，那没事了。话音落下，便往办公室外面走去，转身的那一瞬间，嘴角便扬起一抹不着痕迹的弧度。他是来查岗的，杨晨在，让他很开心。他走了，杨晨无奈的摇了摇头，心里面庆幸了起来。好在回来的早，要不然又麻烦了。只是苏雅为什么这样？他很好奇自己在苏雅心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对他来说，女人心最难懂。忽然电话响了，杨晨看了一眼备注，接通了电话。怎么了，韩小姐？他笑着问道。哼！韩琪琪轻哼一声，脸蛋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了。叫什么？韩小姐是你叫的吗？那个语气略显幽怨。只是说完之后，韩琪琪也察觉到了自己那嗔怪的语气，俏脸一红。她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对一个男人用这种语气说话，关键是完全是本能反应。杨晨尴尬一笑，啊，琪琪，叫习惯了，不好意思。韩琪琪稳住思绪，白了一眼，什么叫习惯了？你才叫我韩小姐几次？明明是你心里就没把我当朋友。他扁了扁嘴，悠悠说道。杨晨瞬间无言以对，主要是他的心思完全被韩琪琪给说中了。他在村子里长大，思想传统，对朋友的定义跟他们并不一样。他的印象里，这宁家还没朋友呢，见过2面就成朋友了。嗨嗨，他轻轻咳嗽了一声，倒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哼！韩琪琪见状，又是一声轻哼，脸蛋上气鼓鼓的。琪琪，找我什么事儿啊？杨晨愈发尴尬，急忙转移了话题。韩琪琪撅了撅小嘴，一系列的本能反应，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我腰好点了，但还是疼呢。今天第3天了，要不你再帮我按按？他那脸蛋上露出了期待的笑容，美眸中金光闪烁。这话自然是骗杨晨的。自从杨晨按摩之后，他已经连着睡了3天的安稳觉了，一次都没有被疼醒过。杨晨眉头微微皱起，还疼？不应该啊。他疑惑的呢喃道。韩琪琪连忙说道，但肯定有效果，已经好多了，就是偶尔还会疼一疼。他没想到杨晨对自己的医术这么自信，顿时有些心虚了起来。杨晨沉吟了一下，行，那今晚我要是有时间的话，就过去帮你按按。他缓缓说道。韩琪琪闻言顿时喜出望外，笑道，好，那我等你。你在干嘛呢？他担心话题结束，又迅速闲聊了起来，寒暄半天，这才挂断了电话。杨晨放下手机，皱眉沉思，心里面满是疑惑的感觉。怎么会还疼？不对啊，只是思来想去也没有什么结果，只能到那看看再说了。咔！办公室的门开了，一道娇俏的倩影走了进来。杨秘书，我回来了。周莹莹拎着2个塑料袋走了进来，漂亮的脸蛋上带着开心的笑容，一双美眸中亦是金光闪烁。杨晨的话让他此刻无比轻松。喏，这个给你。饿坏了吧？还没到上班点呢，快吃吧。他将打包的饭菜放到了杨晨的办公桌上，笑盈盈地说道。杨晨明显感觉到周莹莹整个人都开朗了不少。好啊，还真饿了。他回来之后，食堂已经下班了，去外面吃饭来不及，本以为要饿到晚上呢，没想到这周莹莹还挺细心。他吃了起来。周莹莹回到了自己的位置，用手撑着下巴，视线不自觉地放到了杨晨的身上。这是改变了他命运2次的人。如果不是杨晨，他不敢想自己现在是不是还有勇气活下去，更别说他母亲了。这个男人周莹莹看得出神，浑然不觉杨晨已经吃完了。杨晨收拾完了东西，坐了回来，这才发现周莹莹看他看得入迷。周秘书，看什么呢？他笑着问道。周莹莹缓过神来，俏脸一红，连忙收回了目光。啊，没什么，你叫我莹莹就好，叫周秘书太生分了。他脸蛋上带着柔和的笑意。杨晨轻笑着点头。好啊。对比韩琪琪，莹莹这个称呼他明显更能接受，毕竟好歹有个同事关系在呢。闲聊几句，开始工作了。杨晨又开始了百无聊赖的时间，趴在桌子上思索着孙有为的事情。报复容易，只是怎么找他呢？主要是他不想让苏雅知道这件事情，不想让他参与其中，这是他跟孙有为之间的恩怨。别墅内，偌大的客厅满是高档的中式风格，韩泰正坐在红色的实木沙发上。陈小刀快步走了进来，面带激动。泰叔，查清楚了。韩泰瞬间来了兴趣，抬起头来，目光灼灼地等待着。陈小刀继续说道，那年轻人叫杨晨，
半个月前才来到宁江的，背景绝对干净。他目前在雅运集团工作，原本是专职司机，前2天成为了总裁秘书。最关键的是，他治好了强明集团老板刘强明的病。据说刘强明对他十分恭敬，给雅运集团的投资也是看得他的面子。这韩泰顿时感觉身躯一震，本来对杨晨就没有任何的怀疑，现在听到杨晨的履历，对杨晨的信任就更是无比强烈。果然是神医，那他的病韩泰心中对生存渴望的火焰开始熊熊燃烧，他瞬间有了定夺。小刀，安排下去，给我好好盯着这位杨神医在公共场所的所有行程，他的麻烦要不惜一切代价解决，此人必须教好。转眼间到了下班的时间，周莹莹还要去医院，杨晨道别之后便开着奔驰在公司外面默默等待着。不多时，那性感的倩影走了出来，杨晨嘴角勾起一抹笑意，默默欣赏。哪怕这一幕每天都能看到，但还是很惊艳。真正的美女是看不腻的。只是走近之后，杨晨这才发现苏雅黛眉微蹙，俏脸上带着愁容，又有麻烦了。砰！苏雅带着香风扑面坐在了后排，杨晨收回了目光，驱车赶往别墅。这个时候可不能招惹他。苏雅抬眸瞥了一眼杨晨的侧脸，忽然他心头涌起了一股委屈的感觉，有一种想要跟杨晨倾诉的冲动。以前他可不会这样，他最终还是将那冲动给隐忍了下来。先不回去，去马特大厦。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冷淡地说道。商场。是，苏总。杨晨连忙应了一声，改换路线，往马特大厦的方向行驶而去。这是心情不好，要买衣服吗？搞不懂。不多时，杨晨将车停在了马特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里面。苏雅下了车，左手轻抚着额头往电梯的方向走去。杨晨迈步跟上，那性感的娇躯摇曳着，高跟鞋踩在地上哒哒作响，左手轻抚着额头，这姿势有一股别样的魅力。苏总，头疼啊？杨晨沉吟片刻，终究还是询问了一句。苏雅应了一声。杨晨能问出这句，他还有些意外。关心他呢，回去帮我按按。他又补充了一句。杨晨侧头瞥了一眼。好。苏雅调整了一下呼吸，跟杨晨聊几句，感觉心中的堵闷舒缓了不少。雅运集团是做化妆品生意的，强明集团的投资让公司恢复了生产能力，可是还没等他高兴呢，困难就来了。马特大厦终止了跟雅运集团的合作，这是宁江最大的商场，雅运集团70%的产品都是从这里售卖出去的。合作的终止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苏雅刚刚燃起的热情。没了销售渠道，豁出不去，还是死路一条。呼，他吐出了心中的浊气，想要一探究竟。他想确定合作的终止到底是因为商业竞争，还是因为有人在暗中搞鬼。不多时，苏雅带着杨晨来到4层，整个楼层都是售卖各种高端生活用品的，足以见得这商厦规模之大。杨晨默默跟在后面，没有说话。很快，苏雅便来到了平时售卖他们公司产品的店面。他站在外面扫视了一眼，那店面还是正常营业的状态，其他产品都正常售卖，唯有平时摆放他们产品的那个货架被清空了。他粉拳紧握，美眸中泛起一丝冷意。显然不是商业竞争，那答案就很明显了，是孙有为在暗中搞鬼。他银牙紧咬，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只是他饶是愤怒不已，却根本没有任何反击的能力。对比孙氏集团，雅运就是一个小公司，他的人脉跟孙家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他闭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一股深深的无力感瞬间在心头开始弥漫。这劫难终究还是逃不过去嘛。他轻抚着额头，那种疼痛的感觉愈发强烈了。杨晨感受到了，眉头微皱。苏总，要不找地方坐一会儿？他上前2步询问道。现在这个状态，他担心苏雅随时会晕倒过去。呼，苏雅深呼吸了几次，平复下那急躁的情绪。他轻轻摇头，不用，没事。走吧，陪我去买点衣服。他稳住了情绪，将怒火压制在心底，便踩着高跟鞋往电梯的方向走去。杨晨无奈地摇了摇头，已经这样了，还买衣服？他跟了上去。很快，苏雅便带着杨晨在售卖服装的楼层开始闲逛了起来。只是苏雅眼光很高，转了半天也没拿下一件。杨晨却无奈地发现苏雅越逛越精神，丝毫没了刚才那急躁的模样了，把她都逛累了。苏雅却还是兴致勃勃。女人，神奇的动物。她在村子里面没接触过什么女人，现在接触多了，愈发觉得无法理解女人了。忽然电话响了，杨晨拿出了手机，发现是韩琪琪打过来的。苏总，你先逛，我接个电话。他笑着说道。苏雅瞥了杨晨的手机一眼，没有回应，转身便进入了面前的服装店内。杨晨接通了电话。小陈，还没来啊？
韩琪琪那悠悠的声音响起，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为了等着杨晨，今天特意换上了一条性感的小裙子，妆容都比平时精致了许多。杨晨无奈地说道：“还没忙完呢，没下班呢。”韩琪琪黛眉微蹙，问道：“都6点了，还没下班啊？”杨晨苦笑一声：“我是苏总的司机兼秘书，苏总什么时候回家我才算下班。”韩琪琪撅了撅小嘴：“好吧，那还多久啊？”那小语气不自觉的便出现了一丝嗔怪。为了见杨晨，今天特意去逛街买的衣服，刚才补妆又弄了1个多小时。杨晨瞥了一眼正挑选衣服的苏雅：“我也还不知道呢，晚上9点我就不能出来了，今天应该去不上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联系你吧。”他也很惆怅，逛街逛的腿都麻了，只是没办法，苏雅心情不好，他也只能陪着。啊，这好吧，你那是什么班呀？还让你这么加班，多累啊！他虽然失望，却也无可奈何，便趁机拱火。他可早就想把杨晨挖过来了。杨晨笑了笑：“还行，不是很累，半天基本都不用做事。找工作是为了有口饭吃，有地方住，现在是为了苏雅。”寒暄几句，任凭韩琪琪如何挑唆，杨晨也根本不往那上面聊。韩琪琪只能放弃，挂断了电话。杨晨收起手机，迈步进入了服装店里面。刚坐下，便见到苏雅手里面拎着一件裙子走了过来。“谁给你打的电话？”他清冷的眼眸落在了杨晨的脸上，询问道。杨晨对上那眼神，莫名的一阵心虚。“啊，朋友。”他笑着说道。苏雅黛眉微蹙，美眸中泛起一丝疑惑的光芒。他什么时候有朋友了？男的女的？这句话问的杨晨心脏猛烈跳动了2下，他那股心虚的感觉更加明显了。只是这有什么好心虚的？他在心虚什么？女的。杨晨挤出来一抹笑容，说道。苏雅黛眉微蹙，那股酸溜溜的感觉悄然浮现。异性朋友？哦。他冷淡地应了一声，转身便往试衣间的方向走去。本来想问问杨晨这件裙子好不好看，可是现在忽然没心情了。杨晨看着那清冷的背影，挠了挠头，怎么莫名其妙的？他还没从苏雅讨厌他的事情上转变过来，打死也想不到苏雅竟然会是在吃醋。他也懒得多想了，坐在凳子上缓解大腿。苏雅那纤细的小腿是怎么承受的呢？奇怪，他没有多想什么，默默等待着。忽然，一个衣着火辣的女人拎着裙子跑到了试衣镜的位置，比量了起来。她背对着杨晨，那清凉的着装让杨晨都忍不住多看了一眼。上面是一件白色的露背装，光滑的后背上穿着一件黑色的美背，关键是下面2条腿基本完全露在外面。虽然穿着个牛仔短裤，但是几乎等于没穿，半个那玩意都露在外面。杨晨瞪大了眼睛，惊呆了。从村子里面一辈子也不可能看到这种穿搭，这裤子认真的1分裤。与此同时，那女人也从镜子里面看到了杨晨那瞪大的眼睛，她眉头皱起，脸上露出了浓浓的厌恶。哪儿来的乡巴佬，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啊，恶心死了。她转过身，用手中的裙子遮挡着身体，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心中的厌恶，一声低喝。那呼喊的声音吸引来不少人的注目。杨晨有些尴尬，笑着说道：“不好意思啊，美女，我没看你，我是看你的裤子，挺好看的。”本以为道个歉就算了，那女人却还蹬鼻子上脸：“你在这糊弄鬼呢？自己看什么，自己心里没数。恶心的东西，没爹妈教你什么叫素质吗？有胆子看，没胆子承认，你也叫个男人了，真特么恶心。”女人那厚厚的妆容下满是尖酸的表情，扯着嗓子呼喊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杨晨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下来，眸中闪过一抹冷意。他淡淡的说道：“我看的确实是短裤啊，跟素质有什么关系？怕人看，你穿出来做什么？”女人见到杨晨变脸，更是怒不可遏。她抬手怒斥道：“我穿是给你看的，哪来的乡巴佬？自己是什么东西自己不清楚吗？没镜子你不会撒泡尿照照吗？”杨晨冷冷的看着，笑道：“那你干嘛穿着跑我面前来呢？”女人牙关紧咬：“谁知道这么高档的商场会出来你这种穷逼啊？这里的东西你买得起，进来要饭来了，自己什么样心里没点逼数吗？你那烂西装加一起过200块了，恶心的东西。”他迅速找到了理由，疯狂反击，那表情愈发尖酸刻薄。周围不少人开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苏雅从试衣间里面走了出来，正好见到这一幕，俏脸微寒，美眸之中瞬间寒芒闪烁。她迈动长腿往杨晨那边走去。杨晨冷冷地凝视着，说道：“你的嘴好臭啊！”女人更是怒气冲天：“我嘴臭不臭跟你有什么关系？恶心的畜生！”
偷窥你他妈还有理了？就你这德行，世界上男人死绝了，我特么也不会正眼看你。他仍旧尖酸的怒斥。杨晨心中怒火弥漫，冷笑着说道：巧了，我也看不上你啊。哼呵呵。女人发出了尖锐的讥笑，厌恶道：笑话，我特么用你看上？乡巴佬，就你这德行，轮得到你来看上别人？穷的叮当响，这辈子连女人手都特么摸不上的穷逼，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避避？真特么可笑。话音落下，抱着肩膀，脸上那轻蔑的表情已经浓郁到了极致了。不少围观的群众见状，嘴角都纷纷露出了一抹嘲笑。杨晨眯了眯眼睛，不想打女人，可这货算女人吗？女人仍旧轻蔑至极地盯着杨晨，刚想回应，忽然一阵香风从后面飘了过来，那香味很熟悉。杨晨还没等回头看呢，便感觉一只冰凉的小手已经顺着他的手腕滑到了掌心的位置，然后跟他十指相扣。紧接着他的手被举了起来，只见苏雅穿着新换上的小裙子站在他的身边，俏脸微寒，牵着他的手举在空中展示着。周围众人见状，脸上嘲弄的笑容瞬间便凝固了下来。杨晨都微微愣神，那冰凉滑嫩的触感让他心头一荡，十指相扣的感觉更是前所未有。这他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苏雅是在给他出气呢。他有点开心，缓缓起身，那玩味的目光也落在了满脸尖酸的女人身上。只见那女人脸上轻蔑的表情也已经凝固了下来，视线迷茫的从那十指相扣的双手挪到了苏雅的脸上，只是一眼，他便被惊艳到了。好美！他愣在原地，思绪都隐隐有些混乱了。不是这乡巴佬，竟然他嘴角抽扯着，一片茫然的迎上了苏雅那清冷的目光。谁说他摸不到女人手的？苏雅那清冷又迷人的御姐音在店铺内响起，回荡。这周围众人面面相觑，脸上满是迷茫的表情，他们都被狠狠地惊艳到了。太美了！杨晨嘴角噙着一抹笑容，怒火都减退了不少，那种感觉还挺享受。女人缓过神来，嘴角用力地抽扯几下，迷茫的目光看了看苏雅，又看了看杨晨。不是美女，你这么恶吗？你这货你都看得上？你疯了？他不可思议地问道。苏雅眸中寒芒更甚，冷冷地说道：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没眼光吗？风尘场所待久了，不是牛郎小白脸就是有钱糟老头，习惯了是吧？杨晨忍不住眉头一挑，暗中竖起了大拇指，够绝。周围众人的视线也纷纷放到了女人的身上。别说刚才还没觉得，苏雅这么一说确实有那味儿了。你！女人瞬间变了脸色，咬紧牙关怒斥道：会不会说话？有毛病吧你！现在是你的乡巴佬男朋友在偷窥我，你们还有理了？只是那表情已然出现了几分焦急，没了刚才的淡定。苏雅面色不改，冷声道：怕人看别这么穿啊，怕有钱人看不到，又怕没钱人看到，贱不贱？不会等跟老头去酒店了再这么穿？你丑是丑了点，但是不用担心，那么风骚又上了年纪，老头们很喜欢你这种的。那犀利的话语如同钢针一般刺入女人的心头，周围众人忍不住开始低声议论了起来。女人拳头紧握，急促地喘息着，眼神之中的怒火都已经快喷发出来了。杨晨笑的那叫一个开心，他不善言辞，擅长打架，只是打女人又不太好。苏雅的话让他很是过瘾。你们这对狗男女会不会说人话？他气急败坏，脸上露出了疯狂的表情，呼喊着。杨晨眉头微皱，笑容收敛，刚想上前，便别苏雅抬手按住胸口给推了回去。苏雅则是踩着高跟鞋缓缓靠近，杨晨静静地看着，周围众人表情愈发的精彩了起来，等待着看热闹。女人微微愣神，她眉头紧皱，愤怒呼喊道：干什么？你还想打我不成？你知道我是谁吗？苏雅目光冰冷地凝视着，你是谁我不感兴趣，你骂我们，我打你，是不是很公平？话音落下，来到了女人面前，他倒是无所谓，只是想到刚才女人羞辱杨晨的样子，那股火气根本控制不住。女人咬着后槽牙，告诉你，我男朋友就在外面，你敢动我，信不信？然而话还没等说完，苏雅便直接抬起一巴掌扇了过去。啪！那清脆的巴掌声在店面里面回荡着。啊！女人发出了一声哀嚎，趔趄两步倒在了地上。苏雅居高临下的凝视着，你男朋友是谁我不感兴趣，人见可以，嘴别见，下次再见就不是一个巴掌的事情了。他那冰冷的气息弥漫开来，冷声道。杨晨默默地看着苏雅的背影，嘴角缓缓扬起一抹弧度来，这感觉还不错。女人捂着脸倒在地上，一道清晰的巴掌印成现在右脸，不过不是红色的印记，而是妆容被拍掉了，露出了原本黝黑的皮肤。
他咬紧牙关，脸上满是尖酸的怒意，表情狰狞。你这个贱人，你……他刚想呼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忽然，一道低沉的男人声从外面响起。女人微微愣神，旋即眼神中瞬间满是狂喜的光芒。定睛看去，只见一个穿着褐色西装的中年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寸头方脸，不到50岁的年纪，顶着一个大肚腩，很油腻的感觉。亲爱的，你终于来了。你看看我被人打的，疼死人家了。女人起身便往男人的方向冲了过去，直接扑进了男人的怀里，哭的那叫一个凄惨。周围众人面面相觑，忍着笑意。还真被苏雅给说中了，真是有钱的老头。苏雅盯着男人，黛眉微蹙，没想到是他。很快，他眸中的冷意更加浓烈了起来，冷冷地看着。因为这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前段时间派人去他办公室催债的王董，王明远。周围众人再次露出了兴奋的表情，有好戏看了。王明远抬手轻轻拍打着女人的后背，安慰道：好了好了，不哭了，没事啊，谁打你，我10倍打回来就是了，待会儿让你亲自动手哈，宝贝儿。那满脸宠溺的表情显得更加油腻了，周围众人都忍不住露出了嫌弃的表情。杨晨迈步来到了苏雅的身边，冷淡地盯着，嘴角也缓缓勾起一抹冷笑。不喜欢打女人，但这男人要是敢报仇，哼，他心中的怒火也还无处发泄呢，默默等待着。女人猛地站直了身体，抬手一指，就是这个贱人。亲爱的，快把我打回来，我要抽他10下。他撕心裂肺地呼喊着。王明远宠溺地笑着，好好好。话音落下，这才缓缓抬头，将目光放到了苏雅的脸上。只是一眼，他表情便瞬间凝固了下来。苏雅，他瞪大了眼睛，愣在原地。苏雅冷淡地盯着，女人却焦急了起来，用力地晃动着王明远的手臂，本就没什么弧度的胸脯也在用力蹭着。亲爱的，你快叫人啊，你快帮我抽他。他焦急地嗔道。杨晨看得一阵恶寒，这个撒娇跟楚瑶要比起来，简直该枪毙5分钟。王明远缓过神来，眉头微皱，他可纠结了。苏雅可是他心心念念一直都想睡到的女人啊，他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了。苏雅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淡淡的说道：王董，要打我是吗？这女人闻言愣住了，狰狞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迷茫的表情。杨晨眼神中同样露出一抹疑惑。王董，他瞬间便想到了那天办公室里面发生的事情，眯着眼睛，眸中寒芒更甚。原来是他。王明远缓过神来，嘴角露出一抹尴尬的笑容。苏总，是你啊。他张了张嘴，倒是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女人咬紧牙关，瞬间急了。亲爱的，你干什么呢呀？你看看我被这贱人打的，我是你的女人啊，我这么被打了，你的脸面往哪儿放呀？他用力地抱着王明远的手臂，嗔道。这王明远扫视一圈，这才发现不少人围观呢。面子很重要。可他清了清嗓子，正色了几分，说道：苏总，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连我的女人都打？女人激动了起来，冷笑不止。苏雅冷冷地盯着，说道：嘴贱就该打，谁的女人重要吗？杨晨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不愧是苏总啊，真霸气。王明远眉头紧锁，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关键是苏雅的话一点也没有给他留面子的意思，那他眼神中泛起一丝冷意。哼！王明远眯了眯眼睛，冷声道：苏总，欠我500万呢，跟我说话这个态度不太好吧？那表情也阴冷了几分。周围众人闻言一片哗然。女人愣了愣，旋即更是冷笑不止，满脸倨傲。苏雅脸上波澜不惊，淡淡的说道：欠钱是欠钱，现在是现在，王董公私不分的。放心，欠你的钱会在合同终止日前打到你的账上。现在聊这个有用。话音落下，眸中的光芒再次冷了几分。王明远眉头紧皱，他嘴角露出一抹冷笑，说道：好，那不聊欠款的事情，等苏总还不上的时候咱们再说。咱们聊现在。你为什么打我的女人？苏雅冷淡回应：不是说了他嘴贱骂我，听不懂吗？那强势的态度让王明远心中一阵不爽。女人攥紧拳头，愤怒地说道：亲爱的，你别听他胡说，明明是他们该骂，是那个恶心的乡巴佬先偷窥我的。这女人来了，不但不讲理，还说我下贱，哪有这样的事儿？王明远眼神中闪过一抹怒意，他那冰冷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本来还愁不知道怎么对这绝美佳人动手呢，没想到事情竟然是这小子引起的，那好办了。哼！他怒哼一声，冰冷地说道：偷看我的女人，
还先动手打人。苏总，你好威风呀！我给你面子，今天的事情跟你没关系，但是这个偷看我女人的畜生，我可没办法饶了他。话音落下，眸中寒芒爆闪。女人愣了，怎么就跟苏雅没关系了？她想说什么，可是王明远却根本不给机会。来人！他一声暴喝，只见4个壮汉瞬间从外面冲了进来，身着西装，身强体壮，浑身都透着一股凶悍的气息。杨晨冷笑不止，等的就是这一幕。苏雅黛眉微蹙，目光冰冷地凝视着。王董，你要动手？他冷冷地问道。王明远冷淡地说道，苏总，不跟你动手已经很给你面子了，这是我心爱的女人，她被这个畜生无耻地偷看，还被你打了，不教训她一顿，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女人闻言冷笑不止，气焰嚣张。苏雅刚想说话，苏总，我来处理吧。忽然杨晨那随意的声音从身后响起。苏雅黛眉微蹙，虽然知道杨晨很能打，但是这几个壮汉明显不是普通人啊，能打得过吗？他那迟疑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杨晨抬头对视，笑道，正好我也有点事情要跟他解决一下呢。这话让苏雅愣住了，解决什么？他沉吟了一下，这才轻轻点头，好。他倒退半步，只是美眸中却透着一抹担忧。杨晨笑容收敛，目光冰冷地跟王明远对视着。哼！王明远轻蔑地说道，不知死活的东西，看在苏总的面子上，我给你个活命的机会，跪下给我女人磕头道歉，再让我心爱的女人抽你10巴掌，这事儿可以过去，不然……哼！他的表情阴冷了起来，话没说完，但是意思明显。周围众人那嘲弄的目光纷纷放到了杨晨的身上，默默等待着好戏。女人更是趾高气扬。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问道，心爱的女人？苏雅疑惑地看着。王明远眉头皱起，问道，有什么问题？杨晨嘴角保持着笑意，眸中却闪烁着寒芒。前2天找人用无耻的手段来我们苏总办公室威胁，说陪你睡一晚上，这500万欠款就一笔勾销的，是你吧？你还真是爱你的女人啊，给她买了多少顶绿帽子了？他笑盈盈地问道，却狠意十足。这女人闻言瞬间瞪大了眼睛，焦急的目光落在了王明远的脸上。苏雅眸中金光一闪，原来要解决的是这件事情。她嘴角微微扬起，一双美眸若有深意地打量着杨晨的背影。这小男人还挺记仇。王明远眉头紧皱，咬紧牙关，脸上火辣辣的。你！他愤怒抬手指着杨晨。杨晨不给机会，笑着打断，不过没关系，你这心爱的女人1个小时前刚跟别人恩爱了一下，你刚来，那人应该不是你吧？你们还真是恩爱的紧啊！话音落下，眼神中满是嘲弄的光芒。此话一出，女人陡然色变。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他指着杨晨，瞬间急了。周围众人脸上纷纷露出了八卦的表情。苏雅同样有些错愕，旋即微微皱了一下鼻头。这都能看出来，变态的医术。王明远眉头紧锁，犀利的目光瞬间放到了女人的身上。女人慌乱的摇头，我没有，亲爱的，你相信我，你相信我。他急忙说道。杨晨笑盈盈地说道，王董那么厉害，带他去医院查一下就知道了，痕迹应该还在的。女人瞳孔骤然紧缩，惊愕地呆愣在原地，傻眼了。王明远虽然不知道杨晨是怎么知道了，但是女人这个反应摆明了她心里有鬼。你这个贱人！他毫不犹豫，一巴掌直接狠狠地扇在了女人的脸上。啊！女人一声哀嚎，右脸2次受伤，疼痛得十分尖锐。王明远怒火中烧，他颤颤巍巍地指着女人，怒吼道：你这个贱人，我他妈待会儿再跟你算账！女人捂着脸哭泣着，格外恐慌。苏雅嘴角勾起一抹微妙的弧度，默默看戏。王明远那犀利的目光也瞬间便放到了杨晨的身上，脖颈青筋暴起，怒不可遏。你这个畜生，他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咱还是先处理你偷看我女人的事情吧。杨晨的话让他颜面尽失，他也只能继续用这个理由来教训杨晨。杨晨冷笑一声，行啊，巧了，我也要处理一下你叫人骚扰我们苏总的事情了。他轻轻揉着拳头，目光冰冷地凝视着，眼神瞬间犀利。王明远心中的怒火瞬间爆发，阴狠道：你特么算什么东西？就凭你，去死吧你！来人啊，给我打！话音落下，那4个壮汉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迈动脚步奔着杨晨的位置围拢而去。苏雅黛眉微蹙，美眸中再次泛起一抹担忧的光芒。周围众人脸上的表情精彩了起来，略显嘲弄地盯着杨晨。静待好戏顷刻间，2个壮汉便来到了杨晨面前。他们飞跃而起，整齐的一脚直接往杨晨胸口飞踹而来。王明远阴狠的面容上露出一抹冷笑，
该死的畜生，真是找死！那眸中轻蔑的光芒浓郁到了极致，不屑一顾。杨晨眯了眯眼睛，他倒退一步，躲掉了2个壮汉的攻击范围，同时伸手抓住了他们2个的脚踝。2个壮汉心头一沉，未曾多想，一股恐怖的巨力袭来，他们身体瞬间便失去了平衡，被迫劈叉。他们艰难地围住身体，疼得倒吸一口冷气。下一刻，杨晨的脚便已经横扫而来，从2人的脸上甩过。啪！啊！清脆的声音跟痛苦的哀嚎同时响起，壮汉瞬间狼狈地趴在了地上，哀嚎不止。另外2个壮汉也到了，杨晨眸中寒芒闪烁，一个箭步冲上前去，躲避拳头的同时，顺势直拳命中壮汉面门，鼻血4溅。另一个壮汉表情沉重，还想进攻，只是拳头还没等挥出去呢，杨晨的腿边直接抽在了他的脸上。啊！仍旧是那痛苦的哀嚎声，壮汉身体在空中旋转了360度，这才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不到1分钟，4个壮汉都倒在了地上，整个店面都安静了。原本看热闹的众人脸上已经满是木然的表情，嘴角狠狠地抽搐着。那女人眼睛瞪得溜圆，满脸震惊。苏雅美眸中的担忧减退了下去，嘴角扬起一抹迷人的弧度，若有深意地盯着杨晨。他真的好能打。啪啪！杨晨轻轻拍打掉手中的灰尘，清冷的目光放到了王明远的身上。王明远那轻蔑跟阴狠的表情已经凝固在了脸上，此刻同样瞠目结舌地盯着杨晨。他惊呆了，他甚至还在想待会儿要怎么教训杨晨才能出这口恶气，还没等想完呢，他的人被打完了。这特么还是人？杨晨目光冰冷地凝视着，缓步上前，他心中的怒火开始攀升。咕咚！王明远艰难地吞咽着口水，瞬间慌了神。你干什么？你别过来！他抬手指着杨晨，不断倒退，声音都在颤抖。周围众人缓过神来，面面相觑。猛啊！杨晨眸中闪烁着寒意，冷淡地说道：你骚扰我们苏总，现在你的女人又骂我们苏总，你说我干什么？那个清冷的语气透着无尽的寒意。苏雅嘴角扬起的弧度更加明显了，彻底放松，默默看着，那股安全感让他沉醉。王明远紧咬着后槽牙，稳住心态，强势怒喝道：你敢动我，你敢动我，我就报警了。杨晨笑盈盈地说道：你先让人动手的，报警我怕你，大不了把你打残了，咱们一起进去蹲监狱啊。别怕，你的医药费我们苏总会帮我出的，肯定1分不差。此话一出，王明远瞳孔都震颤了起来，苏雅笑得更开心了。本以为杨晨就是憨憨的，没想到还有这么顽皮的一面，还挺可爱。王明远嘴角疯狂地抽搐着，神色木讷。你，他想反驳，可是杨晨那冰冷目光的凝视下，他思绪都混乱了，硬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忽然，他那倒退的身形撞在了墙壁上，无路可退了。刚扭头，便对上了杨晨那狠厉的目光。他双手虚抬，轻轻颤抖，却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杨晨将右手虚抬，停顿在空中。什么时候想通了，就跟我们苏总求饶哈。苏总原谅你，我就原谅你，明白了吗？他笑盈盈地说道。王明远目光有些呆滞地盯着杨晨的手，本能地点了点头。下一刻，劲风袭来，杨晨那扬起的手狠狠地扇在了王明远的脸上。啊！那痛苦的哀嚎声骤然响起，王明远一个趔趄便往地上倒去，只是还没等接触地面呢，杨晨又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面。噗！王明远瞬间喷出一口空气，倒退数步跌坐在地上，他疼得五官都扭曲了。苏雅小嘴微张，没想到杨晨手段如此犀利，打这么狠。他那美眸中再次闪烁着金光，很是出气。杨晨目光冰冷，大步上前。王明远顾不上疼痛，摇头加摆手：别！杨晨一脚踹了过去。别你妈别！砰！王明远的头重重地磕在了地上，脑海中一阵嗡鸣，嘴角鲜血流淌，十分狼狈。周围众人都看傻了，那几个壮汉倒在地上，顾不上哀嚎了，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脸上尽是惊惧的表情。我求！王明远彻底慌了，视线放到了苏雅的身上，做事便要求饶。可惜杨晨不给机会。求你妈求！他奋力一脚，直接狠狠地踢在了王明远的屁股上面。哦！王明远捂着屁股挺直了身体，发出了非人类一般的哀嚎。杨晨还没出气，怎么能让他求饶呢？他起身而上，疯狂进攻，那股躁动的怒火也随着一拳一脚疯狂地宣泄着。所有人都惊呆了，整个店面里面只剩下了王明远那痛苦的哀嚎。呼！杨晨打累了，站直了身体。王明远鼻青脸肿，疼痛难当，却根本顾不上了，
终于找到了机会，毫不犹豫地对着苏雅跪了下去。苏总，别打了，我错了，别打了，对不起，对不起，苏总。他一边求饶，一边惊惧地盯着杨晨。什么尊严？滚一边去！疼啊，太特么疼了！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打过瘾了，这股火终于宣泄出去了。周围众人面面相觑，脸上仍旧满是木讷的表情。苏雅冷淡地瞥了王明远一眼，旋即那若有深意的美眸便落在了杨晨的身上。这一次嘴角的笑容并未掩饰，那一笑万物失色。王董，你的钱会在合同上的日期之前打到你的账上，再骚扰我可不会这么轻饶你了。他朱唇轻启，冷淡地说道。杨晨这一顿暴打让他心中的怒火也随之宣泄了出去。周围众人嘴角狠狠地抽扯着。不是，你管这叫轻饶？王明远瞬间狂喜，激动地说道。好，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先走了，苏总。我先走了。他已经被打怕了，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说着，那惊惧的目光便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杨晨冷笑一声，迈步回到了苏雅的身后。王明远如蒙大赦，他强忍着身上的剧痛，艰难起身，顾不上周围那各色的目光，一瘸一拐的便往店铺外面冲了出去。几个壮汉也相继挣扎着起身。忽然，王明远脚步停顿，转过身来，表情痛苦，可是那眼神却十分犀利，凝视着仍旧倒在地上的女人。女人身体一颤，王明远怒火熊熊燃烧，喝道：把这个贱人给我带走！杨晨眉头一挑，笑盈盈地看着。女人慌了神，几个壮汉绕着杨晨冲了过去，将女人给拖着离开了店铺，任凭女人如何绝望的呼喊也无济于事。人走了，安静了。只是围观的群众并没有散开，仍旧迷茫地盯着。苏雅一双美眸悠悠地瞥了杨晨一眼，没有说话，可眼神中却包含了很多。她没想到杨晨竟然还记得这件事情，记仇的小男人。她嘴角扬起一抹弧度，转身走向了试衣间，心情大好，衣服买了。她带着杨晨往外面走去，围观人群纷纷让路，一个个看向杨晨的目光中满是惊惧。这小子可惹不起啊！苏雅继续逛着，杨晨跟在后面，听着那悦耳的高跟鞋声，心中却有些无奈了起来。还没逛完呢，真能逛本来就已经累了，打了一架更是感觉浑身乏力。很快，苏雅进入了一间店面，杨晨也没看，跟着走了进去，头也不抬，迅速坐在了沙发上面，还是坐着舒服。苏雅见到了，轻轻瞪了杨晨一眼，挑选衣服，不多时怕大。忽然，苏雅将2身衣服丢在了杨晨身边，杨晨疑惑地看了一眼，抬头看去，那高挑又性感的娇躯就站在面前，迷人的香味扑面而来。苏雅正看着他呢。怎么了，苏总？杨晨站起身来，疑惑地问道。苏雅轻抬下巴，说道：这2身衣服，去试试。杨晨愣了一下，直到此时，这才发现这家竟然是男装。什么意思？给他买衣服来了？还是给别人买叫他帮忙试穿的？啊，好。杨晨有些错愕，没有多想，拎着衣服便往试衣间里面走去。2身衣服，一身高档的休闲西装，还有一身灰色的休闲装。杨晨穿着西装走了出来，有些别扭。换衣服的时候看了一眼价格，3800好了，苏总。他笑着说道。苏雅坐在沙发上，侧头看了过来，美眸瞬间亮了几分。杨晨面容俊朗，身材匀称，虽然给他的印象是憨憨的，但是整体还是阳光开朗大男孩的形象。换上高档西装，瞬间便从保镖提升到了富少的感觉。他嘴角不自觉地扬起，察觉到之后又迅速收拢。试试另外一身。他故作平静，冷淡地说道。杨晨轻轻点头，好。他进入试衣间，换上了那套休闲装走了出来。苏雅看了一眼，不自觉地站起身来。那休闲装仿佛是给杨晨量身定制的，高档又不失活力，没西装那么呆板。哇，这位帅哥好配这身衣服啊，怎么感觉他穿着比模特穿着还好看？那边传来了导购惊叹的声音。杨晨有些尴尬，讪讪一笑。苏雅抱着肩膀，嘴角扬起一抹弧度，莫名的有些得意。他轻轻点头，行，穿着吧。结账，2身衣服都要了。他踩着高跟鞋往柜台的位置走去。杨晨微微愣神，穿着。他急忙冲了上去，拦住了苏雅。苏总，这衣服给我买的啊？他疑惑地问道。苏雅闻言，心中出现了一阵无奈的感觉。本来还在疑惑杨晨怎么这么听话，不是他性格啊。原来他淡淡地说道。不然呢？杨晨急忙说道。不用了，苏总，我……苏雅黛眉微蹙，打断了他的话。闭嘴，那边去。他绕过杨晨，往前台走去，根本不给杨晨说话的机会。杨晨见状，
心里面满是无奈的感觉。怎么还给他买上衣服了？怪怪的。关键是还没完，苏雅带着杨晨出来之后，又去给他买了2双鞋，任凭他怎么拒绝也根本不管用。这下杨晨不累了，他拎着大包小裹的跟在苏雅身后，盯着那性感的娇躯，心头满是怪异的感觉，好像被人包养了似的呢。苏雅察觉到了杨晨的情绪，淡淡的说道：不用多想，天天跟在我身边，该穿点好的，不然给我丢人。杨晨微微愣神，心头瞬间满是无奈的感觉。哦，他应了一声，不想说话了。苏雅走在前面，察觉到了杨晨的情绪，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他没多说，迈步前行。很快路过一家内衣店，苏雅已经走过了，忽然想到了什么，脚步停顿了下来。杨晨低头跟在后面，还愤懑呢，并没有察觉到苏雅停下的脚步，直接一头撞了上去。那软软的触感让杨晨心头一颤，他急忙倒退2步，说道：不好意思苏总，我没看到。苏雅扭回头，轻轻瞪了他一眼。杨晨撞上来的时候，他感觉一股电流迅速从身体里面窜过。在这等着，我去买衣服。他冷淡地说道。只是转过头的时候，那倾城的面容上涌现出一抹浅浅的红润。苏雅啊苏雅，你怎么了？撞了一下而已，他心中羞耻，快步进入了内衣店里面。他低头看着手中拎着的大包小裹，笑了起来。虽说苏雅是怕丢人吧，但有新衣服也不错。在村子里面的时候，只有过年老头才给他买新衣服。没过多久，苏雅出来了，手里面拎着2个精美包装。他没看杨晨，踩着高跟鞋便往远处走去。杨晨默默跟上，他惊奇地发现，给他买了衣服之后，逛街好像没那么累了。苏雅也没有继续逛，2人乘坐电梯来到了地下停车场。回家吧。苏雅坐在后排，淡淡地说道。回家这2个字让杨晨心里瞬间出现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他驱车前行，等车子驶入别墅院子的时候，已经7点多了，给韩琪琪按摩肯定是来不及了。主要是苏雅似乎也不会让他离开了。他拎着大包小裹的跟在苏雅后面进入了客厅。苏雅坐在沙发上翘起了2郎腿，一双美眸也落在了杨晨的身上。还出去吗？他淡淡的问道，只是那个眼神透着说不出的感觉。杨晨摸不清楚，但是这个问题似乎不用想。不出去了，他笑着说道。苏雅满意的点了点头。好。外面已经黑了，每天这个时候杨晨不在，他心里面始终都带着不安。今天有杨晨，他放松了。关键他没理由占用杨晨全部的时间，没有这么打工的。晚上杨晨不在，他又担心怎么解决呢？他思索片刻，说道：这样吧，明天给你换个工作模式。杨晨眉头一挑，什么模式啊？他好奇地问道。苏雅低着头，淡淡的说道：看你好像整天都在工作似的，没什么自由，白天你在公司也没什么事儿。从明天开始，把我送到公司之后，你的工作就结束了。如果我有事的话，会给你打电话的。等我下班之后，你就一直跟在我身边吧。等什么时候没危险了，再给你晚上的自由。这段时间确实辛苦你了，你的月薪再给你加1万块，你觉得怎么样？杨晨消化了一下。好啊，他笑着回应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反倒也是个好事。他白天在公司实在是太无聊了。至于那1万块钱，他已经不当回事了。有钱吃饭就不需要钱了，更何况韩泰今天还给了他一张银行卡呢，只是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那老头应该不会少给吧？是不是得有几万块？他默默思索着，倒是也没当回事。苏雅闻言也放松了下来。正如杨晨所说，白天公司里面基本不会有什么危险，自然不用浪费这个时间。他想到明天从下班开始，杨晨就会跟在他的身边，那种安全感无法形容。行，那就这样，他淡淡的说道。杨晨沉吟了一下，笑着问道：苏总，孙有为那边麻烦不断，你不准备解决一下吗？他也想知道苏雅的想法。苏雅黛眉微蹙，美眸中闪过一抹忧愁的光芒。怎么解决？人家是孙氏家族，简简单单一句话就已经把我的销售渠道给断了。他冷淡地说道。杨晨感受到了苏雅心中的忧愁，明白了他的想法，想解决，但是无能为力。那就好办了。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心中的冷意再次弥漫开来。明天开始，白天有时间了。孙有为，等着。时间流逝着，苏雅换上了睡裙，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杨晨闲来无事，便拿起抹布开始做家务，在客厅里面忙来忙去的。苏雅也没办法安心看电视了，她那一双美眸不自觉的便放到了杨晨的身上，盯着那忙碌的身影，心中满是怪异的感觉。怎么还做上家务了？虽然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却让苏雅再次想起了杨晨之前说过的话。他说他会负责。刚才说涨工资的时候，杨晨也并没有表露出任何欣喜来。他隐隐感觉到杨晨似乎并没有把现在做的一切当工作。小男人，你还真想负责？他若有所思地盯着，美眸之中流光婉转。忽然发现，换个角度来看，这个男人还真找不出什么缺点来，只是没钱而已。不知不觉，苏雅嘴角便再次扬起一抹弧度。杨晨却并未发现。客厅虽大，但是苏雅始终感觉这别墅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并没有家的温馨。现在看着那忙碌的杨晨，他忽然感觉这客厅变得温馨了。转眼间夜深了，杨晨收拾的差不多之后，便回到了房间里面。他看着床边2个精美的包装，心里面再次泛起了一丝古怪的感觉。苏雅既然给他买衣服了，虽说理由没那么好听吧，但是似乎并不妨碍那一丝古怪。杨晨将衣服放到了柜子里面，他去卫生间冲了个澡，这才钻进了被窝里面。忽然脚步声从外面响起，那轻缓的节奏肯定不是什么敌人了。苏雅，杨晨看向房门的方向，心里面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大半夜的，他怎么来了？又害怕。咔，房门被推开了，随之灯光亮起。杨晨早有准备，避免尴尬，身体已经用被子遮盖了起来。苏雅身着睡衣，手中拎着一个包装袋走了进来。苏总，怎么了？杨晨疑惑地问道。苏雅不自觉地打量了杨晨那裹在被子里面的身体一眼，顺手将塑料袋丢在了床上。给你买的，换着穿，睡觉的时候穿着睡，免得算了。睡觉了。他沉吟了一下，没有说出来，转身便往房间外面走去。免得什么啊？杨晨疑惑地看着，缓缓坐直了身体。一共2个袋子，他打开了一个之后，从里面拿出来一身睡衣，黑色的，很干净的款式。杨晨喜上眉梢，从小在村子里面长大的他，还从来没穿过这种东西呢。穿着衣服睡觉能舒服。他将睡衣放到了旁边，准备待会儿试试，然后好奇地打开了另外一个小袋子。只是当看到里面的东西之后，杨晨瞬间无奈了起来，竟然是内裤。杨晨翻看了一下，一共7条，款式基本都差不多，只是颜色不同。杨晨嘴角狠狠地抽搐着，我只是不换，又不是不喜尴尬。杨晨将袋子丢在一旁，郁闷地躺在了床上。直到现在，这才明白苏雅为什么没让他进去那个内衣店，原来是去给他买内裤去了。尴尬之余，那种说不出的怪异也更加明显了。给他买衣服，给他买睡衣，还给他买，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如果说买衣服是为了不给他丢人，那买睡衣和内裤的理由又是什么？杨晨搞不懂，却有点开心。他闭着眼睛，将苏雅的事情给放到了一旁，开始思索着孙有为的事情。怎么找到他呢？苏雅能找到，但是这件事情他不想让苏雅参与进来。忽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对了，韩琪琪，他肯定能找到孙有为的，正好明天要去给他按摩呢。杨晨兴奋了起来，这件事情解决了，接下来就该考虑怎么对付那个畜生了。杨晨满心期待，思虑中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今晚苏雅也睡得格外香甜，梦里都是杨晨那记仇的小模样。雅运集团，杨晨驾驶着奔驰停在了公司门外。苏雅抬眸看了一眼，行了，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吧，我有事儿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的。车随便开。他朱唇轻启，淡淡的说道。杨晨也早就想好了，好的苏总，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先去办公室坐一会儿。时间太早，韩琪琪还未必起床呢。苏雅美眸中闪过一抹惊讶的光芒。他应了一声，推门下了车。只是转身的那一瞬间，苏雅嘴角勾起了一抹微妙的弧度。没事，没事好。苏雅回去便开始忙碌了。杨晨推门进入了办公室。小陈，你来了。刚进去，那开心的笑声便随之响起。周莹莹站起身来，漂亮的脸蛋上满是温柔的笑意。杨晨笑着点头。怎么每次进来你都是在工作？他往自己的位置走去，笑着说道。周莹莹笑盈盈地说道，今天特意早来的，跟苏总请了假，忙完手头的工作就要去接我妈妈出院了。压着他心头的事情马上就彻底解决了，兴奋抑制不住。那看向杨晨的眸中也满是感激的光芒。杨晨笑着点头，好，用我陪你去不？他倒是没太当回事，随口一问。周莹莹闻言粉拳紧握了起来，很是激动，迟疑地问道，你有时间吗？杨晨也没想到周莹莹真用，好在时间充裕。有啊。周莹莹粉拳紧握，笑道，好，那再麻烦你一次了。你能去我更放心了。杨晨见状点了点头，好。周莹莹目光复杂地看着，
满腔的感激，却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杨晨。如果不是杨晨忽然电话响了，他连忙稳住思绪，接通了电话。苏总，有什么吩咐？他正色了几分，问道。电话里面响起了苏雅那清冷的声音：安排一下，我想跟马特大厦的老板见个面，商谈一下。周莹莹连忙应道：是，苏总。很快，他便跟马特大厦那边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杨晨也听得真切，虽说不知道苏雅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显然是又遇到困难了。没过多久，安排好了，马特大厦的老板同意见面，约在了今天晚上6点。周莹莹也继续工作了。原本杨晨想等韩琪琪起床之后就直接过去的，现在也只能等等了。上午9点，周莹莹忙完了工作，好了，咱们出发吧。她把电脑关了机，站起身来，脸蛋上满是期待的小表情。杨晨笑着点头，好。周莹莹跟苏雅说了一声，便跟杨晨往公司外面走去。公司里面安全，杨晨倒是也不担心。上次的事情之后，苏雅已经给公司的保安系统全面升级了。走吧，上车。杨晨走向了奔驰的位置。周莹莹见状有些意外，本想打车去的，也有些迟疑。杨晨启动了车子，周莹莹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迟疑地问道：小陈，开着车，苏总会不会不开心啊？杨晨笑着说道：放心，苏总让我随便开的。周莹莹这才放松了不少。杨晨驱车前行，驶入车流。周莹莹侧头看了杨晨一眼，露出了八卦的笑容，问道：小陈，怎么感觉苏总对你很不一般呢？竟然让你来做秘书，你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杨晨轻笑着摇了摇头，能有什么关系？最近是公司的关键时刻，孙有为那个畜生又盯着苏总不放，我只是职位是秘书而已，做的都是保护苏总的活，叫保镖更贴切。他自然不会多说苏雅的事情，只是说了该说的。周莹莹脸蛋上露出了恍然的表情，原来是这样呀，难怪之前所有疑惑的事情都找到答案了。二人闲聊，不多时到医院了。进入病房，周莹莹母亲的状态比昨天好了不少。呀，小陈来了。周母放下了手中的书刊，脸上带着热情的笑容。杨晨笑着回应：阿姨，今天好点了没？周母用力点头，昨晚已经喝了你开的药了，感觉好多了，身上都有力气了。刚才我还自己出去转了一圈呢。小陈啊，你可真是神医啊。话音落下，那眼神之中满是赞叹的表情，很是激动。周莹莹闻言同样震惊不已。虽然知道杨晨医术肯定很厉害，却也没想到厉害到这种地步了。刚喝了一顿啊，见效了。他捂着小嘴，迷茫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他到底多厉害啊？杨晨笑着说道：阿姨过奖了，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气血虚而已。周莹莹缓过神来，本来就相信杨晨，见到这一幕，对杨晨的信任更是浓烈到了极致。到底是什么运气，让他遇到了这么个贵人？他粉拳轻轻握起，美眸中尽是复杂。没等多想，忽然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那个语气很是不善。只见一个身着白大褂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正站在病房门口，皱着眉头，视线也在紧紧地盯着杨晨。杨晨冷淡地瞥了一眼，看望病人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医生这般语气，显然是他不正常。周莹莹同样愣了一下，她连忙笑道：刘主任，这是我朋友，跟我一起来的。刘主任皱着眉头走了进来，他瞥了周母一眼，这才冷冷地说道：莹莹啊，你母亲现在身体情况不太好，还是别让人打扰的好，现在该让她安心静养，不能折腾了。周母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下去。周莹莹愣住了，她沉吟了一下，笑着说道：刘主任，我感觉今天我妈妈状态好了很多啊，我马上就要给她办理出院手续了。不住院了。虽然不明白刘主任为什么会这么说，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杨晨。刘主任眼神之中瞬间闪过一抹怒意。出院，状态好？莹莹啊，你难道没听过一个词叫回光返照吗？说到这里，那语气也瞬间沉重了许多。这周母闻言，心脏顿时狠狠地跳动了一下，慌了神。周莹莹美眸之中同样满是错愕的光芒。杨晨摇头轻笑，他没着急说话，静静地看着刘主任，倒是好奇他还能说出什么东西来。刘主任冷冷地看了杨晨一眼：实话告诉你，现在你母亲的状态很不好，明明昨天已经恢复很多了，为什么忽然出现了这种变故？昨天你母亲做什么了？话音落下，那犀利的目光便放到了周莹莹的身上。周母拳头情不自禁地紧握了起来，愈发慌乱了。因为昨晚喝了杨晨开的药。周莹莹被刘主任的表情给吓得有些懵了，不知所措。刘主任见状，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害怕了。他趁热打铁，狠声道：还想出院？
没问题啊，告诉你，如果出院的话，那一切后果可跟我们医院没有关系，我们医院不负责，随你便。周莹莹的慌乱让她底气十足。杨晨轻笑着摇头，有些无奈，很是好奇这种人是怎么当上主任的，他们是不是都不知道医德是什么东西？周莹莹被吓到了，目光下意识的便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杨晨抬头跟周莹莹对视着，说实话，他不想说太多了，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如果周莹莹不相信他，那他也没办法了。周莹莹银牙紧咬，不知为何对上了杨晨那随意的目光之后，混乱的心忽然安定了下来。他背齿轻咬，好，谢谢刘主任提醒，不过我还是决定要出院了，后果我会自己负责的。他当机立断，转身面向刘主任，很是坚定。杨晨见状，嘴角轻轻扬起一抹弧度，还不错。周母脸上却带着迟疑的表情，攥着拳头，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杨晨了。虽然是有好转，但是刘主任的一句回光返照着实把他给惊到了。刘主任脸上的笑容骤然凝固了下来，他沉着脸低喝道，胡闹，为了你母亲的病，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眼看着就要好了，你要带她出院，哪有你这么不负责任的女儿的？就算是为了省钱，你也不能用你母亲的病开玩笑啊。他训斥着，义正言辞。周莹莹眉头皱起，心中已经开始怀疑了起来。这刘主任他迟疑着，然而这几句话句句刺进了周母的心里。省钱，他那复杂的目光放到了周莹莹的身上，也明白这医药费太过昂贵。唉，他叹息了一声，情绪十分沉重。周莹莹感受到了，粉拳紧握，想要跟母亲解释，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出去之后再说了。刘主任，我说了我要出院，其他的事情就不用你费心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周莹莹没有犹豫，缓缓说道，语气也清冷了几分。她察觉到刘主任的不对劲了，毕竟病都已经治好了，现在只是恢复期，哪里来的回光返照这么个说法？杨晨靠着窗台默默看着，刘主任气得咬牙切齿。你，他颤抖着手指着周莹莹，气急败坏的模样，喝道，怎么会有你这种不孝女？你这是拿你母亲的命在开玩笑。周莹莹听明白了，这话完全就是说给她妈妈听的。刘主任，这是我妈妈，不是你妈妈，你这么激动做什么？我已经决定要出院了，你不用说了。他俏脸上的表情彻底冷了下来。刘主任呼吸都开始急促了起来，目光焦急地凝视着。周母低着头，脸上满是苦笑。他缓缓说道，刘主任，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我们也确实没钱了，算了吧，刘主任，谢谢您。他抬起头，目光复杂地看着刘主任。杨晨忍不住白了一眼，心中一阵无奈，难怪现在电信诈骗那么猖獗，原来老人这么好糊弄。他懒得说话，事实胜于雄辩，如果相信他，那以后自然会明白的。只是这话让周莹莹一阵焦急。妈，你说什么呢？什么钱不钱的，小陈能治好你的，你放心吧。他急忙说道，本就担心母亲误会，现在误会大了。周母缓缓将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却没了刚才的热情，反而满是惆怅。对，他会治好我的，他强笑着说道。那个表情，杨晨转过身面向窗外，没眼看了。周莹莹那迷人的小胸脯也开始剧烈的起伏了起来，背齿轻咬，美眸之中满是焦急的光芒。刘主任眼珠轻轻转动，叹息道，唉，世风日下，明明马上就好了，偏偏现在这帮江湖郎中害死了多少人啊！唉，那沉重的模样，痛心疾首。周母闻言咬着嘴唇，心都在滴血，却只能长叹一声。周莹莹银牙紧咬，她心里面同样很是焦急，但是现在明显不是解释的地方。妈，等出去我再跟你说，我先去办出院手续。话音落下，便要迈动脚步往病房外面走去。周母低头，眸中噙满了泪水。刘主任焦急地盯着周母，不是你都这样了，你怎么不拦着啊？眼看着周莹莹就要出去了，他也隐忍不住了，再不拦着就来不及了。站住！他一声低喝。杨晨看着窗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忍不住了。周莹莹停下脚步，愈发觉得不对劲了。她转过身来，淡淡地问道，刘主任还有什么事情？周母抬起头来，忍着泪水，刘主任，您不用说了，我明白您的苦心，让您费心了，但是算了，刘主任，谢谢您了。他脸上挤出来一抹笑容，说得语重心长。杨晨愈发无奈。周莹莹银牙紧咬，那个难受啊，气死了。刘主任拳头紧握，低沉地说道，哼，真是不孝子孙，那是你妈妈的命啊，就差这点钱，你不用办理出院手续了，这钱我出了。杨晨差点笑出来，
周莹莹满脸错愕，迷茫地看着。周母都懵了，旋即她泪水彻底忍不住开始流淌了出来，被刘主任感动得一塌糊涂。刘主任，您不用这样，您让我怎么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呀？她泪流满面，情绪崩溃。杨晨笑着摇头，虽说挺可怜吧，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些人被骗是真的活该。刘主任痛心疾首地说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人命就这么被江湖郎中害了呀。话音落下，那痛恨的目光便落在了杨晨的背影上。周莹莹俏脸上露出了一抹冷意。刘主任，你不用枉费心机了，我们马上就出院。他确定了，肯定不对。话音落下，便要再次迈动脚步离开病房。刘主任焦急的目光放到了周母的身上。周母同样迷茫地看着，都已经有人给出钱了，还出院干什么？只是他没有说话，这让刘主任心里面已经急冒烟了。你不能走！他一声怒吼，大步流星的便冲到了病房门口，拦住了周莹莹的去路。周莹莹冰冷地看着，让开！你再这样，我报警了！他冷冷地喝道。周母呆坐在床上，迷茫地盯着。刘主任眸中寒芒闪烁，低沉地说道：我说不能走就不能走，李总已经在往这赶了，他来之前我是不会让开的，既然手段没用，那就只能直白了。周母彻底懵了。杨晨转过身来，笑盈盈地盯着，演不下去了。周莹莹粉拳紧握，瞬间便醒悟了过来，原来你们是串通好了的，你们这群畜生！他怒火涌上心头，怒喝道。刘主任冷笑一声，狠声道：莹莹，如果没有我这个畜生，你怎么会有机会攀上李总这种高枝？周莹莹那傲人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银牙紧咬。原来真是这样。他愤怒之余，又庆幸自己选择了相信杨晨。周母瞪大了眼睛，已经懵了。周莹莹刚想说话，忽的杨晨那笑盈盈的声音从后面响起：是让莹莹攀高枝，还是你自己攀上高枝了？只见杨晨抱着手臂缓步走了过来。刘主任目光瞬间阴冷，如果不是杨晨，那他的好事儿就也不会被破坏。这个畜生！他目光狠厉，冷声道：一个江湖郎中有什么资格在这狂吠？滚开！杨晨笑着摇头，他嘲弄地说道：一个医生做到你这种地步，也是下贱到没有底线了，哪儿来的脸呢？该滚开的是你，准备自己滚开，还是我帮你？话音落下，停在了刘主任的面前，那目光也瞬间冷厉了起来。从小到大都在被师傅的医德熏陶着，他对这种没有节操下线的医生厌恶至极。刘主任本来很强硬，可是对上杨晨那冰冷的目光之后，瞬间胆寒了起来，那感觉好像被什么洪水猛兽给盯上了。咕咚，他艰难地吞咽口水，强装镇定。这是医院，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做什么，我立刻报警。他底气十足地喝道。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说道：报警？好啊，正好来调查一下你跟那李总勾结的证据。这刘主任心头一颤，他咬紧牙关，背靠着房门，心跳都已经开始加速了起来。杨晨目光犀利，缓步上前。不滚，是吧？他眸中寒芒闪烁，那冰冷的气息也瞬间便开始弥漫开来。刘主任顿时感觉一股寒意直冲脑海，咕咚，他艰难地吞咽口水，身体都已经开始轻轻颤抖了起来。那股气息之下，惊惧到了极致。你，他颤颤巍巍地张嘴，想说什么，却被吓得什么都说不出来。杨晨继续逼近，只是他也不想动手，如果真报警了，他也会很麻烦。主要是苏雅那边耽误不得。他眯着眼睛，眸中冷厉的光芒浓郁到了极致，那冰冷的寒意瞬间击溃了刘主任的心理防线，对杨晨的恐惧浓郁到了极点。就在他忍不住想要让开的时候，病房门忽然被人推了一下。开门啊！一道低沉的声音从门外响起。周莹莹黛眉微蹙，刘主任脸上瞬间露出了狂喜的表情，如蒙大赦李天德来了。他不由分说，迅速转身拉开了房门。只见李天德带着6个壮汉站在病房外面，他的脸上也还贴着纱布，表情低沉。李总，您终于来了。他擦拭着额头的冷汗，激动地说道。周莹莹粉拳紧握，美眸之中瞬间满是恨意。杨晨冷笑着看着，这群人为了阻止出院，还真是煞费苦心啊。只是有什么用呢？李天德走了进来，阴狠的目光凝视着杨晨，心中的恨意疯狂涌现。刘主任跟在李天德身后，嚣张了起来，狗仗人势的模样体现得淋漓尽致。6个壮汉守在外面，目光冰冷地盯着。顷刻间，一股怪异的气息便已经从病房之内弥漫开来。哼！李天德冷哼一声，狠声道：又见面了。杨晨笑着说道：又想挨打了。这李天德嘴角一阵狠狠的抽搐，
怒意奔涌。他阴冷地笑着，狠声道：“小畜生，这里是医院，你以为还跟那天一样？敢动我，报警抓你！”话音落下，目光瞬间狠厉了起来。杨晨眉头一挑，李天德也迅速将目光放到了周莹莹的身上，冷笑不止：“莹莹，想出院是吧？没问题，把我之前给你垫付的那些医药费还给我，我让你出院，不然别想走。”话音落下，目光瞬间狠厉了起来。杨晨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你也是把不要脸发挥到极致了。”李天德闻言，脸庞的肌肉一阵抽搐，只是没办法，他不甘心。如果让周莹莹就这么出院了，那之前所有的心血可就都白白打水漂了。现在能用的理由只有这一个。周莹莹眸中满是厌恶的光芒，冷冷地说道：“那是你自己愿意给我付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凭什么让我还给你？你自己付钱的目的是什么？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哼！李天德冷哼一声，说道：“我清楚啊，那又如何？现在我的目的没达到，我就是要往回要。你能做的就是还钱，要不然就别想离开这里。”话音落下，表情也嚣张了起来。周莹莹粉拳紧握，冷声道：“你要拦着，我可就报警了。”那小表情也很强势。呵！李天德冷笑一声，说道：“那你报啊，有什么事情我会让我的律师去跟他们交流的，影响不到我。但是你有那个时间吗？你有钱找律师吗？”那脸上满是得意的表情。刘主任同样冷笑不止，表情嚣张地盯着周莹莹，粉拳紧握：“你就不怕你跟刘主任的事情被查出来？”他冷冷地说道。李天德不屑一笑，说道：“送钱的不是我，收钱的是刘主任，跟我有什么关系？”刘主任笑得更加嚣张了，只是笑着笑着，忽然感觉好像有些不对劲。周莹莹气坏了：“你卑鄙！”他娇喝道。李天德摇头晃脑的笑道：“卑鄙何尝不是一种能力呢？莹莹啊，我给你两条路，要么你跟我走，你母亲的事情我绝对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要么还钱。”话音落下，表情也开始淡定了起来，他无所畏惧。周莹莹银牙紧咬，美眸之中已经满是焦急的光芒了，只是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那目光下意识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杨晨笑着说道：“李总啊，看来上次还是打轻了你啊。”李天德眼角抽扯了几下，他眸中满是狠厉的光芒，狠声道：“小畜生，咱们的账我会找你算的，但不是今天。怎么，还想打我？来啊，敢碰我一下，我立刻报警。”那个语气满是挑衅。杨晨眉头微微皱起，有些迟疑。“哼！”李天德冷哼一声，嘲弄道：“怎么，不敢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你倒是来啊！”杨晨眼神中泛起一丝冷意。李天德嚣张地笑了起来，淡淡的说道：“刘主任啊，我怎么看这小子不像好人呢？不如请出去。”他凝视着杨晨，表情愈发嚣张。刘主任愣了一下，反应了过来，那看向杨晨的眼神中满是讥讽。明白李总。他上前一步，冷声道：“小子，我怀疑你进我们医院是来偷东西的，给你机会滚出去，要不然我找人请你出去。”李天德抱着肩膀，冷笑不止。周莹莹粉拳紧握，焦急了起来。杨晨眯着眼睛，心中泛起一丝怒意，目光也逐渐的冰冷了起来。“你怀疑就得听你的。”他冷淡的说道。“呵！”刘主任冷笑一声，讥讽道：“不服，不服也忍着。我说你偷东西，你就是在偷东西。最后一次机会，滚不滚？”他沉声厉喝，气焰嚣张。周莹莹见状也更加焦急了起来，说道：“小陈，要不你先走吧，我自己解决就行。”他担心会连累杨晨。李天德跟刘主任见状，嘴角也纷纷勾起了一抹冷笑，嚣张地看着。杨晨心中的怒火在燃烧，我倒是想看看他们怎么把我赶出去。他冷淡地说道。这两个人已经激起了他心中的怒火，虽说不想耽误时间，但毕竟还有韩泰呢。周莹莹银牙紧咬，感动之余很是担忧。周母已经完全看懵了。“哼！”刘主任冷哼一声，喝道：“不知死活！既然你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来人，叫保安！”不多时，外面便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李天德眼神中满是讥讽：“小子，看到了吗？权力才是一切，能打终究是个莽夫。你不是厉害吗？有种，你打一下医院的保安啊！”话音落下，眸中嘲弄的光芒便已经浓烈到了极致了。他脸上满是挑衅的表情。杨晨冷冷地看着周莹莹，粉拳紧握，根本不知所措。要是真打了医院的保安，那麻烦可就大了很快。几个保安冲了进来。刘主任嚣张地笑着，趾高气扬，抬手一指杨晨：“
这小子在咱们医院偷东西，打一顿，丢出去，要是敢反抗，直接报警。话音落下，脸上那讥讽的表情便已经浓郁到了极致了。几个保安对视一眼，迈步走向杨晨。周莹莹见状，心跳都开始加速了起来，又不知道能做什么。刘主任冷笑不止，李天德摆了摆手，嘲弄的笑道：“拜拜，别急，等我处理完莹莹的事情之后，会去找你的。”话音落下，眸中瞬间满是狠厉。刘主任讥讽的笑道：“李总，别急嘛，没准这畜生还得反抗一下呢。”呵，李天德顺势嘲笑道：“你觉得他有那个胆子吗？莽夫一个而已，他在激将，自然希望杨晨动手打保安。”杨晨感受到了，只是他心中的怒火也已经开始燃烧了。忍不了，那就不忍了。他眯着眼睛，刚想动手住手，谁让你们在这乱来的？忽的一道低沉的喝声从外面响起，保安纷纷停手，其他人的目光也纷纷放到了门外的方向。只见一个身着白大褂的男人走了过来，背负着双手，气场很强。杨晨眉头一挑，旋即嘴角露出一抹冷笑。李天德眉头皱起，刘主任愣了一下，迅速慌了神：“赵院长，您怎么来了？”他急忙恭敬地问道。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昨天在韩泰病房握手的那个院长赵天朗。哼！赵天朗冷哼一声，低沉地说道：“我来耽误你的好事儿了。”那心虚的目光也瞥了杨晨一眼，好在没打起来，要不然他可彻底毁了。这可是救了韩泰的人啊！刘主任嘴角顿时狠狠地抽搐了一番，讪笑着说道：“怎么会呢？我能有什么好事儿啊？”李天德给了刘主任一个眼色，刘主任顿时会意，他抬手一指杨晨，低沉地说道：“赵院长，这小子企图来咱们医院偷东西，被我给抓到了，正要让保安赶他出去呢。”话音落下，那眼神之中再次开始闪烁着狠厉的光芒。李天德抱着肩膀，冷笑不止。周莹莹背齿轻咬，俏脸上的表情愈发焦急了起来。这事情怎么越闹越大了？院长都来了，现在的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了，更加无能为力了。杨晨嘴角带着一抹冷笑，默默看着。李主任的话让赵天朗心头一阵突突，他拳头紧握，表情低沉了下来，冷冷地问道：“他偷什么？”那脸上的愤怒已经隐忍不住了。刘主任并未察觉异常，眸中闪过一抹轻蔑的光芒，冷笑着说道：“他这个穷酸样，谁知道偷什么？什么值钱偷什么吧。”话音落下，那嘲弄的目光再次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李天德同样满脸玩味的笑容，周莹莹也愈发的担忧了起来，根本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咯吱吱，赵天朗紧咬着后槽牙，嘴巴里面发出来阵阵清脆的声响。他转过身，面色阴沉地看向刘主任：“什么值钱？偷什么？”他再次问道。刘主任感受到了赵天朗的异常，不明所以，但还是坚定地点头：“对，肯定的呀。我……”只是话还没等说完呢，便发现赵天朗目光陡然狠厉了起来，一巴掌直接甩了过来：“你他妈去啃吧！”啪！这一耳光结结实实，清脆的声音在病房内回荡着。刘主任哀嚎一声，趔趄2步。不止他懵了，除了杨晨之外，所有人都懵了，迷茫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杨晨也有些意外，虽然知道赵天朗来了肯定不会纵容刘主任，却也没想到这方式如此直白。李天德懵逼地看着刘主任，捂着脸艰难地站稳了身体：“院长，您……”他眼睛瞪得溜圆，挨打了，眸中却还满是茫然。赵天朗一阵咬牙切齿，他无心理会，急忙将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那略显苍老的面容上也迅速露出了一抹讨好般的笑容。杨先生，您没事吧？这帮畜生没动手吧？他急忙上前笑着问道，那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抖。静！整个病房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嘶！旋即那道吸冷气的声音整整齐齐地响起，所有人都惊呆了。周莹莹捂着小嘴，美眸之中满是震撼的光芒。先生，这可是医院的院长啊，竟然叫杨晨先生。他娇躯狂颤，不明所以。李天德跟刘主任也都目瞪口呆地愣在原地，说不出话来。杨晨瞥了赵天朗一眼，明白是韩泰的缘故。正好，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淡淡的说道：“没动手呢。”呼！赵天朗顿时狠狠地松了口气，笑道：“那就好，那就好。”杨晨继续说道：“但是你们医院的行为让我好生气啊！”这赵天朗那刚放松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的位置，心脏猛猛地震颤着。别的不说，这可是韩泰的救命恩人啊，得罪了他跟得罪韩泰有什么区别？咕咚，他艰难地吞咽口水，急忙说道：“杨先生，您放心，有什么让您不满意的，我绝对处理到让您满意。”
有些人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我们医院的杨先生。那个表情隐隐的已经浮现了几分哀求。咕咚，刘主任艰难的吞咽口水，思绪都已经混乱了。这特么到底什么情况？李天德同样懵了，唯有周莹莹美眸之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万万没想到杨晨竟然会给他这么大一个惊喜，只是到底为什么啊？他百思不得其解。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问道：能处理到让我满意？赵天朗连连点头，一定一定。杨先生，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您说我保证让您满意。他急忙说道，声音仍旧在颤抖着。这刘主任已经顾不上疼痛了，心跳加速，开始慌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杨晨还有这层身份啊。杨晨淡淡的说道：你们医院的这位刘主任跟这位李总狼狈为奸，这位阿姨已经治好病，只需要安心静养就可以。但是李总为了达到追求我朋友的目的，买通了这位刘主任，故意将阿姨的病情说得很严重。现在我们想出院，还拦着我们不让走。赵院长，你看着处理吧。话音落下，倒退2步，坐在了椅子上，脸上也已经满是悠闲的表情了。周莹莹已经没有心思去考虑事态的发展了，视线紧紧跟着杨晨。忽然发现杨晨好帅啊！赵天朗拳头紧握，那犀利的目光瞬间放到了刘主任的身上。刘主任，杨先生说的是否属实啊？那个态度显然并没有询问的意思。李天德眉头紧锁，刘主任身体狠狠一颤，艰难地张了张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那求助般的目光放到了李天德的身上，可惜李天德压根没理。赵天朗深吸一口气，沉声喝道：问你话呢？那个气势让刘主任身体狂颤。他艰难开口。赵天朗眯着眼睛狠声道：实话实说，我可以轻饶你，要是敢骗我，那咱们只能警察局见了。此话一出，刘主任瞬间傻眼了。这属实。他终究还是没敢说谎，低下头去，惊惧地说道。周母闻言瞬间傻眼了。属实？说的属实？那刚才他幡然醒悟，攥着拳头，视线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满腔愧疚。只是杨晨却丝毫不在意。赵天朗身体隐隐颤抖，怒火中烧，眸中的怒火已经快喷出来了。刘主任艰难地喘息着，不好的预感陡然浮现。赵天朗抬起头来，眸中凶芒爆闪。身为主任，你竟然以公谋私，做出这种卑劣的行径，你对得起你身上这身白大褂吗？你还是人吗？气急之下，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啊！刘主任一声哀嚎，站不住了，倒在了地上。杨晨冷笑着看着周莹莹，小拳头紧攥，顿感身心舒畅。刘主任捂着脸躺在地上，满面焦急，又不知所措。赵天朗颤抖着手，怒斥道：畜生，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从现在开始，你跟我们医院没有半毛钱关系了。轰！刘主任脑海中轰然炸响，瞬间傻眼了。院长，不是轻饶吗？他颤颤巍巍地说道。赵天朗怒喝道：讲什么价钱？没给你送到法院还不算轻饶？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那沉重的喝声让刘主任脸上瞬间满是绝望的表情。周莹莹脸蛋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李天德眉头紧皱，表情沉重，却始终都没有说什么。刘主任神色木讷地被2个保安给抬了出去。赵天朗讪笑着看向杨晨，说道：杨先生，这么处理您可还满意？杨晨轻轻点头，还可以。那他呢？他轻轻抬起下巴，指向了李天德的位置。赵天朗迅速将目光放到了他的身上，目光再次冰冷了下来。哼！李天德冷哼一声，说道：我又不是你们医院的，这么看我做什么？还想开除我？赵天朗咬紧牙关，怒火再次燃烧，只是他也没说出什么。李天德冷笑不止，那嚣张的目光再次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没想到你还有这人脉，可是有什么用呢？影响什么了？这位院长好像也没办法把我怎么样。话音落下，冷笑不止，那脸上仍旧满是挑衅的表情。赵天朗眉头紧皱，只是正如李天德所说，他也没办法管这个人。没等多想呢，杨晨那笑盈盈的声音响起：他是没办法怎么样你，但是我可以啊。李天德笑容微凝，眉头皱起：你什么意思啊？这是医院，你还想在这跟我动手不成？不怕我报警吗？他冷冷地说道。赵天朗同样疑惑地盯着杨晨，没懂什么意思。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赵院长，刚才听刘主任说有人想偷东西来着，你说会不会是这位李总啊？他语气悠闲，笑着说道。这此话一出，李天德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下来，他那焦急的目光瞬间便放到了赵天朗的身上，眉头紧锁。
赵天朗微微愣神，旋即幡然醒悟，啊，对，就是他，刘主任刚才怀疑他偷东西来着。你们几个把这个人给我拿下。赵天朗倒退2步，一声低喝。这李天德眼神中满是怒意，瞬间慌了神。门外的几个壮汉满脸迟疑，不知道要不要打。几个保安做事便要动手。等等，赵院长，这么危险的事情，还是我来帮你做好了。外面那几个人拦住就行。杨晨揉着拳头，笑盈盈地说道。忍了半天了，自然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赵天朗瞬间领悟，连忙说道，没听到杨先生的话吗？赶紧出去，把外面的人给我带走。这么危险的事情，还是得让杨先生帮咱们处理。周莹莹抿嘴笑着，那美眸之中已经星芒闪烁了。几个保安没有任何迟疑，迅速冲了出去，用防爆装备将那几个壮汉给控制住了。你们无耻！李天德颤抖着身体，憋了半天才谩骂了一句。赵天朗瞪了李天德一眼，这才笑道，杨先生，那这就交给您了哈，您辛苦。那个笑容略显谄媚。杨晨笑着摆了摆手，说道，没关系，小事一桩。砰！房门关闭，那声音如同一柄重锤，狠狠地敲在了李天德的胸口上面。咕咚！他艰难地吞咽口水，那惊惧的目光也放到了杨晨的身上。周莹莹倒退2步，抱着肩膀，那美眸之中已经满是期待的光芒了。杨晨站起身来，缓缓靠近。李总，不嚣张了，我还是喜欢刚才你那嚣张的样子。他揉着拳头，笑盈盈地说道。李天德深吸一口气，愤怒至极，可此刻心中却满是惊惧。你想怎么样？你别过来啊！话没说完，便被杨晨那梆硬的拳头给终结了。杨晨疯狂出气，整个病房里面只剩下了李天德那痛苦的哀嚎声。周母都惊呆了。周莹莹脸蛋上噙着开心的笑容，一双美眸盯着杨晨的背影，心里尽是说不出的感觉。好帅，好霸气。没过多久，李天德便已经躺在地上，鼻青脸肿，艰难地喘息着。保安进来把他带走了。赵天朗也亲自给周母办理了出院手续，很快就结束了。为表诚意，赵天朗还特意将那些胡乱开的治疗相关费用给退了回来，直接退到了周莹莹手里，这让周莹莹惊喜不已。杨晨开车把周莹莹和她母亲送到了家里面，安顿好了，这才离开。行了，别送了，快回去照顾你妈妈吧，按照我开的药方吃就行，用不了几天就能痊愈了。单元门外，杨晨转身拦住了还在往外送的周莹莹。周莹莹粉拳紧握，小陈，她微低着头，欲言又止。杨晨笑着说道，怎么了？周莹莹轻轻摇头，抬起头来说道，没什么，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你帮了我太多了。她轻咬着嘴唇，说不出话来，美眸中却满是真诚。杨晨笑着摇了摇头，好了，想这个做什么，都是同事，对我来说又不是什么大事。他温和地笑着，只是那个笑容落在周莹莹的眼里，已经让她感动得一塌糊涂了，不知不觉鼻尖都微微酸涩了。父亲早逝，还有一个弟弟要照顾，他从小就是家里的顶梁柱，赚钱养家，照顾母亲，从未感受过如此温暖和安心。他望着杨晨那温和的笑意，忽然出现了一种想要扑进杨晨怀里的冲动。他的怀里更温暖吧？这个念头不知不觉的便在心底冒了出来。他那俏脸都红润了几分，目光躲闪。杨晨疑惑地看着，怎么了？他没多想什么，笑着说道，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赶紧回去吧。他摆了摆手，便要转身。周莹莹抬手拦住了杨晨，有些焦急。杨晨转过身来，真不用感谢，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真想感谢的话，改天请我吃饭吧，行了吧？他笑着说道，倒是也能明白周莹莹心中所想。周莹莹背齿轻咬，她一双美眸复杂地盯着杨晨，却也明白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报答如此恩情。好。他用力点头，将这件事情埋藏在心底。杨晨笑着点头，今天好好休息吧，明天见。他摆了摆手，驱车离去。周莹莹站在单元门外，一双美眸仍旧紧紧地盯着奔驰离去的方向。如此恩情，该怎么报答？他沉吟了片刻，小粉拳轻轻紧握，美眸之中闪过一抹坚定的光芒。车内，杨晨并未多想周莹莹的事情，只是顺手帮了个小忙而已。忽然电话响了，他拿出手机，惊讶地发现竟然是韩琪琪打过来的。刚想给他打，没想到他打来了。还没到中午，苏雅那边没有电话，他本来也打算去找韩琪琪的，按摩完得去找孙有为了。昨晚回想着孙有为的所作所为，心中的怒火已经隐忍不住了。他接通了电话，韩琪琪那懒洋洋的声音响起，小陈，
今天能不能有时间啊？那个小语气隐隐有些幽怨。虽然昨晚早就接受了杨晨不能来的事实，但还是一晚上没睡好。刚睡醒就迫不及待地给杨晨打了电话，还没起床呢。杨晨笑着说道：“还挺巧啊，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往你那走呢，你现在有时间没？我10多分钟就到了。”此话一出，韩琪琪脸蛋上那朦胧的睡意瞬间全无。她从床上坐直了身体。现在她可还没洗脸呢，没化妆呢呀。10多分钟，她掀开被子便迅速往卫生间里面冲了过去，都已经没心思惊喜了。杨晨笑着说道：“不着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韩琪琪连忙说道：“啊，我刚起床，我在家呢，有时间，我洗漱一下就好。”杨晨应了一声：“好，那我到了，给你打电话。”电话挂断了，韩琪琪放下手机，那漂亮的脸蛋上这才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好突然啊！她嘴角扬起一抹迷人的弧度，便迅速开始洗漱化妆了。杨晨继续开车，开始思索待会儿怎么聊孙有为的事情。他只是想知道孙有为在哪，但是按照韩琪琪的性格，他担心韩琪琪会直接参与进来。忽然电话又响了，杨晨微微愣神，不会这个时候苏雅要出门了吧？他抬起手机，松了口气。不是苏雅，是楚瑶瑶，她怎么打电话来了？杨晨好奇地接通了电话。小晨晨，2天没见了，你也不知道给你的女朋友打个电话？没良心。楚瑶瑶那活泼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杨晨嘴角微微抽扯了几下，无奈地说道：“楚大小姐啊，怎么就女朋友了？别乱开玩笑好不好？让你小姨知道了，得扒了我的皮。”哼！楚瑶瑶轻哼一声，傲娇地笑道：“不是说了吗？不让她知道不就好了？咱们偷偷的。”说到后面压低了声音，语气中还透着一丝坏坏的感觉。杨晨无语凝噎。楚瑶瑶继续说道：“再说了，你可是我楚瑶瑶看上的男人，那么优秀，放心吧，我一定会说服小姨认可你这个外甥女婿的。”唉，杨晨心里面沉重的叹息了一声。外甥女婿？这是外甥女婿的事儿吗？楚大小姐，你就别逗我了行不行？我就是个司机啊，我开车呢。大小姐，你还有事没？没事，我挂了。杨晨无奈的说道。他实在是搞不明白这楚瑶瑶怎么就看上他了，关键是他看不出真假来。楚瑶瑶这性格加上前段时间他说的话，追求他是为了报复也很有可能。哎，别挂呀，有事儿你来接我吧，我还有5分钟下高铁，你在出口等我就行了。楚瑶瑶娇俏的笑道。杨晨愣了一下，你怎么回来了？楚瑶瑶翻了个白眼，悠悠说道：“明天开学了，你说我怎么回来了？”杨晨心中一阵无奈，难得清静，这丫头回来，他怕是又睡不好觉了。我没在公司。他急忙寻找了另外一个理由，缓缓说道。哼！楚瑶瑶轻哼一声，问道：“你去哪儿了？是不是找哪个小妖精鬼混去了？你可别在外面给我沾花惹草啊！要是让我知道，我割了你！”那小语气，奶凶奶凶的。杨晨狠狠地白了一眼。我只是话还没等说完呢，楚瑶瑶便继续说道：“知道你没在公司，我已经给小姨打过电话了。小姨说让你来接我，要不我让小姨给你打个电话，通知你一下。”她那绝美的脸蛋上满是得意的笑容。杨晨表情微凝，唉，他叹息了一声，说道：“行，知道了。”楚瑶瑶傲娇一笑，抓紧，等你。话音落下，便直接挂断了电话。杨晨瞥了一眼手机上面的备注，整个人都无精打采了几分。小妖精回来了，又没好日子了。他只好调转车头赶往高铁站，同时给韩琪琪打了个电话，说晚一会儿过去。韩琪琪自然开心地答应了下来。有时间化妆了。不多时，杨晨便已经将车停在了高铁站的停车场里面。他下车走向了出站口，刚到外面便见到一群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杨晨扫视了一眼，明明人群拥挤，可还是一眼便发现了人群之中那道亮丽的倩影。关键是太醒目了，黑色的短裤，外面围着一层黑纱，白皙的美腿带着一种朦胧的美感，搭配上那绝美的容颜，绝了。杨晨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身材纤细苗条，但是该有肉的地方却一点都不少。这是怎么长的？他沉吟了片刻，还是迎了上去。楚瑶瑶推着皮箱，同样在寻找着杨晨的身上。见到之后，美眸瞬间一亮。晨晨，他迈动那迷人的长腿，便迅速往杨晨的位置冲了过去。顷刻间，数道嫉妒的目光纷纷聚集在了杨晨身上。杨晨也顿感一阵头大，那个奔跑的速度，他真担心楚瑶瑶过来之后会直接跳起来扑在他的身上。事实上，楚瑶瑶也正是这么想的。刚开始苏雅说为了安全让他离开的时候，还没觉得有什么，
到家之后才傻了眼。尤其是晚上，只要闭上眼睛，杨晨的身影就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那憨憨的模样，那俊朗的面容，最关键的是那从窗户外面翻越进来拯救他的情形，如同刻在了脑海中一样。好不容易睡着了，梦里也是杨晨。2天的时间让他印证了一件事情，本来对杨晨就很喜欢，杨晨救了他之后，他真的爱上这个男人了。这个想法让他气恼又激动，气恼自己没出息，追求者无数，偏偏爱上了这个对他没兴趣的男人。激动的是，他爱的是杨晨，所以今天天亮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赶回来了，因为他想杨晨了。他快步奔向杨晨，那张熟悉的俊朗面容让他心跳加速，身体升温。到身前了，他忍不住了，那攥着皮箱的右手松开了，双脚发力做势，便要跃向杨晨的身上。只是还没等发力呢，杨晨的手已经搭在皮箱上了。我来吧，大小姐。杨晨脸上带着人畜无害的笑容，推着皮箱便扭头往外走。楚瑶瑶根本都没看清楚杨晨是怎么过来的，她失落地站在原地，撅着小嘴，距离算错了，可恶。她小眼神很是幽怨地瞪了杨晨一眼，迈步跟上。杨晨默默地松了口气。楚瑶瑶抱着手臂跟杨晨并肩前行，故意没看杨晨，小下巴轻轻扬起，很是傲娇的模样。只是走了半天，杨晨始终一言不发。楚瑶瑶拗不过，凑近几分，用手肘轻轻对了一下杨晨。男朋友想我了没？他嘴角扬起迷人的弧度，笑盈盈地问道，那小表情又坏又迷人。杨晨无奈地说道，你怎么又来了？楚瑶瑶轻轻瞪了他一眼，嗔道，我不是说了吗？放心吧，我不会让你的苏总知道的，咱们偷偷的，那边我会慢慢去磨的，等他什么时候认可，我在什么时候把你公之于众，可以了吧？我体贴不？这么体贴又漂亮的女朋友去哪儿找呀？对吧？话音落下，小脸蛋上已经满是娇俏的笑意。杨晨苦涩地笑着，大小姐啊，我不是说了吗？我对你没感觉啊。你是有身材有颜值，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碍于苏雅那边，他这里必须决断一些，只是又怕伤到这丫头的自尊，很难办。楚瑶瑶撅起小嘴，用力地瞪了杨晨一眼。虽说早就猜到会是这个结果，但还是很生气。好在早有准备。没关系，小晨晨，我就不信凭借本小姐的魅力迷不到你，那就暂且饶你几天，看本小姐怎么拿下你。话音落下，小脸蛋上已经满是自信的表情了。本来的报复变成了真正的追求。楚瑶瑶有这个自信，从小到大便是追求者无数，她有颜有身材，自然不会认为有自己追不到的男人。唉，杨晨闻言心里面默默地叹息一声，满面愁容。只是他也没有办法再多说什么了，能让楚瑶瑶承认现在他们两个没什么关系已经很不容易了，至少苏雅那边能交代了。楚瑶瑶感受到了，轻轻撅了撅小嘴，你还叹气？哼，看本小姐怎么让你来感觉，先让你嚣张嚣张，等把你拿下之后。他脑补着在一起之后的画面，眸中闪烁着坏坏的光芒，脸蛋上满是迫不及待的小表情了。杨晨将行李箱放到了后备箱里面，等他上车的时候，楚瑶瑶已经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了。他启动车子，驱车前行。只是楚瑶瑶那小手在腰间不知道在鼓捣着什么，杨晨心中防备着。刚驶出停车场，呼啦，杨晨只感觉眼前黑纱一闪，只见楚瑶瑶将短裤外面那层黑纱直接给撤掉了，随手丢在了后排的座位。那短裤下面修长笔直的美腿就这么毫无遮挡地映入眼帘，那个白啊，那个长啊，汪！杨晨心头一荡，脚下不自觉用力，奔驰的发动机发出了一阵刺耳的轰鸣。他急忙轻点刹车，稳住车身。楚瑶瑶见状，嘴角瞬间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同时也将那美腿轻轻搭在了中控台上。杨晨急忙收回目光，专注开车。这小妖精啊，杨晨一个头两个大，都不知道该往哪开了。楚瑶瑶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她娇躯微微往杨晨那边倾斜了几分。杨晨都忍不住轻咳一声，你离我远点，影响我开车了。楚瑶瑶对这个反应很是满意，抿了抿嘴，哼，口是心非的男人。他坐了回去，并没有再多说什么。杨晨努力地稳住思绪，该去哪儿来着？哦对，韩琪琪。杨晨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道，你是去公司还是回家？你自己回去不太安全，要不送你去公司啊？楚瑶瑶并没有当回事，随意地说道，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还用问吗？杨晨嘴角微微抽扯了几下，愈发无奈了，只是想到接下来要说的话，可我去韩小姐那一趟。此话一出，楚瑶瑶脸蛋上那随意的表情骤然凝固了下来。韩小姐，韩琪琪，
楚瑶瑶双腿迅速放了下来，坐直了身体，警惕的目光落在了杨晨的身上。不是，你跟琪琪勾搭上了？他满脸不可思议地问道。杨晨嘴角顿时狠狠地抽搐了一番，满脸无奈。什么叫勾搭？我说楚大小姐，不是你让我给韩琪琪治病的吗？他没好气儿地说道。楚瑶瑶微微愣神，旋即这才反应了过来。啊，琪琪，忘了，那没事了。他脸蛋上露出了笑容，再次躺了回去。杨晨狠狠地白了一眼。那就去吧，反正我跟着你，去哪儿都行。他悠闲地笑道。他没有多说什么，找好路线便往韩琪琪的别墅行驶而去。楚瑶瑶半躺在车座上，悠闲地摆弄着手指，时不时地瞥一眼杨晨，忽然感觉这很享受。不多时，杨晨便将车子驶入了韩琪琪别墅的院子里面了。二人推门下车，杨晨抬手刚想按门铃，里面便已经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很是欢快的样子。咔，门开了。韩琪琪仍旧穿着昨天那套特意准备的小裙子，妆容精致，漂亮的脸蛋上满是开心的笑容。小晨，你来。只是话还没等说完呢，这才发现杨晨身边还站着一个楚瑶瑶呢。那话语戛然而止，脸蛋上的笑容都凝固了下来。瑶瑶，你怎么来了？他疑惑地问道。楚瑶瑶黛眉微蹙，嗔道：这叫什么话？我男朋友来给你治病，我跟着不也应该吗？你不希望我来啊？韩琪琪从错愕中缓过神来。啊，没有啊，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去你妈妈那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连忙管理好了表情，笑着说道。楚瑶瑶缓缓说道，反正都是今天回来，不想等就早点回来了。只是话音落下，便同样察觉到了异常。他仔细打量，琪琪，你怎么还穿上裙子了？你不是最讨厌裙子了吗？你还化妆了？你平时可是基本都素颜的，什么情况啊？他询问的同时，心里面也瞬间警惕了起来。在他心里，杨晨可是个宝贝疙瘩。韩琪琪虽说眼光很高，但能看上杨晨，他也不会觉得意外。杨晨倒是没太在意，本来也不了解。韩琪琪闻言隐隐有些心虚，他笑着说道：啊，晚上有个宴会，我得去参加一下。楚瑶瑶这才放松了警惕。啊，这宴会很重要吗？竟然让你连裙子都穿上了，是不是什么联姻的宴会啊？我听小姨说，你们这些大家族很愿意搞联姻这种事情的。他笑盈盈地问道，小脸蛋上的表情也开始八卦了起来。韩琪琪轻轻白了他一眼，什么联姻？我才不联姻，快进来吧。他让开了房门的位置，招了招手，只是那复杂的目光还是忍不住瞥了杨晨一眼，不免有些失落。本来想利用今天这个好机会把杨晨挖过来的，楚瑶瑶来了，计划泡汤了。三人进入客厅，楚瑶瑶对这里已经非常熟悉了，很是随意的便躺在了沙发上面，两条修长的美腿交织在一起。杨晨坐在了他身边不远处的位置，虽然是挨着，但毕竟中间还是隔着一段距离。韩琪琪坐在对面，察觉到了这个细节，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神秘的弧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连我都不知道呢。他瞥了杨晨一眼，若有深意的笑道。杨晨微微愣神，上次不是跟韩琪琪说过了，他们并没有在一起啊，这是什么问题？没等多想呢，楚瑶瑶那得意的笑声便已经响起。很久了，已经半个多月了吧？那小表情格外傲娇。韩琪琪脸蛋上露出了一抹若有所思的笑容。哦，杨晨心中一紧，这他那迷茫的目光放到了楚瑶瑶的身上，这丫头不会连韩琪琪都瞒着呢吧？那上次他已经说漏了啊。他急忙抬起目光，正好对上了韩琪琪那若有深意的眼神。唉，杨晨心里面默默叹息一声，这个眼神说明一切了。嗨，他轻轻咳嗽一声说道，韩小姐，仔细说说现在什么情况了？他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多说了，转移了话题。谁知韩琪琪却蹙起眉头，有些不满地说道，叫我什么？杨晨又是一阵头大。楚瑶瑶美眸之中露出了一抹疑惑的光芒，不解地看着杨晨，很是尴尬。啊，忘了，琪琪。韩琪琪都已经这么问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说了。他也想不到被美女纠缠竟然也能这么头痛。楚瑶瑶黛眉微蹙，心里面瞬间泛起了一股酸意。琪琪。韩琪琪美眸之中流光婉转，轻哼一声，这还差不多。瑶瑶啊，看你这男朋友有点太把自己当外人了吧？咱们这么好的关系，他天天韩小姐韩小姐的叫我，这要是让认识咱们的人知道，谁会想到他是你男朋友啊？他悠悠地说道，略显不满。楚瑶瑶跟韩琪琪对视了一眼，这话他还真反驳不了什么，只是心里还是酸酸的，满是醋意。毕竟杨晨到现在还只是称呼她大小姐呢。哎，晨晨，
琪琪可是我最好的闺蜜了，你跟我一样叫琪琪就行，不用那么生分的。以后琪琪的男朋友肯定也得叫我瑶瑶啊，我们关系这么好，多正常，对吧，琪琪？他嘴角勾起一抹笑容，笑盈盈地说道。韩琪琪不着痕迹地翻了个白眼，小丫头还挺警惕。那当然了，他笑着回应道。杨晨那迷茫的目光在二女的脸上徘徊着，明明脸上都带着笑容，明明说的话都很动听，只是他怎么隐隐感觉这对好闺蜜很塑料呢？楚瑶瑶笑着收回了目光，然而韩琪琪那美眸之中却金光闪烁，小阴谋的味道很是明显。本来还有些迟疑的楚瑶瑶这句话让他下定了决心，他看向杨晨，嘴角泛起一抹笑意。小陈，上次按摩之后真的好多了，给我都惊呆了。我吃了那么多药，看了好多名医都没管用，你竟然只是按摩就给我缓解了那么多，你也太厉害了吧。话音落下，那美眸之中都已经开始闪烁着阵阵星芒了，很是崇拜的小模样。当然这表情是故意做给楚瑶瑶看的。楚瑶瑶脸蛋上的笑容也果然凝固了下来，美眸中露出了疑惑的光芒。按摩？什么时候按的？他脑海中不自觉的便浮现出了杨晨给韩琪琪按摩的画面，小嘴微微撅起，那酸溜溜的情绪更加明显了。但韩琪琪那震惊的模样还是让他心里舒服了不少。杨晨笑着说道，管用就行，但是不应该只是缓解啊，这2天晚上什么情况？还是疼是吗？聊到医术，他正色了起来。韩琪琪沉吟了一下说道，好多了，不会疼醒了，就是有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感觉到有点疼。哪怕见多识广成俯身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根本不敢跟杨晨对视，很是心虚。毕竟自从杨晨按摩之后，已经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了。杨晨的医术着实把他惊呆了。这样啊？不应该啊，我再给你检查一下吧，看看什么情况。杨晨沉思了一下，缓缓说道。韩琪琪美眸瞬间明亮了起来，侧眸瞥了楚瑶瑶一眼，她俏脸一红，有些扭捏。那还去我房间啊？她悠悠问道。杨晨见状，嘴角顿时狠狠地抽搐了一番。不是，你怎么还娇羞上了？楚瑶瑶同样愣神，不解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她心里面已经满是不好的预感了。什么情况？咳。杨晨轻轻咳嗽了一声，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之下，实在是有些难做。都行，你方便就行。他笑着说道，满心怪异。明明只是治病，韩琪琪这个表情他都忍不住想歪了，更别说楚瑶瑶了。韩琪琪笑着说道，好，那去房间吧。话音落下，小脸蛋更加红润了起来。楚瑶瑶都看呆了，韩琪琪今天本来就化了妆，还穿了性感的小裙子，往日雷厉风行的她今天还露出了这般娇羞的表情，她都已经开始怀疑这不是韩琪琪了。什么情况啊？她懵了，隐隐的她已经感受到了让杨晨给韩琪琪治病就是一个错愕的决定。本想炫耀一下，没想到出事了，她粉拳紧握，心里面瞬间警惕了起来。没等多想，韩琪琪便已经伸着手臂往他这边走了过来，轻轻挽住了他。楚瑶瑶错愕地看着，这里发生的事情已经彻底打乱了他的思绪了。韩琪琪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瑶瑶，多亏你找了这么好的男朋友，医术这么好，要不然我这病恐怕这辈子都治不好了。不愧是我的好闺蜜，知道想着我。她开心地笑道，很是感动的模样。楚瑶瑶暗中攥着粉拳，那当然了，不想着你想谁啊？咱们可是最好的闺蜜。她脸蛋上同样挤出来一抹笑容，得意地说道。二女甜甜地聊着，往楼上走去。杨晨看着那2道绝美的倩影，看着风格不同的美腿，思绪却完全被他们之间的关系给吸引了。关系真这么好？他轻轻摇了摇头，迈步跟了上去，心里面却忍不住叹息，总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很快进入房间，楚瑶瑶坐在了单人摇椅上，翘着2郎腿，绝美的脸蛋上仍旧挂着娇俏的笑容。韩琪琪看向杨晨，红着脸，那我去换衣服啊，这套衣服不太方便。他笑着说道。本来是方便的，但是楚瑶瑶来了，那必须不方便了。杨晨疑惑地看了一眼，又不是连体的衣服，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好，他笑着点了点头，满心不解。楚瑶瑶黛眉微蹙，不是按摩吗？跟衣服有什么关系？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按摩怎么按的？他蹙起眉头，愈发后悔让杨晨给韩琪琪治病了。只是刚才韩琪琪在楼下说那么一番感激的话，他已经没办法后悔了。他那粉拳紧紧攥着，不多时，韩琪琪便从卫生间里面走了出来。杨晨瞥了一眼，眼睛都忍不住瞪大了几分。楚瑶瑶脸蛋上的笑容彻底坚持不住了，因为韩琪琪还是穿着那套性感的小裙子，唯一的变化是外衣不见了，只穿着个抹胸就出来了。
杨晨眼神有些尴尬，不知道该看哪里。楚瑶瑶银牙紧咬，呼吸都隐隐的急促了几分。这叫换衣服去了，这是脱衣服好不好？她笑容装不出来了，抿着嘴角，小粉拳紧紧握着。韩琪琪自然察觉到了，没跟楚瑶瑶对视，她含羞的笑着：“那我上床了哈，你再帮我检查检查吧，感觉再按一次，或许能好了。”她红着脸说道，那看向杨晨的眸中也带着一丝异样的光芒，那娇羞满面的模样格外明显。杨晨缓过神来，他被那迷人的白皙晃得有点混乱，加上韩琪琪那娇羞的模样，就更蒙圈了。啊，行。杨晨轻轻点头，应了一声。楚瑶瑶银牙紧咬，悠悠地看着，心里面的醋坛子已经被掀得天翻地覆了。杨晨的注意力也已经被那性感的娇躯给吸引了，没有注意到韩琪琪趴在了床上。好了，来吧，小陈。韩琪琪嘴角挂着一抹娇俏的笑容，羞涩地说道。杨晨稳住思绪，轻轻点头。好。他平复了半天，他凑到了床边，这才开始检查。楚瑶瑶粉拳紧握，小眼神都已经酸溜溜的了。这按摩到底什么怎么按的？是正经按摩吗？杨晨将手伸向了那纤细的小蛮腰，仔细的检查着。楚瑶瑶酸溜溜的盯着。韩琪琪趴在床上，脸蛋上带着些许的心虚，有些紧张。她担心被杨晨看穿。没什么问题了呀，怎么会还疼呢？杨晨皱着眉头，疑惑的呢喃。韩琪琪被齿轻咬，愈发心虚了。我也不知道，要不你再给我按一次吧，没准就好了。他不太自然地说道。本来是想用这次按摩来跟杨晨好好聊聊，挖过来，现在楚瑶瑶来了，挖不成了。但是可以刺激一下楚瑶瑶。杨晨沉吟了一下，轻轻点头。行，那我按了。他坐在了床边，双手缓缓搭在了韩琪琪那纤细的腰肢上。韩琪琪娇躯微微一颤，他轻轻应了一声。楚瑶瑶在那边看着，他心中满是羞耻的感觉。杨晨开始按揉了起来，韩琪琪那脸蛋上的表情也逐渐变成了享受。楚瑶瑶银牙紧咬，小眼神已经酸透了。这么按摩的？她轻咬着嘴唇，呼吸微微急促，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就不逞这个强了，亏大了呀。她气鼓鼓地坐在那里，小眼神很是幽怨，却只能硬挺着。韩琪琪那享受的表情，她是越看越气。本小姐的男朋友还没这么给我按摩过呢，倒是给你按上了。她心里面碎碎念不断。时间流逝着，没过多久，按摩结束了。好了，杨晨缓缓说道，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终于结束了。虽说治病的时候已经很专注了，却仍旧感受到了背后那酸溜溜的小眼神。不用想也知道什么情况。楚瑶瑶撅着小嘴，悠悠地瞪了杨晨一眼，醋意大发。韩琪琪也从那舒缓的感觉中清醒了出来。她坐直了身体，轻轻摆动双臂，摇晃着娇躯，仔细感受着腰间的变化。杨晨看不得这场面，急忙将目光挪向了窗外。楚瑶瑶感受到了这一细节，哼，算你识相。她耸了耸小鼻头，不满地盯着韩琪琪那性感的娇躯。有什么好显摆的？谁没有呀？她下意识地站直了身体。韩琪琪却并没有显摆的意思，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好像更舒服了呢。她惊喜地说道。本来还担心如果按摩多了会不会有副作用呢，现在已经完全不用担心了，只有满满的惊喜。她的腰确实更舒服了。杨晨笑着说道。舒服就行，这次应该肯定不会出问题了。要你坚持吃，用不了多久就能痊愈了。楚瑶瑶闻言，那酸溜溜的美眸之中再次闪过一抹惊讶的光芒。痊愈？杨晨竟然真的把韩琪琪给治好了。他那惊奇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根本无法理解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厉害。正如韩琪琪所想，上次他无非只是想炫耀一下杨晨的厉害而已。他清楚韩琪琪的病，那么多名医都没有治好，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真的被杨晨给治好了。他被齿轻咬，美眸中金光闪烁着。帅气，能打，单纯好调戏，医术还这么好。这么好的男朋友去哪里找？那美眸之中流光婉转，想赶紧拿下杨晨的心思愈发的迫不及待了。韩琪琪同样用力点头。好，那个小表情很是乖巧。这也让楚瑶瑶顿时开心警惕了起来，严重怀疑是不是韩琪琪见到了杨晨的优秀，也动了追求的心思了。哼，虽然咱们是好闺蜜，但晨晨可是我的。她眼珠轻轻转动，思索着对策。琪琪，天凉了，赶紧把衣服穿上吧，别冻坏了。她上前2步，笑着说道。韩琪琪抬眸跟楚瑶瑶对视了一眼，漂亮的脸蛋上满是笑容。不用，不冷，刚被你男朋友按了几下，现在感觉身体里面很火热呢。她露出了激动的笑容，回应道。杨晨看着满面笑容的二女，那种熟悉的感觉再次出现。
真是友好的交流吗？怎么看怎么不像。楚瑶瑶脸蛋上保持着笑意，粉拳却暗自紧握了起来。这么爱显摆，两团破肉，好像谁没有似的。他没法多说，转移了话题，得意地笑道：怎么样，我男朋友医术厉害吧？虽说后悔，但毕竟已经发生了，这个面子还是得要的。韩琪琪抬眸看了杨晨一眼，那嘴角也迅速扬起了一抹若有深意的弧度。厉害，太厉害了！瑶瑶，你都不知道，我已经花了那么多钱，见了那么多医生了，都没办法，没想到竟然被你男朋友治好了。你男朋友太好了吧？他情绪激动地说道。这激动不是装的，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病竟然还能好，那种心情无法形容。楚瑶瑶得意地笑着，从小到大恭维无数，她对普通的赞美已经早就免疫了，但韩琪琪可不一样，她的夸赞让本就爱面子的楚瑶瑶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那当然了，她笑盈盈地说道。只是话音落下之后，隐隐的感觉好像有些不对劲。我男朋友太好了，不是应该说太厉害了吗？她狐疑地看了一眼，愈发防备了。韩琪琪却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将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脸上，那美眸中流光婉转。楚瑶瑶黛眉微蹙，愈发感觉不对劲了。杨晨也被看得有些别扭了，他笑着说道：对了琪琪，有个事儿正好想找你帮忙呢。韩琪琪跟楚瑶瑶同时愣神，什么忙呀？韩琪琪美眸中泛起一抹金光，笑着问道：很感兴趣。杨晨眸中寒芒一闪，我想找孙有为，你能找到他在什么地方吗？孙有为。楚瑶瑶目光微凝，粉拳紧握，那美眸中瞬间满是感动的光芒。杨晨是要给他报仇吗？他抿着小嘴，哼，还说不喜欢本小姐呢，这么着急给本小姐报仇，果然口是心非的男人。他幽怨着，嘴角却控制不住的扬起一抹开心的笑意，刚才的醋意都减退了许多。韩琪琪同样也是这么想的，抬眸看了楚瑶瑶一眼，他这才笑着说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就这个啊？当然能找到了，你想什么时候找他啊？我直接带你去。话音落下，心里也泛起一丝焦急，本以为杨晨对楚瑶瑶不感兴趣呢，没想到杨晨这么着急就要报仇了，这么在乎瑶瑶吗？他隐隐的有些焦虑了起来。挖杨晨的事情他可是势在必得的，如果杨晨对楚瑶瑶没感情还好啊，要是有感情可就不好办了。杨晨笑着说道：不用了，你给我个地址就行。孙家是不是挺厉害的？还是别把你卷进去了，别有什么麻烦。韩琪琪惊讶地瞥了一眼，很快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来，说道：没关系，我就是跟着凑凑热闹，而且一个孙家还不敢动我。话音落下，便若有深意地看着楚瑶瑶，轻轻撇了撇嘴，虽说有点不服气吧，但这话还真反驳不了。整个学校都没人敢动韩琪琪。杨晨诧异地看着，很是惊讶，本以为自己已经大概知道韩琪琪的地位了，却没想到还是低估了。这小丫头这么厉害的吗？到底什么身份啊？他沉吟着。韩琪琪笑着说道：行了，就这么定了，我带你去。放心吧，影响不到我的。再说了，你把我的病治好了，就算影响又怎么样？我又不怕，把我惹急了，我帮你灭了孙家。那小眼神从楚瑶瑶的脸上扫过，落在了杨晨的脸上，挥了挥小拳头，小模样娇俏又可爱。楚瑶瑶贝齿轻咬，心里面愈发的焦急了起来。这可是韩琪琪啊，在这装可爱，完了，这女人肯定也喜欢上杨晨了。她面不改色，心底却思索着怎么防备。杨晨见到韩琪琪坚持，便也没有多想什么。行，那就你带我去吧。他笑着说道。韩琪琪嘴角扬起一抹笑意，问道：你想什么时候去啊？杨晨眸中金光一闪。现在。楚瑶瑶闻言都没有心思防备韩琪琪了，完全被那开心的情绪给填满了。哼，这还像个男朋友。殊不知杨晨只是担心待会儿时间不够了而已。韩琪琪也没啰嗦，迅速打电话开始安排了起来。10分钟，地址到手。杨晨也早就已经适应了韩琪琪调查消息的速度，同样激动了起来，那眸中满是狠色。想到孙有为的所作所为，心里面的怒火根本控制不住。不多时，杨晨驾车离开了别墅。楚瑶瑶本应跟韩琪琪一起坐在后排的，只是今天发生的事情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坐在副驾驶，韩琪琪自己坐在后排。这件事情，韩琪琪自然没法争。尽管二女现在已经心知肚明了，可都还在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样子。杨晨也根本无心理会他们两个了，思索着怎么报仇。幸运中餐厅，奔驰缓缓驶入餐厅外面的停车位里。临近中午，生意火爆，基本所有的位置都有人在坐了。韩琪琪笑着说道：小陈，
孙有为就在这家餐厅里面呢。这餐厅是他的。杨晨眉头一挑，忍不住打量了一眼，餐厅很高级的样子，果然有钱人。好，走吧，进去看看。杨晨在餐厅里面扫了一眼，推门下车，往餐厅里面走去。没走几步，一条白皙的小手从他手臂下面穿了过来，轻轻挽住了他。杨晨侧头看了一眼，楚瑶瑶绝美的脸蛋上噙着一抹浅浅的笑意，目视前方，小眼神很是傲娇。韩琪琪轻轻撇了撇嘴，迈步来到楚瑶瑶的右侧，并肩前行，转了一圈，找到了位置。到饭点了，该吃饭了，正好杨晨也能等等机会。韩琪琪跟楚瑶瑶凑到一起点菜，杨晨则是默默地扫视着周围，熟悉着环境，心里忽然感觉有些遗憾，来得匆忙，没机会准备，不然他说什么也得给孙有为准备一个终生难忘的礼物。算了，下次。他收回了目光，心里仍旧怒火燃烧。点完菜了，韩琪琪跟楚瑶瑶开始闲聊了起来。自从他们坐下之后，原本喧闹的餐厅都安静了不少，多数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二女的身上。没办法，太吸睛，不管是谁都是万里挑一的绝绝美女，她们两个坐在一起，回头率自然100%。二女早就适应了，杨晨的心思放在孙有为的事情上，也没在意。不多时，上菜了，三人纷纷拿起筷子吃了起来。楚瑶瑶轻轻咬着筷子尖，一双眼眸悠悠转动着。很快，那性感的阴唇勾起一抹坏坏的弧度，她夹起了一块肉送到了杨晨面前。来，吃这个，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她脸蛋上带着甜甜的笑容。韩琪琪悠悠白了一眼，没有说话，好奇地看着杨晨。杨晨一阵尴尬，这熟悉的套路啊，上次是那个杨建明，这次是韩琪琪，但是不一样啊。韩琪琪已经知道他们不是男女朋友了。啊，好。她笑了一声，将碗端了过去。楚瑶瑶轻轻撅起小嘴。啊，她张开小嘴示意。杨晨嘴角顿时微微地抽扯了几下，刚才他看到楚瑶瑶咬筷子了呀，韩琪琪盯着呢，那个尴尬的感觉仿佛是在被人盯着做什么坏事似的。楚瑶瑶目光灼灼，她也不好拒绝，她张开了嘴巴。韩琪琪见状抿了抿嘴，收回目光，也没揭穿。楚瑶瑶将筷子送进了杨晨的嘴巴里面，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杨晨低头吃了起来，说不出什么感觉。楚瑶瑶不时地跟杨晨互动一下，本想刺激刺激韩琪琪，却惊讶地发现韩琪琪始终没有任何的反应，好像没看到一样。楚瑶瑶黛眉微蹙，很是不解，什么情况？这也不是韩琪琪的性格呀，她没想明白，但是也不重要，反正跟杨晨的互动让她很开心了。时间流逝着，不多时，一顿饭吃完了，杨晨放下了筷子，视线放到了餐厅深处的位置。孙有为，该你了。楚瑶瑶一双美眸盯着杨晨，想到他要给自己报仇，心里面说不出的激动和期待。韩琪琪那美眸中同样金光闪烁，他要怎么报仇？没等多想，杨晨便抬头跟他对视上了。他在哪儿啊？吃饱了，该找他去了。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韩琪琪目光微凝，这杨晨从小到大经历无数场合，对于人的气质格外敏感。杨晨的转变，他清楚地感知到了。他很惊讶，隐隐感受到杨晨似乎还不只是他看到的这么多。杨晨低估了他，他同样低估了杨晨。直接去找，你不怕有麻烦啊？人家报警你怎么办？韩琪琪嘴角噙着笑意问道。杨晨笑着说道，怎么说也是孙家的少爷，不能这么不要脸吧？韩琪琪单手撑着下巴，那谁能说准？楚瑶瑶见状撅着小嘴，只是她根本插不上嘴。杨晨沉吟了一下，你有什么好办法呀？他问道。韩琪琪轻轻靠在椅子上，嘴角噙着一抹得意的笑容。简单。话音落下，缓缓翘起二郎腿，那小表情微微转变，气场逐渐显露了出来。只见他抓着一张盘子，随手一挥，啪，盘子掉在了地上，应声碎裂。杨晨微微愣神，眼神中满是疑惑的光芒。楚瑶瑶倒是见怪不怪了，二女本就吸睛，这个动静更是瞬间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几个服务员迅速跑了过来，女士，请问这是怎么了呀？其中一个服务员脸上带着招牌式的笑容，询问道。整个餐厅都安静了下来。韩琪琪淡淡的说道，太难吃了，你们这什么鬼餐厅？会不会做菜？杨晨这才幡然醒悟，笑着等待着。服务员笑着说道，美女，可能是我们餐厅的菜不合您口味吧，实在抱歉。韩琪琪黛眉微蹙，没想到服务态度还挺好，可惜这是孙有为的餐厅。他不屑一笑，冷淡地说道，大江南北的菜我吃遍了，
还真没吃过这么难吃的。替我转告你们老板，不会做餐厅就别做，浪费这么好的地方。那服务员面色微变，艰难地挤出来一抹笑容。刚张嘴，你会做你怎么不做？一个吃饭的还嘲讽上我们老板了，你算什么东西？忽然一道愤怒的呼喊声从后面响起，是个服务员，还算有点姿色，正满脸怒容地冲了过来。韩琪琪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上钩了。那服务员到了身前，满面怒容，很是气愤地凝视着韩琪琪。楚瑶瑶打量了一眼，俏脸微寒。虽说还是在气愤刚才吃醋的事情，但毕竟现在是在办事，还是要一致对外的。杨晨倒是省心了，默默等待。韩琪琪眯了眯眼，眼神中闪烁着冷意。你说我算什么东西？他冷冷凝视，冰冷的气息发散。杨晨眉头一挑，有些惊讶。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韩琪琪的气势，果然不简单。到底什么人？他忽然好奇了起来。服务员被韩琪琪的气势给吓了一下，旋即便再次强硬了起来。维护老板呢，怕什么？他有了底气，喝道：说的就是你，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说我们老板开的店不行？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提到身份，更是底气十足了。韩琪琪俏脸微寒，贱人！他站起身来，一个耳光便扇在了服务员的脸上。啊！那服务员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周围众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想到这位美女出手如此果断。杨晨嘴角噙着一抹笑容，楚瑶瑶同样露出了看戏的表情，趴在了椅子背上。服务员抬起头来，满脸怒意：你敢打我？保安，保安呢？快过来，有人闹事！他扯着嗓子便开始呼喊了起来。噔噔噔，不多时，餐厅里面便冲出来4个保安。杨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不愧是孙家的地方，餐厅都配保安的。韩琪琪面色清冷地站着，冷淡地盯着那几个保安。服务员站起身来，捂着脸，满面的尖酸。他指着韩琪琪，愤怒呼喊道：这个贱人侮辱咱们老板，还打我，快把他赶出去！几个保安听闻此言，眼睛都绿了。侮辱老板！他们迅速将目光放到了韩琪琪的身上，当见到那迷人的姿色之后，眼睛绿得冒光。好美！他们一个个邪笑了起来，迈步上前。美女，侮辱我们老板，那只能得罪了。保安队长冷笑不止，冲在前面，手已经迫不及待地伸向韩琪琪了。那服务员嚣张地笑着，目光阴狠。韩琪琪嫌弃地看了一眼，坐了下去，一双美眸落在了杨晨的脸上，那脸蛋上迅速扬起一抹笑意。小陈，剩下交给你了。那个音调还带着几分娇俏可爱的感觉。楚瑶瑶闻言抿了抿嘴，恶心，哼。杨晨笑着点头，好，辛苦。韩琪琪没有回应，等待着看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看杨晨出手了。楚瑶瑶亦是如此。保安队长却看都没看，冷笑着说道：美女，交给谁都没用了，跟我走吧。话音落下，猛地伸手按向了韩琪琪的香肩。韩琪琪厌恶地看了一眼，动都没动。果然，就在保安队长手马上触碰上去的那一瞬间，一只手猛地伸过来，攥住了他的手腕。他的手瞬间停顿。韩琪琪见状，嘴角情不自禁地勾起一抹弧度。虽说只是一件小事，但证明了他的信任并没有错。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相信一个男人。保安队长眉头紧皱，犀利的目光瞬间放到了杨晨的脸上。坏我好事，还敢还手，找死！他二话不说，收回手臂便想要一拳头抡上去。尴尬的是，手臂没有抽出来。他愣住了。只见杨晨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呢喃道：这就动手，你们好嚣张啊！话音落下，连带着保安队长的手臂直接往他脸上抽了过去。啪！那清脆的声音在餐厅内回荡着。杨晨控制着他的手抽了他自己一巴掌，还十分有力道。啊！保安队长瞬间发出了一声哀嚎，脸上出现了一道明显的巴掌印。他抬起头，目光狠厉。妈的，敢打我，给我打，狠狠地打！他一声怒喝。其他3个保安抽出警棍，迈步便冲向了杨晨。杨晨眸中寒芒一闪，他双腿用力，直接从楚瑶瑶的椅子上飞跃了出去，一脚狠狠地踹在了为首保安的胸口。啊！保安惨叫一声，倒飞而出。楚瑶瑶跟韩琪琪眼眸同时一亮，好帅！杨晨身体稳稳落地，剩余2个保安整齐地冲了过来，他一记回旋腿鞭甩了过去。啪啪！脚掌踢过2个壮汉的面庞，那强壮的身影瞬间侧飞而出，伴随着痛苦的哀嚎。砰砰！眨眼间，4个壮汉都已经倒在了地上，一个个痛苦地扭动着身躯。服务员懵了，围观众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眼神中尽是迷茫，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呢？怎么就都倒下了？
楚瑶瑶跟韩琪琪看得很是激动，美眸中金光爆闪，好帅气！如此犀利的身手，让韩琪琪想要挖人的冲动愈发强烈。杨晨那冰冷的目光放到了服务员的身上，咕咚，服务员艰难地吞咽口水，身躯一颤，瞬间出现了一股如同被猛兽盯上的感觉。他慌了，你，他颤颤巍巍地张嘴，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韩琪琪深深地打量了杨晨一眼，他嘴角缓缓扬起一抹笑意，打你算欺负你，给你机会把你们老板喊来，要不然骂我的事情就只能找你解决了。他朱唇轻启，冷淡地说道。杨晨目光清冷地盯着他，不善言辞，这些话交给韩琪琪来说正好，毕竟是来人家的地盘找事儿，确实要谨慎，万一被抓到什么借口被人报警啊，苏雅就彻底危险了。这服务员眼神中已经满是慌乱的光芒，这才隐隐察觉到自己好像踢在铁板上了，只是他可是在维护老板。哼，他强硬了起来，愤怒地说道，在我们餐厅闹事，你们死定了，小红，快去叫老板。他转身对着另外一个服务员呼喊道。那服务员迟疑了一下，转身冲进了餐厅深处的位置。周围众人面面相觑，纷纷放下了筷子，默默看戏。楚瑶瑶仍旧娇俏可爱的趴在椅子靠背上，一双美眸悠悠地打量着杨晨，那帅气的动作感觉怎么看都看不够似的，真帅。他脑袋轻轻一歪，笑得有些花痴。杨晨倒是没有注意到，他冰冷的目光凝视着餐厅深处的位置，心中怒火燃烧。上次打轻了，这次必须狠狠教训。可惜来得匆忙，没时间给这孙有为配点药便宜他了。时间流逝，整个餐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静。不多时，沉重的脚步声从餐厅深处响起。安静的环境，那脚步声尤为突出。只见一群人缓缓从餐厅深处走了出来，为首之人穿着西裤和灰色衬衫，举手投足间尽显贵气，赫然便是孙有为。杨晨眯了眯眼睛，心中的怒火升腾到了极致。楚瑶瑶粉拳紧握，美眸中满是恨意，这是差点害死他的人啊。韩琪琪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心里面愈发期待了起来。他很好奇杨晨会怎么处理，本以为自己算是很了解杨晨了，却忽然发现这件事情上他根本无法预料。孙有为的身后还跟着几个目光犀利的黑衣壮汉，那凶悍的感觉，战斗力明显跟保安不是一个级别的，浑身都透着犀利的感觉。孙有为双手插兜，缓步前行，清冷的目光跟杨晨对视着，尽管脸上没有表露，可眸中却满是冷意。服务员见状瞬间硬气了起来，冲了过去，抬手指着杨晨他们的方向，少爷，您终于来了，这几个贱人不但侮辱咱们餐厅，还侮辱您，还在这闹事。他满面怒容地说道。孙有为始终凝视着杨晨，没有回应，径直地来到了杨晨三人的面前。又是你，我还没去找你呢，没想到你找上我了。他冷淡呢喃，话音落下，那眼神之中闪烁着冷厉的寒芒。上次的仇还没报呢。杨晨眯着眼睛，怒火已然隐忍不住了。刚想说话，韩琪琪那随意的声音响起，原来这的老板是你啊。杨晨忍住了话语，继续等着。孙有为眉头皱起，他的注意力始终都放在杨晨的身上，这才察觉到那边还坐着两个美女呢。他视线扫过楚瑶瑶，微微停顿。楚瑶瑶粉拳紧握，那美眸之中满是恨意。孙有为没有停顿，视线继续挪动，放到了说话的韩琪琪身上。他眉头微微皱起，认真打量。服务员却忍不住了，凑到了孙有为身边，抬手一指，喝道：少爷，就是这个贱人侮辱您的。韩琪琪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听到了吧，我在你这让你的服务员骂了啊，你准备怎么解决？他仍旧展示着那强大的气场，冷淡地盯着孙有为。孙有为眉头紧锁，他感觉这韩琪琪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来是谁。这气场服务员却忍无可忍，怒骂道：你这种贱人，骂你都是便宜你，我们少爷都来了你还敢嚣张，知道我们少爷是谁吗你？他趾高气扬，狗仗人势的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韩琪琪眯了眯眼睛，直至此时，孙有为幡然醒悟，瞳孔都微微震了一下。他二话不说，回身便是一个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服务员的脸上。闭上你的狗嘴！他一声怒喝，啪！啊！那清脆的耳光声伴随着服务员那哀嚎的声音，同时响起，服务员一个趔趄倒在了地上，捂着脸，抬起头来，不可思议地盯着孙有为。这周围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眼神中尽是迷茫。杨晨也很是意外。孙有为指着他，怒喝道：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这就是你的服务态度吗？服务员被吓到了，不敢出声，满脸迷茫。孙有为这才将目光放回到了韩琪琪的身上，露出了客气的笑容。不好意思，韩小姐，误会。
实在抱歉。他抢笑着说道，心里面也满是不解。韩琪琪怎么会在这里？他视线扫过楚瑶瑶，这才隐隐的有些明悟，心里面也暗怒了起来。只是此话一出，周围众人彻底惊呆了。韩小姐，这可是孙家的少爷啊，竟然称呼她是韩小姐，这女人什么身份啊？那服务员也傻眼了，他迷茫地看着韩琪琪，心里面瞬间出现了一股极致的慌乱。真的踢在铁板上了。韩琪琪眸中闪烁着冷意，淡淡的说道，我挨骂半天了，你一句误会就解决了。那强势的气息没有半点减退。杨晨看明白了，这韩琪琪的身份绝对不只是比孙有为高一星半点啊，这么厉害的。他反倒是不着急了起来，任由韩琪琪处理。孙有为眯了眯眼睛，他背负着双手，沉声喝道，贱人，韩小姐是你能辱骂的，还不给韩小姐跪下道歉？那声势倒是很足。服务员吓得干颤，急忙对着韩琪琪跪了下来。对不起韩小姐，我狗眼看人低，我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我错了。他颤颤巍巍地说道。周围众人面面相觑，本以为杨晨等人是自寻死路，没想到竟是这般转变。韩琪琪冷冷地看了那服务员一眼，滚！服务员根本不敢有任何的迟疑，感谢几句，急忙起身往后面冲了出去。孙有为冷冷地看了杨晨一眼，韩小姐，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翻篇了？实在抱歉。他脸上恢复了笑容，说道。韩琪琪淡淡的说道，我这可以翻过去了。孙有为笑了起来，那就好。韩琪琪却话锋一转，那难道？但是我朋友这还没过去呢，他脾气不好，可不太好哄。你们的保安差点把我朋友打了，这件事又该怎么解决呢？话音落下，便笑盈盈地看向了杨晨。杨晨与之对视了一眼，本来不想把韩琪琪卷进这件事情里面来的，没想到他自己主动进来了。他倒是也能理解，韩琪琪可是性情中人。孙有为脸上的表情微微凝固了下来，他将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脸上。朋友，他拳头紧握，眸中闪烁着纠结的光芒。韩琪琪的面子没法不给。他沉吟片刻，笑着说道，韩小姐，所以你这是带你的朋友来我这平事儿来了？我们上次是有些矛盾，你这是解决矛盾来的？除了这个理由，他想不到还有什么理由能让杨晨这么大胆的来找他。韩琪琪淡淡的说道，你想多了。孙有为眯着眼睛，想多了吗？他咬紧牙关，冰冷的凝视着杨晨。哼，没想到你还有这人脉，既如此，行，那我就给韩小姐一个面子，上次打我的事情一笔勾销吧。虽然不甘心，但韩琪琪在这，他又理亏。周围众人脸上露出了木讷的表情。杨晨打过孙有为，韩琪琪美眸之中都闪过一抹错愕的光芒，他也没想到还有这事。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我在你们餐厅被你们的保安打了，现在你跑着跟我说一笔勾销，孙有为，你脑袋进水了？他淡淡的说道。孙有为眉头紧锁，脸上露出了怒容，不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他眯着眼睛快速思索，不确定杨晨跟韩琪琪到底什么关系。那你想怎么样呢？他冷冷地问道。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并未提及楚瑶瑶跟苏雅的事情。简单，你也学学刚才那个服务员，跪下给我道个歉，并保证以后再也不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可以饶了你。他冷淡地说道，目光清冷。本就是找事儿来的，自然不会让这件事情和平解决。嘶！周围响起了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眼神之中尽是迷茫。这小子疯了！虽说是仗着韩琪琪，但是韩琪琪都不敢提这种要求吧？怎么说也是孙家少爷啊！楚瑶瑶美眸之中金光爆闪，激动地握紧了小拳头，霸气，帅呆了。他心里面已然迫不及待了。韩琪琪俏脸上同样露出了一抹错愕的表情，他想用自己的身份来帮杨晨一把，让杨晨出气就算了，没想到杨晨不用啊。这句话可不只是为了出气来的，他心里同样期待了起来。孙有为眯着眼睛，眼神之中闪烁着冷厉的寒芒，怒火疯狂蹿升。你疯了？你在跟我说话？他眯着眼睛冷声质问，拳头都紧握了起来。这么多人看着，他的面子往哪儿放？杨晨同样怒火升腾，你说呢？四目相对，浓烈的火药味儿瞬间便在餐厅内弥漫开来，不少人都屏住了呼吸。孙有为目光中寒芒闪烁，旋即便看向了韩琪琪。韩小姐，你看到了，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这人疯了。他冷笑着说道。韩琪琪瞥了杨晨一眼，思索了一下，这才轻轻靠在了椅子上面。跟我没关系，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他淡淡的说道，
表明了立场。本想帮杨晨，但是杨晨明显是不需要的，那他自然也不会限制了。此话一出，孙有为嘴角瞬间勾起一抹阴冷的笑意。小子，跟韩小姐没关系啊？他冷笑着说道。杨晨点了点头，确实没关系，正好给你机会了，咱们新仇旧账一起算，楚瑶瑶跟我们苏总的事情也算一下。话音落下，那眼神之中瞬间寒芒爆闪，冰冷的气息弥漫开来。孙有为恍然，他摇头晃脑，不屑地笑道：小子，你他妈怎么敢的啊？话音落下，身后几个壮汉纷纷上前几步，那凶悍的目光凝视着杨晨，火药味浓烈到极致，战斗一触即发。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杨晨，轻轻摆手。韩琪琪有些担忧地看了杨晨一眼，这才起身拉着楚瑶瑶离开了战场。孙有为瞥了一眼，无奈地笑着。杨晨目光清冷，那难道……孙有为，记住这次的教训，下次再敢打苏总的主意，你小命难保。语气平淡，但是还没打呢就说这种话，嚣张至极。孙有为脸上露出了阴冷的怒容。替你苏总来的。他压低了声音，冷笑着说道：小子，这是你自己来送死的，放心，我先不弄死你，等我拿下你们苏总之后，让你观战啊。话音落下，那笑容也瞬间猥琐了起来。此话一出，杨晨彻底炸了，怒火疯狂弥漫，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了。话音落下，眸中瞬间满是阴冷的寒意，他不再犹豫，攥紧拳头便直接往孙有为的脸上抡了过去。孙有为没想到杨晨会忽然动手，愣住了。少爷小心！其中一个壮汉眉头瞬间紧锁，提醒的同时也迅速出手。可惜来不及，孙有为大脑出现短暂的空白，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杨晨那骨节分明的拳头已经到了面前了。砰！啊！剧痛来袭，孙有为瞬间便发出了一道痛苦的哀嚎声。他捂着脸倒退2步，跌坐在地上，鲜血顺着嘴角流淌而出。这周围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谁也没想到杨晨出手如此果断。惊了，孙家的少爷都敢打，这是真疯了啊！韩琪琪跟楚瑶瑶美眸之中则是闪烁着金光，激动地看着，小粉拳都情不自禁地开始紧握了起来。他们格外期待。畜生，找死！刚才说话的那个壮汉眯着眼睛，一声怒喝，他攥紧拳头，毫不犹豫便直接往杨晨的头上攻击了过去，目光狠厉。其他4个壮汉也瞬间围拢而来。杨晨眼神之中寒芒一闪，才刚一拳，远远不够呢，那自然不能留手。他侧身闪避，欺身而上，手臂横起，直接狠狠地砸在了壮汉的脖颈上面。那壮汉面色瞬间一片涨红，闷哼一声，捂着脖子痛苦地倒在了地上，呼吸艰难。另外3个壮汉到了，他们满面凶悍，同时进攻。杨晨眯着眼睛，左手撑着桌面，身体腾空而起，扬腿便直接横扫而去。最前面的壮汉想竖起手臂抵挡，却完全低估了杨晨的力量。杨晨的腿轻松突破了他的防守，连带着他的手臂狠狠地踢在了他的脸上。啊！壮汉应声倒地。杨晨刚站稳，另外2个壮汉也已经冲到了他身前，挥拳进攻。他倒退2步，躲避拳头。2个壮汉再次欺身而上。就在这时，杨晨脚下猛然发力，一个箭步冲到了2人身边，挥拳攻击。那壮汉眸中闪过一抹狠意，沙包大的拳头直冲而来，硬碰硬，咔！啊！下一刻，骨裂的声音伴随着痛苦的哀嚎声响起，壮汉手腕都变形了。杨晨一记摆拳将他放倒在地，闪身躲避最后一人的同时，旋转身体一个摆拳砸出。那壮汉根本没想到杨晨攻击如此之快，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砰！拳头结结实实地抽在了他的脸上，瞬间牙齿纷飞，他哀嚎一声，倒地不起。杨晨收拳，肃然而立，冰冷的目光凝视着地上的孙有为。静！整个餐厅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围观众人不自觉地屏住呼吸，一个个眼神之中满是震撼的光芒。这特么还是人？韩琪琪攥着粉拳，美眸中金光爆闪。好强！杨晨的身手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那股想要把杨晨挖过来的感觉强烈到了极致，忍无可忍的地步了。楚瑶瑶目光炙热，呼吸急促，那一双美眸紧紧地凝视着杨晨的身影，完全沉醉在那帅气的感觉当中，甚至连报仇都已经不重要了。太帅了好吧，这也太帅了啊！他那绝美的容颜上满是花痴的表情，内心在呼喊着：不行不行，拿下，必须拿下，说什么也得拿下。这么好的男人啊！那股想要将杨晨拿下的冲动在此刻同样浓烈到了极致，小心脏在疯狂的乱跳。咕咚！孙有为艰难地吞咽口水，张了张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眼神之中满是木讷，脸上的疼痛都感受不到了。他自然知道杨晨实力恐怖，所以自从上次被打之后，特意从家族里面调遣出来4个只能打的侍卫来贴身保护，防的就是这个。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杨晨的实力竟然恐怖到了这种地步啊！4个高手啊，还是逃不过被秒杀的命运。未曾多想呢，便见到杨晨已经往他这边缓步走来，冰冷的目光凝视着他，强大的气息仍旧弥漫着。孙有为慌了，他咬紧牙关，低沉地喝道：“你想好了，这是我的地盘，我的人已经往这边赶了，你动我一下，今天肯定不会让你活着出去的。”他艰难地往后挪动身体，故作强硬，只是内心慌的一批。杨晨那冰冷的目光让他感觉自己好像被什么洪水猛兽给盯上了，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杨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是吗？那你猜猜是我先死，还是你先死？”那随意的语气让孙有为内心的慌乱浓烈到了极致。关键是杨晨的脚步没有丝毫的停顿。你他半躺在地上艰难张嘴，却已经找不到什么能威胁到杨晨的话了。杨晨却已经到了身前：“你做了什么你最清楚，这次找你是临时起意，没准备好，同时也是最后的警告，记住了，要是再做什么让我不开心的事情，我要你命。”最后4个字，目光尤为狠厉。那沉重的话语让在场所有人心头一颤，满含杀意。首当其冲的孙有为更是一阵狂颤，寒意从脚心直奔脑海，哆嗦的根本说不出话来。韩琪琪那美眸中金光爆闪，这个气势好绝。他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看向杨晨的眼眸都在放光。这种人才怎么可以在那个小小的雅运集团？他愈发的着急了。楚瑶瑶丝毫没有察觉，完全沉浸在杨晨的帅气之中了，脸蛋上满是花痴的模样。他爱惨了。孙有为被惊吓得说不出话来，还没组织好语言呢，便见到杨晨眼神中寒芒爆闪，抬腿便往他脸上踢了过来。那尖锐的疼痛啊！孙有为发出了惊天的哀嚎，身体瞬间贴着地面平移了出去，撞翻了一张桌子，又狠狠地撞在了墙壁上面，饭菜洒落，鲜血流淌。孙有为痛苦难耐，狼狈至极，周围众人惊呆了。杨晨一脚将拦在中间的桌子踢飞，面容冰冷地继续靠近。孙有为无心痛苦，颤颤巍巍地说道：“别打了，别打了。”说话都已经含糊不清了。杨晨却没有丝毫的迟疑，左手抓住孙有为的衣领，右手抓住他的裤子，轻轻用力，便将他举过头顶。他用力一甩，啊！孙有为如同小鸡子一般被丢了出去，撞击在柱子上之后，又狠狠地砸在了地面。咕咚！周围响起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都傻眼了。杨晨还想上前噔噔噔，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餐厅正门的位置响起。杨晨眉头微皱，停下脚步，循声望去，只见15、16个身着黑衣的壮汉从外面冲了进来，一个个身强体壮，目光狠厉，凶悍的气息瞬间便在餐厅之内弥漫开来。这周围众人惊呆了，韩琪琪跟楚瑶瑶眉头纷纷蹙起，美眸之中泛起一抹担忧。孙有为艰难起身，强忍着剧痛靠着后面的柱子，那狼狈的脸上露出了阴狠的笑容。妈的，你个狗杂种，你死定了，你他妈死定了，你必须死！他撕心裂肺地怒吼着。话音落下，那10多个壮汉也瞬间便将杨晨给团团围住了。周围众人那嘲弄的目光纷纷聚集到了杨晨的身上，冷笑不止。活该，真是不知死活。杨晨冷冷地看了孙有为一眼，说道：“看来你还是不太服气。”孙有为抻着脖子怒吼：“我服你妈！今天不弄死你，老子他妈以后不姓孙！”那眼神狠厉至极。杨晨眯了眯眼睛，轻轻活动了一下身体。这么多人确实麻烦，但是孙有为还没有教训完呢，还是得打。韩琪琪贝齿轻咬，美眸之中闪过一抹迟疑。虽说杨晨能打，但是怎么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他犹豫着。楚瑶瑶贝齿轻咬，瞬间便担心了起来。周围众人冷笑不止。孙有为在2个壮汉的搀扶下艰难起身，双眼冒火。他抬手一指：“把他给我弄死，所有的后果我负责。”他什么都顾不上了，愤怒呼喊。话音落下，一群人纷纷往杨晨的位置包围而去。孙有为呼吸急促，表情狰狞：“你他妈不是能打吗？我们孙家所有侍卫都到了，我他妈看你能打多少，给我往死里打！”那已经破音的呼喊声发泄着他心中极度的怒火。周围众人嘲弄的笑容浓郁到了极致。韩琪琪银牙紧咬，美眸之中闪过一抹坚定的光芒。不能等了，哪怕让跟孙家为敌，也必须护住杨晨。他迈步上前，朱唇轻启，刚要说话啧：“孙有为啊，你以为就你有人是吗？欺负我们杨先生没人！”忽然一道悠闲的声音从餐厅外面传来：“
此话一出，众人纷纷愣神。那群壮汉停下脚步，众人疑惑的目光纷纷放到了声音传来的方向，这才惊愕地发现外面再次进来一群人，足足20来个。他们穿着统一的西裤和黑色半袖，一个个也是身强体壮，目光凶悍。进来之后，偌大的餐厅顿时显得拥挤了起来，众人纷纷愣神。孙有为皱起眉头，疑惑地盯着。楚瑶瑶跟韩琪琪都愣住了，杨晨眼神里面都露出了一抹不解的光芒。说话的人是个寸头壮汉，很凶悍的模样，但是他并没有见过。这谁啊？很快，寸头男带着一群人从外面将一群人给围拢了起来。孙有为眉头紧锁，低沉地说道：你们是什么人？不知道我是谁吗？敢跟我作对？寸头男不屑地笑着：你耳朵塞鸡毛了？我刚才叫你名字你没听见啊？果然傻逼，就你这智商，敢跟我们杨先生作对？真他妈找死！他眼神中满是轻蔑的光芒，冷淡地说道。周围众人懵了，杨晨也有些发懵，很是不解。他扫视了一圈，被2楼一个趴在围栏上的青年吸引了注意力。青年穿着夹克，气质不凡的模样，只是杨晨同样没有见过。那青年察觉到了杨晨的目光，露出了客气的笑容，对着杨晨轻轻摆手。杨晨心里面有了猜想，那老头的人，思来想去，来宁江之后接触的好像也只有那个叫太叔的人了。他点头回应，没有多想。孙有为紧咬着后槽牙，眼神之中的怒火已经快喷出来了。有种，报名！他愤怒至极，一声怒喝。寸头男玩味地笑着说道：我是你爹！周围众人一阵无语。韩琪琪黛眉微蹙，忽然感觉那寸头男隐隐的有些面熟，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孙有为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你他妈找死！寸头男冷笑一声说道：孙有为跟杨先生作对，是你在找死，明白吗？孙有为呼吸急促，要气炸了。寸头男无心理会，看向杨晨，态度瞬间无比恭敬。杨先生，打吗？周围众人已惊惊的说不出话来了，这杨晨到底什么身份？楚瑶瑶美眸之中都满是不可思议的光芒。杨晨冷冷地凝视了孙有为一眼，他留给我，其他人你们打吧。那平静的语气在整个餐厅内回荡着。寸头男眼睛瞬间亮了，兄弟们，听到了没？给我狠狠地教训这帮兔崽子！动手！话音落下，双方人瞬间便战斗在了一起，战斗力基本相差无几，但是寸头男这边胜在人多。顷刻间，整个餐厅里面便已经满是痛苦的哀嚎声，乱成一团了。韩琪琪拉着楚瑶瑶再次离远了一些，他们同样很是不解。杨晨无心理会了，表情再次冰冷了下来，迈动脚步便往孙有为的位置走了过去。这孙有为见状，嘴角顿时狠狠地抽搐了一番，背靠着柱子。保护我，保护我！他激动地说道，看向杨晨的眸中不自觉的便浮现出一抹恐惧的光芒。2个搀扶着他的壮汉瞬间往杨晨这边冲了过来，只是还没到呢，去死吧你！只见寸头男直接一脚将其中一个壮汉给踹飞了，同时往另外一个壮汉的位置扑了过去。杨晨目不斜视，凝视着孙有为。咕咚！孙有为艰难地吞咽口水，思绪都已经开始混乱了起来。来人，来人，来人啊！他惊惧地呼喊，只是所有人都已经沉浸在战斗之中，有心无力。杨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你们孙家的人不够啊！话音落下，那眼神之中便再次闪烁着冰冷的寒芒，冰冷的气息再次弥漫。咕咚！孙有为艰难地吞咽口水，战战兢兢的，彻底慌了神，根本说不出话来。杨晨眯着眼睛，我的话记住了，今天留你性命，再动歪心思，我要你命！话音落下，欺身而上，别过来，别过来！啊！下一刻，餐厅里面瞬间便响起了孙有为那痛苦到了极致的哀嚎声。杨晨疯狂地发泄着心中的怒火，不断攻击孙有为，只有哀嚎的份。时间流逝，不多时，双方战斗结束了。寸头男这边还站着10多个人，孙家的侍卫却都已经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了。周围众人大气都不敢出，目光迷茫地看着。韩琪琪跟楚瑶瑶俏脸上同样带着不解的表情，搞不懂杨晨是哪里找来的人。杨晨也停手了，平复着呼吸。众人定睛看去，只见孙有为缩在柱子下面，鼻青脸肿，满是血迹，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了。咕咚！所有人都艰难地吞咽口水，神色木讷。谁也没想到，最后竟然是孙有为被打得如此凄惨收场。杨晨冷冷地看了一眼，心里的怒火宣泄得差不多了，毕竟是在公共场合，还是不能出人命的。如果再有下次，他眯了眯眼睛，眸中闪过一抹冰冷的杀意。孙有为倒在地上，并没有看到，但是那冰冷的气息还是让他身体狠狠地颤抖了一番，完全是本能的反应。哼！
杨晨冷哼一声，转身离开。他将目光放到了那寸头男的身上，稍有迟疑。寸头男咧嘴笑了起来，态度恭敬：“杨先生，您尽管走吧，这有我们兄弟呢。我们想打的，跟您没关系。”那个笑声很是爽朗。杨晨眉头一挑，这句话算是给他解决了所有后患，更何况还有韩琪琪在这呢。好，多谢。他轻轻点头，笑道。寸头男摆了摆手，咧开大嘴笑道：“嗨，杨先生这是哪里话，太折杀我们了。应该的，应该的，我的荣幸。”周围众人面面相觑，彻底麻木了。这小子到底什么身份啊？杨晨看了一眼，这才将目光放到了二女的身上。咱们走吧。他顺手抽出了桌上的纸巾，擦拭着拳头上的鲜血，迈步往外面走去。楚瑶瑶无心迷茫了，他再次被杨晨这个随意的动作迷得不要不要的。哇！他小粉拳紧攥着，嘴巴里面发出了一道迷恋的轻呼。韩琪琪轻轻瞪了他一眼：“别花痴了，走了。”他拉着楚瑶瑶跟上了杨晨的脚步，只是好奇的目光也在打量着杨晨的背影。这男人好像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呀。这些人哪儿来的？为什么眼熟呢？这两个问题让他很是费解。杨晨并未在一二女报了仇了，心里面格外舒畅。没走几步，忽然他注意到了楼梯拐角位置那一闪而过的身影，是刚才2楼的那个青年。杨晨脚步停顿，沉吟了一下：“你们先上车吧，我去趟卫生间。”他缓缓说道。那青年显然是在等他，既然不露面，他便也没有直说。楚瑶瑶凝视着杨晨的脸，乖巧点头：“好。”韩琪琪也跟着点头。他们两个往餐厅外面走去了。杨晨这才迈动脚步走向了那楼梯口的位置。刚上去便见到那个青年正趴在2楼窗口的位置等他呢，容貌英俊，目光犀利，气质不凡，只是那脸上却带着客气的笑容。杨晨确定自己没见过。没等说话呢，那青年便已经大步流星地走向了他的位置，激动地握住了他的双手。“杨先生，终于见到您了。”那犀利的眸中此刻满是感激的光芒。杨晨有些诧异，他笑着说道：“你认识我？”青年咬紧牙关，激动地说道：“我是太叔的贴身侍卫，杨先生叫我小刀就好。太叔的安全是我负责的，在医院那次，如果不是您，恐怕……”话音落下，表情都沉重了几分。杨晨恍然，果然是那个太叔的人，他笑着说道：“正好路过，让我遇到那件事，就是有缘分。你今天不也帮我了？”陈小刀松开了杨晨的手，目光灼灼地笑道：“凭借杨先生的身手，即使我不让人出手，那些人也根本不是杨先生的对手。没想到杨先生这么厉害。”那眼神中也已经满是赞叹的光芒了。他早就到了，亲眼看到了杨晨的一系列战斗，他自叹不如。杨晨笑着摇了摇头。车内，楚瑶瑶坐在副驾驶，冰凉的小手捂着滚烫的小脸，那脸蛋上仍旧满是激动的模样。直到现在，杨晨那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仍旧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怎么就能这么帅？韩琪琪若有所思地看着餐厅内部，仍旧想不明白。他轻轻摇了摇头，收回了目光，忽然有些惆怅。本来就怀疑杨晨对楚瑶瑶有感情，害怕不好挖过来，现在又冒出来这么多人，他愈发感觉杨晨难挖了。不行，说什么也得挖过来。他下定了决心。瑶瑶，小陈那些人哪儿来的？他故作随意，疑惑地问道。楚瑶瑶这才冷静了下来，轻轻摇了摇头：“不知道呀，管他哪里来的呢？小陈那么厉害，有人帮多正常呀。”话语之中满是小得意。韩琪琪轻轻点头，这话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楚瑶瑶忍不住开始炫耀了起来，扭回头笑道：“怎么样，我男朋友厉害吧？”韩琪琪轻轻抿了抿嘴：“厉害。”她缓缓说道，虽然态度不是那么好，但仍旧让楚瑶瑶格外开心。韩琪琪懒得多想了，反正无论如何，杨晨他挖定了。时间流逝，不多时，杨晨从餐厅里面走了出来。他跟陈小刀只是闲聊几句便出来了，除了知道陈小刀是那个太叔的人之外，其他没聊什么有营养的。他坐进了车子里面，楚瑶瑶美眸紧紧地盯着杨晨那帅气的侧脸，那种迷恋的感觉愈发强烈。琪琪在，楚瑶瑶粉拳紧握，有些隐忍不住了。她趁着杨晨侧头系安全带的空档，将娇躯凑了过去，撅起小嘴便在杨晨的侧脸上用力地亲了一下。她迅速坐了回去，小脸蛋红扑扑的，美眸中流光婉转。韩琪琪微微愣神，杨晨也捂着脸转过头来，眼神中满是迷茫。不是亲我干啥？楚瑶瑶红着脸笑道：“谢谢你替我报仇，奖励你的。”那个笑容略显羞涩。杨晨闻言，嘴角顿时狠狠地抽搐了一番。谁替你报仇了？
这才知道楚瑶瑶误会了，心头满是无奈的感觉。韩琪琪在，他还没办法多说什么。啊！他张了张嘴，没有说出什么来，驱车前行。楚瑶瑶见状撅了撅小嘴，悠悠地白了一眼本小姐亲你那么无奈。哼！只是很快思绪便再次沉浸在杨晨那帅气的动作当中了。怎么就那么帅？这个女朋友我当定了。他小粉拳暗中紧握，美眸之中满是坚定的光芒。杨晨稳住了思绪，琪琪辛苦你了。他看着后视镜里面那张漂亮的脸蛋，笑着说道。楚瑶瑶停止了思索，竖起耳朵听着，心里面也迅速警惕了起来。韩琪琪抬头对视，你治好了我的病，这算什么事儿啊？他轻轻瞪了一眼，有些不满地说道。哼！楚瑶瑶撅着小嘴，心里面轻哼一声，套什么近乎，我男朋友。杨晨笑着摇了摇头，好，那我就不客套了，我得回公司了，你去哪儿啊？我送你。他知道韩琪琪的性格，没有多说什么。韩琪琪脸蛋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才对嘛，我没什么事了，那你就送我回家吧。他笑盈盈地说道。楚瑶瑶小粉拳轻轻握起，笑得那么灿烂，勾引谁呢？不牵扯杨晨还是好闺蜜，但只要牵扯到杨晨，她现在看韩琪琪哪里都不顺眼。不多时，韩琪琪回家了，杨晨继续驱车前行。韩琪琪走了，楚瑶瑶自然就更加放肆了。她那双白皙的美腿再次搭在了中控台上，歪着身子半躺在那里，一双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杨晨。怎么就看不够呢？杨晨感受到了一阵头大，尤其是想到刚才的吻，心中满满的无奈。他愈发搞不明白这楚瑶瑶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了。我得回公司了，你去哪儿啊？他缓缓说道。楚瑶瑶轻轻抿了抿嘴，悠悠说道，那还用问吗？当然是跟着你了。唉，杨晨心里面默默地叹息了一声，只是现在还没什么理由让楚瑶瑶回去，刚打了孙有为，如果他不长记性，那孙家或许随时有可能会报复。想到这里，杨晨眸中闪过一抹冰冷的寒意，已经警告过了，如果还是不长记性，那就怪不得他心狠手辣了。楚瑶瑶感受到了那股寒意，脸蛋上的笑容瞬间收敛了几分，有些心虚地坐直了身体，双腿也放下来了。那个表情，他都隐隐有些害怕。没过多久，杨晨便将车子停在了公司门外了。下午2点，时间还早。杨晨记得苏雅让周莹莹安排晚上跟那个玛特大厦老板见面的事情，今晚有的忙了。他跟楚瑶瑶一起走出了电梯。我先回去了，你找苏总去吧。到了苏雅办公室外面，杨晨抬手一指，缓缓说道。楚瑶瑶轻轻撅了撅小嘴，不用，我跟着你就行，我去会打扰他工作的。他悠悠说道。杨晨还无话反驳，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推门进入了办公室。周莹莹放假，办公室空荡荡的。办公室没有沙发，杨晨自然回到了自己的工位坐下，轻轻靠在了椅子上。打了一架，他也累了，只是他隐隐感觉这次仍旧不会把孙有为打服。既如此，那他晚上得准备了。反正无论如何，他不能让苏雅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生活。有麻烦就要解决。楚瑶瑶转了一圈，撅起小嘴，悠悠说道。你就在这办公呀？你苏总怎么也不给你安排个沙发？这椅子坐着多累啊。那小表情很是心疼的模样。杨晨轻轻摇了摇头，不累。楚瑶瑶缓缓将目光放到了周莹莹的工位上。这里有人吗？本以为没人呢，但是上面各种各样的办公用具一应俱全。杨晨轻轻点头，有。楚瑶瑶微微愣神，疑惑地问道，男的女的呀？那小眼神再次警惕了起来。杨晨无奈地笑道，这是秘书办公室，苏总的秘书，你说男的女的？女的。小陈竟然跟另外一个女人独处一个办公室。他粉拳紧握，心里面再次泛起了一丝酸溜溜的感觉。什么嘛，一个韩琪琪还没解决呢，怎么又多出来个女秘书呀？人都没见过，他已经开始防备了。占有欲很强的他不想让任何一个女生接近杨晨。他默默思索了起来。杨晨倒是乐得清静，靠在椅子上默默休息。豪华别墅内，韩太正坐在沙发上面品茶，苍老的面容上相比之前已然红润了许多。噔噔噔，脚步声响起，陈小刀满脸激动地从外面走了进来。韩太放下茶杯，将目光投递了过去。陈小刀停在茶几前，眼神中金光爆闪。太叔，我见到杨先生了。杨先生跟孙家的孙有为有仇，刚才我让人打了孙家的侍卫，给杨先生解决了一点麻烦。他朗声道。韩太苍老的眸中闪过一抹若有所思的光芒。孙家，他呢喃了一下，继续说道，行，能帮就帮，这位小神医务必教好。你感觉他人怎么样？陈小刀拳头紧握，
激动地说道：“太强了！”韩泰闻言抬起眼眸，有些惊讶。他身手很好吗？他那天已经见识过了，却没想到能让陈小刀如此夸赞。陈小刀用力点头：“在我之上。”什么？韩泰闻言心里面都出现了一丝震惊的感觉。陈小刀的实力他一清二楚，这些年在宁江从来都没有服过谁，如今他竟然亲口承认杨晨在他之上了，那他心头震撼，思索一番，交好的念头愈发强烈了。他笑了起来，没想到小神医还有如此惊人的身手，果真人才啊！他若有所思地笑道：“对了，太叔。”陈小刀忽然想了起来，急忙说道：“还有个事情很重要，杨先生好像跟大小姐很熟。”韩泰闻言抬起头来，苍老的眸中瞬间闪过一抹金光。“琪琪，你怎么知道？”他急忙问道。陈小刀连忙回应道：“刚才杨先生是去孙有为的餐厅闹的事，大小姐是跟杨先生一起去的，坐的同一张桌。”什么？韩泰再次坐直了身体。“你露面了？”他表情微微严肃，急忙询问。陈小刀快速摇头：“没，我不知道太叔是怎么安排的，就让兄弟们出去帮的忙。我是事后单独跟杨先生见的面。”他笑着回应道。韩泰眼神中闪过一抹若有所思的光芒，轻轻点头：“好。”琪琪怎么会跟小神医认识的？他皱眉思索，有些不解。毕竟上次只是调查了杨晨的背景，并没有查太多的事情。陈小刀缓缓说道：“应该是跟雅运集团有关系吧？杨先生不是在那工作吗？那个叫楚瑶瑶的也在，跟大小姐关系很好的，他跟雅运集团的苏总有关系。”韩泰恍然：“这样啊。”他没有多说什么，皱着眉头沉思了起来。一个念头从心底浮现：能看出来琪琪跟小神医关系如何吗？他抬头问道。陈小刀摇了摇头：“这看不出来，光顾着打架了，没怎么交流。”他如实回应道。韩泰轻轻点头，苍老的眸中闪烁着金光。要是不知不觉，他的嘴角便缓缓扬起一抹笑容。“行，继续盯着，孙家无所谓，务必好好盯着小神医，不用担心什么后顾之忧。”他吩咐道。陈小刀恭敬回应：“是，太叔。”转眼间天色开始昏暗了。杨晨手机响了，惊醒了趴在周莹莹办公桌上睡觉的楚瑶瑶。她抬起头来，绝美的容颜上带着一丝朦胧。杨晨瞥了一眼，接通了电话。苏雅娜清冷的声音响起：“去哪儿玩了？下班了还不回来？”杨晨无奈地笑着：“早就回来了呀，苏总，我在办公室呢。”啊！苏雅靠脸上的表情微微一凝，有些尴尬。“啊，那你过来吧，咱们走了。”她装作无事发生非的模样，淡淡的说道。话音落下，迅速挂断了电话。她放下手机，那性感的红唇缓缓勾起一抹弧度来。“算你懂事。”不多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杨晨从外面走了进来。苏雅打量了一眼，待会儿。只是话还没等说完呢，便见到睡眼惺忪的楚瑶瑶也跟了进来。她微微愣神：“瑶瑶，你怎么在这？”她不解地问道。楚瑶瑶抬起那雪白的玉臂，抻了个懒腰，这才悠悠说道：“小陈说我自己回家危险，我就跟着来了。”杨晨忍不住白了一眼：“明明是你自己要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苏雅轻轻点头：“也对。”只是很快，那黛眉便微微蹙起，美眸之中露出一抹错愕的光芒。“小陈，他们两个的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他淡淡的瞥了杨晨一眼，心里面出现了一丝怪异的情绪。他没多想：“杨晨，一会儿陪我去见个人。”他朱唇轻启，淡淡的说道。只是说完之后，心里面那种怪异的感觉也再次强烈了几分。瑶瑶都已经称呼小陈了，他已经跟杨晨睡了2次了，却还是在直呼其名。杨晨并未察觉。“好。”楚瑶瑶闻言顿时来了精神，笑盈盈地问道：“见什么人呀？我能去吗？”那小脸蛋上满是期待的表情。苏雅微微沉吟了一下：“本是正事儿，不应该带楚瑶瑶去的，只是天已经黑了，让楚瑶瑶自己回去，她还不放心。”“行，一起去吧，你自己不安全。”他缓缓说道。话音落下，心里面也开始惆怅了起来。这小心翼翼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可惜他根本无能为力。楚瑶瑶满面欣喜：“好耶！”苏雅叮嘱道：“今天是重要事儿，到那别乱说话。”楚瑶瑶撅了撅小嘴：“知道了。”杨晨忍不住摇头轻笑：“还真是一物降一物，这位大小姐恐怕也只有苏雅能降服了。”天色黑了，杨晨将车子停在了约定好的酒店门外，三人下车往酒店里走去。苏雅走在前面，面无表情，气场全开。杨晨和楚瑶瑶跟在后面，有苏雅在，楚瑶瑶基本没跟杨晨有什么交流，只是那小眼神
还是时不时的看向杨晨。三人跟着服务员往包厢走去。苏雅放缓脚步，小声说道：“今晚应该不会顺利，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马特集团忽然宣布停止合作，他自然有预感，只是没办法，现在的出货渠道只有这边占的比重高，说什么也得努力一下。杨晨轻轻点头：“好。”很快到了包厢外面，服务员敲了敲门，恭敬地说道：“王老板，您约的客人来了，进来。”包厢里面响起了一道稳重的男人声，服务员恭敬地打开了包厢门：“请。”苏雅迈动长腿走了进去，杨晨和楚瑶瑶跟在后面。只见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正端坐在沙发上，身着名贵西装，地中海发型，身材微微发福，油腻的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苏总，又见面了。他并没有起身的意思，脸上带着笑容，随意的目光在杨晨的脸上扫过，却停留在楚瑶瑶的脸上，那眼神中金光一闪。楚瑶瑶黛眉微蹙，心里面很是嫌弃，只是想到苏雅的话，脸上便没有表露出什么来。苏雅轻轻点头：“王老板，什么原因让你撤销了跟我们雅运集团的合作呢？”他没有废话，直奔主题。王春祥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苏总还是那么直白。来，咱们边吃边聊。”他起身挪动到了餐桌的位置，拉开椅子坐了下来。服务员，上菜。苏雅沉吟了一下，坐在了王春祥的对面。服务员端着准备好的菜品走了进来。王春祥笑盈盈地看向了楚瑶瑶，说道：“这位小美女，来坐下一起吃吧。”楚瑶瑶心中厌恶。苏雅侧头看了一眼，说道：“来坐吧。”楚瑶瑶沉吟一下，坐了下来，悠悠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他还站着呢。楚瑶瑶想也没想，拉开了身边的椅子：“小陈，你也来坐吧。”此话一出，王春祥脸上的笑容顿时收敛了几分。苏雅黛眉微蹙：“瑶瑶，别乱说话。”楚瑶瑶撅了撅小嘴：“哦。”她悠悠看了苏雅一眼，没有说话。杨晨自然明白，这场合确实不应该坐下，只是还是有些不舒服。苏雅抬起头来，缓缓说道：“王老板见谅，小孩子不懂事儿。”哼！楚瑶瑶心里面轻哼一声，微微低头。王春祥冷淡地看了杨晨一眼：“没关系，小美女还小吗？”他笑着说道。楚瑶瑶暗中翻了个白眼，愈发嫌弃。苏雅侧眸瞥了杨晨的方向一眼，心里面同样出现了一丝古怪的感觉。菜上齐了，王春祥拿起筷子吃了起来。“苏总，请吧。”他笑着说道。楚瑶瑶没有动的意思，杨晨站在后面，他没有什么胃口。苏雅象征性的抬起了筷子：“王老板，这回能聊聊了吧？怎么不跟我们雅运集团合作了呢？”他淡淡的问道。王春祥吃了一口，笑着摇了摇头：“嗨，苏总啊，宁江不大，有些事情想必你肯定也能猜到了。我没有瞒着你的必要，我们马特大厦虽然很大，但想在这宁江混下去也是依靠人脉的。孙家找我了，让我给他们个面子，断绝了合作。”他抬起头来，若有深意的笑道，似乎并不是很在意的样子。杨晨眯了眯眼睛：“又是孙家。”苏雅粉拳暗中紧握，美眸之中的冷意浓郁了几分。王春祥继续说道：“我虽然不怕孙家，但毕竟他们在宁江有几分势力，而咱们只是合作关系，我还是要给几分面子的。”话音落下，那表情显得神秘了几分。杨晨眉头微微皱起：“这话什么意思？”苏雅抬眸跟王春祥对视了一下，商圈纵横多年，自然察觉到了这话语之中的深意。他收回了目光，轻轻点头：“理解。”他朱唇轻启，淡淡的说道。只是此刻心里面也出现了一丝纠结，想留住这合作，又厌恶王春祥话语之中的深意。他没有说话，吃着思索着。王春祥见状，眉头微微皱起，不说话。他有恃无恐，自然不急。“苏总啊，据我所知，贵公司的产品好像还没有走出宁江，我们马特集团应该是你产品最大的销售渠道了吧？这要是断了，你的雅运集团确实危险了呀。”他仍旧若有深意地看着，语重心长。苏雅轻轻点头：“是有些危险。”王春祥抬起头来，笑着说道：“只是有些吗？”“苏总，你这话太保守了。”苏雅黛眉微蹙，心中厌烦。“王老板，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弯子，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他冷淡地说道。本来纠结的情绪也已经消失不见了，彻底没了挽留合作的念头。毕竟王春祥的暗示他已经领会到了。苏总真是快言快语啊！既如此，那我就直说了，我可以不给孙家面子，但是我得有理由啊。我也想帮苏总，但咱们只是合作关系，我也有心无力，毕竟我也不想得罪孙家。苏总能明白吧？他眼睛紧紧地盯着苏雅那倾城的容颜，笑着说道。楚瑶瑶接连翻着白眼，厌恶至极：“好恶心！”
杨晨目光也瞬间冷了下来。苏雅放下了筷子，直说。他抬眸冷声道。王春祥感受到了苏雅那不满的情绪，轻笑着靠在了椅子背上。祥啊，那我就说的再直白点，苏总，我还没结婚呢，不如咱们结个婚，这样的话我就有绝对的理由继续跟你合作了。你成了我的妻子，我会支持你跟孙家斗到底的，你看如何？话音落下，那目光也已经炙热了几分。杨晨拳头紧握，怒火中烧，打他女人的念头，还特么要结婚。他想到了刚才苏雅叮嘱的话，深吸一口气，极力隐忍。苏雅冷冷地盯着，你倒是真敢想，雅运集团没了，我可以再创，我会为了一个雅运集团把我自己搭进去。那张倾城的面容上满是冰冷。王春祥笑着摇头，既然这样，那就没办法了，我只能祝苏总能成功的东山再起了。被拒绝了，他的语气也冷淡了下来，苏雅没了继续聊下去的念头。不过王春祥继续开口说道，苏总，你这话好像有点太瞧不起我了，如果你是这个态度，那我们马特大厦可就不只是不合作那么简单了，你明白吧？即使你东山再起，恐怕……话没说完，满面愁容。苏雅眸中闪烁着冰冷的寒意，淡淡的说道，没关系，已经有孙家了，还差一个马特集团吗？王老板，最好别让我找到机会东山再起。他冷冷的看了一眼，起身便要离去。杨晨眉头紧锁，要走了。楚瑶瑶丝毫没掩饰厌恶的情绪，冷冷的看了王春祥一眼，也随之起身。王春祥察觉到了，心生不满，苏总，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下次想求我，那你一个人可不够了，得带这位小美女一起过来，你能明白吧？话音落下，眼神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二女那傲人的身材。杨晨闭着眼睛，猛吸一口气，怒火熊熊燃烧。苏雅脚步停顿，转过身来，美眸之中闪烁着冰冷的寒意。这种话他听得多了，只是当着他的面带上了楚瑶瑶，让他很是愤怒。王春祥笑盈盈地盯着，怎么，苏总有话说？他冷笑不止。苏雅粉拳紧握，怒火也在燃烧。杨晨睁开了眼睛，冰冷的眸中瞬间迸射出一抹沁人心脾的寒意。苏总，你们先出去。他压制着怒火，缓缓说道。苏雅闻言，美眸瞬间亮了几分。他这才想起来，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有杨晨。他迟疑着，楚瑶瑶俏脸上瞬间露出了激动的小表情，他自然早就忍不住了。哼，呵呵。王春祥讥笑着摇头，脸上满是无奈的表情。什么意思？跟我玩这个？真是吓死我了！还好，还好，我早有准备。啪啪，话音落下，轻轻拍了两下巴掌，那笑容更是阴冷了起来。苏雅眉头微微蹙起，噔噔噔，外面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包厢门被推开了，7、8个身着西装的壮汉从外面冲了进来，气势汹汹。楚瑶瑶见状，连忙躲在了苏雅的身后。苏雅冷冷地看着王春祥，抱着肩膀冷笑不止。早就听说苏总身边有个能打的小司机，我就想着准备准备吧，挨打多没面子，没想到还真用上了。那个表情十分嚣张，旋即嘲弄的目光便放到了杨晨的身上。这回还让苏总先出去不？话音落下，眸中讥讽的光芒浓郁到了极致。苏雅黛眉微蹙，有些迟疑。杨晨冷冷地看了王春祥一眼，淡淡的说道，苏总，你们先出去吧。这次没了询问的语气。楚瑶瑶刚才略微的惊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双美眸紧紧地盯着杨晨，心里满含期待。王春祥眉头微微皱起，小司机，你怎么敢的？他眯着眼睛冷冷地问道。杨晨目光冰冷地跟他对视，心中的怒火持续燃烧，没有说话，拳头已经紧握了起来。苏雅隐隐有些担忧，却也明白杨晨肯定有把握。他轻轻点头，好。话音落下，抓着楚瑶瑶的手腕便往外面走去。这楚瑶瑶撅了撅小嘴，很是失望，还等着看杨晨大展神威呢。这场合他也没法多说。砰！王春祥一拍桌子，站起身来，表情狠厉。苏总，既然你都纵容你的手下动手了，那你们还走什么？都留下吧。他的目光犀利了起来。两个壮汉瞬间迈动脚步，拦住了苏雅跟楚瑶瑶的去路。苏雅黛眉微蹙，楚瑶瑶却欣喜不已。王春祥凝视着杨晨，冷笑不止，狠声道，就等你动手呢，没想到你还真敢，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不知死活的代价。话音落下，用力挥手，其中一个壮汉迈动脚步走向了包厢门的位置，要关门。王春祥讥讽的目光落在了苏雅的身上。苏总，本来不想为难你的，既然你的手下不知死活，那就只好得罪了。话音落下，笑容也开始猥琐了起来。
苏雅冷冷地盯着杨晨，眯着眼睛，心中的怒火升腾到了极致。动他可以，但是动他女人绝对不行。那关门的壮汉已经冲到了包厢门了，抬手关门，就在马上关闭的那一瞬间，砰！忽的一只脚从外面猛猛地踹在了包厢门上。啊！包厢门直接撞在了那关门壮汉的脸上，他哀嚎一声，接连倒退，倒在地上掩面哀嚎。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放到了包厢门的位置。只见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青年双手插兜走了进来，俊朗的面容上带着一抹邪笑。好热闹啊，他笑盈盈地说道。进来的同时，10多个身着黑色半袖的壮汉拥挤在包厢门外，目光狠厉。苏雅跟楚瑶瑶脸上露出了一丝不解。这谁啊？杨晨眼神中却闪过一抹金光。又来了，那位太叔倒是很上心啊，因为那进来的青年不是别人，正是中午才刚刚见过的陈小刀。王春祥眉头微皱，仔细打量，啪！他认出来了，一拍大腿，激动地说道：刀哥啊，不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您怎么来了呀？他满面笑容地迈步上前，态度谦卑，十分热情。这苏雅跟楚瑶瑶微微愣神，不解地看着杨晨，都有些惊讶。毕竟刚才王春祥说了并不怕孙家，却没想到对这个太叔的手下都如此恭敬。那个太叔到底什么人？王春祥满面笑容地凑到了陈小刀面前，伸出双手想要握手。陈小刀冷淡地打量了一眼，并没有伸手的意思。王春祥讪讪一笑，有些尴尬。陈小刀抬头跟杨晨对视了一眼，旋即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王老板，好兴致啊，他冷淡地说道。王春祥感受着陈小刀那冷淡的态度，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笑着说道：嗨，小打小闹，刀哥见笑了，这有个不知死活的畜生要跟我动手，没办法，我得自卫啊。话音落下，那阴冷的目光再次瞥了杨晨一眼，只是他却没察觉到这句话说完之后，陈小刀的目光瞬间凌厉了起来。不知死活的畜生，说的谁啊？他眯了眯眼问道。王春祥抬手指着杨晨笑道：就是那个，一个臭司机，不知道在那嚣张什么，不教训教训，这帮底层的渣子是不会长记性的。那眼神之中满满的轻蔑。陈小刀眸中寒芒爆闪，我怎么感觉这个畜生说的是你呢？他拳头缓缓握紧，淡淡的说道。啊！此话一出，王春祥脸上的表情骤然凝固了下来，迷茫地看向了陈小刀。他懵了。苏雅跟楚瑶瑶那俏脸上同样满是不解的表情。陈小刀抬起头来，看向杨晨，恭敬地问道：杨先生，打吗？我有点忍不了了。简简单单一句话，却让在场所有人瞳孔瞬间紧缩。杨先生，不是，一个让王春祥都如此恭敬的人，叫杨晨先生。苏雅朱唇微张，俏脸上满是错愕。楚瑶瑶捂着小嘴，那美眸之中同样尽是茫然，惊呆了。这都什么情况呀？最震惊的自然是王春祥，他瞪大了眼睛，神色木讷，嘴角都在狠狠地抽扯着。刀哥，您是不是认错人了？这小子就是个臭司机啊，雅运集团的司机啊。什么先生？他急忙说道。陈小刀目不转睛，等待着杨晨的回应。杨晨倒是省心了，他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说道：打吧，狠点打。陈小刀瞬间双眼放光，明白。他那阴冷的目光放到了王春祥的身上，眸中寒芒爆闪。听到杨先生的吩咐了没？给我狠狠地打。他一声低喝。此话一出，王春祥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了下来，目光呆滞。这到底在开什么玩笑？然而还没等多想呢，便见到陈小刀那骨节分明的拳头不断地在眼中放大。啊！下一刻，哀嚎震天响，王春祥鼻血瞬间飙射而出，捂着脸趔趄2步便狼狈地倒在了地上。其他人也开始了进攻，顷刻间整个包厢乱成了一锅粥，痛苦的哀嚎声不绝于耳。陈小刀目光冷厉，继续上前。咕咚！王春祥艰难地吞咽着口水，口鼻里面的鲜血顺着指缝间流淌而出。他已经无心去想到底什么情况了。刀哥！他艰难地往后挪动着身体，惊惧地说道。只是张了半天的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出来，完全被陈小刀那犀利的目光给吓傻了。苏雅跟楚瑶瑶这才从那复杂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两双复杂的目光纷纷定格在杨晨的身上。这人哪里来的？雅运集团在宁江还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大企业，所以并不认识陈小刀，但是王春祥可是经常跟韩氏家族打交道的，自然熟识。陈小刀面不改色，继续上前，冷淡地说道：什么时候杨先生说饶了你，我什么时候停手。他要是不饶你，我打到你死。那平淡的语气毫无波澜，
仿佛在说一件很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样。苏雅跟楚瑶瑶惊了，王春祥妈了。他那惊骇的目光下意识看了一眼杨晨，脑海中一片空白。这小子到底什么身份啊？然而还没等回味过来呢，便骇然地发现陈小刀的脚已经到了面前了。啪！这一脚结结实实。啊！王春祥再次发出了痛苦的哀嚎，身体顺着地面横移。杨晨忍不住眉头一挑，这一脚不简单。他若有所思地看了陈小刀一眼，心中感叹，不愧是韩泰的贴身侍卫，这实力果然非同一般，至少是杨晨来到宁江之后见到最厉害的一个了。王春祥狼狈地撑着身体，急促喘息，顾不上疼痛，急忙哀求道：王先生，对不起，我有眼不识泰山，饶命，饶命啊！他颤颤巍巍，瞳孔都在震颤。挨打是小，但是陈小刀身后的韩泰那是他打死也不敢得罪的啊。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没有说话。王春祥还想继续哀求，忽然陈小刀的身体挡住了他的视线。王先生姓杨！他一声怒喝，再次一脚直接抡了上去。王春祥又是一声哀嚎，这几下已经让他开始神志不清了。面对陈小刀，心中无尽的恐惧。杨先生，对不起，对不起，饶命，饶命啊，饶命啊，杨先生！他说话含糊不清，脸上那哀求的表情却很是浓烈。苏雅美眸之中泛起一抹复杂的光芒。楚瑶瑶也缓过神来，她抱着肩膀，嘴角尽是傲娇的笑容，看向杨晨的眼眸再次闪烁着阵阵迷人的星芒。他好帅，我好爱。杨晨淡淡的说道：王老板，刚才可是很嚣张的，这不是你性格啊，强硬点。这王春祥心脏顿时狂躁的跳动了起来，彻底慌了神了。杨先，他做事便要继续哀求，可话还没等说出来呢，陈小刀的脚便已经到了。哦！那凄惨的哀嚎声已经不属于人类范畴了。杨晨嘴角始终噙着一抹清冷的笑意，默默地看着，心里面的怒火也在疯狂的宣泄。还是不用自己动手的感觉爽啊！那边的战斗已经解决了，王春祥带来的7、8个壮汉此刻都倒在地上，痛苦地低吟着，鼻青脸肿，满面痛苦。反观陈小刀的那群人，仍旧目光灼灼，气势汹汹，他们那冰冷的目光也纷纷放到了王春祥的身上。王春祥艰难地起身，刚抬头便发现他已经成为全场的焦点了，那一道道犀利的目光轻松地瓦解了他心里面的防线，他彻底崩溃了。他有一种直觉，如果不让杨晨原谅他，他今天真的会死在这里咕咚。他艰难地吞咽口水，顾不上浑身的剧痛，极度的恐惧让他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念头。尊严不重要了。眼看着陈小刀已经再次迈动脚步往他这边走来了，他无心多想，用尽了浑身的力气，迅速撑起身体。扑通，他直接对着杨晨跪了下来，毫不犹豫的一个头磕在地上。砰，那声音很有诚意。杨晨嘴角仍旧噙着那一抹冷笑，淡淡的看着。楚瑶瑶心里面的兴奋已经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了，甚至已经开始浮现出崇拜的光芒了。那可是苏雅都惹不起的人啊，不过是这么大一会儿的功夫，竟然给晨晨磕头求饶了。那脸蛋上傲娇的笑容压制不住，苏雅美眸之中仍旧满是复杂，到现在还没有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杨晨竟然认识这种大人物。陈小刀见状这才停下脚步，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容。王春祥那颤颤巍巍的声音响起：杨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狗眼看人低，我有眼不识泰山，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人，我错了啊！他一边哭喊着，一边抬起巴掌扇猛扇自己的脸，一边扇一边求饶，又一边嚎叫着。没办法，太疼了。杨晨冷淡地瞥了一眼，王春祥的模样狼狈至极，脸上满是鲜血，能跪下都是靠最后一口气撑着的。他的怒火也宣泄得差不多了，只给我求饶，他淡淡地问道。王春祥微微愣神，旋即又对着苏雅的方向连连磕头。对不起苏总，对不起苏总，我是畜生，我就是个禽兽。他哭喊着，倒是悲情满满。这苏雅背齿轻咬，饶是见过了大风大浪，仍旧被眼前的一幕惊得有些说不出话来。他心中满是凌乱。杨晨冷笑着问道：只求饶？苏雅一双美眸下意识便放到了杨晨的身上，眸中金光一闪。他到现在才想起来这件事情，那他的小粉拳不自觉地紧握了起来，很是激动。王春祥愣住了，但是很快他便看到了苏雅那激动的表情，这才幡然醒悟。可恨啊！哪怕心中悲愤，此刻也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苏总，我撤销合作终止的申请，咱们继续合作，咱们继续合作。他激动地说道。此话一出，苏雅娇躯一颤，怎么也没想到，让他如此忧愁的事情竟然被这种方式
解决了。他甚至已经做好殊死一搏的准备了。没想到这一刻，他并没有去想王春祥的事情，一双美眸默默盯着杨晨的侧脸，心里面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杨晨嘴角仍旧噙着那一抹冷笑：“你在这嚣张了半天，只是恢复合作了。王老板，你没诚意啊？”他面无表情，淡淡的呢喃道。苏雅闻言都微微愣神，王春祥瞪大了眼睛，脑海中陷入了短暂的空白。未曾多想，忽的一道劲风袭来，陈小刀的脚再次结结实实地踹在了他的脸上。啊！王春祥又是一声哀嚎，鲜血四溅。那个惨状，楚瑶瑶都不太敢看了，然而美眸之中却仍旧满是兴奋的光芒。砰！王春祥趴在地上，艰难喘息。然而这一刻，心底的恐惧远远大于身体上的疼痛。他艰难地抬头，鲜血顺着面庞滴落在地上。苏总，从明天开始，马特大厦断绝所有化妆品合作，只跟您的雅韵合作。那个表情激动到狰狞，眼神中尽是对生存的渴望。苏雅目光微凝，哪怕已经接受了现在的这个事实，仍旧被王春祥这句话给惊了一下。只跟雅韵合作，他小嘴微张，那微惊的目光挪动到了杨晨的身上，他都有些恍惚了。杨晨正好跟苏雅对视上了，虽然没说话，但是这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陈小刀等待着杨晨的反应。王春祥艰难地吞咽口水，身体在狠狠地震颤着，眼神之中满满的祈求。行吧，还算有点诚意了。那就这样。杨晨收回了目光，淡淡的说道。陈小刀冷笑着让开了身位，目光清冷地看着王春祥，如蒙大赦。谢谢杨先生，多谢杨先生，多谢苏总。他艰难起身，趔趄着便要往外面冲去。杨晨盯着他的背影，淡淡的说道：“王老板说话会算数的吧？”王春祥身体一颤，他脸上艰难地挤出来一抹笑容。没等说话呢，陈小刀那爽朗的笑声便已经响起。杨先生放心，我都听到了，他不敢说话不算的。王春祥附和地笑道：“对，一定算数，肯定算数。”杨晨眉头一挑，他愈发好奇那个太叔到底是什么身份了。陈小刀轻轻挥手，王春祥急忙低着头，一瘸一拐地冲了出去。那群倒在地上的壮汉被陈小刀的人给带走了，包厢里面安静了下来。楚瑶瑶仍旧目光灼灼地盯着杨晨，苏雅背齿轻咬，直到现在还没有从刚才的事情中清醒过来，仍旧感觉有些不可思议。陈小刀目光从二女的身上扫过，这才定格在杨晨的脸上。杨先生，麻烦解决了，那我就先走了，我还有点事儿，正好路过这里，进来看了一下。他的脸上没了刚才的凌厉，满是客气的笑容。杨晨看了他一眼，摇头笑着，正好路过。一句话让陈小刀有些汗颜，不自觉地抬手挠了挠头，笑着没有说话，那模样有些憨憨的。杨晨没多说，陈小刀走了，凌乱的包厢里面只剩下了杨晨三人。楚瑶瑶目光如炬，小粉拳紧握着，那种迷恋的感觉不断加强，想要将杨晨追到手的心同样愈发强烈。苏雅同样目光复杂地看着。包厢里安静了，杨晨见到二女的表情，心里面有些无奈，他没当回事。苏总，那咱们也走吧。苏雅再次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轻轻点头。杨晨转身离开了包厢，二女跟上。很快，杨晨驱车往别墅的方向行驶而去。他开着车，二女看着他。楚瑶瑶不用说了，如果不是苏雅在这，他都恨不得直接扑进杨晨怀里，狠狠地亲一顿。苏雅默默地盯着杨晨的侧脸，还在思索着刚才的事情，直到现在才有了惊喜的感觉。他知道马特大厦断绝合作必然是因为孙家，这次来也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因为杨晨这件事情不但成了，反而还扩大了销售规模，他心里面说不出的感觉。转眼间路程过半了，楚瑶瑶也终于从那沉浸式的迷恋中清醒了出来，好奇地问道：“小陈，刚才那个是什么人啊？”苏雅美眸中金光一闪，她也好奇。杨晨知道肯定会问的，笑着说道：“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前2天救了个老头，应该是他的人吧。”老头？苏雅跟楚瑶瑶闻言同时愣神，眸中都闪过一抹不解。时间流逝，不过是车子便已经驶入别墅院子。杨晨下车往别墅走去，楚瑶瑶盯着杨晨的背影，遏制着心头那股激动的感觉。苏雅美眸中仍旧带着复杂，到现在还没完全接受。进入别墅，杨晨打了个招呼便直接上楼了。他可不想待会儿被追着问这问那的，主要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太叔到底是什么身份，自然没办法回答。洗漱一番，回到床上，杨晨盯着天花板，嘴角情不自禁的便勾起了一抹笑容。这次又帮了苏雅大忙，虽说王春祥那边教训的还是不够狠吧，但毕竟他还要跟雅韵集团合作呢。
呼，他喘息了一下，心里面说不出的舒畅。不多时来了困意，只是杨晨心里面却警惕了起来。回来一路，楚瑶瑶那灼灼的目光，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待会儿会不会再来？杨晨可惹不起这位大小姐，思虑片刻，还是将房间门给反锁上了。做完这些，这才放松。不多时进入梦乡，不知道过了多久，咔嗒，一道轻微的门锁声将杨晨惊醒。咔嗒咔嗒咔嗒，很快一连串的声音响起，已然有了几分急躁的感觉。杨晨摇头轻笑，翻了个身继续睡。这丫头果然来了。门外，楚瑶瑶今天特意穿了一身性感的睡裙，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想好了，却唯独没想到杨晨竟然将房门给反锁了。这个坏蛋，你凭什么锁我家的门呀？楚瑶瑶掐着腰站在走廊，绝美的脸蛋上满是气鼓鼓的表情。好气啊！她踌躇良久，终究还是没有什么办法。哼！她用力跺了跺小脚，这才气鼓鼓的转身往房间走去。破晨晨，防着我是吧？本小姐从小到大就没受过这种委屈，等着，我看你能挺到什么时候。躺在床上，楚瑶瑶那脸蛋上仍旧满是气鼓鼓的模样。反抗？你越反抗，我越兴奋。咱们走着瞧。她思索片刻，脸蛋上露出了一抹坏坏的笑容，这才钻进了被窝里面，闭上了眼睛。医院特护病房，一个被包裹的如同木乃伊一样的身影正躺在床上，身上打满了石膏，缠满了绷带，每次喘息都带着痛苦的低吟。房门推开，一个身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面色沉重，目光锐利。他身后还跟着一群人。当男人看到木乃伊的那一刻，身躯一颤，心都在滴血。有为。他颤抖着手臂凑到床边，上下打量，满眼的心疼。孙有为急促地喘息着：爹，报仇，报仇，报仇！声音含糊不清，可是那眼神中却满是阴冷到极致的怒意。孙建斌拳头紧握，苍老的眸中寒芒爆闪。放心，爹给你报仇。咚咚，敲门声响起，一个秘书模样的女人走了进来。董事长张瑶来消息了，雅运集团的苏雅10分钟前刚刚发了通知，明天要开股东会。他十分干练地说道。孙建斌眯了眯眼睛，眸中的怒火疯狂升腾。他缓缓站直了身体，狠声道：股东大会，好，儿子，爹明天就给你报仇。木乃伊高频颤抖着，眼神中满是杀意。翌日，咚咚咚，敲门声将杨晨从睡梦中惊醒。他缓缓坐直了身体，这才发现已经天亮了，便穿好了衣服走去了门口。开门之后，杨晨目光微微一凝，只见楚瑶瑶那性感的娇躯正轻轻倚靠在门框上，妆容精致，衣着华丽。深灰色的格子短裙配潮牌白衬衫，脚踩马丁靴，那白皙修长的美腿展示出了逆天的长度，小蛮腰露出来一截，性感又不失青春靓丽，一头乌黑的秀发随意散落。如果不是脸上那略显得意的笑容破坏了氛围，这妥妥的高冷御姐。怎么了？杨晨朦胧的睡意清醒了几分，疑惑地问道。哼！楚瑶瑶娇躯凑近几分，低声说道：厉害了是吧？还敢锁门了？那小眼神满是威胁的感觉，到现在还很是不爽呢。杨晨有些无奈，他缓缓说道：啊，换衣服锁的，忘了开了。为了不跟这大小姐撕破脸皮，他早就想好了借口。这丫头他可惹不起，真要惹急了，指不定能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楚瑶瑶轻轻撇了撇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哼，别废话了，送我上学。他没有在这个话题上过多纠缠，傲娇地说道。杨晨愣了一下：啊，我先去问问苏总哈。他笑着说道，做事便要从楚瑶瑶跟门框的缝隙中挤过去。谁知楚瑶瑶却忽然站直了身体，那娇躯贴靠在了杨晨的身上。杨晨吓了一跳，迅速后退。楚瑶瑶见状抿了抿小嘴，别人都是巴不得能凑近他几分，这杨晨倒好，还躲。不用问了，我已经请示过了，要不然我能来直接找你。他抱着肩膀悠悠地瞪了杨晨一眼，杨晨彻底无奈了起来。唉，他默默叹息一声，轻轻点头。好，那走吧。他径直地从楚瑶瑶身前走过，往楼下走去。楚瑶瑶见状气的牙齿都痒痒了。你还叹气？你哼！他用力地跺了2下脚，追了出去。时间还早，杨晨并没有在客厅看到苏雅，应该是还在房间呢。他离开别墅，启动了车子。不多时，楚瑶瑶便带着一阵香风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他撅着小嘴，悠悠地盯着杨晨。杨晨装作没发现，驱车前行。哼！楚瑶瑶轻哼了一声，杨晨没理会。哼哼！楚瑶瑶攥着粉拳，
又是轻哼2声。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杨晨对他的距离感让他心里面很不舒服。关键是明明那么着急找孙有为给他报仇，怎么现在又是这反应？欲擒故纵呢？还是干嘛呢？他满心不解。杨晨装不下去了。楚大小姐，哼什么呢？他随意地说道。啪！楚瑶瑶的小手拍在了他那白皙的美腿上，嗔道：叫我瑶瑶。杨晨苦笑一声，我说楚大小姐，我错了好不好？你别报复我了行不行？苏总真把我开除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他无奈地说道。毕竟楚瑶瑶的所作所为，他实在是不能理解为真的喜欢上她了。一切都太突然了，唯有将他的所作所为定性成报复，那这一切才合情合理。只是他忽略了楚瑶瑶的性格。楚瑶瑶闻言同样愣住了。报复？什么报复？他疑惑地问道。杨晨忍不住白了一眼，说道：你说什么报复？你现在不就是在报复我不喜欢你的事儿呢吗？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坦白了。不然这么下去，不管什么原因，迟早会因为这个楚瑶瑶惹怒苏雅。虽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不想，这个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女人，杨晨始终无法释怀，更何况还是那么优秀、那么貌美的一个女人。他不知道这么下去最后会是什么结果，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已。然而这话让楚瑶瑶呆愣在原地，她以为我是报复，但是转念一想，楚瑶瑶便也释然了。毕竟刚开始确实是报复，只是现在嘛，哎呀，晨晨，我没报复你啊，我是认真的，你别误会啊。他急忙说道。那些委屈的事情也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了。认真的？杨晨侧头递过去一个你看我信不的眼神，没有说话。这倒是让楚瑶瑶焦急了起来。他急忙竖起3根手指。晨晨，我真不是报复你啊，我发誓，我用雅运集团发誓行了吧？我没在报复你，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他焦急解释，没有多想，一股脑的就说了出来。只是说完之后，那小脸蛋便迅速红润。怎么还表白了？他心里面有些羞耻，只是毕竟话都已经说出来了，那自然也没有什么好想的了。他红着脸抬起头来，举着3根手指凝视着杨晨。这话让杨晨心里一阵突突，他抓着方向盘的手都微微颤抖了2下，本能的侧头看了一眼，正好对上了楚瑶瑶那真诚的目光。那个眼神让他心头一颤。喜欢我？杨晨急忙收回了目光，不敢对视了，盯着前面的道路，迟钝的思绪疯狂运转着。这场面怎么应对？这玩笑开大了啊！本就不擅长跟女生交流的杨晨彻底麻了，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关键是有苏雅在啊，他都已经跟苏雅睡过了，现在楚瑶瑶跟他表白，杨晨的心已经乱成一团了。楚瑶瑶美眸中金光一闪，笑道：你脸红了哎。晨晨，那你这回相信我了吗？我真不是报复，我那么在意你的苏总，如果是假的，我怎么可能会用雅运集团来发誓，对吧？他凑近了几分，目光灼灼地盯着，那迷人的清香钻入必须，让本就混乱的杨晨更加凌乱了。他都不知道该想些什么了。有苏雅这层关系在，同意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拒绝他不善拒绝，又不知道该怎么婉言才能不惹怒这位大小姐。相信。他轻轻点头说道。其他的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了。楚瑶瑶红着脸悠悠问道：那你喜欢我吗？话音落下，目光灼灼地盯着杨晨那帅气的侧脸，心中小鹿疯狂乱撞。杨晨的心脏也用力地跳动了几下。虽说对楚瑶瑶并没有什么感觉吧，但毕竟是个绝顶的美女，现在这般姿态表白，心里面必不可免地出现异样的感觉。他深吸了一口气，不行了，这么下去这件事情越来越麻烦了。他轻轻摇了摇头，不喜欢。他没敢看楚瑶瑶，心里打鼓，很是担心这楚瑶瑶会跑到苏雅那里去报复。实在不行，只能实话实说了。至于误会不误会，那就是苏雅的事情了。如此想来，心里这才放松。楚瑶瑶闻言，脸蛋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下来，激动的心跳瞬间趋于平静。好在她早有预料。哼，没眼光。没关系，本小姐原谅你的无知，你只需要知道我不是在报复你就好了，其他的慢慢来。话音落下，恢复了斗志，嘴角也迅速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杨晨闻言又是一阵无奈，怎么就喜欢上他了？本来还很不理解，只是仔细一想，他们2个确实也算是经历了不少的事情了。他没说出来什么。楚瑶瑶抿着小嘴靠在车座上，哪怕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当杨晨说出来的时候，还是不免有些小失落。不多时，车子停在学校外面了。楚瑶瑶转过头，一双美眸悠悠地看着杨晨。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那小眼神略显嗔怪。
杨晨摆了摆手，笑道：“大小姐再见。”这一路已然平复了思绪了。楚瑶瑶用力地瞪了杨晨一眼：“破晨晨，讨厌你！等我把你拿下的一天。”哼，本来想说的话被他给咽了下去。杨晨笑着摇了摇头：“好了，快去吧，一会儿迟到了。”楚瑶瑶轻轻白了他一眼，说道：“本小姐心里有数。”她不慌不忙地从塑料袋里面取出来一条黑纱的长裙，然后伸出那白皙的美腿，就这么当着杨晨的面开始穿了起来。杨晨看得一愣一愣的，楚瑶瑶一边穿着一边说道：“你怎么不问问我干嘛呢？”杨晨缓过神来：“你干嘛呢？”他确实很好奇。楚瑶瑶闻言嘴角缓缓扬起一抹笑意，穿好了裙子，倾斜娇躯凑近了几分，那一双美眸凝视着杨晨，娇俏一笑：“穿裙子呀？”“废话。”杨晨忍不住白了一眼。楚瑶瑶脸蛋微微一红，继续说道：“本小姐的腿以后指给你看。”话音落下，还轻轻眨巴了一下那漂亮的眼眸。杨晨愣住了。楚瑶瑶转身推门下车，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哼，小样，你不死你！”她摇晃着那性感的娇躯，快步往学校里面走去。杨晨静静地盯着那靓丽的背影，眸中泛起一丝复杂的光芒。最难销售美人恩啊！可惜他稳住思绪，收回了目光，驱车往别墅的方向行驶而去。送完这个，去接那个。等他将车子行驶到院子里面的时候，苏雅已经站在别墅外面等待了。砰！很快，另外一股香风扑面而来，杨晨脸上却露出了一抹错愕的表情。苏雅坐在了副驾驶，开车。他朱唇轻启，淡淡的说道，那熟悉的语气让杨晨安定了下来。好，他驱车前行。苏雅轻轻靠在了车座上面，昨晚的事情挥之不去。昨晚多亏你了。最终他还是忍不住将这句话说出来，声音不大，语气不对，但是很真诚。他知道感谢一下很应该，太应该了，但是面对这个男人，他心里面同样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种感觉很是迷离。这个男人让他又恨又上瘾，只是昨晚仔细想想，这才忽然发现那种恨的感觉似乎已经找不到了，变成了另外一种特殊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杨晨同样愣了半天，没想到对他向来冷眼相对的苏雅竟然能说出这种话。他笑了笑，我该做的。简简单单4个字，却让苏雅心头一痛。又是这个回答。该做的他回想着那天杨晨在酒店大床上说的话，复杂的思绪再次弥漫心头。他是真的想负责，尤其是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杨晨的负责并不是为了他的容貌和身材。他轻轻点了点头，没有多说。杨晨也没说话，一种诡异的氛围在车厢里面蔓延开来。杨晨有些承受不住那种怪异的氛围了，苏雅转移了话题。对了，早上是瑶瑶来找我，说害怕路上危险，让你去送的，我就同意了。他目视前方，眸中仍旧噙着复杂的光芒。杨晨轻轻点头，知道，大小姐跟我说了。苏雅没有多说什么，微微的一声叹息。杨晨感受到了。怎么了，苏总？他侧头看了一眼，笑着说道。苏雅美眸中带着一抹惆怅，淡淡的呢喃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他已经累了，公司那边忙得焦头烂额，下班之后也要提心吊胆，他很厌烦这种感觉。杨晨闻言深深的看了一眼，那微微惆怅的表情让他有些心疼。苏雅的性格能说出这种话，足以说明他有多忧虑。他收回目光，眸中泛起一丝坚定。放心，很快了。他笑着说道。本来就已经决定解决这件事情，现在见到苏雅如此忧愁，那更不用想了。解决，而且要尽快解决。苏雅闻言忍不住侧头看了杨晨一眼，有些疑惑。杨晨医术好，又能打，这些都是他不得不承认的事情，但是公司上的事情，杨晨怎么解决？他收回了目光，没有回应。只是不知为何，杨晨一句话却在他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虽说不太行星，但仍旧是一缕曙光。他能行吗？不多时，杨晨便将车停在了公司里面了。苏雅收拢了思绪，今天中午要开股东大会，你别走太远，中午你也来参加。他沉吟片刻，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杨晨闻言微微愣神。啊，我参加这会干什么呀？他不解地问道。苏雅朱唇轻启，说道，这次股东大会是针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之所以决定开这个会，是因为昨晚你解决了销售渠道的问题。你是手工，当然来参加。就这么决定了，中午12点半，大会议室。话音落下，便推门下了车。杨晨盯着那曼妙的背影，仍旧有些迷茫。虽然说的有道理，但他一个司机
去了能干嘛？他轻轻摇了摇头，懒得多想。闲来无事，他也不准备出去了。坐了一会儿之后，便回到了办公室。刚进去，那开心的笑声便随之响起。小陈，你来了。周莹莹从一大堆文件里面站起身来，漂亮的脸蛋上带着开心的笑容。杨晨笑着点头，这么多文件，好忙啊今天。他坐在了自己的位置。周莹莹抿了抿嘴角，说道，是啊，苏总中午开会，要准备好多材料。我感觉苏总这次要有什么大计划了。话音落下，那脸蛋上露出了期待的小表情。杨晨眉头一挑，这么激动啊？周莹莹用力点头，说道，那当然了，咱们雅运集团被人欺负这么久了，苏总终于开始反击了。杨晨笑着问道，苏总他很厉害吗？周莹莹眸中闪过一抹崇拜的光芒，当然厉害了。苏总这些年单枪匹马的从无到有，如果不是那群恶心的男人不断制造麻烦，雅运集团早就是宁江的顶级私企了。唉，苏总没背景，太难了。那脸蛋上露出了心疼的表情。杨晨眼神中闪过一抹金光，他对商业上一窍不通，虽然知道苏雅很厉害，但是并没有什么概念。他这么厉害的吗？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对了，小陈，这个是给你的，你尝尝好不好吃？周莹莹拿起一个精致的饭盒，送到了杨晨的办公桌上，打开了。杨晨迅速将目光投递了过去，是一盒精致的甜品。他笑了起来，问道，好啊，看起来就好吃的样子，从哪儿买的？说着便拿起了其中一块吃了起来。周莹莹脸蛋微微一红，笑着说道，不是买的，我自己做的。怎么样，好吃吗？那期待的小眼神紧紧地盯着杨晨。杨晨愣了一下，你做的？好好吃，你手艺这么好啊。他继续吃了起来，倒不是吹捧，而是味道真的很好。周莹莹脸蛋上迅速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说道，爱吃就多吃点，以后再给你做。杨晨笑着说道，好啊。周莹莹红着脸，再次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这才回去继续工作。杨晨倒是没多想什么，见过不少的人，给他一种朋友感觉的，周莹莹还是第一个。时间流逝着，转眼间中午了。周莹莹从一大堆文件里面挣脱了出来，呼，她站起身，抻了个懒腰。杨晨抬头瞥了一眼，那个姿势正好展现出完美曲线。终于忙完了，小陈，中午有事儿不？咱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呀。周莹莹脸蛋上带着甜甜的笑容，声音很是温柔。杨晨这才发现到饭点了。好啊，他笑着回应道。走。周莹莹跟杨晨并肩离开了办公室，往电梯的方向走去。她很想找机会请杨晨吃一顿饭，但是中午休息的时间不够，而且思来想去，即使请吃一顿饭，也根本表达不出自己的诚意。所以她决定了，不在外面请吃饭了，找机会要请杨晨去家里吃，亲自给杨晨做一顿，这样更有诚意。她思索着给杨晨做饭的画面，心里面忽然隐隐的有些期待了起来，那嘴角不自觉的便扬起一抹笑意。杨晨疑惑的问道，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周莹莹闻言，小心脏一阵快速跳动。啊，没什么，想到苏总要反击了，开心。她有些心虚的回应道。杨晨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很快到了食堂，正好是休息时间，员工几乎都聚集在食堂里面了，30多个人的样子。很快，杨晨跟周莹莹打好了饭菜，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对坐了下来，拿起筷子开吃。只是吃着吃着，周莹莹拿筷子的手停顿了下来，杨晨疑惑地看了一眼，只见周莹莹正轻咬着嘴唇，盯着不远处的位置，俏脸之上带着怒容。杨晨顺着视线看了过去，咦，是他。他眸中泛起一抹冷意，因为周莹莹看的不是别人，正是上次在酒店给苏雅下药的那个公司总监张瑶。还敢来呢？他眯了眯眼睛，心中的怒火再次升腾。张瑶的脸上仍旧泛着青紫，表情沉重，端着餐盘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尽管没抬头，却能清楚地感受到周围那异样的目光。那天就那么赤果果的被杨晨丢出了电梯，被整个公司的员工围观，他难看的想死。本来也已经没脸回来雅运集团了，但是这个仇还没报呢，所以他硬着头皮回来了。杨晨收回了目光，他感受到了周莹莹脸上的怒意，问道，你跟他有仇啊？周莹莹银牙紧咬，抿着嘴，就是他帮我介绍的李天德，我还感谢了他好几天。那小眼神满是愤恨。杨晨这才想了起来，恍然大悟，没事，蹦跶不了几天了，很快你就能出气了。他那玩味的目光放到了张瑶的身上，笑着说道，苏雅已经决定对付这个张瑶了，那他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周莹莹美眸之中金光一闪，好。他用力点头。杨晨刚想收回目光，张瑶却有所感应似的抬起头来，四目相对，张瑶目光微凝，
认出了杨晨。是他，那攥着筷子的手瞬间紧握了起来，呼吸急促，眼神之中的怒意已经快喷薄出来了一样。这个畜生不但是他颜面扫地的源头，最关键的是苏雅还特么让他捡漏了，他要气炸了。杨晨冷冷地看了一眼，嘴角勾勒出一抹嘲弄的弧度，他这才收回了目光，跟周莹莹聊了起来。那有说有笑的模样，狠狠地刺激着张瑶的自尊，筷子都要被他攥折了。妈的，这个狗东西！虽然是为了报复杨晨跟苏雅才回来的，但是现在他没办法把杨晨怎么样。很快，那犀利的目光便放到了周莹莹的身上，他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周秘书，你过来一趟，我有点工作要跟你谈谈。他隐忍着怒意，淡淡的吩咐道。他并不知道李天德已经败露了的事情，以为凭借自己的面子叫周莹莹过来轻而易举。谁知周莹莹并不是他预想中的那般小跑过来，而是攥着粉拳，俏脸上满是迟疑。他的声音吸引了其他员工的注意。周莹莹没动，还不说话，这让本就尴尬至极的张瑶要炸了。周秘书，我跟你说话呢，过来啊！他稳住情绪，淡淡的说道。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刚才是周莹莹没有听清。周莹莹桌子下的粉拳紧握，美眸中满是迟疑，她厌烦至极。只是毕竟张瑶是总监，她不知道怎么拒绝。杨晨见状，低声笑着说道：“不想去直接说，怕什么？放心。”他的声音宛如一颗定心丸，让不知所措的周莹莹瞬间安定了下来。那天张瑶只是曝光了一下而已，没人知道他给苏雅下药的事情，所以周莹莹并不知道杨晨为什么要说张瑶快完了。但是他相信杨晨。张瑶目光灼灼地盯着呢，周围众人的眼神让他如芒刺背。怎么不说话呀？终于周莹莹抬起头来，清冷地跟他对视着。张总监，现在是午休时间，谈什么工作？他冷冷地回应道。杨晨的话仿佛有什么魔力一样，让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负担，甚至还想说点更难听的。周围众人闻言脸上纷纷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旋即那一道道嘲讽的目光也都聚集到了张瑶的身上。张瑶愣了，他迷茫地盯着，不明白周莹莹为什么这个态度。关键是那一道道嘲讽的目光，他拳头紧握，后槽牙咬得咯咯作响，本就伤痕累累的自尊心彻底炸掉了。杨晨抬头看着，丝毫没有掩饰脸上的讥笑。呼哧呼哧，张瑶本就怒极，见到杨晨的表情更是怒不可遏。砰！他一拍餐桌，站起身来，呵斥道：“周秘书，这是在公司，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我是你上司，我说话你都不听了，我让你过来，我要跟你谈工作。”那上位者的威严流露了出来，气场很强。周围的员工吓了一跳。虽说张瑶已经成了公司这2天热议的笑话，但毕竟还是总监的位置。周莹莹同样被喝得有些心乱，她紧咬着银牙，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反驳。犹豫之际，杨晨那清朗的笑声从耳旁响起：“张总监好威风啊，你工作态度都那么不端正了，怎么还好意思讲究别人呢？太双标了吧！”本来心中的怒火还没完全发泄呢，自然不会惯着。周围众人闻言脸上纷纷露出了诧异的表情，不解地盯着杨晨。谁也没想到他敢这么说话。周莹莹闻言紧绷的心弦瞬间放松了下来，小脸蛋上都忍不住露出一抹笑意。张瑶怒极，他抬手一指杨晨，怒喝道：“我什么时候工作态度不端正了？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做事用你来教吗？”那眼神之中尽是犀利的光芒。杨晨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弧度，他淡淡的说道：“公司举办宴会，你这高层说什么也算是代表公司的形象了吧？你光不出溜的跑出来丢人现眼，这还不算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要是有什么能显摆的还行，你这小玩意还不够给咱们公司丢人的呢。抹黑公司形象，这还不算不端正？”话音落下，嘴角那嘲弄的弧度更明显了。这周围众人一惊，谁也没想到这杨晨竟然如此直白，贴脸开大。很快，一阵憋笑没憋住的声音从食堂内响起，所有人都神色古怪地低下头去，想笑又不敢笑，笑容是憋住了，可身体却在高频颤抖着。那场面呼哧呼哧，张瑶气炸了，粗重的喘息，看向杨晨的眼睛都快绿了。“你他妈给我闭嘴！”他抬起手，一声怒吼，脖梗青筋暴起，那模样满脸狰狞。杨晨面色不改，笑着问道：“事实嘛，张总监是不爱听吗？张总监不会要打我吧？”周莹莹闻言抿嘴一笑，没想到印象里老实的杨晨还有这样的一面，怎么还挺可爱。张瑶的怒火直逼脑海：“我他妈让你闭嘴！”他怒吼一声，忍无可忍，顺手抄起桌上的酒杯，便直接往杨晨的方向狠狠地甩了过去。这周围众人都懵了，周莹莹脸蛋上的笑容也微微一凝，满眼的担忧。
杨晨见状，眼神中寒芒一闪，来得正好。他双手按住椅子靠背，腾空而起，一脚直接抽向那飞过来的酒杯。砰！酒杯撞击斜面，发出了沉闷的声响。那酒杯竟直接原路返回，飞向那狰狞的面庞。众人都懵了，那一道道木讷的眼神都在死死地盯着空中的酒杯。张瑶粗重的喘息也瞬间停顿了下来，瞳孔骤然紧缩，却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眼睁睁地看着酒杯在眼中放大。啪！单薄的酒杯在张瑶面门炸裂开来，鲜血四溅。啊！张瑶嘴巴里面也瞬间发出了一道痛苦的哀嚎，捂着面门接连倒退，狼狈地跌坐在地上，鲜血顺着指缝间流淌。嘶！周围响起了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周莹莹捂着小嘴，震惊的目光看向杨晨，正好见到杨晨稳稳地落在地上，嘴角噙着一抹冷笑。这怎么做到的？原路返回？其他人也惊呆了的模样。杨晨目光清冷地盯着，笑道：哎呀，不好意思啊，张总，想躲开来着，这杯子怎么莫名其妙地飞到你那去了？这杯子真是不长眼啊！言语之中仍旧满是嘲弄的语气。周围众人缓过神来，嘴角一阵抽扯。杯子没长眼，这特么是开了自瞄了吧？还没长眼呢。周莹莹仰头看着杨晨，美眸中泛着金光。张瑶疼痛难忍，喘息愈发沉重，心中怒焰滔天。这个畜生！他抬起头，目光阴狠地凝视着，鲜血正好顺着眼皮滴落，表情是狰狞又恐怖。可惜杨晨无感。张瑶怒不可遏，可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过。他捂着脸艰难起身，阴狠地说道：你狠，算你狠，你等着，你他妈给我等着！话音落下，愤恨转身往外面冲了出去。员工面面相觑，旋即那复杂的目光都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杨晨倒是没有理会，坐了下来。继续吃吧。他抬头跟周莹莹对视了一眼，笑着说道。周莹莹美眸中泛着复杂的光芒，她嘴角扬起一抹笑意，轻轻点头。好。她也跟着吃了起来。小陈，那张瑶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肯定会报复你的，你小心点哈。周莹莹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提醒道。杨晨冷笑一声，没事，我还怕他不来呢。给苏雅下药的事情在他心里还没有翻篇，这事儿没完。他继续吃着。周莹莹感受着杨晨的自信，再次体验到了那种浓烈的安全感。这个男人好神奇，他只能用这2个字来形容，无法描述那种感觉。好，他笑了起来，瞬间便没了担忧。时间流逝，不多时，饭吃完了，股东大会要开始了。周莹莹去会议室那边忙碌了，杨晨自己回到了办公室。他坐在自己的位置，到现在还是没想明白苏雅为什么让他去参加会议。没等多想他，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杨晨抬起头来，不敲门直接进来的，整个公司也就只有苏雅一个人了。苏雅正好走了进来，当看到办公室里面只有杨晨自己之后，放松了些许。莹莹呢？他随意地问道。杨晨笑着回应道：去会议室那边忙去了。苏雅轻轻点头，会议需要的已经准备好了，坐在办公室里面总是觉得不安稳，好在办公室里只有杨晨自己。准备一下，待会儿跟我开会去了。他淡淡地说道。杨晨点头回应。好。苏雅蹙起眉头，上下打量了杨晨一眼。给你买的新衣服怎么没穿？他疑惑地问道。杨晨尴尬一笑，说道：忘了，回去我就换上。苏雅轻轻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出去了。杨晨笑容收敛，眼神之中带着一丝不解的光芒。这苏雅到底在想什么？奇怪的女人。时间流逝，会议要开始了。杨晨起身走出了办公室，正好遇到苏雅从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走了出来。苏雅面无表情地从杨晨身前走过。走吧。他朱唇轻启，冷淡的声音飘了过来。杨晨迈步跟上。还没开过会呢，想到待会儿要看到苏雅制定计划，心里面莫名的还有点期待，感觉会很帅。离开电梯，苏雅气场全开，迈动脚步往会议室大门走去。周莹莹站在门外等待着，见到苏雅过来，便迅速打开了会议室的门。苏雅径直走了进去。杨晨跟周莹莹对视了一眼，跟在苏雅身后两侧。偌大的会议室里面摆放着一张长桌，两侧已经坐满了公司的高管了，中间位置赫然是给苏雅留着的。杨晨扫了一圈，大多数都是生面孔，尤其是坐在苏雅左右手的那几个中年男人，气场很强，姿态很高，显然都是雅运集团的股东了。张瑶也在，他坐在比较靠中间的位置，伤口已经处理好了，脸上贴着几个创可贴，那狠厉到极致的目光正死死地凝视着杨晨呢。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没有理会。苏雅坐下了，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那灼灼的目光都放到了苏雅的身上，杨晨跟周莹莹一左一右的站在苏雅身后。苏雅扫视一圈，朱唇轻启：“各位，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一件关于雅运集团发展的大事。有一件好事儿，先跟各位说一下。各位都知道马特大厦跟咱们公司终止合作的事情吧？”他面色清冷的说道。周围众人面面相觑，纷纷点头。左侧首位那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皱起眉头，说道：“苏总，这叫什么好事？”一个随意的问题都带着强大的气场，这人也不简单。其他人那疑惑的目光也纷纷放到了苏雅的身上。苏雅扫视一圈，她淡淡的说道：“昨晚经过杨秘书的不懈努力，不但成功拉回了与马特大厦的合作，还让马特大厦承诺从今以后只售卖咱们公司的化妆品，这算好事吗？”什么？此话一出，众人惊，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合作拉回来了，还承诺只销售雅运集团的化妆品，这几个股东脸上都露出了不解的表情。周莹莹同样捂着小嘴，不可思议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心中尽是错愕的感觉。杨晨拉回来的？杨秘书？杨秘书是谁啊？那头发花白的男人露出了错愕的表情，疑惑地问道。苏雅嘴角勾起一抹轻微的弧度，娇躯轻轻靠在了后面的椅子上，抬起白皙的手掌一指杨晨：“这位杨晨，杨秘书。”他淡淡的说道。顷刻间，所有人那震惊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杨晨的身上，不少人脸上都满是惊喜和震撼。张瑶面色阴沉的宛若能挤出水来一般，拳头紧握，眸中寒芒爆闪。他对杨晨的恨意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杨晨同样有些错愕，虽然不明白苏雅的意思，但还是笑着点了点头。苏雅坐直了身体，她朱唇轻启，淡淡的说道：“好了，回归正题，先说第一件事情，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撤销杨晨总裁秘书的职务，让他担任市场部总监的职位，各位都没意见吧？”话音落下，清冷的目光扫视众人。杨晨闻言，眼神之中瞬间满是茫然的光芒，不可思议地看着市场部总监，这开什么玩笑？周围众人面面相觑。杨晨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任职市场部总监自然是没问题。但是很快，众人的视线便纷纷放到了中间位置的张瑶身上。毕竟现在的市场部总监是他。张瑶同样瞪大了眼睛，脸上尽是迷茫的表情。他严重怀疑自己听错了。苏总，你说什么？他任职市场部总监，那我呢？他站起身来，惊愕地问道。其他人也都好奇地看着。苏雅那冰冷的目光放到了他的脸上，淡淡地说道：“你开除，待会儿回去收拾东西，不用再来了。”杨晨愣了一下，旋即便反应了过来，这事全力收回来了。这话霸气。周围众人露出了惊愕的表情。张瑶同样瞪大了眼睛，醒悟之后瞬间攥紧了拳头。苏总，凭什么？我在咱们公司兢兢业业地奋斗了这么多年，你一句话就把我开除了？理由呢？你这样难以服众吧？他咬紧牙关，沉声厉喝。他断定苏雅肯定不敢把那天晚上被下药的事情说出来，自然有恃无恐。其他人也都盯着苏雅，不明所以。杨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虽然不太清楚苏雅的能力，但他对苏雅还是比较了解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说这种话。苏雅冷淡地盯着，眸中满是冰冷的光芒。理由？好，我给你。小王，进来。他淡淡地说道。只见一个年轻女子从外面走了进来，身着工装，容貌还算过得去，低着头来到了苏雅身侧。张瑶目光微微一凝，瞬间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苏雅淡淡地说道：“你是张瑶的助理，说说吧，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人都好奇地盯着。小王攥了攥拳头，抬起头来说道：“张瑶多次骚扰我，还给了我最后期限，说我要是不跟他睡的话，就想办法让我离开公司。”此话一出，周围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那一道道嫌弃的目光瞬间放到了张瑶的身上。杨晨也是一阵无语。张瑶拳头紧握，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只是面子已经丢没了，还怕什么？他阴冷地看了小王一眼，辩驳道：“苏总，这最多算我个人作风问题，能抵消掉我这么多年的功劳吗？”那个语气满是质问。苏雅淡淡地说道：“继续说。”小王没有犹豫，继续说道：“张瑶还让我找咱们公司产品的机密档案，让我送到指定的地点，我没同意，他找别人去了，我有通话录音。”话音落下，直接将自己的手机给举了起来。什么？此话一出，众人那愤怒的目光瞬间便聚集到了张瑶的身上。张瑶也瞬间傻眼了，呆愣在原地。他懵了，本来是想好好栽培一下小王的，
没想到他会拒绝这件事情，更没想到他竟然录音了。他傻了，这次百口莫辩。杨晨见状，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若有深意地看了苏雅一眼。果然厉害。苏雅冷淡地问道。念在这么多年你为公司兢兢业业的份上，没把你送到法院已经是轻饶你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周围众人怒目而视，张瑶满面焦急，却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啪啪啪，就在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巴掌声忽然响起。精彩，果然精彩，苏总真是冰雪聪明啊，佩服。紧接着一道调侃的声音随之响起。杨晨眉头微皱，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拍着巴掌，面带笑容，不是别人，正是孙有为的父亲孙建斌。杨晨不认识，可除了杨晨之外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少人脸上都露出了紧张的表情。公司之所以落魄，就是因为孙家啊。孙家家主来了。苏雅黛眉微蹙，眸中闪烁着冰冷的寒意。关键是孙建斌的身后还跟进来一群人，有男有女，其中有几个中年男人气质不凡的模样。杨晨心里面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因为那群男女之中，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王董、王明远，那可是苏雅的债主啊，他来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事。几个股东面面相觑，唯有张瑶脸上露出了狂喜的表情，笑得逐渐阴狠了起来。苏雅没有起身，冷冷地盯着。堂堂孙家家主，来我一个小小的雅运集团做什么？孙建斌双手插兜，目光悠闲。是不想来的，但是我儿子昨晚被人打进了医院啊，我来报个仇。话音落下，笑容消失，那犀利的目光瞬间便放到了杨晨的脸上，冰冷的气场弥漫开来。什么？此话一出，众员工脸上再次露出了迷茫的表情，惊愕的目光看向杨晨。他把孙有为打进医院了，疯了。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杨晨目光清冷的对视，这才恍然，孙有为的爹。他眉头微微蹙起，隐隐有些担忧，既然来了，必定是有所准备。苏雅目光也微微沉重。孙建斌阴狠地看了杨晨一眼，又笑了起来。还有，我的人要被苏董开除了，我自然得过来关心一下，不能让给我办事的人寒了心啊。说着，清冷的目光放到了张瑶的身上。张瑶瞬间激动了起来，他大步上前，激动地说道：多谢孙董，我心里太舒服了。众员工怒目而视，然而张瑶却恍若未闻，站在孙建斌身边，阴冷的目光死死地凝视着杨晨。他只想报仇。苏雅眸中寒芒闪烁着，淡淡的说道：孙董倒是敢做敢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说出来了，只是这种手段对孙董影响也不好吧？孙建斌摇头笑着：手段也是实力的体现啊，更何况……他抬头扫视着偌大的会议室，继续说道：这雅运集团马上就不复存在了，人们只会记得雅运集团被我除名了，谁会记得用什么手段呢？话音落下，那扫视的目光正好落在了苏雅的身上。苏雅背齿轻咬，她并没有预料到孙建斌这个时候会来，心里也有些沉重。他跟杨晨想的一样，既然敢来，那肯定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了。孙建斌目光清冷，气场很强，只是这句话却让在场所有的员工人心惶惶。雅运集团倒闭意味着他们要失业。苏雅稳住思绪，面色不改，冷淡地说道：所以孙董要做什么呢？其他所有人的目光也都聚集到了孙建斌的身上。孙建斌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他并未回应，而是将目光放到了前排那几个股东的身上。诸位，提醒你们一句，雅运集团马上就倒闭了，你们要是还继续跟他们合作，到时候恐怕会连累你们的。那个语气满含威胁。这几个股东闻言，眉头纷纷皱起，脸上露出了迟疑的表情。苏雅眉头皱起，她不能继续看下去，冷淡地说道：我们产品刚刚生产完成，销售渠道也成功解决，你说我们倒闭就倒闭？几个股东不知所措。呵，孙建斌摇头冷笑说道：本以为苏总是难得一见的女强人，没想到这么天真。你以为有货能卖就足够了？你们公司没钱啊？欠债那么多，别说支撑运营了，员工的工资你还有钱发吗？话音落下，那眼神之中便已经满是嘲弄的光芒了。这众员工闻言纷纷慌了神。苏雅美眸之中同样满是沉重的光芒，这是她最无力的事情。生产的产品还没有售卖出去，就没有资金回流。孙建斌不等苏雅说话，便继续笑道：为了避免雅运集团倒闭没钱还债，所以我特意把这几位你们雅运集团的债主都叫来了。没办法，我这个人心善，得帮他们做主，万一到时候倒闭了，你没钱还他们怎么办？话音落下，
王明远几人脸上纷纷露出了一抹冷笑，员工更慌了。苏雅银牙紧咬，冷冷地说道：“欠债会还的，现在还没到合同上的最后还款期限，急什么？他现在没钱，在等这批产品卖出去。”没想到孙建斌这个时候带人来了。孙建斌冷笑不止：“苏总，别傻天真了，不妨告诉你，你这批产品卖不出去的，雅运集团必须倒闭。”那语气很是平淡，却带着毋庸置疑的坚决。苏雅黛眉微蹙，孙建斌抬起头来，冷淡地说道：“行了，苏总，我也不想在你这浪费时间。几位债主都来了，抓紧还钱吧。你现在给钱，我们立马就走，不然就别怪我用卑劣的手段了。”话音落下，那眼神之中瞬间闪烁着冰冷的寒意。王明远等人冷笑不止，张瑶也嚣张了起来，眼神之中尽是嘲弄的光芒，阴冷的目光还是时不时地看向杨晨。他等着报仇。苏雅站起身来，冷冷地回应道：“我说了，我会在合同上规定的时间内还钱的。”孙建斌摇头冷笑着：“苏总，拖延时间有什么意义呢？债主都来了，再不还钱，怕是苏总要失信于人了。那宁江谁还会跟你合作呢？恐怕你的员工们也不敢给你打工了吧？”话音落下，扫视一圈，眼神中闪烁着嘲弄的光芒，苏雅粉拳紧握。那群员工面面相觑，心里面也已经开始不安了起来。最近公司不景气，本就谣言四起，现在加上孙建斌这么一嘴，他们彻底慌了。孙建斌摇头晃脑，咂着嘴：“这么多人的血汗钱啊，好可怜。我这个人心善，诸位不用担心，如果苏总不还钱，那我今天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直接去我的孙氏集团工作，我给你们就业岗位，薪资不变。”话音落下，脸上已然满是阴险的笑容了。苏雅目光微凝，此话一出，不少员工瞬间躁动了起来，一个个目光灼灼，面面相觑。尽管没有人说话，但是那亢奋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杨晨眉头微皱，不对劲儿啊！王明远等人脸上的冷笑浓郁到了极致。苏雅心里面已经有些慌了，这些员工可是运营公司的基础，如果他们走了，那就彻底没办法翻身了。可恶！他银牙紧咬，却根本不知所措。孙建斌冷笑着说道：“我帮你清算了一下，这5位债主加一起总共1800万，不多，小钱而已。苏总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苏雅粉拳紧攥，俏脸上露出一抹痛苦的表情。他看到了员工们的蠢蠢欲动，心都凉了。可是他现在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啊！孙建斌阴冷地笑着，眸中满是寒意。杨晨眯了眯眼睛：“不行，不能这么下去了。”他上前一步，笑着说道：“苏总，要不就先把钱还给他们吧。差多少啊？不够我有。”那清朗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面显得尤为刺耳。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懵了。顷刻间，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放到了杨晨的身上。不是这司机疯了？没听到孙建斌说了1800万吗？你有？周莹莹迷茫地看着身侧的杨晨，苏雅都愣住了。她抬起头来跟杨晨对视，却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差多少？欠多少差多少？只是这话，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商业上被人算计，罪魁祸首就是孙有为，他倾尽所有，这才稳住了现在的这个局面，那还有钱了？他张了张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孙建斌瞥了杨晨一眼，眸中瞬间满是狠厉的光芒，透着不屑：“你来搞笑的？别急，等我处理完了苏总的事情，再跟你算我儿子的账。”那目光狠厉至极。杨晨并未理会，嘴角仍旧噙着一抹笑意，看着苏雅。王明远忍不住了：“你耳朵色驴毛了？没听到孙董说1800万吗？怎么，你这个臭司机要替苏总还钱？你他妈这辈子见过1800万吗？”他上前一步，目光之中满满的不屑。杨晨笑容收敛，冷淡地看了王明远一眼：“你耳朵让驴踹了？没听到我问苏总差多少吗？上次打你把你脑子打丢了，又欠打了。”他心中怒火翻涌，目光犀利。这周围众人闻言，嘴角又是一阵狠狠的抽搐。不是，王明远也被杨晨打了，他怎么谁都打过？王明远拳头紧握，心中的怒火瞬间便开始猛烈地蹿升了起来，眼神之中尽是愤恨的光芒。刚想说话，孙建斌便抬手将他给拦住了，淡淡的说道：“好了，让他说。”哼！王明远冷哼一声，站了回去，只是那眸中却满是狠厉的光芒。杨晨冷冷地看了一眼，没有理会。他再次看向了苏雅，苏雅黛眉微蹙，美眸中满是迟疑的光芒。他也很是不解，他清楚地记得杨晨来的时候可是1分钱都没有，很在意钱的。现在这话什么意思？认真的？他迟疑着。整个会议室里面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在紧盯着。苏雅粉拳紧握，虽然不明白，但他知道杨晨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说这话的。啊，现在公司账上没流动资金了，都投进产品里了。他缓缓说道，尽管已经说得很委婉了，可语气还是很不自然。杨晨也愣了一下，有些无奈，1分钱都没有。他感受到了众员工那复杂的目光，有些担忧。啊，苏总，账上怎么会没钱呢？你上次给了我一张银行卡，让我帮忙保管，你忘了？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钱，你看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去取。他从兜里面掏出来那张韩泰给他的银行卡，笑盈盈地递了过去。他没担心，实在不行就去找韩泰借钱。只是把银行卡递过去的时候，还是有些心虚。他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要是真的只是几万块，那可尴尬了。韩泰那么厉害的大人物，给一张卡不可能只有几万吧？周围众人都懵了。苏雅贝齿轻咬，一双美眸盯着银行卡。他没给过杨晨银行卡，这卡肯定是杨晨的，这么说是在给他留颜面。只是杨晨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事已至此，别无他法了。他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轻轻点头。啊，我都忘了。好。他硬着头皮接过银行卡。员工们迷茫地看着。孙建斌冷笑不止，嘲弄地说道，苏总啊，我早就调查过了，你公司账上1分钱都没有，你自己的账户里都只剩下30多万了，你确定这卡里有钱？王明远等人同样满面嘲弄。苏雅粉拳紧攥，自然也在怀疑这件事情，只是还能怎么办呢？他目光清冷了下来，说道，孙董耳朵也不好用了，没听到我的秘书说没钱他去取吗？是。王明远等人嗤笑了起来。孙建斌摇头晃脑，无奈到了极致。一个小司机，取1800万。哎，你这是把我们大家当猴耍，我想帮你都无能为力啊。他笑盈盈地说道。众员工面面相觑，表情愈发的复杂了。杨晨也有点心没底，早知道抽时间看看卡里面有多少钱了。苏雅黛眉微蹙，冷淡地说道，孙董，那么多废话做什么？呵。孙建斌摇头冷笑，淡淡地说道，苏总，我在担心你啊。既然你执意如此，那没问题，还钱吧。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小司机怎么帮你凑齐这1800万。话音落下，抱着肩膀，眼神之中尽是嘲弄的光芒。其他人同样冷笑不止。苏雅再次抬眸看了杨晨一眼，攥紧粉拳。杨晨脸上还挂着柔和的笑容，他没办法相信杨晨能有这么多钱，但是那个笑容让他莫名心安。莹莹，查查多少钱？他目光坚定了下来，淡淡的说道。周莹莹迟疑了一下，是，苏总。他凑了过去，接过银行卡的手都在微微颤抖。这卡里的钱太关键了。周莹莹坐在了苏雅的位置，打开了电脑的财务系统，开始输入卡号。笔记本投屏在身后的大屏上，所有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都在紧紧的盯着。杨晨也有些紧张，但是没有担心，大不了找韩泰。苏雅面无表情，只是粉拳仍旧在紧握着，掌心都已经出现了微微汗水。孙建斌抱着肩膀冷笑不止。王明远跟张瑶等人脸上同样满是嚣张的笑容，等待着看笑话。众员工也紧张的不行。很快，周莹莹将完整的卡号输入了进去，抬起小手，咬着嘴唇，终究还是按下了回车按键。咔，那清脆的声音在会议室内回荡着。屏幕进入加载页面，苏雅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的位置。终于，余额显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整整齐齐地放到了那串长长的数字上，数了起来。孙建斌摇头晃脑地冷笑着，嘲弄道：“苏总啊，怎么才50、500？他笑容凝固了，终于查明白了，5000万！轰！在场所有人脑海中轰然炸响，所有人都被那余额给狠狠地惊到了。王明远等人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下来。孙建斌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地盯着屏幕上的余额，查了一遍又一遍。可都是5000万，没查错。他呆愣在原地，脸上轻蔑的表情瞬间便凝固了下来。周莹莹激动地盯着笔记本，娇躯颤抖。苏雅呆愣在原地，那清冷的面容上满是震惊，不可思议地盯着那串数字，电流在体内窜过一遍又一遍。他惊了，惊到无法呼吸。5000万，哪来的钱？杨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他清醒了几分，那震撼的目光瞬间便放到了杨晨的脸上，彻底失去了表情管理，小嘴微张，眼神木讷，整个会议室内静的真落可闻。杨晨悬着的心也放松了下来，同样有些惊讶。知道韩泰身份不一般后，知道这张卡里肯定不只是几万块那么简单，却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钱。这老头还挺大方。杨晨抬眸对视上了苏雅那震撼的目光，
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隐隐的他心里面也开始得意了起来。苏总，这不是有吗？是不是都忘了放我这的钱了？既然够，那就还上吧，免得让外人误以为咱们雅运集团欠钱不还呢。杨晨笑盈盈地说道，他的声音让震撼中的众人从木讷的情绪中清醒了过来。咕咚，很快周围响起了一连串吞咽口水的声音，所有人都懵了。王明远等人脸上带着迷茫的表情，孙建斌到现在也没有缓过神来，神色木讷，实在是想不明白这钱是哪里来的。苏雅缓过神来，他盯着杨晨那柔和的笑容，张了张嘴，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其他人面面相觑，尽管都没有说话，可是眼神中那木讷的光芒已经说明一切了。苏总，杨晨笑着提醒了一句，苏雅这才缓过神来。啊，他恢复了理智，仍旧有些迟疑。这钱是杨晨的，那我还钱？他试探着问道。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心思考虑表情管理的事情了。杨晨笑着说道，苏总，你的钱啊，你问我干什么？这苏雅贝齿轻咬，心中那种复杂的感觉瞬间浓烈到了极致。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想不明白，但是杨晨的表情让他无比心安。他不愿意多想了。莹莹把欠的钱打到这几位公司的账户上。他转过头，淡淡的说道。尽管脸蛋上恢复了以往的清冷，可声音还是带着一丝颤抖。孙建斌煽动员工的时候，他已经绝望了。没想到是。周莹莹同样激动地回应道，迅速开始操作了起来。苏雅那复杂的目光再次放到了杨晨的身上。这个男人，他粉拳紧握，美眸之中那复杂的光芒浓烈到了极致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愈发强烈。孙建斌仍旧神色木讷，本以为势在必得的局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杨晨破了。他缓过神来，拳头紧握，目光瞬间狠厉了起来。事情自然不能就这么结束。好了，苏总，已经打过去了。周莹莹站起身来，恭敬地说道，那脸蛋上同样满是激动的表情。苏雅点了点头，再次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这才将目光放到了孙建斌的身上。孙董，钱已经还了，还有事吗？他冷淡地说道。虽说搞不懂杨晨是怎么做到的，但是这一刻真的很解气。钱还了，整个人都硬气了不少。王明远等人缓过神来，面面相觑，一个个眼神之中满是复杂。孙建斌眯着眼睛，眸中寒芒闪烁。哼，他冷哼一声，未曾理会，而是将那冰冷的目光放到了几个股东的身上。计谋不行，只能来硬的。几位，不妨跟你们明说了，雅运集团我吃定了，谁来了都没用。奉劝你们几位好好想想，要不要继续跟这雅运集团合作。如果你们坚持，那就别怪我到时候连你们一起对付了。好好想想这队要怎么站，站错了万劫不复。话音落下，眸中瞬间满是狠厉的光芒，气场全开，毫不掩饰的威胁。苏雅黛眉微蹙，那几个股东闻言脸上也纷纷露出了沉重的表情，对视了一眼，神色复杂。孙氏集团家大业大，跟雅运集团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他们要对付雅运，雅运倒闭是必然的事情。这件事情他们心知肚明，只是很快几个股东迟疑的目光便放到了苏雅的身上，不知所措。苏雅眉头紧锁，现在是公司最为艰难的时期，自然离不开几个股东的支持。要是都走了，他不甘心坐以待毙，缓缓说道：孙家这么厉害，我们雅运集团不还是屹立不倒？哼！孙建斌冷哼一声说道：不过是我没动用手段而已，只是我儿子简单说了几句话，就已经让你们雅运集团苟延残喘了，你还想跟我斗？话音落下，犀利的目光瞬间放到了苏雅的脸上。苏雅眉头紧锁，虽说并不服气，但是不得不承认事实确实如此。几个股东自然也心知肚明，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明哲保身，只是又不想放弃这么多年的投入。杨晨眉头微皱，对商业不了解的他，没想到孙有为竟然还会来这么一手。苏雅反驳不了什么了。王明远等人见状，嘴角也再次勾起了一抹冷笑，嘲弄地看着孙建斌，眸中寒芒闪烁，没了耐心。几位，最后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考虑，如果同意断绝跟雅运集团的合作，我可以给你们跟我们孙氏集团合作的机会，利益绝对高于市场价。如果继续坚持，哼，那我保证1个月之内让你们跟雅运集团一起出名，自己考虑吧。话音落下，那上位者的气息瞬间便开始弥漫开来。此话一出，几个股东瞬间慌了神。孙氏集团有这个能力？他们对视一眼，心里面的天秤已经开始倾斜了。苏雅粉拳紧握，他很焦急，却又无能为力。这个场面，只要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该怎么选。一股深深的无力感瞬间弥漫开来，他默默叹息一声，
说到底，他终究只是个小公司的老板，无法跟这些资本的力量抗衡。杨晨眉头紧锁，表情沉重，他很不甘心。整个会议室再次安静了下来，气氛沉重。王明远冷笑不止，张瑶阴狠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脸上，心中大叫一个畅快。他眼神中尽是嘲弄：小司机，你不是很厉害吗？5000万都解决了，这点小问题，要不你再帮你的苏总给解决了。那个语调十分欠揍。其他众人闻言纷纷将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苏雅亦是如此，只是他清楚这件事情杨晨一点忙也帮不上了，没办法了吗？他感受到几个股东已经开始动摇了，默默叹息一声，算了，没了股东至少比没了员工要好得多。杨晨跟张瑶对视着，怒火升腾。王明远上前2步，同样轻蔑地盯着杨晨。时间快到了，小司机怎么不想办法呀？你的能耐呢？你的身手怎么派不上用场了呀？啊！话音落下，讥讽的表情更是浓郁到了极致。苏雅黛眉微蹙，见到杨晨被如此挤兑，心里面瞬间便出现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孙建斌冷笑不止，淡淡的说道：跳梁小丑而已，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话音落下，斜着眼睛瞥了杨晨一眼，不屑一顾的感觉极为浓烈。其他人闻言纷纷冷笑了起来，眸中满是嘲弄。苏雅粉拳紧握，彻底忍不住了。刚想说话，忽的一道玩味的声音从会议室外面响起。一个小小的孙家哪来的脸说杨先生上不得台面的？疯了！孙家现在都这么不要脸了吗？此话一出，会议室内所有人都纷纷愣神，眼神之中露出了错愕的表情。什么人敢说这种话？顷刻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整整齐齐地放到了会议室门口的位置。孙建斌眯着眼睛怒目而视。杨晨眉头一挑，这声音可太熟悉了，又来了。循声望去，正好见到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青年，双手插兜从外面走了进来，脸上尽是悠闲的表情。不是陈小刀又是谁？他的身后还跟着8个身着西装的壮汉，整整齐齐地进入会议室。强烈的压迫感瞬间袭来。这员工们并不认识，一个个眼神中露出了迷茫的表情。苏雅美眸中金光一闪，又是他，他到底是谁？然而王明远等人瞳孔却骤然紧缩，本来轻蔑的表情已经被迷茫所替代。孙建斌同样目光微凝。很快，陈小刀来到了杨晨身侧不远处的位置，脸上迅速扬起一抹恭敬的笑容，轻轻抱拳：杨先生，我来了。那个语气很是恭敬。王明远等人见状，眼神之中瞬间满是震撼的光芒。猛啊！孙建斌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满脸迷茫。杨晨笑着点头：辛苦。他知道那老头绝对派人盯着他呢，每次都这么及时，只是这次也能解决吗？他有些好奇。陈小刀笑着说道：杨先生，这叫什么话？我的荣幸。孙建斌缓过神来，他眉头紧皱，低沉地说道：小刀，你是不是糊涂了？你叫他先生，他就是个司机。苏雅见状，美眸中再次露出了一抹错愕的光芒。他更加不解了，这位帮了杨晨好几次的青年到底是什么人？孙建斌竟然也认识。陈小刀冷淡地看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眼神中尽是嘲弄的光芒，却没有说话。周围众人见状纷纷愣住了。孙建斌也很是不解，刚想继续询问，忽然刚才进来的8个壮汉忽然挺直了腰板，肃然而立，分列会议室大门两侧。众人更加迷茫了。未曾多想，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响起：他糊涂了？难道我也糊涂了吗？满满的威严瞬间在会议室弥漫开来。旋即，一道苍老的身影从会议室外面走了进来。杨晨眼神中金光一闪，他都来了，这还真是杨晨预料之外的事情。随着老者的出现，整个会议室内的氛围瞬间诡异到了极点，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神色木讷。周莹莹惊了，王明远和张瑶等人眼珠子都已经快瞪出来了，那表情如同见了鬼一样。孙建斌呆愣在原地，嘴角疯狂抽扯，连苏雅那倾城的容颜上此刻都已经满是震惊的表情了，淡定不住了。进来的是韩泰。咕咚，很快一连串吞咽口水的声音便在会议室内弥漫开来，异常安静。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虽然不知道韩泰什么身份，但是看孙建斌的表情，今天的事情似乎不需要担心了。这小老头挺会办事儿啊。他静静地盯着韩泰，眼神中带着赞赏的光芒，对他的印象也好了不少。韩泰那清冷的目光扫过众人，迈步走向杨晨的位置，脸上的威严消失不见，迅速露出了一抹客气的笑容。他抱拳拱手说道：杨先生，老夫没来晚吧？那个笑容格外热情。嘶，
哪怕已经处于震撼中的众人听到了这个称呼，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那表情震惊到了极点。先生，那可是韩泰啊，电视新闻上才能看到的大佬啊，叫杨晨。先生，这他妈所有人嘴角都狠狠地抽搐着，思绪一片空白，完全被眼前的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了。孙建斌呆愣在原地，表情呆滞。苏雅小嘴微张，满含震惊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杨晨的脸，思绪同样一片空白。这到底什么情况？杨晨察觉到了众人的反应，有些无奈，他没有理会，笑着回应道：不晚，辛苦了，还让老爷子折腾了一趟。韩泰摆了摆手，嗨，这叫什么事儿？如果不是杨先生，我怕是想来都来不了啊。那苍老的眸中仍旧满满的感激。杨晨不只救了他的命，还治好了他的病。当他察觉到杨晨的药方真的有效果的时候，便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教好杨晨，得罪谁都无所谓。杨晨笑着摇了摇头，看得出来这个老头也是性情中人。韩泰笑着说道：杨先生，咱们先解决问题，然后再聊。杨晨眉头一挑，点了点头，辛苦。韩泰并未多言，缓缓转头将目光放到了孙建斌的身上，热情消失不见，取而代之是满满的威严。那犀利的目光让整个会议室的温度都随之降低了一些。咕咚，孙建斌这才从迷茫中醒悟了过来，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他慌了，苏雅缓过神来，他粉拳紧握，一双美眸紧紧地盯着杨晨的侧脸，震惊之余，一股浓烈的期待瞬间从心底浮现。韩泰冷冷地凝视着，说道：孙建斌，带你的人出去吧，我可以当做今天的事情没发生过。话语平淡，却带着强大的压迫感。周围众人逐渐醒悟了过来，面面相觑，神色仍旧迷茫。几个股东同样处于震撼之中。孙建斌闻言紧咬着后槽牙，虽然不解韩泰为什么对一个小司机如此客气，但显然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他不甘心：泰叔，这是我们孙家跟雅运集团之间的恩怨，您要插手？他硬着头皮低沉道：孙家跟韩家的差距比雅运集团跟孙家的差距还大。他很畏惧，却不想就这么放手。韩泰那苍老的眸中闪烁着清冷的光芒，淡淡的说道：我不管你们之间是什么恩怨，总之我不允许杨先生有什么麻烦，谁找他麻烦就是找我麻烦。这话简单明了吧？仍旧是那清冷的语气，不带有丝毫的情感，但是那威严的气息却弥漫在整个会议室内。孙建斌都扛不住，他艰难的喘息，眼神之中尽是急迫跟怒火。他尤为气恼，算好了一切，却没算到杨晨竟然能拿出5000万，更没算到他们两家的恩怨竟然能把韩泰给找来。只是这么走了，孙家的面子往哪儿放？他攥紧拳头，呼吸沉重，眼神之中尽是迟疑的光芒。几个股东面面相觑，他们安定了下来，谁也没有多说什么，默默关注事态发展。苏雅粉拳紧握，美眸之中满是紧张，毕竟事关重大。韩泰没了耐心，眉头微皱，冷淡地说道：怎么不想走？不给我面子是吧？只是微微皱起眉头，那威压却瞬间陡增数倍。会议室里面不少人都不敢大声喘气了，紧张地盯着。孙建斌更是压力山大，他根本不敢抬头跟韩泰对视，却并不甘心于此。咯吱吱，那牙齿摩擦的声音从孙建斌的嘴巴之内响起，他抬眸凝视着杨晨，恨透了。杨晨嘴角噙着一抹浅浅的笑意，与之对视。呼，孙建斌艰难地喘息了一下，饶是心有不甘，可韩泰都已经说这种话了，他不敢继续顶撞下去。好，我给泰叔面子，他低沉地说道。苏雅顿时感觉那压在心上的大石头被挪开了，喘息都通畅了，一双美眸之中更是金光闪烁。他紧紧地盯着杨晨，说不出的感觉。他好开心，那嘴角都情不自禁地泛起了一抹浅浅的笑意。但是孙建斌抬起头来继续说道：下次泰叔可就不能再插手了吧？韩泰皱着眉头问道：我的话很难懂吗？找杨先生麻烦就是找我麻烦，惹急了杨先生就是惹急了我，这次能明白吗？话音落下，那苍老的眸中闪烁着犀利的光芒，王明远等人已经被吓得抬不起头了，看都不敢看一眼。孙建斌攥紧拳头，怒火中烧。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身为一方泰斗的韩泰竟然能说出如此舔狗的话来。咯吱吱，他后槽牙再次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好，明白明白，他沉重地应道。饶是不甘心，可此刻也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完人脉，他哪里是韩泰的对手？玩硬的，他妈的韩泰是宁江硬手段的祖宗，满腔的憋屈只能隐忍。他抬起头来，
阴冷的目光死死地凝视着杨晨。杨晨从容对视，甚至眼神中还带着一丝戏谑，这让孙建斌更是怒不可遏。他艰难地平复着呼吸，隐忍着怒意，冰冷地看向了苏雅。苏总厉害啊，佩服佩服。话音落下，那眼神更是无比犀利，愤恨转身拂袖离去。王明远等人见状，急忙低头跟上。张瑶畏惧地看了韩泰一眼，同样低着头跟了上去。苏雅背齿轻咬，她盯着众人的背影，直到现在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在做梦。等等！就在人群马上离开的时候，杨晨那清朗的声音忽然响起。孙建斌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怒目而视。还有事？他冷声询问。杨晨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淡淡的说道：没叫你们，我叫的是张总监。这张瑶闻言，额头上瞬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身体狂颤。孙建斌眉头紧皱。杨晨笑盈盈的说道：张总监是我们雅运集团的人，虽然开除了，但手续还没办呢。孙建斌，他跟你们走，不合适吧？张瑶那哀求的目光瞬间放到了孙建斌的脸上。孙董，救我，救我！他低声呼喊，神色慌乱到了极致。苏雅美眸中闪过一抹笑意，果然还是那个记仇的小男人。孙建斌脸上虽然挂不住，但毕竟没理由，更何况韩泰在这呢。他冷淡地说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问我做什么？哼！话音落下，大步离开了会议室。轰！张瑶闻言，脑海中顿时轰然炸响，神色木讷。他抬起手：孙董，孙董，救我啊！我可是给您办事的。孙董！他绝望地呼喊，想要追赶出去，却被守在门口的2个壮汉拦住了去路。孙建斌没有回应，走远了。咕咚！张瑶艰难地吞咽口水，眼神中已经满是绝望的光芒了。杨晨冷笑着说道：张总监又不是不让你走，你慌什么？张瑶颤颤巍巍地转过身来，迎上了所有人的目光。苏总，对不起，对不起，苏总，我错了。苏总，念在我这么多年兢兢业业的份上，给我一次机会吧，苏总，放我走吧。他面向苏雅苦苦哀求，表情已经快哭出来了。苏雅稳住心中杂乱的思绪，冷淡地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杨晨冷笑着：张总监，怕什么？苏总也没说什么，我们没说不让你走啊，我只是想送送你而已。话音落下，那眼神中瞬间闪过一抹冰冷的寒芒。小刀，麻烦一下，找2个人帮我送送这位张总监。韩泰若有所思地看了杨晨一眼，神秘一笑。陈小刀冷笑一声：好，没问题，你们几个好好送送这位张总监。他扬了扬下巴，冷淡地说道。张瑶身体狠狠一颤，瞬间傻眼了，呆愣在原地，根本说不出话来。是！门口4个壮汉齐声喝道。那中气十足的喝声直接让张瑶的魂儿都吓飞了，嘴唇不断颤抖。苏总，我错了，苏总，苏总，苏总！他有气无力地呼喊着，眼神中满是哀求。那虚弱的呼喊声中，人直接被4个壮汉给架着离开了会议室。众员工这才在那木讷的情绪中清醒了过来。很快，一道道复杂的目光都放到了杨晨的背影上，谁也没想到今天的事情竟然被一个司机逆转了局面。韩泰扫视了一圈，他对着苏雅轻轻点头，笑道：苏总，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果然闻名不如见面，国色天香啊。苏雅稳住思绪，浅笑着应道：韩老先生过奖了。韩？杨晨眸中金光一闪，到现在才知道这老爷子姓韩。韩泰？他瞥了一眼，倒是没多想什么。韩泰笑着说道：苏总既然在开会，那老夫就不打扰了。苏雅下意识看了杨晨一眼。好，那我送您。他还没完全从刚才的事情中醒悟过来，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杨晨笑着说道：苏总，你继续开会吧，我去送就行了。苏雅停下脚步，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好。他点头应道，那个表情隐隐的竟然有几分乖巧的感觉。杨晨笑着说道：走吧。韩泰轻轻点头。很快，一行人便在众人复杂的注视中往外面走去。拥挤的会议室空荡了下来，然而所有人仍旧紧紧地盯着会议室门口的方向，脸上满是复杂。周莹莹亦是如此。许久，苏雅收回了目光，这才完全接受了今天的事实。她站直了身体，俏脸上恢复了清冷。各位，收收心，咱们继续开会吧，聊聊发展。话音落下，那美眸中金光爆闪。这么大的麻烦都已经解决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众员工缓过神来，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放到了苏雅的身上，一个个目光火热了起来。几个股东都是如此。今天让孙建斌灰溜溜的离去固然是一方面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是韩泰的那句话，找杨晨麻烦就是在找他麻烦。这句话的含金量爆棚。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只要杨晨在这个公司，就等同于韩泰在这个公司，那这个公司炸了。想到这里，所有人都挺直了腰板，瞬间干劲儿满满，一个个眼神中满是激动的火热，还有对未来的憧憬。苏雅感受到了，她俏脸上虽然仍旧满是清冷，可眸中却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没想到这小男人，他心里面再次泛起了一丝复杂的情绪。刚想继续说话，那个头发花白的股东忽然站起身来，目光灼灼。苏总，我相信你的能力，现在公司困难时期，我也没有什么能帮的，这样我追加1000万的投资款项，只要分红，不要股份。他目光坚定，语气激动。这所有员工闻言身体都狠狠颤抖了一下，目光再次火热。苏雅看了一眼，自然心知肚明。忽然其他几个股东相继起身，目光灼灼。我没有刘老板那么多，但是我也愿意追加500万的投资，不要股份。我投800万。我也再投800万。4个股东纷纷表态，神色尤为激动。众员工面面相觑，眼神之中的火热已经快燃起来了。这么多投资款项啊，雅玉要飞了。苏雅若有所思的目光扫过几位股东，许久，这才轻轻点头。好，多谢。他没多说什么，对于人性，他心知肚明。这个时候的投资更多的是见到了希望，看到了利益。投资并不是为了情感和公司，是为了赚钱。虽说款项确实是进入了他公司的账户，但锦上添花哪有雪中送炭来的动人。一切是因为杨晨。他不自觉地瞥了一眼会议室门口的方向，脑海中浮现出了杨晨的身影。不知不觉，那嘴角扬起一抹笑意。会议继续。公司门外，几个壮汉在前面开路，警惕地扫视着周围。杨晨跟韩泰并肩走了出来，陈小刀默默跟在后面。多谢了老爷子，要不是你，今天还真有点麻烦。杨晨笑着说道。韩泰摆了摆手，说道：杨先生啊，这话不是折杀我了吗？我的命都是你救的，跟我还客气什么？这只是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而已。陈小刀竖起耳朵听着，对杨晨同样充满了好奇。这些年还没遇到过什么对手，杨晨的身手让他始终惦记着，想要切磋一下。关键是杨晨医术还那么厉害，这么优秀的同龄人他没见过。杨晨笑着摇了摇头。好，那就不跟你客气了。身体怎么样了？他不是个矫情的人，并未多言，转移了话题。二人步伐悠闲地往远处的劳斯莱斯走去。韩泰顿时来了兴趣，笑着说道：杨先生啊，你的医术真是绝了，这才这么2天，我的身体真的好多了，真是神医啊。言语之中满满的赞叹。杨晨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过奖了，真不是什么大病。或许现在的中医太没落了吧。韩泰眸中金光闪了又闪，如此有能力还这么谦虚，关键还是个年轻人，不可多得啊。他笑着问道：杨先生啊，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这么厉害？杨晨愣了一下，他笑着说道：家师的名字不太方便透露。啊。韩泰微微愣神，瞬间便好奇了起来。什么人这么神秘？这样啊，正常，一般隐士高人都比较神秘。他笑着说道。杨晨继续前行，没有回应。韩泰却惊了，没否定。那这杨晨的师傅还真是一位隐士高人。他思索片刻，苍老的眸中金光一闪。对了，杨先生，雅运集团这边需要我做什么吗？我看你跟那位苏总好像关系不错啊。她是你女朋友吗？如果是的话，那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自然要多帮衬一些。话音落下，心中竟出现一丝期待。他说的很有水平，让杨晨并没有多想。关系杨晨沉吟了一下，笑道：不是我女朋友，但关系确实不错。至于帮衬就不用了，如果到时候有什么麻烦，我会找你帮忙的。他倒是想说是他女朋友，只是苏雅绝对不会认的。韩泰闻言，苍老的眸中闪过一抹激动的光芒。不是女朋友，那就好办了。他不着痕迹地笑了一下，说道：行，那听杨先生的，反正有什么麻烦尽管说，能做的我绝不推辞。杨晨轻轻点头。好。话音落下，二人也已经来到了劳斯莱斯旁边了。陈小刀连忙打开了车门。韩泰并没有着急进去，而是将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脸上。他若有深意地说道：小心一些，孙建斌那人睚眦必报，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杨晨眉头一挑，他笑着说道：好，会小心的。韩泰笑了笑，说道：杨先生虽然厉害，但还是别小瞧了他。虽然孙家不怎么样，但是孙建斌的老婆可是宋家的人，宋家比孙家实力强很多的。杨晨闻言诧异地看了一眼，但是转念便也释然了。
作为盘踞在宁江的家族式企业，人脉自然广泛。好，知道了。他笑着点了点头。韩泰继续说道：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小刀也行。杨晨回应了一句。很快，劳斯莱斯逐渐远去。杨晨站在原地，看着车子的背影，眼神中闪过一抹若有所思的光芒。孙家、宋家。他眯了眯眼睛，眸中山沟一抹寒意。如果还不长脸，那哼。他转身往公司里面走去，等回到会议室外面的时候，这才发现苏雅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侃侃而谈。会议还在进行着，员工一个个激昂澎湃的。他并没有进去打扰，在外面默默欣赏了一阵，便回到了办公室里面。他躺在椅子上思索着孙家的事情。对了，药材，如果孙家还是不懂事儿，那他就得上手段了。只是药材不好找。他沉吟片刻，掏出手机给韩泰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了。韩泰笑着说道：怎么了，杨先生？他还没到家呢，电话就打来了。杨晨笑着说道：有个事想麻烦你一下，我想找点药材，市面上不好找，我也不认识什么大人物啊，只能麻烦老爷子你了。韩泰笑了笑：没问题，小事一桩，杨先生把药材发给我吧，晚上就给你凑齐。他随意的笑道，话语平淡，丝毫没当回事的模样。杨晨挂断了电话，把不好买的几味药材都给韩泰发了过去。药材的事情解决了，他完成了一大心事。休息。杨晨闭上了眼睛，躺在椅子上面舒舒服服地休息着。今天苏雅肯定很意外吧？想到那个女人，杨晨嘴角情不自禁的便勾起一抹笑容。要是能做老婆，好像也不错。虽说冷了点，但是问题不大，反正被窝里面会温暖。抱着这个念头，他睡着了。没过多久，开门声将他惊醒。睁开眼睛，正好见到周莹莹满面红润的从外面走了进来，脸蛋上带着激动的笑容。他缓缓坐直了身体。小陈，你在这儿呀？刚才苏总还找你呢，怎么没回去啊？周莹莹迅速放下了手中的文件，笑着问道。杨晨笑了笑，开会我也听不懂呀，我看没我的事儿就回来睡了。苏总找我干什么？他清醒了几分。周莹莹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他迅速凑到杨晨这边，双手撑着办公桌，俯身下来，美眸之中满是惊奇的光芒。小陈，你竟然认识韩泰，你今天太牛了吧，你硬生生的逆转了咱们公司的局面呀。你都不知道，苏总这段时间已经憔悴了很多了，但是刚才在会议室里面大显神威了，那个气势我已经好久都没见过了，我又看到以前的苏总了。小陈，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你也太厉害了吧。他神色激动地说道，一股气说了好多，满腔的激动却根本说不完。杨晨想到了自己刚才看到的苏雅，笑了笑，没多厉害了，就是给人家治过病，算是还人情来了。他谦逊地笑道。这周莹莹瞪大了眼睛，美眸之中满是惊讶的光芒。原来杨晨还给那种人物治过病，他有些汗颜。堂堂一方泰斗都找杨晨治病，上次他竟然还怀疑了杨晨的医术好在，杨晨没看出来。他美眸之中仍旧满是灼灼的目光，一肚子的问题想问。刚想说话卡，忽然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是苏雅。周莹莹迅速收敛笑容，急忙站直了身体。苏总。杨晨也将目光投递了过去，心里面隐隐的竟出现了一丝期待。苏雅的美眸扫过周莹莹，轻轻点头。很快那目光便落在了杨晨的身上，心里面瞬间浮现出一丝复杂的情愫。你过来一下。他沉吟片刻，淡淡的说道。话音落下，便转身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杨晨见状有些无奈，立大功了，怎么还是这个态度？我过去一下。他站起身来，笑着说道。周莹莹用力点头，脸蛋上带着激动的笑容，还一肚子的话没说完呢。这一刻，他对这个男人充满了好奇。杨晨来到了办公室外，门没关，虚掩着的他便推门走了进去。只见苏雅正坐在沙发上面，没翘二郎腿。隐隐的杨晨忽然感觉他的坐姿很是不自然。苏总，什么事儿啊？他来到了茶几的位置，笑着说道。苏雅抬起美眸，跟杨晨对视着，心里面再次泛起了一丝复杂的感觉。他跟周莹莹一样，一肚子的话，甚至有过之，只是面对杨晨，那些话始终感觉有些说不出口。他想感谢，然而二人这复杂的关系让他那些话根本说不出口。他看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出来，那表情却略显动容。杨晨有些疑惑。苏总。苏雅缓过神来，收回了目光。啊，没事。他淡淡的说道，双手抬起，却又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整个人都透着一种凌乱的感觉。杨晨疑惑的看着，很是不解。什么情况？关键是这可不像是感激的样子，
他始终搞不清楚苏雅心里面想的都是什么，毕竟跟正常人不一样。苏雅被齿轻咬，沉吟了片刻，那些话终究还是没说出口。算了，晚上再说吧。我办公桌有点脏了，帮我擦一下吧。他没再跟杨晨对视，清冷地说道。杨晨闻言忍不住轻轻翻了个白眼，心里面瞬间满是无奈的感觉，那股小期待消失得一干二净。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没点好听的就算了，还得给你擦桌子。他抽出几张湿巾便开始擦拭了起来，忍不住暗自腹诽。苏雅敏锐地察觉到了杨晨的小情绪，暗中抿了抿嘴角，忍着笑意。这小男人有情绪了。他轻轻靠在沙发上面，掐着下巴，一双美眸盯着杨晨的背影，默默思索着。那些话虽然说不出口，但心里还是非常感激的。如果不是杨晨，他不敢想象是什么后果。怎么感谢一下这个小男人呢？他那美眸之中闪烁着阵阵金光，若有所思。很快杨晨擦好了，他本想离开，却被苏雅给留下了，没让他做什么，就让他在沙发上面坐着。苏雅则是认真工作了。杨晨很是不解，不明白为什么让他坐在这里百无聊赖。他躺了下来，那视线不自觉的便落在了苏雅的侧脸上，静静欣赏。无死角的美。他忽然发现认真工作的苏雅脸上没了那拒人千里之外的冰霜，反而多出了一股别样的魅力。这女人怎么长的？时间流逝，不多时到了下班的时间了，只是苏雅仍旧坐在那里处理着工作，没有起身的意思。杨晨早就来了困意，见状索性不等了，闭上了眼睛，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这沙发睡得还挺舒服。苏雅沉浸在工作之中，已经忽略了时间的流逝。今天的事情让她再次改变了策略，工作量自然很大。转眼间天色黑了下来，苏雅终于结束了工作，抬起小手抻了个懒腰，曼妙的曲线瞬间展露了出来。累啊！她站起身来，刚走2步，脚下便瞬间停顿。她发现了沙发上睡着了的杨晨，这才想起来是她让杨晨在这等着的，结果她太投入忘了。苏雅有些尴尬，迈步上前，这才发现杨晨睡得很熟。她本想叫醒的，却忍住了这个念头。她站在沙发旁，美眸静静地盯着杨晨那俊朗的面容，心里面那股复杂的思绪逐渐浓烈了起来。这张脸她被齿轻咬，放缓脚步，缓缓凑近，很快便蹲在了杨晨的面前。她减缓了自己的呼吸声，生怕惊醒杨晨，认真地打量了起来。虽然上次已经仔细看过一次了，可是这次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今天杨晨带给她太多的震撼了，这小男人到底怎么做到的？苏雅心里面忽然浮现出一股好奇的感觉，歪着头换个角度继续打量，同时她也开始思索该怎么感谢杨晨的事情。10分钟过去了，苏雅仍旧没有起身的意思，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丝毫不觉得无聊。她松懈了一下，发出了一道轻微的喘息声，只是微乎其微的动静，却让杨晨陡然睁开了眼睛，犀利的目光放到了苏雅的身上，身体也紧绷了起来。苏雅吓了一跳，杨晨发现是苏雅，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下来。苏总，你干嘛呢？他问道。苏雅从那犀利的眼神中舒缓了过来，淡淡的说道，没干什么，刚想叫醒你。他站起身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只是那清冷的容颜上还是泛起了一抹浅浅的红润，只是灯光昏暗，杨晨并未察觉。啊，苏总忙完了，那咱们走吧。杨晨坐直了身体，这才发现天都已经黑了。苏雅轻轻点头，他踩着高跟鞋便往办公室外面走去。杨晨摇了摇睡得有些沉重的脑袋，跟了上去。很晚了，走廊里看不到身影。杨晨默默地跟在苏雅的身后，往电梯里面走去。进入电梯，苏雅身上那股特殊的芳香瞬间便弥漫在电梯里面，钻入杨晨的鼻息。杨晨也隐隐的有些好奇了起来，什么味道这么香？很快2人坐进了车子里面。这次苏雅并没有坐在副驾驶，而是跟以前一样坐在了后排。杨晨并未多想，驱车前行，往别墅的方向行驶而去。对了，苏总，大小姐呢？他这才想起来楚瑶瑶的事情，疑惑地问道。现在这个特殊时节，楚瑶瑶一个人还是很危险的。苏雅抬眸瞥了杨晨一眼，孙建斌可不是什么善茬，不会善罢甘休的。这2天太危险，我让他去韩琪琪那住了。他淡淡地说道。杨晨眉头一挑，笑着点了点头。啊，挺好，韩琪琪那肯定安全。杨晨没想到这苏雅还挺聪明，跟韩太想的一样。苏雅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怎么担心他？语气平淡，只是那美眸却紧紧地盯着杨晨。杨晨心脏用力地跳动了一下，没啊，我刚才不小心睡着了，怕耽误苏总的事儿。他努力地稳住思绪，笑着说道。杨晨自幼在农村长大，
不善说谎，哪怕已经很努力让自己平静了，可是脸上仍旧露出了一抹不自然的表情。苏雅敏锐地察觉到了他黛眉微蹙，他跟瑶瑶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就这么熟悉了？想到楚瑶瑶对杨晨的称呼，他心里面忽然出现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酸酸的。苏雅急忙收回了目光，不想承认这件事情。哼，等让我抓到什么把柄的。他轻轻瞪了杨晨一眼，没有继续多说。很快他的思绪便再次放到了怎么感谢杨晨的事情上了。该怎么感谢呢？虽然早就已经想好了一个方案，但是他有些抗拒，或者说有些羞耻，只是他现在已经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他贝齿轻咬，复杂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侧脸上面，心里面再次出现了一丝纠结的感觉。不多时，他抬起头来，前面左转，他淡淡的说道。没时间多想了，再犹豫就到家了。杨晨疑惑的看了一眼，轻轻点头，没有多问。苏雅没说去哪儿，指挥着杨晨开车，前面找地方停吧。不多时，苏雅那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杨晨找了个空位，把车塞了进去。没等多想呢，苏雅便已经推门下车了。他只好跟着。苏雅没说话，他就始终默默地跟在后面。抬头看去，这才发现苏雅行走的方向竟然是一个酒吧。怎么跑这儿来了？苏雅也来酒吧？杨晨心里面一阵错愕，很是不解。苏雅却一言不发。很快进入酒吧，带着杨晨便在散台的位置坐了下来。他跟服务员点了2杯酒。杨晨好奇地问道：苏总，还有什么烦心事儿吗？怎么还喝上酒了？苏雅抬起头来，一双美眸缓缓放到了杨晨的脸上，那眼神中金光闪烁着。为什么得是有烦心事儿才能喝酒？开心不行吗？他朱唇轻启，淡淡的说道。虽然没了平时的冰冷，却还是透着一股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开心。杨晨放松了不少，笑着说道。当然行。苏雅深深的看了一眼，他收回了目光，轻轻摆弄着手指。今天你做的事情彻底让雅运集团度过了这次难关，我也放松一下，请你喝酒。他淡淡的说道。杨晨盯着那倾城的侧脸，忽然发现那嘴角竟然微微勾起了一抹弧度，笑了。这是真开心了，算你还有点良心，知道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喝酒谁开车啊？他笑着说道。不知为何，见到苏雅笑了，他也很是开心。苏雅淡淡的说道，找代驾。杨晨张了张嘴，无话反驳。苏雅没有继续说话，仍旧盯着手指，美眸之中闪烁着金光。他确实很开心，虽说仍旧前途未卜，但是今天的劫难已经成功度过了，还拥有了那么多的资金，对他来说至少可以死在战场上了。他很感激，只是他没办法把这份感激用言语表达出来。面对别人行，但是面对杨晨，他说不出，那种感觉他也没办法形容。服务员将2杯酒推到了2人的面前，苏雅抬起那白皙的小手，轻轻举杯，来，干杯。那一双美眸也放到了杨晨的脸上，眸中闪烁着说不出的光芒。杨晨摇头笑了笑，我可不会喝酒，喝多了苏总管我哈。话音落下，轻轻举杯，砰！那清脆的声音在这氛围的衬托下显得很是美妙。杨晨一饮而尽。苏雅深深地看了杨晨一眼，同样举杯把酒干了。他不说话，杨晨也并没有扯出什么话题来，2人就在酒吧那欢快的氛围下推杯换盏。时间流逝，不多时，苏雅的小脸蛋便已经有些红扑扑的了。她盯着杨晨，想着待会儿的感谢，脸蛋更红了。杨晨倒是没察觉到什么异常，几杯酒下肚，脑袋还好，只是想上厕所的感觉却有点憋不住了。苏总，我去一趟厕所哈。他站起身来，有些尴尬的笑道。苏雅轻轻点头。杨晨转身迅速往卫生间的方向走了过去。苏雅举起酒杯，轻轻张开那诱人的红唇，抿了一口，只是一双美眸却始终都在盯着杨晨的背影。放下酒杯的那一刻，她那红唇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酒吧的氛围仍旧很是欢快，周围不少道目光都聚集在苏雅的身上，眼神中满是惊艳的光芒。自从苏雅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盯上了。杨晨走了，有几个人开始蠢蠢欲动了。苏雅自然察觉到了，并没有当回事，轻抿着酒杯，等待着杨晨回来。忽然，人群中出来一个衣着华丽的青年，容貌俊朗，身材高挑。他轻轻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脸上缓缓露出了自信的笑容，迈动脚步走向苏雅。周围不少人见状，纷纷皱起眉头，有些不爽。只是毕竟他们没有勇气过去，只能看着。美女，一个人喝酒啊？多无聊啊！要不我陪你喝2杯？我也正好一个人呢。那青年用手臂撑着吧台，摆出了一个帅气的姿势，脸上的笑容也显得很是绅士。苏雅抬头的兴趣都没有，没等说话呢，
便发现远处的杨晨已经从卫生间里面走了出来。换作平时，他理会的兴趣都没有，只是今天他盯着杨晨的身影，心里面忽然冒出来一股别样的冲动。不是一个人，他淡淡的说道，看都没看那青年，视线始终都在盯着杨晨，那嘴角不自觉的便扬起一抹弧度。青年左右扫视，笑着说道，美女，不是一个人，你跟谁来的？我怎么看到就你自己呢？苏雅轻轻扬起下巴，指向了杨晨的方向。我男朋友陪我来的，他淡淡的说道。话音落下，嘴角再次不自觉的扬起，那种羞耻感弥漫开来。只是这一次，苏雅忽然感觉自己似乎并不抗拒那种感觉了。青年将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他沉吟片刻，讪讪一笑，好，打扰了。他摸了摸鼻子，转身走了。苏雅从始至终都没有看他一眼，一双美眸始终都放到杨晨的身上。杨晨倒是并未发觉什么异常。回来了，苏总，他笑着说道，坐了回去。苏雅轻轻点头，干杯。他再次举起了手中的酒杯，轻轻撞了一下杨晨的杯子，扬起那白皙的脖颈，将杯子里面的酒水一饮而尽。杨晨见状倒是有些担忧了起来，苏总，你别喝太多了，这几天可能还会有危险的，他提醒道。苏雅放下酒杯，眼眸放到了杨晨的脸上，他淡淡的说道，有你在呢，怕什么？话音落下，心中再次泛起了一丝羞耻，只是这一次他目光并未收回。杨晨也被苏雅的话说得微微愣神，心里面出现了一阵奇怪的感觉，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行，那你喝吧，喝多了我可不管哈，他笑盈盈地说道。苏雅闻言暗中白了一眼，风情万种却无人察觉。他继续喝。杨晨害怕待会儿有危险，不干杯了，只是一口一口地陪着。二人时不时地闲聊一句，氛围别扭，但是他们却都很享受。然而他们却并未注意到，远处已经有一道目光盯上了苏雅了，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端详片刻，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很快便转身上楼。咚咚咚，男人敲了敲包厢的门，神色激动，进来。一道青年的声音从包厢内响起，男人推门走了进去。包厢内正坐着2个衣着华丽的青年，还有几个衣着暴露的女人作陪，正推杯换盏，笑声不断。男人急忙冲向了刚才说话的青年身侧，杨少，楼下发现个美女，可漂亮了，他激动地说道。那青年不是别人，赫然便是跟杨晨有过一面之缘的杨家少爷杨建明。杨建明闻言，眼睛瞬间亮了几分，他将目光放到了另外一个年纪不大的青年身上，笑了起来。正愁不知道怎么讨好呢，这不就来机会了，他淡淡的说道。老规矩，去办吧，办好了告诉我。男人神色激动的说道。是。他转身离开了包厢，迅速安排了起来。杨建明则是将目光放到了另外一个青年的身上，笑盈盈的说道，宋少啊，看来今天请你来这里真是请对了，真好，有美女。宋少瞬间双眼放光，美女能睡不？杨建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必须的。喧闹的酒吧内，数十个青年男女正在跟着音乐的节奏摇晃身体，苏雅眼神都带着微微迷离了，却还端着酒杯。杨晨担忧地看着，苏总，要不别喝了，你喝不少了。这已经是他第3次劝阻了。苏雅摇晃着手中的酒杯，淡淡地说道，我的酒量我比你清楚。杨晨无奈了起来，都这样了还清楚呢。忽然那劲爆的音乐声停了下来，众人纷纷愣神，左顾右盼之后，便将目光放到了舞台上刚出现的男人身上。此人赫然便是刚才找杨建明的男人。很快所有人疑惑的目光都放到了他的身上，他手持话筒笑着说道，各位好，耽误一下各位宝贵的时间，我是这儿的大堂经理，之所以打扰各位，是因为咱们酒吧的抽奖环节又到了。此话一出，台下不少人瞬间露出了激动的表情，一片喧闹。杨晨跟苏雅也都在看着。大堂经理笑着说道，咱们这儿的老顾客想必都知道规矩，但还是给各位重复一遍，待会儿探照灯会随机照射，等音乐声停止之后，探照灯照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今晚大奖的获得者，奖金20万。此话一出，周围顿时响起了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激动了起来。苏雅嘴巴里面发出了一道不屑的声音。杨晨笑着问道，怎么了？苏雅摇晃着手中的酒杯，没了任何的兴趣，淡淡的说道，总把人当傻子，还总有傻子会上当，好多人都相信天上真的会掉馅饼。那个语气平淡，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骗人的。杨晨瞥了那大堂经理一眼，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相信苏雅的话，他心里面不自觉的便开始厌烦了起来。很快音乐声响起，探照灯也开始在人群中扫射了起来。
所有人都极为兴奋，争先恐后。不多时，音乐声停了，咔，探照灯也随之停顿了下来。苏雅黛眉微蹙，抬起小手挡住了那刺眼的光芒。探照灯赫然照在了她的身上。人群里面响起了一片失望的声音。不多时，目光便纷纷聚集到了苏雅的身上，有羡慕，有嫉妒。杨晨见状微微愣神，心里面有些疑惑。苏雅黛眉微蹙，那美眸之中闪烁着清冷的光芒。她没有动，一只手遮挡着灯光，一只手继续摇晃着酒杯。杨晨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苏雅的动作和态度却让他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别样的魅力再次展现。台上的大堂经理嘴角缓缓勾勒出一抹冷笑，好幸运的美女啊，只是这位美女好像还没发现自己中奖了啊。美女这边呢，看看我，你中奖了。他半开着玩笑，兴奋地呼喊道。话是假的，但是兴奋是真的。杨晨见状，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心里面倒是好奇了起来，苏雅会怎么处理这场面。其他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紧紧地盯着苏雅，只是大堂经理说完了之后，苏雅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众人愣住了，大堂经理眼神中也露出了一抹疑惑的光芒。不行，这可不能出意外啊。他迅速下台，手持话筒，面带笑容的往苏雅这边跑了过来。杨晨没着急，静静地看着。很快，大堂经理到了苏雅的身边，眼睛盯着那曼妙的身姿，心跳一阵加速，他也忍不住了，伸手便往苏雅的香肩上按了下去。苏雅察觉到了，眉头皱起，眸中瞬间闪过一抹寒意。拿开你的脏手，他冷冷地说道。强势的气场让男人抬起的手瞬间僵硬在了空中。他讪讪一笑，说道：美女，你误会了，我是这个大堂经理，刚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你中奖了，20万的奖金呢。他的神色再次激动了起来。苏雅却看都没看一眼，冷淡地说道：骗别人去，我没时间陪你们玩。那个态度很是随意。这周围众人面面相觑，眼神之中尽是疑惑的光芒。骗人，他竟然不信。大堂经理眼神中也露出一抹愕然的光芒。这活动已经举行很多次了，还是第一次有人不信的。不过哼，他心中冷哼，脸上却还保持着热情的笑容。这位美女一看就是咱们酒吧的新客吧？咱们这活动已经举办很多次了，咱们这的老顾客都知道的，绝对货真价实，对不对啊，朋友们？他扫视周围，笑着问道。众人纷纷附和。大堂经理也再次将目光放回到了苏雅的身上。美女，看到了吧？他得意地笑着。苏雅仍旧没有抬头，冷淡地说道：给别人吧，我没兴趣。这此话一出，周围众人纷纷愣神，眼神中满是迷茫。这美女脑子不好，白给20万不要。大堂经理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下来，嘴角微微抽扯了几下。他也懵了，这阴谋举办这么多次，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不是，美女，20万啊？你不要？他迷茫地问道。苏雅黛眉微蹙，冷冷地说道：我的话听不懂。那属于苏总的气场开始弥漫。大堂经理心头一紧。杨晨见状，嘴角情不自禁的便勾起一抹笑意，撑着下巴默默看戏，这感觉还挺享受。美女怎么还生气了？这是我们酒吧赠送的大奖啊。你怎么了？他讪讪一笑，毕竟已经跟杨建明说了，只能坚持下去。周围众人也疑惑地盯着。话音刚落，苏雅便抬起头来，冰冷的目光凝视着那大堂经理。很给你们酒吧留面子了，非要我明说，离我远点。那清冷的声音在酒吧内回荡着。周围众人面面相觑，很是不解。这话什么意思？杨晨看得起劲。大堂经理对上那冰冷的目光之后，忍不住身体一颤。他稳住情绪，有些慌了。被看穿了？没道理啊，只是不管什么情况，眼下也必须得坚持下去。他脸上露出了怒容。美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明说？你是想说我们这大奖不真实吗？他露出了不满的表情，低沉地问道。苏雅美眸之中闪过一抹冷意，他淡淡地说道：这大奖真实不真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的目的并不单纯。还用我继续说下去吗？那清冷的眼眸透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寒意。周围众人见状，眼神之中的迷茫更甚了。什么情况？大堂经理拳头紧握，已经开始慌了。真被看穿了。他眉头紧锁，硬着头皮说道：美女，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酒吧好心好意给顾客抽大奖，到你这倒是成了我们酒吧的阴谋了。我们货真价实的20万能有什么阴谋？而且我们这么多老顾客呢，这种抽奖我们举办的已经不是1次2次了，你这是在抹黑我们酒吧。那语气再次沉重了几分。杨晨忍不住摇头轻笑。
他都能看出来这大堂经理已经开始心虚了，更不用说是苏雅了。周围不少老顾客脸上也纷纷露出了怒容。没中奖就算了，现在这中奖的人竟然在这风言风语的不想要，可恨。苏雅面色不改，淡淡的呢喃道：是吗？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你问问你这些老顾客，是不是每次中奖的都是美女啊？此话一出，大堂经理目光瞬间凝固了下来。杨晨眉头一挑，这才恍然，原来如此。周围满脸怒火的老顾客也纷纷愣神，他们皱眉沉思，本来还不屑一顾的，只是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是。这他们面面相觑，有些愣神。咕咚，大堂经理艰难地吞咽口水，额头上已经开始冒冷汗了。以往每次中奖的女生听到20万，双眼都冒绿光了，他也没想到这次竟然遇到苏雅这么一块铁板啊！那本就是随机的，巧了而已啊！这有什么好说的？他咬紧牙关，低沉地反驳道。众人面面相觑，显然这个理由并不能让他们信服。苏雅冷冷地看了一眼，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说道：巧了是吧？既然你不承认，那好办，我中奖了对吗？好，我要把钱拿来吧，当着众人的面给我来展示一下你们酒吧这个活动的公平公正，有问题吗？那清冷的眸中闪烁着嘲弄的光芒。杨晨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好玩。周围众人的目光纷纷聚集到了大堂经理的身上，只见大堂经理瞳孔微缩，愣在了原地。他懵了，他张了张嘴，磕磕绊绊，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面对周围那灼灼的目光，他彻底慌了。苏雅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继续轻抿酒杯，眸中满是清冷又随意的光芒。咕咚，大堂经理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就在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身后响起：这有什么不行的？无非就是把后台的领奖程序放到前台罢了。大堂经理表情瞬间亮了起来，救星来了！杨晨眉头微微蹙起，隐隐感觉这声音有些耳熟。抬头望去，只见2男4女正从人群后方走了过来，为首的青年背负着双手，嘴角带着绅士的笑容。杨晨眉头一挑，是他。那走出来的赫然便是坐不住的杨建明，本想出来看看怎么这么久还没把美女带过来，这一看到杨晨了，上次的事情瞬间从脑海中浮现，那股怒火也压制不住了，于是带着宋玉明下来了。周围众人也纷纷将目光投递了过去，唯有苏雅仍旧默默地端详着手中的酒杯，毫无兴趣。老板，我……大堂经理急忙凑了过去，低下头。杨建明挥手制止，刚才就已经听到苏雅的话了，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杨建明扫视了一圈，感受到了周围那一道道质疑的目光，自然要先将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他阴冷地看了杨晨一眼，这才将目光放到了苏雅的身上。呀，苏总啊，是您啊，您好，我叫杨建明，是瑶瑶的同学。他装作刚认出来的样子，伸出了手，脸上带着客气的笑容。杨晨眉头微微皱起，他这才想起来上次给楚瑶瑶装男朋友的事情，不能露馅吧？苏雅侧头淡淡地瞥了杨建明一眼。你好。他冷淡地应了一声，并没有伸手的意思。杨建明讪讪一笑，略显尴尬地收了手，倒是也并未在意。没想到这误会闹到苏总的头上了。苏总，我们这大奖可是货真价实的，绝对没有半点虚假成分。既然苏总怀疑，咔，他打了个响指，淡淡地说道：来啊，领奖程序给我搬到这里来。那边有人开始动作了起来。苏雅并未回应，周围众人面面相觑，有些迷茫，到底真的假的？毕竟刚才那个大堂经理的反应可不像是真的样子。宋玉明却完全无心理会二人说的是什么，视线紧紧地盯着苏雅，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的样子，完全痴迷了。杨建明笑着说道：苏总，这么多人看着呢，要是我们的大奖是真实的，你看是不是得给咱们澄清一下？毕竟影响挺不好的，是吧？客气的话语，热情的表情，只是那个感觉却并不是表面上那么平和。杨家跟孙家同为3流家族，对苏雅自然不惧。苏雅黛眉微蹙，默默地凝视了2秒酒杯。可以，她淡淡地说道。她也已经明白了杨建明的目的了，花钱平事。如果抽奖弄虚作假的事情被实锤了，那他们酒吧损失的可不只是20万的事情，还损失了这个活动，相当于损失了很多美女。他也懒得继续说下去，毕竟一个孙家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没办法再得罪人了。主要是他没想到这酒吧是杨建明的。正好大堂经理将一堆领奖需要的东西给拿了过来，放到了吧台上。他迟疑地看了杨建明一眼，杨建明轻轻点头。大堂经理脸上这才挤出来一抹笑容，美女，
在这几个地方签字就行了。苏雅随手将几张纸单拿在手中，并没有什么问题，便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手丢了回去。大堂经理将一个小箱子放到了吧台上，打开之后，里面都是钞票。围观众人眼睛瞬间亮了，好多钱，真给啊！苏雅目不斜视，冷淡的呢喃道：“不用了，信得过你们。”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白来20万，这钱赚的可真容易。他将箱子扣上，拎在手中，沉甸甸的，确实让人愉悦的重量。杨建明再次狠狠地看了杨晨一眼，畜生，等着！杨晨没当回事，盯着另外一个青年。那青年一句话没说，可贪婪的目光却从始至终都在盯着苏雅，让他很是不爽。看起来年纪很小的样子，这小子又是谁？杨建明压制着心中怒火，笑着说道：“苏总，奖金都已经领到手了，是不是可以澄清一下了？”苏雅却没有任何的犹豫：“我误会了，奖励真实。”他淡淡的说道，语气没有丝毫的情感，如同机器人一般。怎么听怎么假？这周围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也分不清真假了。杨建明嘴角微微抽扯几下，眼神中露出了一抹怒意。只是苏雅已经澄清了，他又没法多说什么。棒！苏雅将酒杯轻轻放到了吧台上面，淡淡的说道：“咱们走吧。”话音落下，转身便要离开。杨晨放松了不少，默默跟随，他也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楚瑶瑶男朋友的事情可不能暴露。杨建明眉头微皱，他笑着说道：“苏总，别着急走啊。”苏雅停下脚步，冷淡地问道：“怎么，还有事？”杨建明脸上露出了一抹冷笑，狠厉的目光放到了杨晨的身上：“是有一些私事的。听说苏总的公司最近不太顺利，需要帮忙吗？”他笑着问道。苏雅黛眉微蹙，迅速开始警惕了起来。他可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什么意思？杨建明笑了笑，说道：“没什么意思，只是想帮帮苏总而已。”苏雅冷淡地盯着。条件呢？杨建明闻言，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视线落在了杨晨的身上。他冷笑不止。杨晨眉头微微皱起，一股不好的预感忽然从心头浮现。杨建明淡淡地说道：“苏总说话果然直白，那我也不绕弯子。我喜欢瑶瑶，我觉得瑶瑶这位大小姐跟你这个小司机不太般配。”话音落下，冷冷地盯着杨晨。擦！杨晨心里咯噔一下，瞬间麻了。苏雅黛眉微蹙：“跟我司机什么般配？”他冷淡地询问道。杨晨心虚地收回了目光，打量着天花板。杨建明微微愣神，旋即狂喜：“苏总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想到瑶瑶竟然背着苏总跟你的司机交往。看来瑶瑶也知道你不会同意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所以不敢说吧？”他笑盈盈地说道，眸中带着一丝讥讽。杨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叫什么事儿？怎么出来喝个酒就跑到杨建明的酒吧来了？唉，他心里面默默叹息一声，一个头两个大。苏雅眉头瞬间紧锁，顷刻间一股难言的情绪便在心头弥漫开来。他悠悠地盯着杨晨，那小眼神酸溜溜的，满是幽怨和嗔怒。杨晨却并未察觉，根本不敢看。苏雅粉拳紧握，强行将心底那种复杂的情绪给压制了下去。哼，回去再跟你算账。他面色不改，淡淡的说道：“你说杨晨啊，他现在已经是我的秘书了，不是我的司机。他跟瑶瑶的事情我知道。”最后3个字咬着银牙说出来的。饶是心里面已经满是酸溜溜的感觉了，但毕竟在外面还是不能丢他跟瑶瑶的人的。杨建明表情凝固了下来，大失所望。哈，知道啊，我还是觉得瑶瑶跟你这个秘书不合适。我很喜欢瑶瑶，所以苏总明白了吧？他笑着说道。苏雅眸中闪烁着清冷的光芒，淡淡的说道：“第一，瑶瑶不是我的女儿，她跟谁在一起我说的不算。第二，即使我说的算，我也不会用瑶瑶的幸福来换取前程。你明白了吧？”